我是丞相府的嫡女，你们若是碰了我，小心我爹杀了你们。苏大小姐别天真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就是你们丞相府的人出钱让我们兄弟几个今天好好伺候你一番的。只要你失了清白，你那个丞相爹恐怕掩藏这桩丑事都来不及，又怎么还会为你出头呢？你这细皮嫩肉的，我还真不忍心下重手啊，不如就好好的从了我们，还能让你少受点罪呀。乞丐甲邪笑着说完，伸手去扒了女人的衣服。你这个禽兽，你放开我！我是苏家嫡女，家里人不会这样对我的。苏沐雪一边拼命反抗，一边流着泪喃喃自语。虽然面上装着不相信乞丐的话，可心里却不由得信了几分。自从8岁那年，唯一疼爱他的娘亲坠崖死后，苏家就再也没有人管过他的死活了。父亲冷漠，姨娘笑里藏刀，抢了他母亲留下的嫁妆不说，还将他赶到最偏僻的小院子里居住。庶弟庶妹也经常对他冷嘲热讽，就连苏家的下人都敢对他大呼小叫，明里暗里的欺负他。一个丞相府的堂堂嫡女，日子过得比下人都还不如。他本以为委曲求全，过完及笄，等到出嫁就好了，没想到那些人不仅延迟了他的出嫁时日，还不放过他，如今非要让他身败名裂才甘心。苏沐雪不是傻子，知道赵姨娘心里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只要她没了清白，他们就能以此为借口，逼迫自己让出太子妃的位置，好让庶妹代替自己名正言顺地嫁去太子府。真是好大的算计啊！望着眼前脏污淫邪的男人们，苏沐雪眼里闪过一丝绝望。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是死，也绝不让眼前这些人玷污她的清白。小姑娘用尽全身力气，一把推开身前的男人，闭眼朝柱子上猛烈一撞，娇弱的身子倚柱缓缓倒地，留在柱子上那抹鲜血红得格外刺眼。糟了，那人只是让我们毁他清白，并没有让他死呀！现在怎么办？我们快逃吧！逃什么逃？你们两个怂蛋怕什么呀？丞相府的人本来就不待见这个嫡女，就算死了又怎么样？放心吧，没有人会给他伸冤的。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呸！当然是继续办了。难道你们舍得放过这么一个天仙似的女人？可她现在已经死了呀！正好，老子还没玩过死人呢，今天刚好有机会了。乞丐甲说完，带着邪念朝苏沐雪走去。他觉得姑娘满脸血影响自己的兴趣，又将她外裳扯下来扔到脸上盖住，却错过了女人陡然睁开的煞气眼神。苏沐雪不明白，自己跟贪狼都炸成碎片了，怎么还会有痛觉？正愣怔间，突然感觉脑袋很疼，脑海里出现了很多陌生的画面。一番梳理下来，他明白自己穿越了。地上女人换了心思的事儿，外人一无所知。乞丐乙还在兴奋地说道：大哥，你先上，然后我俩一起上。行，那我先来，等拿到银子，我多分一些给你们。苏沐雪暗自冷笑，在男人扑过来的瞬间，狠狠地飞起一脚，将他踢到了对面墙上当壁画。等掉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断了气。哼，垃圾！杀人了！剩下二人见状，吓得魂不附体，都忘了要逃跑了。真吵！苏沐雪皱着眉头走过去，利落地处理完三人，左右歪了歪脖子，转身时随意扫了一眼地面，却瞥到地面上有个很熟悉的东西。地上那东西竟然是自己从古玩市场逃来之后一直随身带着的陨石手镯。没想到那场爆炸都没能将这玩意儿给炸烂，反而还让他跟着自己一起穿来了东离国，
真是好意外呀。苏沐雪撩起裙摆，随意地擦了擦镯子，将它套在手腕上，凭着记忆往丞相府走去。什么？确定是那贱人回来了？回禀夫人，门房过来讲，确实是大小姐，现在已经快进二门了。被人破了身子不知道去死，还回来丢人现眼干什么？赵云梅，你一个伺候人的奴才玩意儿，算是哪门子的夫人？看来这相府是越发没规矩了，竟然喊一个小妾做夫人，真是小刀拉屁眼儿，让人开了眼。既然都是脑袋不清楚的，不如直接发卖了吧。范嬷嬷见自己主子被大小姐的话气得面色铁青，加上她平时也没少欺负苏沐雪，为表忠心，立马上前维护主子，并且呵斥道：大小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在长辈面前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回应他的是2记响亮的耳光。这脸皮真是比护城墙还厚，打得我手都疼了。苏沐雪，你这个疯女人，你周大人！回应他的又是2记响亮的耳光。一个低贱的奴才，也敢不知死活的叫主子名字？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我不敬？原本想着让范嬷嬷先唱红脸收拾收拾苏沐雪，过会儿自己再唱白脸装贤惠的赵云梅，万万没想到这贱丫头今日竟一改往日的怯懦，变得如此凶残起来。这瞧把范嬷嬷打的，用猪头来形容都不为过。也不知这贱人今日吃错了什么药，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厉害了？姨娘觉得范嬷嬷今日的行为该不该打？这有什么该不该的？大小姐你是主，她是仆，这主子心里有气需要发泄，她作为下人，别说是打，就是杀也便受着就是了。姨娘你可真不愧是1000年的龙脊，老绿茶呀！这刁奴以下犯上你不讲，无视尊卑直呼主子名称你不说，偏偏歪曲事实说是我打下人出气，你真是生了一张胡说八道颠倒黑白的好利嘴呀！难怪那刁奴敢对主子这么不敬，感情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赵姨娘面色一僵，没想到平时懦弱的妓女会这么不留情面的呛自己，心中暗恨不已。她还以为她如今的表现只是被那3个乞丐吓到，所以才有些异常，等过了惊吓期就会恢复正常。想到这儿，她吞下心中怒气，换上慈善的面孔，想安抚苏沐雪。雪儿今天这是怎么了字还没出口呢，只听啪的一声，接着面上突然传来一阵火辣，嘴里感觉到一股腥甜。你打我！你竟然敢打我！你一个连下人都不如的卑贱小妾，打你就打你了，难道还要挑日子不成？敢直呼我的名儿，你还真看得起自己。在我面前你算哪根葱，还真把自己当个玩意儿。苏沐雪不屑地说完，见赵姨娘还用手指着自己，觉得很是碍眼，让她心里很不爽。她危险地眯了眯眼睛，手如闪电般抓住女人手指，用力往后一掰，只听咔嚓一声，赵姨娘的手指就被弯成了诡异的弧度。我平生最恨别人拿手指头指着我，再有下次，信不信我直接拿刀把你的手指头给剁了？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赵姨娘再也顾不得伪装，抓着变形的手指，恶狠狠地咒骂：不是想杀我吗？那就来呀，咱们就看看到底谁先杀了谁。说完，凑到赵姨娘的耳边轻轻说道：忘了问问你，想知道你那3个乞丐的下场吗？他们全部都被拧断了脖子，一命呜呼了。临死前，你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吗？什么？赵姨娘听她提起3个乞丐，顿时有些心惊胆战，吓得连疼都顾不上了，生怕他们临死前供出了自己。哼，今天我累了，就先收你一点利息吧。以后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人是什么下场。说完，看也不看赵姨娘一眼，转身扬长而去。苏沐雪一离开，范嬷嬷立刻顶着一张猪头脸上前关心道：夫人，你的手。快去请大夫，然后找人告诉老爷，就说大小姐她疯了。赵姨娘忍着钻心的疼痛吩咐，其
今天苏沐雪让自己遭了罪，又受了这么大的羞辱，晚上非得撺掇老爷打死他不可。只要他一死，那自己找乞丐行凶的秘密也就保住了。这边苏沐雪凭着原身留下的记忆往自己院子里走，当看到眼前破败不堪的小院时，心中觉得刚刚收拾赵云梅还是打得太轻了，他应该将这恶毒女人打个半身不遂才解恨。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院子里跟外面看到的一样破旧。一个身穿浅绿色丫鬟服的姑娘端着木盆正在收拾衣裳，看到她回来连忙高兴地打招呼：小姐回来了。当看到她浑身衣衫脏污破烂满身血痕的样子，先是吓了一跳，接着眼眶都红了。小姐，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兰儿，你先帮我打一点水过来，我先沐浴。原身这姑娘是怀着必死的决心撞的柱子，所以伤口并不小，流了很多的血。回来又小小的收拾了一下赵姨娘等人，苏沐雪早就有些吃不消了，要不然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赵姨娘这个面甜心苦的女人。泡在澡盆里，苏沐雪闭着眼睛努力搜索原身留下的记忆，寻找丞相夫人当初院子里的管事嬷嬷和大丫鬟的线索。毕竟要讨回嫁妆，他得弄清楚原身母亲的嫁妆到底有哪些，不然赵云梅到时候用不值钱的破烂搪塞，他不知道也就吃亏了嘛。兰儿，你知道母亲身边的桂嬷嬷如今在哪里吗？韦小姐，桂嬷嬷自从夫人坠崖之后，就被赵姨娘赶到外面的庄子上去了。不过我曾经偷偷的去看过她，知道那个庄子在哪里。小姐，你问桂嬷嬷干什么？赵云梅霸占了我娘的嫁妆，我想找桂嬷嬷拿到嫁妆单，让这个女人把嫁妆全部给我吐出来。苏沐雪从原生的记忆里知道兰儿是个可靠的人，也没打算瞒着她，一五一十的说了自己的打算。小姐早该如此了，这些年赵姨娘霸占了夫人的嫁妆，却让小姐一个嫡女住在这连下人房都不如的地方，真是太过分了。放心吧，你的小姐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姐了，以后这些人休想再从我身上捞到半点好处。小姐，您今天这是受了多大的折磨，才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啊？往事都过去了，以后你面前的小姐是一个全新的人了，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软软弱弱，所以你在别人面前也别像以前一样委曲求全，若是谁敢欺负你，直接打回来，明白了吗？在原身的记忆里，这兰儿为了他没少受府里人的欺负，但这傻丫头还是忠心耿耿地护着自己的小姐，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对于这种忠心护主的人，苏沐雪心中也是钦佩的，所以也不介意护一护她。小姐您放心，兰儿一定会誓死保护小姐的。以后沐浴更衣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你先出去做其他事情吧。可是……别可是了，我今天一天没有吃饭，都快饿死了。你先去帮我弄一点吃的来吧。那小姐你先自己更衣，我去找点吃的来。小姑娘说完，急急忙忙地往外走。苏沐雪起身穿好衣服，进内卧走了一圈，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床，一张缺角的梳妆台，还有一张破桌子，就再无他物了。躺在床上，她心里感慨，原身这具身体太弱了，以后怎么面对那些豺狼虎豹？看来锻炼刻不容缓呢。还有头上的伤口好疼啊，要是现在有药该多好。突然她感觉手上有些发热，然后整个人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哪儿？苏沐雪望着面前的大别墅有些傻眼了。环顾四周，除了这栋看起来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的大别墅外，周围再无建筑物。很明显这里只有这一户人家。不想再坐以待毙的他略微思考一下，大着胆子往别墅门口走，伸手推了推门，没想到别墅的门竟然就这么打开了。欢迎主人来到琉璃梦幻空间，我是你的空间管家008。主人看一下您的右边，那里的操作台上有各种物品的使用说明和价格，您只要点击确认就可以购买了。苏沐雪照着008的指示，发现右边果然有个半人高的操作台，走过去一看，上面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名称、使用方法以及价格，每个价格的下方都有一个确认键。008，这里的货币要怎么结算？喂，主人，琉璃梦幻空间采用的是虚拟币结算方式。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虚拟币？主人看到左边的那个置换栏了吗？
只要将你身上值钱物品放到置换栏里，就可以置换成空间虚拟币了。通过008的指点，苏沐雪这才看到左边有个和交易操作台差不多，但上面有个凹槽的置换栏，心中有些将信将疑。他试着将原身身上的玉簪子取下一个，放到置物台上。恭喜主人置换成功，获得5万元虚拟币。您可以用这些虚拟币在琉璃梦幻空间购买任何低于5万元虚拟币的物品。一枚玉簪子竟然能置换出5万的虚拟币。是的，主人，您这玉簪属于古董，不过因为成色不是太好，所以只能换5万虚拟币。若是极品羊之玉，像这样一只玉簪子，起码可以置换上百万块虚拟币的。一只玉簪子可以值上百万？饶是苏沐雪不是个大惊小怪的人，对这样的数字还是忍不住惊叹。知道了，这个空间除了置换东西外，还有其他功能吗？有很多，不过主人你现在的级别比较低，所以只能使用1楼比较平常的功能。等到了一定的级别，就可以开通2楼，然后以此类推到3楼。2、3楼的东西更高级吗？比如1楼的武器，现在只有一些便携式的手枪、子弹和步枪之类的。升级到2楼，就会有机枪、迫击炮之类的。升级到3楼，就能购买大型的武器，比如战斗机什么的。008，要怎么样才能快速升到2、3楼？主人，这是急过来的。你现阶段最主要的是多使用空间，等积分到了，自然就会升级啦。你的意思是砸钱？一穷二白的苏沐雪心中有些失落，不过一会儿也就丢开不想了。以他的能力，想在这挣钱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而且有了这个万能的交换空间，他就可以在上面购买武器防身，今后哪怕在东离国横着走，也没人胆敢来招惹他。主人，这琉璃梦幻空间除了可以置换物品，还有储藏功能，只要放入空间的东西都不会过期。那就是说，不管是吃的用的还是什么，只要放在空间里都可以保鲜，不会坏是吧？是的。008，这空间还有什么功能？你一并都说说吧。主人，除了这栋宅子，外面的灵泉河水也是宝贝，它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解毒疗伤，还有药田和果林也都是宝贝。另外，空间荒地还可以种你想种的东西，整个空间的土地都属于你一个人，想怎么安排都可以。至于其他的隐性功能，你以后自己慢慢去发掘。听到空间有这么多的好处，竟然还有隐性的功能，苏沐雪两眼都在放光，对着未来充满了期待。008，这个空间里面的食物是不是也比外面的东西好？那是当然，这空间里的万物都是由灵泉河水灌溉成长，不止生长速度快，口感好，而且也能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不过比起灵泉水还是要稍微差一些就是了。这已经很好了。008，我现在可以到处看看吗？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主人的空间，你想怎样看都可以。有了008的话，苏沐雪先是在别墅里闲逛，逛完别墅，她直奔果林而去。先前以为这些东西是别人的，担心引起主人家不满，她没有过来果林。现在知道是自己的，她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吃一顿的机会。真不愧是用灵河水浇灌的，果园里的水果个个都皮薄肉厚，汁水超多，吃起来还酸甜可口。苏沐雪吃得很是满足，还不忘摘了几个揣在身上，打算带回去给兰儿吃。在外面逛了一圈，喝了几口灵泉河水，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别墅里。在操作台上挑挑拣拣，选了一瓶消炎水和一盒止血生肌的药粉，最后买了一支便携式手枪、几发子弹和一把匕首，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刚刚走出门，他又立马跑了回来。008，在吗？在呢，主人。我要怎么回去？只要默念回去就可以了。那我下次要怎么进来？默念琉璃梦幻空间就可以了。主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你可以退下了。这是用完就扔。苏沐雪按照008说的操作了一番，果然回到丞相府的破旧小院。见兰儿还没回来，他拿出消炎水和止血生肌粉，来到水盆边，发现额头上的伤口真的已经好了许多。看来008没有骗自己，那灵泉河水确实有很好的疗伤作用。刚弄完没多久，兰儿就蔫头巴脑的回来了。兰儿，
怎么了？对不起，小姐，奴婢无能，没能帮您带回吃的来，因为内厨的人说现在还不到开食的时候，不能做。兰儿心疼主子没有吃到东西，苏沐雪的关注点却在她左脸的5根手指印上。谁打的你？小姐别担心，我没事儿，一点都不疼的。兰儿，先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谁敢打你就打回去，怎么这才过一会儿你就忘了？对不起，小姐，我不想给您找麻烦。傻丫头，我既然敢让你打回去，那自有我的办法解决，不需要你委曲求全，明白了吗？苏沐雪本来在空间吃了很多水果，又喝过灵泉河的水，肚子早就不太饿了。但听到兰儿的话，她咽不下这口气，打算杀去后院，收拾收拾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奴才。先吃2个水果垫垫肚子，一会儿带我去找欺负你的人算账。小姐，这是什么果子？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兰儿拿着梨子好奇地打量，她自小跟着苏沐雪长大，主子不受宠，她这个丫鬟当然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水果了。这个叫雪梨，生津止渴的，你快点吃，一会儿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呢。做内厨既然不让她吃饭，那就大家都别吃了吧。2人来到内厨房，几个妇人婆子正坐在一起嗑着瓜子儿聊着天，见他过来，谁也没有起身搭理的意思。苏沐雪也不在意，转头淡淡的问兰儿：是谁打的你？是柳娘子，她说过了食饭的时辰，厨房进了火，不到时候不给开火，奴婢争辩了2句，她就伸手打人。大小姐呀，你可不能听这丫头胡说，你也知道咱们这府里的规矩，过了食饭时辰是不开火的。柳娘子嘴上喊着大小姐，可脸上的表情和说出的话却半点没有将苏沐雪放在眼里的意思。既然府里定了规矩，过了吃饭时间不能开火，那你灶上炖的是什么东西？不待苏沐雪说话，兰儿首先冷笑一声，指着灶上冒着热气的炖盅反问着：那个是给赵夫人炖的燕窝盅，赵夫人为了相府日夜操劳，辛苦万分，给她单独开火也是情有可原，你们怎么能和她比呢？去，把厨房里的东西都给我砸了！你们敢！柳娘子连忙走过去拦在门口，苏沐雪二话不说，直接抓住她的手臂来了个过肩摔，再送上几记响亮的耳光，边打边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克扣我伙食动我的人，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好啊，那我成全你。哎呦，不得了了，你们快去禀报赵夫人，大小姐要杀人了。有个婆子反应过来，想跑去报信，苏沐雪摸出身上匕首，看都不看一眼，朝她腿上射去。婆子顿时倒在地上，抱着腿哀嚎不已。谁要是敢擅自踏出这里半步，那我的匕首就不是这般好心射腿，而是直接射头了。大小姐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其余几人吓得连忙跪倒在地，颤抖着身子求饶。见屋里的人被吓住，苏沐雪对还在发呆的兰儿喊：瞪着干什么？还不快砸！好。兰儿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去砸东西。兰儿跟着主子这么多年，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刚开始还有些拘束放不开，不敢砸贵的，只挑些不值钱的啥玩意儿砸。苏沐雪看得直摇头，沉着脸让他砸贵的。小姐，砸完了，这样的效果行吗？苏沐雪扫了一下被破坏的乱七八糟，已经没有半点好物的厨房，点了下头，伸手指了指灶上被遗漏的铁锅。哼，还不错，若是能将那口锅也砸掉就更完美了。兰儿闻言转头找了个锤子，3两步跑过去，举起锤子就把铁锅砸了个稀巴烂，边砸还边用不善的眼神盯着帮厨的几人，嘴里骂骂咧咧：让你们失礼，让你们欺负小姐，欺负我，既然不给我们吃食，那大家都别吃了。柳娘子几人感觉她不像是在砸锅，而是想砸人呢。几人吓得缩着脖子当缩头乌龟，生怕一个不注意就被当成锅来砸了。苏沐雪见锅已砸烂，对兰儿喊道：兰儿，过来干正事了。小姐，还有什么正事儿？还有力气吗？有，奴婢现在有使不完的劲儿。有力气就行，来将平时欺负过你的人都狠狠揍一顿吧。兰儿砸东西砸得起劲儿，
一听说让他揍人，心里还是有些惧意的，一时间愣着不敢下手。作为我的丫鬟，若是连揍人都不会，那以后就不必跟着我了。苏沐雪语气虽然淡淡的，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兰儿敏锐地感觉到小姐生气了，说这些话可不是在吓唬她。想到今天已经砸过厨房，反正府里的主子们也饶不了自己，不如彻底来个痛快，将这些以前欺负过他的人都揍一顿好了。想到这儿，兰儿没有半点犹豫，首先扑上去将平时占着管事身份欺负他最狠的柳娘子一顿胖揍，直揍着柳娘子一顿哭爹喊娘，嘴里不停地咒骂。兰儿，这个耍剪刀的贱蹄子，竟然敢打我！我可是赵夫人的人，若不把他秋后算账，将你发卖了。原来是赵云梅的狗，难怪一样的吵。苏沐雪蹲下身，伸手往柳娘子下巴一掰，将她的下巴卸了下来。柳娘子吓得大睁着眼睛，口水不受控制的从吊着的下巴流下来，流到胸前到处都是。真恶心。不过终于清静了，兰儿，你继续吧。是，小姐。兰儿如今对苏沐雪只有崇拜，听到她的吩咐，揍起人来是更起劲儿了。小姐都这么威武了，作为跟班，她也不能拖后腿是吧？柳娘子被主仆二人联手一顿收拾，连痛带吓，连尿都吓出来了。望着湿了裤裆的妇人，兰儿嫌弃了，皱了皱眉。这么大个人了还尿裤子，真是恶心死了。小姐，奴婢不想揍他了，怕脏了自己的手。柳娘子听到这话，心里真是又疼又怕又恨又臊得慌，被刺激的两眼一翻，晕死过去。两主仆将相府厨房弄得一片狼藉，将所有人都揍了一番，这才神清气爽地扬长而去。今天爽了吧？太爽了！奴婢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将柳娘子这些眼睛长到天上之人暴揍的一天，真是太解气了。只是，你是担心那些人过之后告状，苏丞相他们会过来找麻烦？小姐既然知道，为什么今天不像往常一样忍耐忍耐？这事传出去，恐怕对小姐的名声不好。万一传到宫里，那您与太子的婚约可就麻烦了。小小年纪想的可真多。放心吧，就算是没有这一出，那个太子娶的也不会是你家小姐。当然，就算是那个狗太子想娶，他苏沐雪也不会嫁那样的中央空调，他嫌脏。怎么会？他不是小姐的未婚夫吗？你们可是从小定下的婚约。实话告诉你吧，那狗太子早就和苏沐薇搞在了一起，那女人现在肚子里都已经有货了。啊？怎么会这样？兰儿有些不敢置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太子怎么会不知廉耻的跟未婚妻庶妹搞在一起？这有什么？那狗太子看着风光霁月，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不是个什么好货色。苏沐雪接收了原身的记忆，知道这个轩辕锦书早就跟苏沐薇搞在了一起，如今肚子里的孩子都快3个月了。苏沐雪略微想想，就知道赵云梅为什么要急着毁原身的清白了。小姐您别难过，太子靠不住，您还有我，兰儿一直陪着您，永远都不会背叛您的。停！快收起你那泛滥的同情，别把我跟那狗太子扯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想让我为他难过，他还不够资格。小姐，您这正妃都还没进门，太子就先找了别的女人，还有了孩子，他们这简直就是在打您的脸。等以后进了太子府，你也要拿出今天的气势来，好好灭一灭苏沐薇的威风才行。谁说我要嫁给他了？这辈子就算不嫁人，我也不会嫁这样的人渣。兰儿，你以后可别把我跟他扯在一起啊，不然我就跟你急。小姐别胡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能说不嫁人呢？要是真的不嫁，那丞相府恐怕也容不下您的。到时候您一个孤身女子怎么立足啊？况且陛下也不会放过您的。不管皇帝怎么样，这婚约我都是要解除的。这些事你别管，你只要记住，我是你的主子，以后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至于这丞相府，我并没有打算多待。你若是想要跟着我，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饿着你。若是不想跟着我，我会把你的卖身契还给你，再给你一笔银子，保证让你衣食无忧。苏沐雪话音刚落，
兰儿面色苍白，立马流着眼泪跪下来。小姐，奴婢以后不再说了，求您别赶奴婢走，奴婢不要银子，只想一生一世跟着小姐，哪儿都不去。我知道了，你快起来吧，以后不准动不动就下跪，我不喜欢。苏沐雪连忙抬手将她扶起，她实在是受不了古人这种动不动就下跪的方式，让她有种天天在过清明节的感觉。小姐，我感觉您跟以前不一样了。哼，哪里不一样？说不上来，明明您的人还是那个人，但感觉就是变了。说说以前的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吧。以前的您总是喜欢待在屋里不出门，就算是出门也总是唯唯诺诺的，从来都不敢抬头用眼睛看人，遇到事情只会哭和逃避，从来不懂得为自己争取，属于很没有存在感的人。兰儿努力在脑海中思索主子以前的样子，明明朝夕相处那么多年，却只记得小姐那双常常流泪的眼睛，其他的都已经模糊了。孽女，给我跪下！孽女是吧？堂堂的苏丞相，朝廷文官的领头人，难道就只会这一句吗？若真是这样，我都怀疑你一个知识浅薄之人是怎么坐上宰相这个位置的？难道是有什么捷径吗？是靠宠妾灭妻，还是靠苛责嫡女得来的？苏红被他这话戳得肺管子都疼了，抬起手就想教训苏沐雪。他巴掌还没落到苏沐雪脸上，就被他一把抓住，并且往后一拧。只听咔嚓一声，苏红顿时感觉自己手腕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畜生，你快放手！嘴巴这么臭！大小姐，老爷好心过来看你，你怎么能打自己的父亲呢？真是太不孝了！这女儿打父亲可真是千古奇谈，要是传出去，我们相府的其他女儿可怎么嫁人呢？赵云梅笃定自己站得远，苏沐雪打不到她，站在一边说得很是欢乐。苏沐雪邪气地撇嘴一笑，笑他高兴得太早。随即他拔出携带的手枪，朝着他手臂就开了一枪。砰的一声，子弹穿过赵云梅的手臂，弹到墙上，然后反弹在地面。直到看见鲜血鼓鼓的往外冒，捂都捂不住时，他吓得两眼翻白，喊都来不及喊出声就晕死过去。直到倒下去那一瞬间，他都没想明白自己是怎么受的伤。哎呦，来人呐！救命啊！快点找大夫救人呐！真吵！男儿，张嘴！苏沐雪皱着眉头，吹了吹枪口。兰儿应声跑过去，抓住范嬷嬷的衣襟就左右开弓。其他原本拉扯苏沐雪的仆人，包括苏红，全部傻呆呆地望着嚣张的主仆二人。对于众人的反应，苏沐雪心里非常满意。她将枪在手里娴熟地挽了个枪花，悠悠地抵在苏红的脑袋上。还想要打我吗？我可是你爹！爹？你也配被叫这个字？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谁家的爹会让自己的嫡女住在这种连下人房都不如的地方，而庶女却住着豪华宅院的？谁家的爹会让自己的嫡女过着吃不饱也穿不暖的生活，而庶女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谁家的爹会任由下人欺负自己的女儿而不闻不问的？谁家的爹会任由小妾欺负到嫡女头上，甚至为了给他自己女儿铺路，找人要毁了嫡女清白的？苏沐雪一连串的连骂带问，说得苏红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但却无法为自己辩解半分。她跟张寒烟没有感情，连带的也不喜欢这个大女儿。苏红很想继续摆出父亲的架子，可面对冷漠强硬的苏沐雪和她手里那件威力强大的武器，她还是不敢再说教，理智的选择闭嘴，不再选择硬碰硬。想到这儿，苏红强压下心中怒气，扬起慈祥的笑容，开始换策略，很识时务的改走温情路线。对不起，雪儿，为父这些年确实有些忽视了你，如今你打也打了，为父也就不多与你计较。明天我就让管家将灵秀院整理出来给你住啊，以后你的月银提高到20两，和你弟弟一样啊。还有，爹给你院子设个小厨房啊，到时候呢，你自己想吃什么都可以在小厨房里做，咱们父女冰释前嫌，你看如何呀？
想演戏，想打亲情牌是吧？谁还不会了？苏沐雪不着痕迹地露出一抹冷笑，随即装出一副很感动的模样。雪儿还有什么话要跟为父讲吗？你我是父女，单说无妨。从今以后，只要你想要的，为父都会尽量满足你。父亲说的是真的吗？苏沐雪问得小心翼翼，脸上适当流露出渴望亲情的模样。那是当然，你是父亲唯一的嫡女，为父不对你好，对谁好啊？众下人也看得惊叹，前一刻还剑拔弩张的父女两人，现在竟突然变得父慈女孝起来，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那父亲，你能让赵姨娘把娘留下来的嫁妆全部都交还给我吗？连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看来父亲说疼女儿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可惜了，原本女儿还想着等赵姨娘把母亲的嫁妆还回来，立马就去寻卖给我手枪的那个异域商人，向他多买一些手枪来孝敬父亲的。既然你不想帮忙，那还是算了吧。苏红听他这么讲，眼神顿时闪过一丝炙热。他对手枪可是眼热得很呢，现在跟苏沐雪亲近，本就想打亲情牌，等时机成熟，好将苏沐雪手中这把据为己有。如今听说能买到更多，心里当然是狂喜不已。若是自己有了这种强大的武器，整个东离国还有谁是他的对手？说不定还有机会能将这天下之主的位置坐一坐呢。苏红心里闪过一丝膨胀。雪儿，刚刚云梅真的是被这东西打伤的吗？父亲若是不相信，可以让人找个东西来试试。苏红立马让人搬了个坛子，放到苏沐雪院子里指定的位置。只见他站到院中，潇洒地端着手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随着砰砰的几声枪响，院墙上的全部应声而碎。哎呀，雪儿，可否将此物赠与为父？父亲有所不知，不是女儿不肯赠送于你，而是这东西他认主啊，转赠别人无用。哎呀，一件物件而已，怎么可能会认主呢？雪儿莫不是在骗我吧？父亲若是不信，尽可以试试，反正我刚才怎么使用的你也看到了。苏红不信邪的接过，学着苏沐雪的样子扣动扳机。可无论他怎样使出浑身解数，这东西在他手里就跟死了一般寂静，根本没有半点反应。明明刚刚就是这么使用的，怎么现在不行了呢？难道这玩意儿真的认主？苏沐雪在一旁嘴角微勾，心说老娘他妈上了保险，你还能使用，那真是见了鬼了。鼓捣了半天，苏红这才不得不相信这东西他真的认主。雪儿，早点把你娘的嫁妆单子列一份出来，我即刻让赵姨娘还给你啊！但是你要记得帮我多买些这个什么枪啊才行啊，越多越好。嫁妆若是不够，到时候我另补给你。没问题，那我过段时间就把嫁妆列给你，也得早些留意那个异域商人的动向才行，毕竟他也不是常常在这边的。不用过段时间，你尽快将单子列出来，拿到单子我就马上让他还给你。苏红担心那个商人把这大杀器卖给别人了，连忙催促苏沐雪。好，谢谢父亲。不过现在已经很晚了，赵姨娘的伤虽说不致命，可若是再不治，手臂就要废了。正事说完，苏沐雪就不想再跟苏红虚与委蛇，想让他带人早点滚蛋。行，那你早些休息吧。为父，我先走了。苏红也着急想看看手枪造成的伤到底有多厉害，也不愿意多做久留，叫下人抬着赵云梅一起离开。搬到灵秀院后的苏沐雪地位水涨船高，她叫人接回桂嬷嬷，拿到了张含烟的嫁妆单。望着长长的嫁妆礼单，上面列满了各种名贵物件，奇珍异宝。听桂嬷嬷介绍，这可是价值10几万两的大肥肉啊！难怪苏红犹豫着不想拿出来。苏沐雪望着单子上的各种宝贝，脑瓜子飞速转了转，心里顿时有了一个计划。她打算先摸走这些东西，然后再向苏家要嫁妆。她要让贪婪的苏红跟赵云梅两人倾家荡产，名声尽失。她白天在院子里练习各种技能，
晚上就穿着夜行衣在府中游走，打探苏家库房的位置和护卫们的值班情况。等彻底摸清苏家库房位置之后，苏沐雪穿上夜行衣，带上万能钥匙，趁着夜深人静，避开相府的护卫，悄悄溜进了苏红的书房。移开一幅山水画，露出后面的暗格，用万能钥匙打开库房门进去。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简直要亮瞎了他的眼睛。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古玩字画，还有珍贵皮草等贵重物品，用堆积如金、珍馐罗列来形容都不为过。苏沐雪将东西一股脑收进空间，确认没有留下一根针之后，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出了库房，看看时间还早，又转去赵云梅的私库，将里面的东西一扫而空，连人不在府里的苏老夫人的私库都没放过。直到把所有库房都一扫而空，这才避过守卫，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迫不及待地进到空间里，观看自己忙碌了一晚上的结果。捧起箱子里的金银珠宝，他笑得见牙不见眼，这下可发财了。望着琳琅满目的库房，苏沐雪决定犒劳一下自己。他拿出一些玉器饰品置换成虚拟币，买了一张舒服大床、按摩浴缸，放到选好的卧室里。以后有空可以回到这儿美美的泡澡休息了。翌日，他拿着从桂嬷嬷那抄来的嫁妆单找到苏红。父亲，这就是我娘的嫁妆单，你看看什么时候能备齐。女儿已经跟那个商人谈妥了，等钱一到手，他就会把枪给我。依女儿看，这事还是早些定下比较好，若是让别人抢先，那可就亏大了。苏红接过单子看了一遍，她一直知道张含烟的嫁妆不少，只是没想到竟然有10万之多。若不是她要买武器，这嫁妆她还真舍不得还给苏沐雪。虽然有些肉疼，但想到自己的宏图大业，她还是吩咐苏沐雪：你先稳住他，我这就叫云梅将嫁妆拿出来。行吧，我会尽力的。芙蓉院，老爷，您来看望妾身啦。云梅啊，张含烟的嫁妆呢？你快些让人将上面的东西都搬出来清点一下，还给雪儿吧。这好端端的，老爷怎么突然说起这件事情来了？苏红暂时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买武器的事情，就随便找了个借口。也不算突然，雪儿不是马上就及笄了吗？她母亲的嫁妆自然应该由她来保管了。你快些让人清点好，然后交还给她吧。这么多的东西，我一下子也凑不齐呀，要不再等等，等凑够了再给大小姐吧。赵云梅不想将东西拿出来，打算采取拖延战术。苏沐雪在外面悠闲地听着没吭声，反正苏红现在比自己更着急，她只管安安静静地看戏就好。不行，今天必须要将嫁妆还给雪儿，不然这家你就别当了。见苏红真的生气了，赵云梅只好不情不愿地将钥匙交给范嬷嬷，让她带人去库房把张含烟的东西都搬出来。平白没了这么多东西，赵云梅心里像被挖去一块肉一般难受，也顾不得搭理男人了，径直坐在一边生闷气。哎呀，好了，别不高兴了，我实话告诉你吧，这嫁妆还给他是有大用的，等事情成了，大把的荣华富贵等着你，这区财物到时候我翻倍给你。赵云梅不是傻子，听苏红这么一讲，心里顿时明白，她这嫁妆不是为苏沐雪要的，心里顿时舒服起来。事成之后真的会翻倍给我？当然啦，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没过多久，范嬷嬷面色惨白，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跪在地上大喊：哎呦，夫人，不好了，库房里的东西不见了！你说什么？东西不见了？什么东西不见了？全部的东西都不见了，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你是说库房里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是的呀，夫人。完了！赵云梅顿感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身体一软就往地上倒。夫人！云梅！云梅！云梅！见怀里的人没有反应，连忙抬头对下人喊道：快去叫大夫！苏沐雪悄悄歪头看了一眼，屋里人因为突发变故，此时正乱作一团。
理了理身上的裙摆，苏沐雪悠闲地踱着步伐走到屋里看热闹。苏红见他半点不着急，没心没肺的模样，心里头不由火起，脱口骂道：没看到你姨娘晕倒了吗？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呀？看到了，可这关我什么事呢？又不是我让她晕倒的。再说了，她是你的姨娘，又不是我的，我着什么急？苏沐雪，他是你的长辈，你不过来关心尽孝就算了，怎么还能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种话呢？苏红，你出生的时候脑子跟屁股是不是搞错了位置？要我提醒你一下吗？我是苏家的嫡女，我是主子，她赵云梅不过就是一个暖床的小妾，她算哪门子的长辈？拿个暖床玩意儿当嫡女的长辈，还让嫡女给她尽孝，你这个丞相当的可真是有出息。要不要我在外面再给你宣传宣传，让外面的百姓看看苏丞相家的家风有多新鲜呢？我什么我告诉你，苏红，你让我的心情很不爽。现在我改主意了，不再用我娘的嫁妆来给你买武器了。这些嫁妆你们得一分不少的给我还回来。要是敢少一个字儿，我就闹到官府去，让大家看看你丞相府堂堂高门大户竟然私吞正妻嫁妆的丑恶嘴脸。苏沐雪的话让苏红清醒过来，心里不由暗暗后悔，刚刚怎么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对不起雪儿，哎呀，为父只是太心急了，所以说话没进过脑子，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对不起有用，那还要捕快做什么？别说我不顾念父女之情，我给你3天时间，要是还不能将我娘的嫁妆还给我，那我就去衙门里告状。嫁妆要是3天之后不给我，我不介意让丞相府在整个京城出名。威胁完之后，苏沐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苏红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没想到这逆女竟然半点亲情都不顾，说翻脸就翻脸。想到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如今怕只有他才能压制得了了。眯了眯眼睛，他让范嬷嬷去将苏沐薇喊来芙蓉院。翌日，苏沐雪带着兰儿去锦绣坊看衣服，两人正讨论哪件衣服更好看时，一声柔柔弱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姐姐。苏沐雪转头望过去，就见面容清秀的苏沐薇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站在那儿，怯生生地看着他打招呼。那副样子，不知情的人肯定误会他平常在家没少受嫡姐欺负，才会让他见到嫡姐时这么害怕。苏沐雪看了一圈店里其他人的表情，大家都对自己投来异样的目光，看来这就是苏沐薇的目的，想借此给他安上一个苛责庶妹的坏名声。姐姐，去年庄子上收成不好，爹爹跟娘亲。你说爹爹跟谁？娘亲啊。苏沐薇一愣，脱口而出：姐姐，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打我呀？既然你都说有了，我不再打一打你，都对不起这个字。苏沐雪说完，又啪啪地赏了他几个耳光，只打得苏沐薇眼冒金星，不敢再多话，捂着脸从假哭变成了真哭。这相府的嫡女也太彪悍了，在外面就这样子对待庶女，在府里不得虐待成什么样子了？谁说不是呢？长得那么好看，行事却如此癫狂，堂堂千金小姐跟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为了让其他人更加同情自己一点，苏沐薇决定继续添上一把柴。姐姐，以往你欺负妹妹就算了，可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妹妹就算是有心为你遮掩也不能了呀。不过妹妹还是要劝诫姐姐，虽然你是嫡女，是未来的太子妃，可也不能这样呀，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人的。这若是传出去，让天下人知道东离国的太子妃蛮横不讲道理，你让太子殿下以后如何服众啊？苏沐薇说的大义凛然，苏沐雪冷笑一声，刚要回呛，外面就传来一道充满怒气的男声：谁说本太子要娶这个没有教养的女人为妃？众人见到男人，立马跪成一片，只有苏沐雪跟兰儿站在原地，显得鹤立鸡群。兰儿心里有些害怕，她原本也想着跟着跪下的，可看到自家小姐没跪，作为她的忠实跟随者，当然也不能示弱。哎呀，菲儿，你的脸怎么了？是谁打的你？谢太子殿下关心，民女没事儿，没有人打民女。
是你打的他？是我打的。你这个毒妇，怎能如此恶毒？你这个精虫上脑的大渣男，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骂我？作为我的未婚夫，竟然跟我叔妹不知廉耻的搂搂抱抱不说，甚至还为他当众责骂我这个正牌未婚妻。知道的人晓得他是你小姨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你的未婚妻呢。姐姐，你怎么可以含血喷人啊？我跟太子殿下，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呀。你们是挺清白的，清白的就差没有2合1了。我想这里若是有一张床，你们2个只怕都要滚到一起去了吧。也怪这里的设备不齐全，让你们2个没有这个机会，还真是可惜了。不然我们还能看一场免费的双人运动直播秀呢。住口！苏沐雪，你作为丞相府的嫡女，满嘴胡言乱语，行为乖张，言辞粗鄙，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教养是要分对人的，对你们这种都不能称之为人的狗男女，谈教养简直就是侮辱了教养，当然就用不着了。苏沐雪，你无凭无据，污蔑辱骂威尔与本太子，简直就是藐视皇家。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你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轩辕锦书开始给他扣帽子，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气得提起剑就要朝苏沐雪刺去。围观的人看到，心里都替苏沐雪捏了一把汗。教训我？你还不够资格。这具身体经过他每日喝灵泉河水加锻炼，虽然跟以前比起来还有些距离，但是对付轩辕锦书这个沉迷酒色的草包太子，自然是不在话下。锦绣坊的对面2楼，一个身形伟岸、面如冠玉的英俊男人坐在包厢里。玄策，打骂轩辕锦书的那个女人，就是传说中苏红的废材嫡女。回主子，正是她。有点意思。确实有点意思。外面传说这个丞相府的大小姐无才无德，胆小懦弱，可今日瞧她打骂太子这架势，跟胆小懦弱完全不沾边啊！到底是谁传出这样的瞎话来？不过传言有一点是真的，看着大小姐的行为，无才无德是没跑了。你不觉得她这样子很生动有趣吗？有趣？主子的关注点怎么这么清奇啊？莫非是中毒太久的原因？苏沐薇见太子被打，顿时心疼万分，冲着轩辕锦书的侍卫喊着：“你们是死人吗？没看到太子被打了吗？还不上去帮忙？”对不起，苏姑娘，皇上吩咐过，在太子没有生命威胁之前，我们不得擅自出手。苏沐雪，你够了！竟然如此殴打太子殿下，你就不怕回去被父亲惩罚吗？哎呦，你不是说你们清清白白的吗？那我打自己的未婚夫，你在这儿心疼个什么气儿？啊，我是担心你打坏了太子，皇上怪罪下来，苏家人要跟着遭殃的。这个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你们苏家的。苏沐雪说完，又要去揍轩辕锦书。苏沐薇急了，伸手就去推苏沐雪的手，却一个站立不稳，摔在地上，顿时捂着肚子，疼得面色发白。菲儿，你怎么样了？太子殿下，我的肚子好疼啊！菲儿，别怕，我马上带你去找大夫。轩辕锦书说完，就想抱着他走。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背着药箱的中年男子。草民就是大夫，太子殿下若是放心，就让在下给苏姑娘诊诊脉吧。太子殿下，我还撑得住，还是先回府找熟悉的大夫看诊吧。看来苏二小姐是不相信在下的医术，所以不让在下替你看病吧。苏沐薇咬着嘴唇不说话，很显然就是这个意思。太子殿下，草民姓尹，名文浩，药王谷谷主冷沧海正是在下的恩师，医术方面大可放心。哇，没想到尹大夫竟然是药王谷谷主的徒弟。这药王谷的大夫有多少达官显贵捧着重金想要人家诊治都求不到呢？这个苏沐薇竟然还嫌弃人家医术不好，真是可笑。就是啊，现在有大夫他不治，非要回府里，他该不是装的吧？哎呀，菲儿不要任性，就让尹大夫给你诊治诊治吧。
见他生气，苏沐薇不敢再任性，只得伸出手臂给大夫。尹大夫，你请。尹大夫蹲下，伸出手指搭在苏沐薇的腕上，开始仔细诊脉。没过1刻钟，他收回手，对太子殿下说道：禀告太子殿下，苏姑娘这是有2个来月的身孕了，刚刚动了胎气，喝2副安胎药就好了。不过这1个多月还是要尽量戒房事为好。尹大夫这一公布，太子先是一愣，显然没有料到是这种结果，接着面色铁青的狠狠盯着苏沐薇。什么？你事后没有喝药？太子殿下，你听我解释啊！其他人则是被这一幕彻底惊呆了，这苏沐薇竟然真跟太子有私事。哼，你最好给我个完美的解释。说完就想离开。慢着，苏沐雪，你还想怎么样？什么我想怎么样？太子殿下，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我本来跟自己的丫鬟好好的挑布料，是你的女人主动上赶着来找我的麻烦，然后你为了维护心上人，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教训我。若不是我还有一点防身术，现在只怕就不是鼻青脸肿，而是连命都丢了吧。我差点丢命都大度的不要你拿银钱做补偿，你听我说几句话不为过吧？人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实在是家中叔妹喜欢抹黑我衬托她，所以我想将自己这些年过的生活给大家说一说，相信大家听完一定会泯灭是非，还我一个清白的。姐姐，咱们是一家人，有些话关起门来说就好，何必大肆宣扬呢？你到处抹黑我时，怎么就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现在我豁出去了，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所以今日我一定要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相信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也知道谁是谁非。苏沐薇，你从小就喜欢跟我抢东西，小时候是吃的穿的玩的，长大了就要跟我抢院子抢东西。自从姨娘当了家，你们就将我这个嫡女赶到连下人都不住的破旧院子，让我吃不饱穿不暖，还怕沾了我娘的嫁妆不说，现在竟然连我的未婚夫都抢跑了，还无谋苟且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众人见他说的悲切，哭得伤心，不由得万分同情。他们不敢骂未来天子，就开始骂赵姨娘和苏沐薇，甚至连苏丞相都一起骂了，骂他薄情寡义，任由小妾苛待嫡女却不作为。苏沐雪望着庶妹难看的脸色，心里微微一笑，不就是装白莲吗？谁他妈不会了？谢谢大家还了我一个公道。不过我是姐姐，如今既然妹妹与太子两情相悦，甚至已经有了她的骨肉，作为丞相府的嫡女，我也有我的骄傲，不愿意插进他们的感情当中，做一个空有其名却得不到夫君感情的太子妃，所以打算现在就去找圣上，求他撤销赐婚，让我退出，成全妹妹跟太子，祝他们天长地久。众人听到他这么讲，都齐声支持。一个姑娘大声说道：苏大小姐解除婚姻是对的，你这么好的人，一定会遇到一个全心全意对你好的夫君。这位小姐，谢谢你的祝福，我也这么觉得。哇，苏大小姐笑起来这么美，比那个庶女好看多了。苏大小姐，你到时候解除婚约，还可以向他们要一笔赔偿费的。谢谢这位夫人的提醒，不过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不想父亲为难，只要父亲跟姨娘能将我娘的嫁妆还给我，让我有一点傍身椅，以后日子也不至于过得太艰难就好了。现在见苏沐雪委屈自己，不计前嫌的想求皇上解除婚约，只为了给妹妹腾位置，就更加同情她了。苏家人跟太子的名声这一下毁得很是彻底，而苏沐雪的名声却直线的往上疯长。现在的她再也不是大家心中的废物，而是一个受尽家人虐待的可怜人。苏大小姐，我同你一起去吧，若是有事，刚好可以做个见证。苏大小姐，我叫顾罗，爹是言官，虽然官职不太高，但他为人公正，
朝堂上能说得上几句话，我也跟你一起去作证。我叫南烟，我爹是当朝宰相，我可以跟你去作证。他爹跟苏丞相向来不和，想来很愿意趟这趟浑水的。先有尹文浩这个大夫站出来，又有这2个官家小姐站出来，都说要为苏沐雪作证，让她摆脱这段不幸的婚约。3人的好意让苏沐雪都不忍心开口拒绝了。她没想到装柔弱效果这么好，难怪赵云梅跟她女儿动不动就喜欢装。不得不说，这种感觉真是很不错。看来以后不能一味逞强，要学会该示弱时就示弱。出了门，大家都有点傻眼。南烟他们虽然是官家小姐，可平常都是跟着父兄进宫的，这下无人带领，要怎么进呢？正当众人面面相觑时，一辆豪华马车驶了过来，一只骨节分明、延续着恶的脸庞，时光冲不掉的冰外装，是你渗透我的青春的声音，承载我的心中年纪。上车，我带你去。苏沐雪，你跟锦王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听说王爷天生冷漠，很难接近的。既然你们不认识，那他今日为什么会主动帮你啊？难道他是对你见色起意啦？没准还真是，毕竟谁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呢？南烟心说，这人脸皮真是有点厚，不过他喜欢。他决定苏沐雪以后就是他朋友了。沐雪，那你要坐王爷的车吗？你现在能找得到人带我去皇宫吗？不能。那我除了坐他车，好像也没有第2个选择了。说的也是。不过你跟他既然先前不认识，就不怕他中途对你图谋不轨？苏沐雪又抬头看了眼马车上的帅哥，刚好对上他也投射过来的眼神。他长得这么帅，就算真的图谋不轨，我也不吃亏啊。再说了，到时候谁对谁不轨还不一定呢。要担心也应该是他才对。玄策情不自禁地打量一下自家主子，想象他被苏大小姐压在身下图谋不轨的场景，那画面太美，不敢想啊。轩辕锦斜了他一眼，收起你的眼神，出去外面帮忙赶车。懂了，属下这就出去，将空间留给你们，也绝对不会让人来打搅你们的。轩辕锦心说，你懂个灯啊。苏姑娘快上车吧，一会儿皇上午休，连王爷都见不了了。那就多谢景王了。沐雪，需要我和你一起去吗？我家主子只邀请了苏姑娘，南姑娘还是坐你自己的马车吧。南烟，我没事，你坐自己车过去吧，咱们一会儿在宫门口会合。告别南烟，坐上男人马车，苏沐雪这才发现这车竟然是用上等金丝楠木制成的，里面雕龙画凤，做工极其精美。你确实长得挺好看的。你真有眼光，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轩辕锦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被苏沐雪的话堵得沉默了好一会儿，见他不打算说话，才又试着打破沉默找话题。苏沐薇就算有了身孕，也不会影响你太子妃的位置，为什么一定要跟轩辕锦书解除婚约？我这人有洁癖，不能接受自己男人有别的女人，若是他碰了别人，那我宁愿把他给扔了。善妒，你要这么理解也成吧。苏沐雪不在意背上善妒的名声，他就是善妒，怎么了？我这人不仅善妒，还很凶残呢。要是以后我的相公敢出轨，我不介意把他那根儿给切下来喂狗。轩辕锦听他这么一讲，莫名感觉裆部有些凉飕飕的，情不自禁地并紧了双腿。他想，若非是寒毒又要发作了吗？两人再次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苏沐雪仔细打量他一下，这才发现男人脸色过于惨白，唇虽然好看，却没什么血色。他心里隐隐有了猜测，径直拉过男人手，把起脉来。谢谢你，不过不用白费心思了，我的身体治不好的。这些年他看过不知多少大夫，没有一个人能解自己的寒毒。闭嘴，别再打扰我，不然小心我揍你。苏沐雪最不喜欢碰到点事儿就自我放弃的人，所以语气并不好。看着女人认真的脸，不知怎么的，他心里一点气都没有，反而觉得她有些可爱。苏沐雪让他闭嘴，轩辕锦当真就不再说话。
闲得无聊的他开始静静打量起眼前的姑娘，一张标准的鹅蛋脸，眉若远山，杏眼桃腮，下垂的长睫毛像扇子一般遮住眼睛，看不到眼波流转的风情。秀气坚挺的鼻子下方，樱桃小口透着自然的粉嫩，果然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好看吗？好看。他脱口而出，抬头就对上女人戏谑的眼神，顿觉脸上一热。查出我是什么病了吗？你不是病，而是中毒，而且还是很厉害的寒毒。轩辕锦面露吃惊地望着女人，原本以为她年纪轻轻会点皮毛，没想到还真诊出自己身体的问题。这就吃惊了。我若是告诉你这寒毒我能治，那你岂不是更吃惊？若是苏姑娘能解我的寒毒，往后只要轩辕锦在世一日，我和我的手下定护姑娘周全一天，绝不食言。行，就这么说定了。你的毒包在我身上了。有了男人的承诺，苏沐雪自然更加上心。想了想，他又加了一句：只不过你这毒有点久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的。只要能解，哪怕用5年10年都行。那倒是用不了这么久，最多1年半载，我定能将你的毒解除。听他说的这么坚决，轩辕锦心里的希望又热切了几分。两人讨论着后续如何治疗的事情，没多一会儿就到了宫门口。有了轩辕锦的令牌，守卫检查过后，确定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很顺利地放了行。皇上驾到！众人听到这声音，连忙汇成一片，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霎时之间，整个上书房里除了轩辕锦没有跪下之外，就只有苏沐雪这个异类了。他生活在人人平等的时代，对古代这个动不动就下跪的行为很是不赞同，也不会跟从，哪怕是面对帝王。所以在皇帝出来这一刻，原本他想来个握手礼的，只是隔得太远够不着，只能抬手拱了拱作礼，又喊了句皇上万安。你个逆女，还不快快向皇上跪下请罪！敢问苏丞相，我犯了什么罪需要请罪？苏红怕他又发疯，一会儿不好收场，于是软下声音说道：沐雪听话，面见帝王不下跪，这是大不敬之罪。你快快跪下向陛下请求宽恕，迟了为父就算是丞相也保不住你呀！保我？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吧？在这朝堂之上，最想让我死的恐怕就是你苏红了吧？哎呀，沐雪，你我是父女，为父怎么会盼着你死呢？苏红，我不是傻子，你做出如今的姿态，不过就是向皇上表忠心，想让他不迁怒你，不迁怒苏府而已。在你的心里，只怕恨不得我马上被皇上处决吧？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阻力地拿着我娘亲的所有嫁妆了。够了！你就是苏沐雪？正是。苏沐雪，这里是上书房，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再闹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打入大牢？轩辕老头儿，你这双标的都快成精了，你不如给自己开一个双标超市吧，一边卖宽松，一边卖严苛，按需要分配给不同的人好了。太监总管江德海见自家主子气得不行，跳出来大声呵斥：放肆！怎么对皇上说话呢？哼！蝙蝠头上插鸡毛，你又是什么鸟啊？这皇宫看着还不错，怎么就净装一些垃圾呢？九王爷，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进宫吧，免得惹上一身臭味。苏沐雪这话把得罪过的轩辕父子和江德海全都骂了进去。轩辕龙感觉自己的权威被挑衅，心里动了杀心，朝外面大吼一声：来人，给我砍了他脑袋！这女人先是侮辱他的太子，如今又对他不敬，这样的人就不配活在这世上。陛下，苏姑娘只是心直口快，罪不至死，还请陛下恕罪。我若是不呢？那就先从臣弟的尸体上踏过去吧。你以为我不敢吗？对于这个能力出众的九弟，轩辕龙早就起了去除之心。原本顾及他是战神，唯恐死得太快引起天下人怀疑，所以偷偷找人下了天下至尊寒毒，想让他饱受折磨而死。
如今他上杆子要提前死，又何不成全他呢？侍卫接收到他的信息，举着剑就朝二人围了过来。轩辕锦将苏沐雪拉到身边，轻轻说道：苏姑娘，刀剑无眼，你一会儿躲在我身后，尽量不要让人伤到你。我们萍水相逢，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说能治好我的毒，所以帮你等于就是在帮我自己。这理由倒还说得过去，苏沐雪信了。不过她并不是一个遇事只会躲在别人身后的女人，既然敢惹皇帝，那她就有全身而退的本领。实在不行，还可以往空间里一躲，来个活人消失术，吓死这群古代人。对付这些小喽啰，还用不着你动手。说着，他用宽大衣袖挡住空间，从里面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对着围上来的侍卫脑袋就是砰砰几枪。几个大内高手连身都没进得了，就被他开了瓢。护驾，快点护驾！整个上书房里乱成一团，众人都面露惊恐地望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生怕下一个躺在地上的是自己。轩辕老头，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吗？你想说什么？我今天来找你有2件事，第一件就是要解除与这个草包太子的婚约。轩辕锦书作为我的未婚夫，却搞大了我叔妹的肚子，严重损害了我的个人名誉和精神，所以得赔我30万两的名誉损失费和精神费。好你个苏沐雪，你这简直就是讹诈！你休想让我给你1两银子！我就是讹你，怎么样？要么给钱，要么死，你自己选一个吧。反正他现在已经得罪皇帝与太子，不介意再得罪的狠一点。你敢！轩辕锦书笃定自己是太子，苏沐雪再怎么样也不敢杀自己。谁知那女人根本不废话，抬起手枪连瞄都不瞄一下，就朝他射了过去。子弹穿过轩辕锦书的发冠，他只觉头上一松，发冠掉落在地，发出啪嗒一声脆响。啊！轩辕锦书吓得大声惊叫，顿时感觉裤裆一热，生生被吓尿了。哼，就这么点胆子，也敢跟姑奶奶叫嚣？这次只打了你的发冠做惩罚，再有下次，就是你的脑袋了。见他闭嘴不言，苏沐雪这才转头看向阴沉着脸的轩辕龙，笑得一脸和善。陛下，这30万，你觉得该给还是不该给？该给。轩辕龙忍着想撕碎苏沐雪的心，咬着牙从牙缝里说出2个字。现在还没有摸清苏沐雪手里威力巨大的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这第2件事嘛，就是请陛下让苏红将我娘的10万两嫁妆全部还给我。另外，她这些年纵容小妾苛责嫡女，作为惩罚，还要另赔偿10万两银子给我做补偿。对于苏红，轩辕龙心中也是有怨恨的，毕竟如今威胁他的人就是苏家女，这让他如何不会心有芥蒂？所以能让苏红不痛快，他也是乐见其成，于是想都不想就答应了苏沐雪的要求。不过这几10万两并不是小数目，为了让太子和苏家凑钱，轩辕龙提出半个月，苏沐雪很爽快地答应了。轩辕龙当众下旨解除轩辕锦书和苏沐雪的婚约。瞧了一眼暗自欣喜的苏沐薇，也许是因为对苏沐雪的不满，连带着对这个也不喜欢，看起来就心眼不正的苏家庶女。奈何她肚子里已经有了皇家骨肉，于是直接下旨让她做了太子的侍妾。苏沐薇听完宣旨，顿时面色苍白，差点跌倒在地。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筹谋，到头来连个妃位都没捞到，只得到一个最低等的侍妾之位。轩辕龙见他还不跪下领旨谢恩，心里的火气上来，脸色沉得快要拧出水了。陛下，薇儿能做太子侍妾是他的荣幸，现在一定是高兴的呆住了。老臣带女儿谢陛下隆恩。说完又低声提醒：薇儿还不赶紧谢恩？罢了，侍妾就侍妾吧，等生下男胎，她就可以母凭子贵，再凭她魅惑男人的手段，升上妃位也不是没有可能。想到这儿，苏沐薇赶紧跪下谢恩。陛下，臣弟告退。苏姑娘，你如今与苏丞相一闹掰，又得罪了皇上，
接下来的日子只怕会危险重重，有考虑过要如何保护自己吗？没想过，不过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苏姑娘，本王有个提议，你听听看如何？什么提议？景王爷不妨说说看。进宫之前，你说可以治好我的寒毒，但是需要时间。不如你即日起住到王府来，这样你帮我解毒，我护你周全，你意下如何？苏沐雪想了一下，顿时就明白轩辕锦这是为他好，想要用自己的势力保护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别告诉我只是因为解毒的原因。说实话，刚开始是因为好奇，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竟然敢当街殴打太子，还敢当众提出解除婚约。后来则是因为你说能解我的毒，这毒折磨我2年多了，能有一线希望，当然不想放过。还有就是因为你我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你是说皇上？知道我的毒是谁下的吗？我猜是皇上吧。你怎么知道？这并不难猜，你是轩辕家的人，又是享誉东离国的战神，太过功高盖主，当然就会引起上位者的猜忌，恨不得将你除之而后快了。轩辕锦正当年轻，威望又高，皇帝老儿能睡得安稳才怪。苏姑娘真是冰雪聪明，可惜轩辕锦叔眼盲心瞎，错过了你这么一位好姑娘。那渣男忙不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不是我的菜。轩辕锦突然想问，什么样的人才是他的菜呢？又觉得这个话题太过唐突冒犯，于是生生的憋了回去，重启刚才的话题。我的提议，苏姑娘你考虑考虑吧。只要你来锦王府，我和我的手下随你差遣，绝对没有半句怨言。这话让苏沐雪有些心动，她再强也是单打独斗，总有顾不到的地方。若是能得到轩辕锦和他手下的帮助，往后做起事来更加事半功倍。你说的是真的？无论我做什么，都任由我差遣？当然，除了背叛东离国，因为我不想百姓遭到生灵涂炭。只是为百姓？当然，我守护的从来都是东离国的百姓，希望他们不要颠沛流离，安居乐业。你是一个好王爷，难怪百姓会爱戴你，上位者会忌惮，恨不得你死。有想过自己做东离国的主宰吗？这样可以更好地守护你的臣民。苏沐雪问得很直接，通过今日的接触和给轩辕锦下毒的事情来看，这东离国的皇帝昏庸无能，还心狠手辣，嫉贤妒能，不是个好的领导者。若是内乱，遭殃的还是百姓。苏沐雪了然，看来不是不想，而是不想让国家动乱，百姓受苦。不是愚忠之人就好，那跟他去锦王府也不是不可以。我答应跟你去王府，但是首先得说好，我这个人不喜欢受约束，也讨厌麻烦。你必须得给我准备一个单独的院落，最主要的就是让你的女人们无事不要来打扰我。你放心，我不会约束你的任何行动，也会给你准备一个单独的院子。还有，我的后院除了打扫丫鬟，没有一个女人。下人们若敢对你不敬，直接打杀便是，不用经过我的。你看起来得有20多岁了吧？一个女人都没有，莫不是不行吧？20几岁在现代是没什么，可是这是古代呀，孩子都得上学了吧？除了不行，他想不出什么其他原因。苏姑娘放心，我很行。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你长得如此英俊潇洒，不像是没有姑娘喜欢的样子呀。我以前常年征战沙场，无心娶妻，这2年又被寒毒所困，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所以不想连累别人。原来是这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寒毒治好，包你活蹦乱跳，以后想要娶10个8个，一夜7次郎都不成问题。苏沐雪既然决定跟轩辕锦去锦王府，就不想在丞相府多待。回去问过桂嬷嬷的意见，知道她想回去跟儿子团聚，就直接将卖身契还给了她，又给了她一些银两，保证桂嬷嬷以后衣食无忧，才送她离开。然后带着兰儿坐上轩辕锦的马车扬长而去。回到王府，轩辕锦亲自给苏沐雪挑选了院子，就是他苍松阁旁边的繁星院。你这是还不想让外面的人知道你解毒的事情？对，若是皇上知道我的寒毒能解，不知道他又会用什么手段来害我。
虽然并不怕，但也挺麻烦的，不是吗？确实，我在给你治疗期间也不希望有人打扰。放心吧，我这王府虽说不是固若金汤，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但凡他这王府防御差一点儿，他也活不到今天。轩辕锦带着苏沐雪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送她回繁星院休息。回到苍松阁，找来管家，让他亲自挑选一些有力的人去繁星阁侍奉苏姑娘，并让他交代下去，让王府所有人都不准怠慢繁星院的贵客，违令者处死。这就是寒毒堆积在体内的淤血。你现在身体感觉轻松了一点吧？我感觉胸口确实没有那么闷了，谢谢你，沐雪。不用谢，这是第一天，以后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小姐好了吗？有什么事情？门房过来报，说丞相府的人过来了，说丞相让小姐回去。苏红让我回去？小姐，我们要回去吗？当然不会，让门房把人打发走。是，我这就去跟门房讲。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是泡澡施针，期间丞相府的人又来了几次，想让苏沐雪回去。头一次两次苏沐雪没有放在心上，可次数一多，她心里就有了些怀疑。这天施完针，听说丞相府的人又来了，这次连轩辕锦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丞相府一次次的来叫你回去，到底所为何事？哼，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其拜年，不安好心。要是你不介意，我让人去打听一下他们要喊你回去的缘由，到时我们再想对策，如何？如此就多谢阿锦了。你我之间不必言谢。转身吩咐玄策，你找玄武去打听一下，丞相府一定要让沐雪回去的目的是什么？速度要快。玄策领命而去。轩辕锦又问苏沐雪，听说今日来请你的人是你那个庶弟苏雨，要见见吗？哼，当然要见。不只要见，他还要揍人呢。这几日苏家日日让人过来烦他，还在外面大肆抹黑，说他不顾礼仪廉耻，住到锦王府是为了勾引轩辕锦。前些日子是给轩辕锦驱毒的关键时刻，没空搭理这些渣渣们。苏沐雪带着兰儿来到门口，苏雨看到他，开始自己的表演，装出一副情真意切的模样，说道：嫡姐，你总算出来了，快跟我回家吧。回家？哪里是我的家？哎呀，嫡姐你糊涂了不成？你的家当然是丞相府啊！你已经及笄，就算太子殿下不要你，你也不能破罐子破摔呀。一个大姑娘怎能如此不顾颜面名声住到男人家的？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吗？走，快跟我回家吧！啊，家里人都很担心你，祖母回来问了你的事，都已经气得卧病在床了。苏雨面上是一副为了嫡姐着想的样子，可字里行间都在说她是没人要的弃妇，不知廉耻，弃病长辈，字字句句都在毁她的名声。哼，我能问你们苏家人要几张脸皮吗？我看你们这脸皮里3层外3层的，少几层应该也没有关系吧？你什么你？记住了，那个跟未婚妻庶妹私通还珠胎暗结的渣男，白送给我都不要，所以把他踹了，让他去跟垃圾作伴。至于不要脸，谁能比得上你姐姐苏沐薇啊？暗中勾引自己未来嫡姐夫，上赶着送身子给人家暖床，费尽心思有了孩子，也不过才得到一个侍妾的身份。要说贱，这才是真的贱。我看祖母要气，也是被苏沐薇气的吧？还没及笄就迫不及待地爬上男人的床，可真是得到了赵姨娘好教导啊！我这就回去禀报祖母，让她教训你这个不知维护苏家名誉的不孝女。苏雨被他气到了，恶狠狠地说着就要回苏府告状。既然要告状，光口说怎么行呢？我来给你多加一点实际的吧。苏沐雪撇嘴邪气一笑，苏雨心中顿时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你想怎么样？我想怎样？当然想揍你了。苏沐雪说着，抓起他的胸襟就来了个漂亮的过肩，然后拳头如雨点般的往少年身上招呼，只往他最疼的地方打。这个苏雨别看年纪不到15，仗着自己是苏家独子，又得苏老太跟苏红的宠溺，
以前欺负起原身来，那可是招数多得很。殴打原身出气，推原身落水，害他发烧差点死掉，还倒掉原身的饭，逼他吃狗食等等。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苏沐雪抓住苏雨的一条腿往后用力一拉，直挺挺地给他掰折了。这样的恶人就是要让他变成残废，还不能出去再害人。苏雨原本就被他打得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现在被掰断了腿，连叫都叫不出来。好啦，把你们家的垃圾带回去吧，记得告诉苏红，再来烦我就不是断腿，而是要命。苏府的家丁不敢再多说什么，抬起昏迷中的苏雨就往家里跑。苏沐雪没有理会旁人的眼光，抬脚就回了锦王府。轩辕锦早就已经知晓了外面的情况，见他回来，微笑着上前寒暄：“以后再有这种力气活，交给下人们来就好，别把你的手打疼了。”玄策在一旁下巴掉了一地呀，他这他妈是见了鬼吗？怎么会有苏姑娘杀人自家主子递刀的错觉呢？哼，虐渣这种事情交给别人哪有自己做的爽？很有道理，下次你再虐别人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吧。这2年没有动过，感觉身手都生疏了。你不觉得我很凶残吗？这有什么？对待敌人仁慈，那才是对自己残忍。如果刚才是我，苏雨这辈子都别想再站着说话了。哼，没想到阿姐你比我还更加残暴，不过我喜欢。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一定叫上你。你刚刚出了力气，现在饿了吧？快吃点百花酥垫垫肚子。谢谢阿锦，比府里的糕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百花酥了，酥酥脆脆，还带着花香和甜味儿，特别好吃。好吃你就多吃些。轩辕锦笑得眉目柔和，将糕点又往他旁边移了移。你也吃。苏沐雪见他没动，从盘中拿起一块递给男人。轩辕锦接过，优雅地咬了一口。怎么样，好吃吧？确实不错。轩辕锦点头赞同。他本来不怎么喜欢吃这种甜腻食物，但此时却觉得嘴里这一块特别香甜。两人一边吃一边说着话，场面温馨不已。相比锦王府的一片和谐，苏府这边就惨多了。赵云梅看着被打成猪头抬回的儿子，哭得险些断了气。苏红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愤怒到扭曲了脸。听到大夫讲儿子的腿彻底废了，赵云梅大叫一声：“我的儿，命好苦啊！”他两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苏红赶紧让大夫给他检查，说是气急攻心，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苏红换人将赵云梅带回屋里休息，红着眼睛问大夫：“我儿真的不能治了吗？”回丞相大人，小少爷的腿骨完全断裂，鄙人才疏学浅，大人不若进宫去请御医瞧瞧，或许会有转机呀。苏红只得让别人送大夫，自己急急忙忙地往宫里赶。太医赶到苏府，一番诊疗过后，给出的诊断跟先前的大夫一样。刚刚才醒过来的赵云梅直接又晕了过去。苏红听到御医的话，心中唯一希望没了，气得口吐鲜血，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苏沐雪这个逆女，我非得杀了她不可。红儿，我的乖孙如何了？母亲，您怎么来了？听说我的乖孙被那该死的苏沐雪给打了，你们也没人过来说明情况，我这心里着急。小雨怎么样了？你快告诉我呀！御医说，御医怎么讲？你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御医说，小雨的腿瘸了。苏红说完，老泪纵横。她已经快到不惑之年，膝下只有这一子，如今却被不孝女给毁了，这让她如何不心疼？啊！苏老夫人听到孙子的腿不中用了，顿时感觉头晕目眩，腿脚一阵阵的发软。老夫人！娘！丫鬟跟苏红连忙扶住她喊，然后将她带到最近的椅子上坐下。我的小雨啊，心肝肉啊！那该死的苏沐雪，她怎么就对自己弟弟这么狠心？哎呦！真是要了我的老命啊！
苏老夫人伤心了一阵，总算平复下来，老脸上布满怒意，对着儿子说道：红儿，苏沐雪这个贱人如今伤了小雨，你打算如何做？母亲，这事我早有打算。有何打算？若是轻了，我可不依。这样不顾亲情的恶毒逆女，就应该让她死。苏红让屋里所有下人离开，然后对母亲说出皇帝与自己的计划，最后叹了口气说道：唉，就是这个孽女，怎么喊都喊不回来，如今还搭上了雨儿的一条腿。这个好办，你再让人去请，就说他祖母我已经快死了，他作为孙女理应回来尽孝，如果他还是不回，就让人将我抬到晋王府门口去，我看晋王爷还会不会留他这种不忠不孝的人。儿子明日就让人去办。晋王府，玄武将苏家母子的阴谋一字不差地告诉了苏沐雪跟轩辕锦。听到苏红和皇帝合谋要给自己下毒时，苏沐雪简直被气笑了，心里万分同情袁深，有苏红这么个渣爹在，难怪他日子会过得这么惨。沐雪，你就放心的在这里住着，你祖母要是过来，到时候我出面替你与她周旋。这丞相府咱们不回去了。阿锦，这丞相府我要回去，不过要怎么回，那就得我说了算。你想怎么做？要我帮忙尽管说。当然，这里少不了你的帮忙。你到时候……苏沐雪附在轩辕锦耳边，将自己的将计就计的计划给男人讲了一遍。行，我到时候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翌日，当苏家再次派人过来要苏沐雪回去时，王府管家这次亲自出面，当着围观百姓大声告诉苏家人说，王爷交代了，苏沐雪是王府的贵客，丞相府要让苏大小姐回去也可以，但是要先将她母亲的10万两嫁妆和赔偿的10万两银子先还给她。20万两银子还没给到位之前，谁若敢来锦王府捣乱，直接格杀勿论。苏红听到下人禀报，知道锦王这是要给苏沐雪撑腰，气得摔碎手中茶杯。他本以为将苏沐雪弄回来，等事情成功之后，这20万两银子就不用再往外拿了。只是万万没想到，锦王竟然会从中横插一脚。为了完成陛下交代的事情，苏红只得咬碎牙，打开平时很少启动的库房，想从中拿20万来应急。等弄死了苏沐雪，这银子到头来还是会落回他手上。走到书房，他小心翼翼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发现，才小心地移开做掩饰的画，用钥匙打开自己的库房门。当他提着灯走进库房，这才发现偌大的房间空荡荡的，里面连根针都不剩下。他顿时惊得手中灯都掉在地上，不敢置信地拼命揉揉眼睛，睁眼发现除了4面墙，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的财宝呢？我的财宝呢？过了许久，他才终于接受自己所有宝贝全部不见的事实。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的财富就这么不翼而飞了，苏红心里像是一种被剜心的痛。他不顾平时斯文形象，大吼出声：谁干的？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说完，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人也直接晕死过去。外面路过的下人听到他的嘶吼，连忙跑了进来，看见他面色苍白的倒在暗室地上，胸前全是血迹，吓得赶紧过去扶起他。老爷何时这么生气？你若是有个好歹，妾身可怎么活呀？没了，全部没了。什么没了？老爷，你在说什么呀？银子，我们的银子全部都没了。什么？你说库房的银子也全部没了？赵云梅跌坐在地，他自己私库被盗的案子官府都还没了结，如今苏府库房的银子也没了，这让他们苏府上下要如何活呀？老爷，我们赶快报官吧。胡闹！若是让陛下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咱们苏府上下全部都得掉脑袋。苏红此时已经恢复理智，他库里那些财物很多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若是报官，他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那
么办呀？难道就这样子吃哑巴亏吗？再说，现在咱们手里的银子已经不多了，没有了库房里的银子，咱们家这么多人可怎么活呀？这事儿你先别声张，我会让人私下慢慢查。银子不够时，明天去跟娘说一声，说先用她的私库顶着，等外面的银子收回来再给她补上。那苏沐雪要的那20万两可怎么办呢？先卖些产业，凑齐20万两给他。反正等完成陛下交代的事情之后，这些银子还得是我们的。翌日，赵云梅赶去云松居找苏老太要银子周转，这才知道苏老太太的私库也没了。家里又是一阵的兵荒马乱，苏老太被气得卧病在床。苏红心里对那个贼人恨的是咬牙切齿，这贼人怎么就逮着他苏家一家来霍霍？好了，别心疼了，这只是暂时的。我已经让管家将卖咱们铺子和地的人家记录起来了，等事情办成之后，我会想办法将这些产业连本带利的拿回来的。大小姐打开院也罢，姨娘说了，这银子过少，往后再有什么差池，我们可不负责的。确实得验验，毕竟以苏家卑鄙的做派，还有赵云梅那个专抢人夫君、品行不端的人做事，我可不放心。苏沐雪开箱一一验收，确定无误，这才让玄策他们将银子抬入自己的院子里。大小姐，你要的银子已经送来了，别忘了答应苏家的事情。哼，想让我回去也成，你让苏红去跟他的好女婿讲，把那30万两银子全送来，我就会回去的。大小姐，你当时可没讲，要等太子给了银子再回府的，你这是出尔反尔啊！先前我忘了，现在讲也不迟。你这是不讲理！怎么，苏管家想要为你的主子跟我打一架？奴才不敢。现在银子已经抬回晋王府，他人也请不回去，毫无办法的他只能垂头丧气的回府禀报。翌日，苏沐雪刚给轩辕锦施完针，就接到消息，说太子府的30万两银子已经送达。走吧，出去看看轩辕锦叔，赔偿你的银子吧。行，那我们快走。二人来到院子里，只见地面摆满了银箱。沐雪，你这些银子是放到银庄去，还是我送你一间银仓做库房？谢谢你，阿锦。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些银子我自有地方放。见他另有打算，轩辕锦也就没再多言，只是问他要不要人帮忙抬。苏沐雪拒绝了。他现在已经完全摸熟空间，用意念就可以收取自如。等轩辕锦等人离开，苏沐雪支开院子的人，闭上眼睛默念收。原本还满满当当的院子，顷刻之间变得空荡荡的。苏沐雪睁开眼睛，满意的拍拍手，转身回屋休息去了。隔日下午，想到这次去苏府赴鸿门宴可能会打架，他穿了一身最方便活动的衣裤。沐雪，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你如今正是解毒的关键时期，如果去了被狗皇帝发现端倪，反而不美。再说，有你在，苏红可能就没有胆子对我下手，到时候屠身其他变数反而不好。我还是一个人去吧，其他的事你让玄策找的人按照我说的要求做就好了。可是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一大家子人，我实在有些不放心。放心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况且苏家那些人还奈何不了我的，你只需要在府里等我好消息就成。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府里等着。不过先说好，若是过了戌时你还未归来，那我就亲自过去找你了。他不愿意让自己跟着，轩辕锦也没办法，只得跟他约定好时间。苏沐雪点点头答应。玄策，将玄字辈武功最好的人都带去，暗中保护苏姑娘。他若是少一根汗毛，你们提头来见。王爷放心，属下一定会将苏姑娘安全带回来的。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去别人家住这么长的时间呢？让外人知道，对你的名声多不好啊！是呀，大小姐你不在府里的这些日子，老爷担心你，担心的晚上都睡不好，生怕你在外边受了委屈，这才3请4请的想让你回家呢。是吗？难道不是恨我恨得睡不着吗？雪儿，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是父女，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的？
老爷说的对，一家人就应该相亲相爱的才是。大小姐，你还不知道吧？老太太已经从庙里回来了，你先去见见她老人家，我去让人准备几个菜，晚上啊，咱们全家人好好的团聚一下。说完，见苏沐雪连丫鬟都没带，心里有些疑惑地问道：哎，大小姐，兰儿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哦，兰儿感染了风寒，所以我没让她跟着。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个丫鬟带你去云松居吧。说完，喊来身边的二等丫鬟彩玲，你带大小姐去云松居。云松居，苏老太因为银子被盗的事，最近一直病歪歪的不出大门。听到下人禀报说苏沐雪来了，想到自己孙子的腿就是被这个女人打瘸的，苏老太太心里恨得牙痒痒，就想给她一点颜色瞧瞧。秋桐，你去传话，就说我休息了，让她在院子里站着等，记住，不准她坐，也不要给她茶水喝，我让她什么时候进来再进来。秋桐有些犹豫，如今刚至申时时分，正是热的时候，让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外面，有几个人受得了啊？这有什么，就按我说的去办。苏老太有些不高兴地瞪起三角眼儿，秋桐无法，只好出去通传。苏沐雪听到他传来的话，心里冷笑一声：祖母年纪大了，确实应该多休息，不然操心太多，容易提早进棺材的。秋桐姑娘，既然祖母休息了，那我也回灵秀院歇息歇息。毕竟这2日我数银子都数到手抽筋，也是很累的，得休息。说完，不顾丫鬟婆子的挽留，头也不回地离开。屋里苏老太太听到他竟然诅咒自己，又想到那20万两银子的事儿，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怎么祖母还没来？要不要我亲自去接她老人家？你祖母身体有些不适，已经歇下了，我们自己吃吧。哟，身子不适呀，那可得叫大夫过来瞧一瞧。祖母年纪那么大了，火气又那么重，万一一口气真挺不过来，那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孽女，你住口！苏沐雪也不怕苏红，猛地起身，眼神冰冷地盯着他。看来你们这是不欢迎我呀。那今晚这饭是没有吃的必要了，以后也别想我再进苏家的门。说完，抬脚做事往外走。赵云没见他要走，心里顿时一慌，连忙朝自己女儿使眼色，让他将人留下。苏沐薇连忙挂起笑脸，上前拉住苏沐雪，劝道：李姐，你消消气，爹爹是因为朝中之事困扰，再加上担忧祖母身体，所以心情有些烦躁，并不是针对你的意思啊。见苏沐雪脸色好了一些，连忙再接再厉劝说：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怎么的也要一起开开心心吃顿团圆饭不是？事情最终还是以苏红低头道歉结束。苏沐薇为了防止苏沐雪再次要离开，拉着她坐在自己和苏雨中间。哎呀，瞧我这记性，团圆宴怎么能少得了酒助兴呢？大小姐，前几日有人送了一壶上好的海棠醉，今日啊，刚好你也在，咱们就喝个团圆酒吧。说着，他使了个眼色，打发丫鬟去温酒过来。苏沐雪面上不显，拿起筷子，旁若无人地挑选自己喜欢的菜吃。吃吧吃吧，趁着有机会多吃点儿，不然就没有下一顿了。没多会儿，丫鬟端着酒过来，先给苏红和赵云梅各端了一杯，给他们一个放心的眼神，这才端着酒去给苏沐雪，然后将最后2杯放在苏雨和苏沐薇面前。来，这一杯就当作祝你们祖母早日康复啊！我们一起干了吧。苏沐雪起身时没站稳，身体突然歪向苏雨那边，幸好扶住桌子才没摔倒。不好意思啊，刚刚脚麻了。苏沐雪没什么诚意的道歉，众人下意识地朝他面前望去，看见那杯酒还稳稳地摆在他面前，心里这才松了口气。没事没事，来，我们一起为你祖母长命百岁干杯吧。说着，他先干了杯中酒，接着苏红也喝完了。苏雨和苏沐薇也不甘落下，双双将杯里的酒干了，然后4双眼睛盯着端起杯子还没喝的苏沐雪，手不自觉地握成拳，齐声催促。苏沐雪望着4双充满兴奋与焦急的眼睛，突然歪嘴斜斜一笑。好啊。说完，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见他真的将杯中酒喝完了，一家4口才松了口气，估摸着苏沐雪酒已经完全下肚，再没有吐出来的可能。几人不再装了。如今毒酒已经下肚，你的贱命掌握在我们手里，看你还怎么嚣张！就是，这该死的贱人，害得我做不成太子妃，早就应该去死了。苏沐薇也高声附和，苏雨更是有一种大仇得报的兴奋感，他狞笑着望着苏沐雪。贱人，你的报应到了，我只是损失一条腿，而你丢的却是一条命呢。苏沐雪没有理会母子三人，而是装作不适的样子望着苏红。毒？原来父亲你千方百计叫我回来，不是为了亲情，而是为了向我下毒啊！人家说虎毒不食子，没想到苏红你竟然连畜生都不如。这都是你自找的，若不是你一定要讨要张寒烟的嫁妆，如果不是你一定要闹到陛下面前，还在他面前展示了手枪的威力，他就不会下令让我给你下毒，逼迫你说出手枪的来路。雪儿，别怪为父，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要是你早些将手枪交给为父，待为父组成自己的手枪护卫队，那你就还是苏家尊贵的嫡女，又何须受如此这种毒酒穿肠的痛苦呢？造成如今这番局面，一切都是你自作孽，怪不了为父，为父也是迫不得已呀。苏红口口声声不得已，说的他好像多无奈似的。苏沐雪听得想笑，果然无耻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错，只会将所有错推给别人。你可真是够恶心的，一边当婊子里面还要立牌坊，简直虚伪到极致了。反正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必须要将手枪的来路说出来。我若是不说呢？若是不说，没有解药，那你今天必死无疑。是吗？可惜呀，好像不能如你愿了呢。四人像见了鬼一般望着他。你怎么没有中毒？苏红用审视的眼神瞥向刚刚斟酒的丫鬟，吓得他立马跪下道：老爷，奴婢发誓，刚刚真的把毒酒给了大小姐，奴婢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中毒。我明明看你喝了酒，怎么会没中毒呢？当然是有蠢材替我喝了那杯毒酒啊，这难道很难猜吗？苏沐雪望着他似笑非笑，苏雨见他目光诡异地望着自己，心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然感觉心口一疼，一股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他捂着肚子倒在地上大叫：啊，好疼，疼死我了！雨儿，小雨，雨儿，你怎么了？你别吓娘啊！苏沐薇也跑过去，蹲在弟弟面前，焦急地抹眼泪。雨儿，苏红见儿子痛苦打滚的样子，连忙冲着外面大喊：叫大夫，快叫大夫！只有苏沐雪双手抱胸，气定神闲地站在那儿，看着苏家人自食其果。苏红抬起头，愤怒地望着苏沐雪：是你换了那杯酒。确实是我换的，不过这也是你们咎由自取，若不是你和你的家人处心积虑要害我，那今天你的儿子也不会带我去死。苏沐雪，你怎么能如此恶毒地害小雨？他可是你的弟弟呀！苏红愤怒的眼睛都红了。苏雨是他唯一的儿子，若是出事，苏家就绝后了。你下毒杀我的时候，可有曾想过我也是你的女儿，是你的亲骨肉呢？苏沐雪眼睛死死盯着苏红质问。面对他的咄咄逼人，苏红冷漠地说道：你们不一样。对，我和他们确实不一样，因为我不是从你心爱的女人肚子里爬出来的，不是你宠爱的孩子，所以我就活该被忽视，活该受苦，活该被牺牲，对吗？苏沐雪替原身感到悲哀，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他的不幸，希望他下一辈子投身到一个幸福的家庭。你疼死我了！苏红还要再骂时，被苏雨的惨叫声打断了。雨儿，你再忍忍，
大夫马上就来。爹，毒是你找人下的，那你身上是不是有解药啊？苏沐薇最先冷静下来，抬头问父亲：“解药？哦，对。”苏红经淑女提醒，这才记起，为了不让苏沐雪毒发得太快，来不及交代手枪的来源，他还准备了解药，以备不时之需。一心扑在儿子身上的他，没有察觉到在掏出解药那一刻，苏沐雪嘴角浮现出的冷笑。苏红喂完解药，满心期待地望着苏雨，想着他吃了解药立马就能好起来。谁知事与愿违，苏雨吃下解药不仅没好，反而七窍流血，直接去见了阎王。赵云梅看他儿子的惨状，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的儿子啊！”苏沐薇见原本活生生的弟弟陡然就没了气息，顿时跌落在地，哭成泪人。苏红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不敢置信地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解药为什么没有用啊？”苏沐雪见苏雨已死，苏家人痛不欲生，目的达到之后，不想再待在这儿，转身准备回景王府。你这个杀人凶手，不准走！我要让你给我儿子偿命！赵云梅见他要离开，拔出头上尖锐的簪子，像个疯子一般冲上来，抓住苏沐雪，大喊大叫，手中利器狠力地朝他身上扎。苏沐雪眼神一冷，利落地侧身避过攻击，双手快速握住他拿着凶器的手腕，一扭一掰，一声脆响，赵云梅手中尖簪应声而落，手也不自然地垂下，竟是硬生生地被苏沐雪给掰折了。钻心的疼痛让赵云梅尖叫出声，可苏沐雪并没有因此心软，放过他，手中继续动作，将他另外一只手和双脚也齐齐掰断，然后像扔破布一样将他扔在地上，嘴里冷酷地说道：“果然让恶狗不再咬人的方法，不是为肉讨好，也不是躲开，而是左手拿棒，右手提刀，打不服他就宰了他。”赵云梅双手双脚都断了，只能像只狗一样趴在地上，用惊恐的眼神望着眼前的姑娘，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你这个魔鬼！我诅咒你，跟你那个贱人娘一样，不得好死！”这个女人霸占了张含烟的家，抢了她的丈夫和一切，现在竟然还骂人家，真是畜生不如。既然如此，她便顺便帮那个素未谋面的便宜娘报一下仇吧，也算还了拿她嫁妆之情。苏沐雪冷漠地摸出锋利匕首，二话不说，直接把赵云梅的舌头给割了下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骂我娘？我苏沐雪就算是死，也会先拖着你们这些人下地狱。”苏红看了眼地上已经被折磨得晕死过去的赵云梅，抬头望了眼如修罗一般的大女儿，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若是此女不死，他们苏家真的会完。与其自己死，不如他死。苏红眼里闪过一丝恶毒，抓起一把长剑就往背对她而立的女子身上刺去。“苏姑娘小心！”苏沐雪本就敏锐地感觉到背后有杀气，加上玄策的提醒，顿时防范起来。她没有轻功，只能依靠身体的本能快速往旁边闪开，躲过了渣爹致命一击。苏红本来就抱着要杀了苏沐雪的心，刺出的长剑没有收一点余力。剑身擦过苏沐雪手臂时，突然脚下一软，又直直地朝赵云梅刺去。剑身入体，地上赵云梅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这么饮恨西北了。“娘，你醒醒啊！”苏沐薇哭得撕心裂肺，她抬起泪流满面的脸质问苏红：“爹，你为什么要杀了娘啊？”母亲死了，她的嫁妆谁来帮她张罗呀？若是赵云梅知道她自己的女儿不希望她死是为了嫁妆，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我不是故意要杀梅儿的。望着地上已经死去的枕边人，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想杀的是苏沐雪，为什么最后杀了赵云梅？你这个孽女，到底用了什么阴谋手段，让我杀了梅儿的？哎呀，我说苏丞相呢，你还要不要点脸啊？明明是你自己想杀女儿不成，结果误杀了自己的小妾，现在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苏姑娘头上来了？玄策看不下去了，跳出来骂苏红，真是气死了，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玄侍卫，别以为你是轩辕锦的人就可以在此放肆，这里是丞相府，不是你的靖王府，识相的就快些离开。哼，我若是不识相呢，你又当如何？
原本我看在靖王的面子上，想着放你一马，没想到你这么不识时务。既然你一定要为这个孽女与我作对，那今天就都留下吧。说着朝外面喊：来人，给我杀了他们！霎时从屋外跑进来10几个身穿铠甲、手握长剑、面容肃杀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将苏沐雪和玄策团团围在中间。他们身后还有10来个手持弓箭的箭手，一手挽弓，一手搭弦，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玄策眯了眯眼，对苏沐雪说道：苏姑娘，看来你爹跟皇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你活呀。前面这10几人，你看他们身上的铠甲，那可是刀枪不入的玄铁铠甲，整个东离国也只有皇上的影卫才有的东西。没想到我今天竟然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剑。哎呀，派出这么多的影卫来对付你一个弱女子，看来你上次在上书房把陛下吓够呛了呢。你喜欢这铠甲？刀枪不入的铠甲呀，谁不喜欢？可惜没机会得到。嗨，这个东西没什么用，等过些日子我送你一件更好的。说着打量了一下玄策身形，心中顿时有了个尺码，准备一会儿找机会从空间拿2件防弹衣，他俩各一件。无知，还敢大言不惭，说有比玄铁铠甲更好的东西，这种骗人的话你也讲得出来？不过是想骗玄侍卫为你拼命的借口。苏红说完又劝玄策：玄侍卫，我要是你就聪明的选择离开，毕竟生命可是只有一次，没了就没了。嘿，苏丞相你自己没种不代表我没有。实话告诉你，就算苏姑娘没有比玄铁铠甲更厉害的护具，我玄策也会护她到底。哼，真是冥顽不灵。见说不动玄策，他又将头转向苏沐雪说道：孽女，你还是乖乖的把武器的来路说出来，或许我可以在圣上面前给你求个情，饶你不死。你让我教我就教啊，你算老几呀？你还是快快给我跪下磕几个响头，说不定姑奶奶可以饶你不死。贱人，你找死！贱人，你骂谁？贱人骂你！原来你自己也知道你是贱人呢。确实够贱的。苏红这才反应过来，钻了他的套，气得命令影卫：杀了他！立刻给我杀了他！领头的影卫根本就不理会他，只是望着苏沐雪劝说：苏姑娘，陛下说了，只要你说出那天所使用的武器来路，他可以让你做郡主，享受与公主的同等待遇。一旁的苏沐薇闻言脸都绿了，凭什么苏沐雪这个贱人杀了他的弟弟和母亲，还可以享受郡主的尊荣？苏红也是满脸愤怒的喊：影大人！因为首领根本不理他，只是静静地望着苏沐雪，等待他的回答。听起来好像是挺不错的交易，可我要是不呢？那今天的丞相府就是姑娘的葬身之地。影卫首领面无表情的回答，样子像是在看一个死人。苏姑娘，别告诉他，就算拿到了武器，皇帝也不会放过你的。玄策担心他一时害怕，把武器来路告诉影卫。以陛下出尔反尔的个性，第一件事恐怕就是杀了苏姑娘，然后再灭了他们锦王府。苏沐雪给了玄策一个稍安勿躁的表情，安抚他，随即语带漠然地对影卫首领淡淡说道：知道我今生最讨厌的是什么吗？影卫首领没有说话，静静地等待他的下文。我苏沐雪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你可能不知道，上一个敢威胁我的人，他已经被我杀了。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影卫首领也不示弱，朝身穿铠甲的影卫挥了挥手：我们先上，尽量抓活的。玄策将手指放在嘴里吹了一声口哨，立马有4、5个暗卫从房梁上飞身下来，几人快速跑到玄策身边，和他一起将苏沐雪保护在中间。可恶，你竟然还带了帮手！你可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怎么，难道就只许你摇人，
别人就不可以？苏沐雪其实也不知道玄策还带了人来，不过这话他是不会告诉苏红的。他面上跟苏红斗着嘴，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对策。你们能抵挡这10几个隐卫多长时间？大概1刻钟没有问题。苏沐雪算了一下，这古代的1刻钟相当于现代的15分钟，只要玄策他们能多拖上几分钟，自己就能解决这些人。时间够了，一会儿你们不要散开打，采取只守不攻的方式，只要拖住这些隐卫半刻钟就可以了，其他的交给我。知道了，苏姑娘。玄策和他手下采取了苏沐雪的建议，对面的影卫不动，他们也不动，这让对面影卫很是被动，只得率先举剑攻过来。苏沐雪要的就是这个时候，趁着影卫攻过来，与弓箭手拉开空隙的那一刻，他双手举枪，朝着没有防备的箭手们疯狂射击。他这番操作彻底让敌我双方的人都是眼，不约而同地看向倒在血泊中的10个弓箭手，脑子里闪过几个字：牛逼，太帅了！干什么呢？专心应战！玄策见苏沐雪出手，一夕之间就对方13个人，兴奋的就像捡了金子一般。苏姑娘，不能让这些人靠近他。冷兵器与热武器的对抗，也仅少对一根数据。没过多久，剩下的影卫就全部倒在血泊之中，无一生还。苏红彻底被吓破胆了。雪儿，别杀为父，为父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哼，我不会杀你，因为我要你生不如死，这是你欠苏沐雪的。说着，摸出身上匕首，直接挑断苏红的手脚筋，在男人撕心裂肺的痛苦哀嚎中，缓步走到早就吓得移不开步的苏沐薇身边。姐姐，我错了，看在咱们是姐妹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姐妹，你抢我东西，毁我名声，算计我想置我于死地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有想到我们是姐妹呢？他的质问让苏沐薇无言以对，只能不停地磕头。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对你了，求你原谅我吧。我若是轻易就原谅了你，都对不起过去的自己。接着他话音一转，不过我不会让你死的，因为这样太便宜你了。后半句苏沐雪没有说出来，苏沐薇以为自己逃过一劫，脸上布满狂喜。谢谢姐姐不杀之恩。只要不死，他就有机会翻身。苏沐雪没有错过他眼里那份恶毒，扬了扬嘴角，拿起匕首就将苏沐薇的脸蛋划了个稀巴烂。我的脸！一直以来，他能勾搭上太子，靠的就是这张引以为傲的芙蓉面，如今却被苏沐雪给毁了。没了好容颜，他要怎么抓住太子的心？怎么还能东山再起？苏沐雪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毁了自己的后半生，这让他如何能不恨？苏沐雪，你这个贱人，你不得好死！我诅咒你下地狱，诅咒你永远没有男人喜欢，跟你那贱人娘一样，独守空房，最后不得善终。苏沐薇骂到后来越来越不堪入耳，连苏府的丫鬟听到都忍不住捂住耳朵，不好意思再听。这个曾经让苏家人寄予厚望，不惜打压嫡女来费尽心思培养出的高门贵女，没想到骨子里竟然是连市井妇人都不如。苏沐雪原本只是想划划苏沐薇的脸，惩罚她以前对原身做过的罪孽，无奈这女人是越骂越难听，让她心里有些烦了。他直接二话不说割了女人的舌头，让她再也骂不了人。反正只要留她一命在，让她生不如死的活着就好了，毕竟现在死太便宜她了。苏沐薇今天经历太多事儿了，情绪波折太厉害，突然感觉肚子阵阵疼痛，一股暖意从腿间传来，低头就看见一股鲜血从下身缓缓流出。他知道自己仅有的翻身机会没了，眼中闪过一次灰败，心中绝望的狂喊：为什么？我应该是丞相府最受宠的女儿啊，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啊，未来的皇后太后啊，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这样的下场应该是苏沐雪的才对，为什么是她？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呢。苏姑娘，快擦擦手吧。谢谢。苏沐雪伸手接过帕子，慢条斯理地擦干净手上沾染的血迹，又将匕首也擦拭干净，这才抬眸环视一下四周。
原本空旷干净的花厅，因为打斗已经变得一片狼藉。地上横七竖八的布满尸体，苏红跟苏沐薇因为流血太多，已经晕死过去。苏府的下人因为害怕，此时正蹲在角落里望着苏沐雪瑟瑟发抖，生怕他杀了他们灭口。苏姑娘，这些人要不要一起杀了？玄策用剑指着那些人，吓得他们齐齐下跪求饶。苏沐雪不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人，搜索记忆知道这些人对原主没有造成过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于是摇了摇头。除了那个帮忙下毒的，其他的就算了，让他们走吧。你若是饶过他们，就不怕这些人以后受人指使，给你带来麻烦吗？强者是不会害怕麻烦的。若是有人不怕死来找他麻烦，那他一定比他更麻烦。玄策眼中顿时充满钦佩，觉得眼前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姑娘，身形在他心目中跟自家王爷一样高大起来。苏姑娘，我们原先的计划还需要执行吗？苏沐雪刚知道苏红计划时，原本向轩辕锦要了一个暗位，想叫他暗中控制住下毒的人，日后好与苏红当面对质，然后再利用这件事让丞相府名誉扫地。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苏姑娘，我知道你很强，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有时候毕竟人言可畏。依我之见，觉得这件事还是得继续进行，让外人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已是不得已，免得有人歪曲事实，去外面败坏你的名声。若是苏姑娘你同意，就放心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你只需要配合我就行。苏沐雪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好，点点头表示同意。见他听进去自己的建议，玄策心里很是高兴，当即吩咐手下将在场的丫鬟，包括那个下毒的全部带走。临出苏府时，玄策让苏沐雪装作受伤很严重的样子，他还故意抬高音量，让属下去找药王谷的尹大夫去锦王府，说是要给苏沐雪疗伤解毒。通过他的这番神操作，成功让许多人知道苏沐雪今日被喊回丞相府，不止受了伤，还中了毒。回到锦王府，为了演得逼真，玄策打算将苏沐雪抱回府里。才刚拉开马车帘子，没等他弯腰，身后一阵劲风飘过，轩辕锦焦急的声音响起：“我来。”轩辕锦从苏沐雪离开后，就一直心绪不宁，在书房忙碌。原本喜欢的兵书，现在竟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好不容易听到他们回来，却听到苏沐雪伤重的消息。沐雪，你怎么样了？阿锦不用担心，我没有受多大的伤，身上这些血都是故意抹上去的。说着，精神抖擞地坐起来，将玄策的计划跟他讲了一遍，怕他不相信，又将自己手臂上的伤口递给他看。那，真的不骗你，就这里一个伤口而已，很快就好了。一个伤口也是受伤了，回府得让尹文浩好好瞧瞧才行。轩辕锦见他没有重伤，心中担忧这才放下，说着伸手要抱苏沐雪回去。我自己走就行了。不是要做戏吗？你自己回去不就露馅了吗？也是啊，我差点给忘了。那就辛苦阿锦你了。不辛苦。为你永远都不会觉得辛苦。后面这句话，轩辕锦是在心里默默说的。尹大夫好久不见，还好吧？苏姑娘好。他胳膊受伤了，你快点瞧一瞧。其实我这胳膊只是小伤，我自己处理也可以的，不必麻烦尹大夫了。苏沐雪不想吃这个时代苦苦的中药，也不认为这里的药能好过空间里的灵泉河水。轩辕锦以为他是害怕尹文浩医术不精，耐心的劝说道：“医者不自医，乖，就让尹文浩帮你看一看，他的医术也算是马马虎虎能过得去的。”啊，我医术马马虎虎？难道不是吗？轩辕锦淡淡的扫了不服气的他一眼，尹文浩立马认怂。哦，罢了罢了，比起苏姑娘能解寒毒的医术，他确实只能算马马虎虎了。这次来王府，他也刚好可以跟苏姑娘探讨探讨医术。原来尹大夫和阿锦认识啊？他是我的朋友，在你之前，我的寒毒一直都是他在帮你压制。对，我跟王爷是朋友，王爷的寒毒连我师父都无法解，没想到苏姑娘你竟然能治，真是太厉害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才是。好说好说。苏姑娘，虽然你的医术很厉害，可伤的
毕竟是在手臂的后侧，自己不好观察伤口，还是让我来帮你看看吧。没办法，他若再不开口，眼前这个情窦初开的男人怕是要担心的坐立不安了。苏沐雪不忍服了二人的好意，只好伸出手臂任由尹文浩检查。好在伤势并不严重，尹文浩给他上了药王谷独有的金疮药，连中药都不用喝。不过为了坐实他重伤中毒的传言，这么多天他都没有出过锦王府的门。他这个伤患没有好，尹文浩这个大夫自然也不能走。王府外，玄策让人将苏红欺骗苏沐雪回家，目的是想要毒杀她的事情编成了话本子，在各处茶楼酒肆流荡。还说幸好锦王爷不放心，派了侍卫去苏府，这才救下险遭毒手的苏姑娘。经过说书人的添油加醋，加上苏府丫鬟们作证，短短几日，事情果然如玄策所期望的发展。如今整个京城都知道丞相一家狠心杀嫡女不成，反被杀的事情了。大家对苏家万分唾弃，都在骂他们一家狼心狗肺，得到如今下场也是他们咎由自取。甚至还有人说，苏家大夫人根本不是苏家对外宣称的那样坠崖而亡，而是苏红跟赵云梅合谋将她推下山崖的。联想到苏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都那么狠，那合谋害死不受宠的正妻再正常不过了。一时之间，众人都纷纷同情起苏沐雪这个嫡女来。原本苏老太还想进宫告苏沐雪，想让她为家里的人偿命，结果才刚出府就被闻讯而来的百姓用白菜烂叶子和臭鸡蛋给扔了回去。回到院子里，本来年纪就大身体不好的她被这么一闹，又气又急的当场晕倒在地。醒来就发现自己全身动不了了，从此只能卧在床上过完残生。苏沐薇因为容颜被毁，舌头被割，唯一的倚仗孩子也没了，遭到太子彻底的厌弃。苏红没有完成皇帝交代的事情，如今又被千夫所指，名声尽毁，加上被挑断手脚筋成了废人，皇帝干脆借这件事罢了他的丞相之位，将他们一家赶出了丞相府。而苏雨和赵云梅的尸体早就被扔到乱坟岗去了，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家就此轰然倒塌。苏红一家被赶出丞相府没几天，就死在了城外的破庙里。苏大小姐，害你的人已经全部得到报应了，你就放心的去吧。下辈子记得投个好胎。了结完苏家的事情，苏沐雪心里明白，正是因为轩辕锦跟玄策在背后策划，才让原本应该因为手刃家人遭到千夫所指的他，变成了如今被大家同情的可怜人。他心中充满感激，想趁着尹文浩还在王府，准备做烧烤犒劳这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说干就干，找到轩辕锦，让他叫人帮忙搭建烧烤炉和架子，还有准备烤的食材。男人虽然不知道他说的烧烤是什么，但秉着苏沐雪说的就是真理信条的原则，立马吩咐管家按照他说的去做。不得不说，王府的人办事就是效率高，才1天的功夫，烧烤炉和架子就做好了。翌日，轩辕锦大手一挥，让家人把炉子搬到花园里去，这样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赏景。对于他这个决定，苏沐雪举双手赞成。在大家忙着放置烧烤炉时，他指挥丫鬟婆子将头天晚上腌制好的肉和要烤的蔬菜穿成串，又悄悄从空间置换了各种烧烤料。吃烧烤怎么能少得了啤酒呢？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找了一间空屋子，从空间置换出几10箱啤酒堆在里面，准备一会儿吃烧烤的时候喝。等他出来的时候，丫鬟和婆子们已经将肉串和蔬菜串都准备了一大堆。看到他过来，兰儿哒哒地跑上来问：小姐，管事嬷嬷让我问你，这么多串够不够了？苏沐雪看了一下堆成小山般的烤串，先就穿这么多吧，一会儿不够再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人接受不接受烧烤，这些串刚好测试测试，反正不够的话，到时候再穿也不迟。这时前院有人过来报，说烧烤和架子全部都搭好了，炭火也全部生好，就等着烤肉了。苏沐雪指挥人将肉串一盘盘的搬到花园里，往每个烧烤炉边上放上孜然还有辣椒粉等调料，然后教大家怎么烤肉。你们要像我这样，将要烤的肉和蔬菜放到这个烤架上，等火候差不多了，翻过另一面再继续烤。烤的时候放上点这些调料，味道会更好。不过记住，这个辣椒粉很辣的，不喜欢吃辣的人可千万不要加，
不然辣哭了我可不负责。苏沐雪一边说，手里一边熟练地翻动烤串，不时地往烤串上抹油，防止沾染烤架。等串快好的时候，均匀撒上孜然和辣椒粉，一阵阵香气随着他动作飘散开来，让周围的人情不自禁地咽了个口水。苏姑娘，你烤的这肉串可真是香啊！在下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肉香。苏姑娘，你这肉串一出，我突然觉得八宝斋的菜都不香了。八宝斋是京城里最有名的酒楼，玄策曾以为里面的菜是东离国最好吃的，现在跟肉串一比，顿时觉得平平无奇。苏沐雪看了一眼轩辕锦，他虽然没出声，但脸上的表情显然很是认可尹玄二人说的话。说不定你们只是闻着香，吃起来会不习惯呢。这时手中肉串已经烤好，苏沐雪拿起其中一串先递给轩辕锦，然后又继续分给其他人。你们尝尝，看吃不吃得惯。注意烫啊！谢谢苏姑娘。玄策早就馋坏了，接过肉串就往嘴里塞，烫得他哈哧哈哧的，却舍不得吐出来，一边哈气一边嚼，还不忘夸赞。这肉串又辣又香，真是太好吃了。哎呀，确实好吃。这肉串既有肉香，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和淡淡的辣味，这是我这么多年吃过的最好吃的肉了。尹文浩也吃得直点头道好。这边得到2个粉丝了，苏沐雪又把亮晶晶的目光转向正在优雅吃烤串的轩辕锦身上。阿锦，你觉得味道如何？很好，这烤串既有炭烤的焦香，还有一种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特殊香料味，搭配上辣味，让烤串吃起来香而不柴，我很喜欢。你们说的特殊香味，其实就是这个孜然粉，烤肉的时候撒上它，能香出半条街去。哎呀，这个什么孜然粉，看起来普普通通，没啥特别的样子，没想到放到肉里，味道竟然这么好。其实孜然粉只是起到了其中一部分的增香而已。我昨天晚上腌制肉的时候，还放了好多其他的调料，多种调料一起调和，加上炭烤的焦香，才能让烤串能够这么好吃的。哈，原来如此。苏姑娘，这个什么百岛啤酒要怎么开啊？看着。苏沐雪晃了晃瓶子，突然对着瓶底上一拍，酒瓶盖咻的一下就飞了出去。苏姑娘好厉害啊！众人纷纷鼓掌赞叹。小意思，小意思。苏沐雪故作谦虚，脸上的笑却怎么也绷不住。轩辕锦看着这样鲜活的他，也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开瓶之后，玄策要去拿碗，被苏沐雪阻止了。拿什么碗呀？格局打开一点儿，我们对瓶吹吧。说完，他对着酒瓶豪迈地喝了一口，然后咬了一口串。爽。其他人见状，当即有模有样地学起来。事实证明，啤酒在现代烧烤摊上那么受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苏姑娘，我们什么时候再吃烤串配啤酒啊？你这还吃上瘾了？这顿才散就想着下一顿了。酒后带着微醺的他少了往日的威严，玄策大着胆子打趣他。切，说的主子你好像不想似的。头先都不知道是谁要跟他抢最后一根串来着。你找揍呢吧？被戳中心事的轩辕锦做事要揍人，玄策根本不怕他，往苏沐雪身后一躲。苏姑娘救我！只要你们想吃，随时都可以做。就知道人美心善的苏姑娘最好了。终于说了句原话。这就最好了。要是我把心心念念的铠甲给你，那岂不是要被你夸到天上有地下无了吗？什么铠甲？轩辕锦一头雾水。苏沐雪回苏府那日，他没有同去，所以并不知道此事。就是陛下隐卫的玄铁铠甲呀。苏姑娘就说她还有比玄铁铠甲更好的，还要给我一套呢。玄策把在苏府看见影卫身上的铠甲跟苏沐雪之间对话都跟自家主子说了一遍，心里有些美滋滋的。轩辕锦不爽地白了一眼属下，沐雪还没说送给自己呢，他倒是先要了。沐雪，你当真有这样的绝世铠甲？走，去繁星院。苏姑娘，
你还真有啊？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玄策想了想，发现女子每次说的话都是对了线的，顿时喜滋滋地跟在她身后往繁星院去。你们俩在这等着，我进屋拿来。苏沐雪说完，进屋关上门，去到空间里，在防弹衣类目中一番挑挑拣拣，选择了凯夫拉材质的全防护型防弹衣，按2人身形选好尺码，点击确认，2件防弹衣就到了他的手中。拿着衣服打开门，对等在外面的2人说道：阿姐，你1.9米的个儿，这件大的给你，小一些的那件给玄策。2人接过衣裳，先是一脸懵逼，这么轻的衣裳真能防刀剑？苏沐雪一看2人表情，就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拿过轩辕锦手中防弹衣，给他俩解释：你们可别小看它，这防弹衣虽然轻，但是防护的程度绝对比那个玄铁铠甲好。那玄铁铠甲太重了，保护的位置有局限，而且穿脱还特别不方便，并不是特别实用。见2人心里还有疑虑，他决定让他们眼见为实，将防弹衣挂在院里的树下，拿起手枪站到20-30米外的地方，朝着衣服开了几枪，枪枪打在衣服上。枪声停下，玄策立马跑上前找了半天，衣服上除了受到摩擦的几个印记外，连个破洞都没有。他高兴地朝轩辕锦喊着：主子，这衣裳真是可以防苏姑娘那威力巨大的子弹呢。苏姑娘，你这防弹衣连子弹都能防，那防刀剑更是不在话下了，对不对？你们可以试试。我来。一直处于震撼中的轩辕锦拿起手中长剑，飞身向挂在树上的防弹衣刺去。接触到衣裳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剑尖受到一股无形的阻力，竟然刺不进分毫。面露惊讶地加到8成功力，防弹衣竟然还是毫发无伤。轩辕锦收回剑，喃喃自语：世上竟真的有防范能力如此厉害的东西。这次他不得不相信了，这个看着轻飘飘的防弹衣，真真切切的能将伤害降到最低。主子，你走开，让我用剑来试试。玄策兴奋的手持长弓跳到房屋顶上，用尽全力拉开弓，手中剑羽顿时像有了生命一般，朝树下防弹衣过去。可即便是这样，他那一剑造成的伤害都还不如苏沐雪子弹造成的伤害大。沐雪，这些防弹衣还有吗？我全要。全要？空间里的防弹衣只要有钱应有尽有，轩辕锦还真是要不起呢。轩辕锦误会了他的意思，认真的想了想，又改口道：这衣服很贵吗？那就先给我来100件吧，100两银子一件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让管家先筹1万两银子给你，你看着能买多少买多少吧。苏沐雪傻眼了，1万两银子折合虚拟币大概是1500万。他买着全能型的防弹衣，普通的一件也就2000到5000左右的虚拟币，像他刚刚给轩辕锦2人高级防弹衣，也不过3到4万虚拟币，100件也就300-400万而已，哪里需要1000万这么多呀？况且在他们这个冷兵器时代，使用的兵器都没有现代热武器那么强，用普通的全能型防弹衣就够了，哪用得上这么高端的？那个，打断一下，阿锦，我可以提一下意见吗？没问题，沐雪，你说吧。其实这种防弹衣也分普通型、高级型和 S 级3种，价格也是各不相同。不过就算是普通的防弹衣，那效果也不比隐卫的玄天铠甲差多少，而且它的重量更加轻巧，也就7-8斤左右，更利于士兵们行动。还有就是它的价格低廉，一件也就1-2两银子，最多不超过3两银子这样。高级的你们刚刚也看过了，它防子弹的能力会比普通的更强，但是重量也更重一些，大概1-20斤这样，一件的价格在20-30两左右。S 级防弹衣的级别是所有防弹衣里最高的，重量也是最重的，有大概40来斤，但同样也是最昂贵的，一件需要用到1-2千两银子。2个男人听完，异口同声的惊呼：什么？这么便宜啊？那就是说，最高级别的防弹衣，各种防护都更加好，而且还没有玄铁甲铠甲那么重，对吧？对，是这样没错。主子，既然普通型的都能比肩玄铁铠甲，那不如我们普通的士兵就用普通防弹衣，将士们就用高级的，你就买一套什么 S 级的好了。我觉得玄策这个安排很好，不过为了证明我刚才所言非虚，等过2日我再带一套普通型的给你们看看，觉得可以再大批量的下单，如何？
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随时都可以拿出这些东西。苏沐雪说话的时候，给自己预留了一些时间。可以，那就等你把普通型的防弹衣买回来，咱们再决定如何购买吧。行，那你们有空把需要的数量也统计一下，到时候确定了直接就可以买。苏沐雪话音刚落，就听见兰儿帮着府里忙完事情回来了。轩辕锦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儿，就准备回去了。那今天就先这样，一切等过2天再讲。说完，把树上挂着的防弹衣取下，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跟玄策从墙上小门离开。他跟玄策两人来到书房，照着里面配备的图纸好一阵摸索，这才将防弹衣穿在身上。主子，这防弹衣的样式好生奇怪啊，不过穿在身上确实很方便，一点都不影响行动。玄策穿着防弹衣在书房里来回走动，一会儿下蹲，一会儿起身，任他怎么折腾，这衣服仿佛是贴在身上一般，行动半点都不受影响。玄策心里满意的不得了，若不是这样子穿出去会引人笑话，他都想就这么穿着出门了。轩辕锦对身上防弹衣也非常满意，这衣服异常的贴身，穿上之后还可以在外面再套一件长服，半分都不觉得臃肿。有了这件宝贝，出门的时候也不怕再有人背后暗箭伤人了。玄策，咱们有这个防弹衣的事情，千万不要泄露出去，明白吗？属下明白。不过主子，你让苏姑娘买这么多的护衣，现在发到兵营，若是让别人眼线知道，这事不就暴露了吗？玄策眼中闪过一丝担忧，轩辕锦像看白痴一样瞟了他一眼。谁说我要现在发给军营的？那你买这么多是？我这是先买回来放到库房里备着，等出征的时候再发给将士们。哦，原来如此，还是主子英明。你明日去找秦钟，让他把现在还忠于咱们的将士统计下数量，看看还有多少人。以前他以为自己命不久矣，所以颓废许久，将手上明面上的兵权全部交了上去。只要皇兄不无缘无故乱杀曾经跟随他的将士，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的过去了。不过如今既然寒毒已经好了大半，那么属于他的东西也是时候该拿回来了。毕竟如今的他还有重要的人要守护，再不能像这样颓废下去了。只是这么久过去，也不知如今的秦霄军里还剩多少忠于自己的人呢。苏红这个废物，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真是没用，这早就该罢了他的丞相职位的。这个废物不仅没有将他嫡女手中的武器来源问出来，反而还让朕白白损失了大半个营卫营。朕就不应该放了他，朕应该杀了他才是。既然苏沐雪的路子行不通，那就只能走轩辕锦这边了。怎么往锦王府里安插眼线的事情？陛下，锦王如今已有20有2，如今又身中寒毒，不知什么时候就去了。未免锦王一脉凋零，是时候娶王妃延绵子嗣了。啊，对，哎呀，朕这些日子太忙，都忘记给朕的皇帝娶王妃一事了。就皇帝为东离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必须得给他好好挑选一门合意的亲事才行。陛下宅心仁厚，真是东离国之福，百姓之福啊！哈哈，江德海，你提醒有功，重重有赏。谢陛下。当夜，一只飞鸽落在锦王府，被侍卫送到轩辕锦手上。看着纸条上的消息，男人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看来他这位好皇兄日子还是太闲了一些。来人，传我命令。翌日，突然有人来报，说山阳县出现了大批山匪烧杀抢掠。山阳县的县令已经抵挡不住，请求朝廷派兵支援。轩辕龙忙着调兵遣将剿灭山匪，只好把轩辕锦选妃的事情略往后放一放。毕竟山阳县是连接边关的必经之地。听到宫里传来的消息，轩辕锦这才松了口气。若是宫里那位下旨，这个王妃纵使他不愿意，也必须得娶，不然就是抗旨，这可是杀头的罪。如今之计，只有抢在他下旨之前先下手为强，自己把王妃娶了，这样纵使他是皇帝，也没有办法再逼自己了。轩辕锦闭着眼睛，举起手指在桌上一下一下敲击桌面，半晌过后睁开眼睛，起身往繁星院走去。阿锦，你怎么过来了？吃过饭了吗？苏沐雪正在吃午饭，看到男人过来连忙招呼着。还没来得及吃。
说不介意我吃的简单，就一起吃点吧。好。男人说着就主动坐上桌。兰儿，去给王爷添副碗筷。兰儿应声而去，很快把碗筷拿了过来。苏沐雪亲自给轩辕锦打了碗汤。饭前先喝一碗汤，这样比较养胃。轩辕锦道谢，接过喝了一口，顿时惊讶起来。这汤好鲜啊，里面加了何种食材？好喝吧？这个呀叫豆苗皮蛋汤，我在里面加了青豆苗、松花皮蛋、金丝火腿片等，又加了好几种调料调味烧成的呢。除了这个豆苗汤，还有这个清蒸鲈鱼也很好吃的，你尝尝。苏沐雪说着，又往男人碗里夹了一块鱼肉。他住的这繁星院里有小厨房，心血来潮时会从空间购买些调料和食材，然后亲自下厨做些好吃的，犒劳自己。饭后，轩辕锦坐在椅子上，喝了好多白开水，却还是没有走的意思。苏沐雪这才后知后觉，男人应该是有事要对自己讲，只是不太好意思开口。阿锦，你有何事不妨明说吧，咱们是朋友，用不着这么吞吞吐吐的。既然沐雪你这么讲，我也就明说了吧。确实是有点事情需要你帮忙。你说吧，若是能帮，我一定会帮你。我听到消息说陛下要为我选王妃，你也知道他对我的心思，一直盼着我死的人怎么可能会好心为我选妃呢？我猜测他这次明面上是为我选妃，暗地里是想往我锦王府里塞眼线，目的是想探听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他害怕你把手枪的来源告诉我，到时候会威胁到他的皇位。所以这些日子他没少派人过来打听府里的情况，不过都被王府的人拦住，还因此损失了不少高手。我想他现在是黔驴技穷，直接暗的不兴来明的。为了不让他的计谋得逞，所以我想你想怎么样？我想让你假扮我的王妃，这样就绝了陛下算计我的心思，而且还可以避免他因此计不成，又使出另外一计，将你逼出锦王府。轩辕锦说的是合情合理，不过要扮作他的王妃，苏沐雪还是有些犹豫。若是做了他的王妃，虽然是假冒的，不过因为地位的变化，也可能会有诸多限制。毕竟这里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女人都是依附男人生存，而他骨子里是个天性自由奔放、爱憎分明的性格，所以这个忙他是真的帮不上。若是打架，他二话不说可以帮忙，想到打架，他眼前一亮。阿锦，你别怕，若是皇帝老儿敢给你硬塞不喜欢的王妃，我绝对帮你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做王妃不行，打架他在行啊，绝对会把皇帝打得不敢再动歪心思。沐雪，你有所不知，兵营里现在还有许多跟随我多年的将领，他们如今都被皇上的人严密监控着。我若是现在跟朝廷撕破脸，他们立马就要人头落地了。所以我不能那么自私，不管他们的死活。苏沐雪当过兵，所以理解他对曾跟自己出生入死兄弟那份情谊。不过他也真的不想往自己头上套一套枷锁，就算是为了朋友，假扮也不想。对不？我知道沐雪你在顾虑什么，你放心，扮做我的王妃，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不喜欢做的事。相反，我还能更名正言顺地帮你。以后若是有人敢议论你，无论是谁，只管大耳刮子抽过去就是。哪怕你就是将天捅塌了，都有我这个高个子顶着。你只管随心所欲，过你想过的生活就行。沐雪，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真的不想锦王府进来一个陌生人，那样实在太冒险了。由你假扮我的王妃，我比较放心。那若是我打的是你宫中的长辈呢？你当如何做？丑话说在前面，万一哪天进宫，宫里皇太后、皇太妃什么的惹到他，他可是绝对不会忍的。那一定是他们不好，你只管收拾就成，万事有我挡着。轩辕锦想都不想就答应了。见他这么上道，苏沐雪没有犹豫的点头答应了。他还没做过王妃呢，趁这个机会过过瘾也不错。反正若是轩辕锦敢食言，他有随时可以买武器的空间在手，根本就不带怕的。嗨，大家都是朋友，不用这么客气。对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需要，你只需要穿上假衣，跟我假装拜堂就成，其他的交给我来搞定。那行吧，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来繁星院找我就行。两人聊了一会儿，轩辕锦这才迈着轻快的步子起身离去。苏沐雪看着他欢快的背影，不由得嘀咕了一句：
不就是一个假成亲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吗？轩辕锦离开后，兰儿一脸忧愁地望着自家主子。小姐，你真的要答应扮作王爷的王妃吗？对啊，刚刚你不是听到了吗？可是这样一来，以后谁都知道你是锦王妃了，那以后还怎么嫁人呢？以后谁会愿意娶一个与别人有过婚约的女子啊？兰儿都要愁死了，他家主子怎么这么不会为自己着想，什么忙都帮的。嫁人？我才不要呢！嫁人只会耽误我揍人的速度。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迂腐男人，一想到要嫁个老古板，整天对自己说教，这不行那不许，苏沐雪觉得浑身汗毛都要竖起来了。小姐，不是兰儿爱唠叨，这自古以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有女子到了及笄之年不嫁人呢？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呀？小姑娘觉得主子的想法真是太惊世骇俗了，她是中仆，得劝。难道嫁人就不老了？是人都会老啊。既然嫁不嫁人都会老，那为什么要嫁？可是世上都要嫁人的呀。谁规定的？没人规定，不过世人皆是如此。那你看那些成亲后的女子，她们过得好吗？兰儿仔细想了想，她认识的人并不多，只有苏府的人。想想小姐母亲的悲惨遭遇，觉得嫁人还真过得不咋地。所以与其成亲后被蹉跎，委曲求全的老去，那还不如这样潇洒自由的老呢。至少过的生活都是自己想要的，不是吗？可他们都说没成亲没生孩子，以后死了都没人烧纸，去到阴司会受苦的。这个好办，等老了还没死前就给自己多烧一点存着，下去就能直接当富婆了。兰儿心说，好像说的好有道理啊，她竟无言以对。算了，小姐不想嫁人就不嫁吧，毕竟要是遇上老爷那样的渣男，可能会提前连命都没了。以后她努力活得长一点，这样就可以年年给小姐多烧点纸，总之不让她在下面受苦就是了。若是苏沐雪知道兰儿心中想法，可能会吐槽一句，听我说谢谢你。轩辕锦的动作很快，隔日让管家秘密去安排成亲事宜。管家也是个有能力的，加上轩辕锦舍得砸银子，才短短2-3日功夫，成亲需要用到的东西就准备得妥妥当当，半点都没有受时间仓促的影响。消息传进宫里，轩辕龙气得发疯。轩辕锦，苏沐雪，你们怎么敢成亲？御书房里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平时最喜欢往皇帝面前凑的太监总管江德海，此时极有眼色的弯腰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喘。轩辕龙发了一通火，这才坐下休息。江德海立马贴心的端上茶，躬身递给他。皇上先消消气，喝杯茶润润嗓子吧。消气？这2个人背着我成亲了，我怎么消气？轩辕龙说起来就一肚子火，早知道就该给轩辕锦赐婚，然后再忙山匪的事情。如今他真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其实啊，皇上你也不必如此着急。锦王如今身中寒毒，已经命不久矣，就算他俩成亲，也改变不了必死的格局。只要锦王一死，整个王府就是一盘散沙。就算苏沐雪有再厉害的武器，也不过是个妇道人家，到时候要收拾他，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这样，你去找镇国公，然后这般。江德海听完，连忙往御书房外走去。锦王府虽然轩辕锦跟苏沐雪是协议的假成亲，可王妃成婚时该给的礼节他一样都没少，而且给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亲这天，轩辕锦一早就骑着高头大马，让人拿8抬大轿抬着苏沐雪和10里红妆绕着京城走了一圈。这可把京城那些爱慕轩辕锦的大家闺秀们气坏了，都道苏沐雪这个落魄女凭什么这么好命。今日红绳祭奠，珠帘闭合，他年白头有协，贵妇来心。在此向天地起誓，愿将红叶之盟载明渊博，赤绳早祭，白首永偕。虚无之间，不曾期盼，
天作空山，心上缓缓，流水淡淡，回忆冷暖。长风吹散，天涯海角，一落黄泉，你我二人永不离分。怎么样？我穿这件婚服好看吧？好看，你天生肤白莹润，这大红色很衬你。阿锦，你很有眼光，我也这么觉得。苏沐雪臭屁的一笑，邀请男人。阿锦，这个陈皮梅干不错，尝尝。边说边从碟子里拿起一颗递给他。轩辕锦瞧了一眼他的纤纤玉手，乌色的梅子干与玉白的手指形成鲜明对比，冲击着他的视线。男人脸上面无表情，耳廓却悄悄红了起来。你不喜欢吃吗？那算了，还是我自己吃吧。姑娘等了一会儿，见男人没有低头的意思，还以为他不喜欢，就准备收回手往自己嘴里塞。还没动作，就见轩辕锦飞快低头，从他手指上将梅子干含进嘴里。因为动作太急，男人温热的唇连带将苏沐雪的指尖一起含住了。刹那间，一股电流穿过身体，他俩都情不自禁的身体一震，四目相对，两人各自眼里都闪过一丝尴尬，随即又赶紧移开视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因为是成婚第一日，两人不便离开新房。轩辕锦让人拿了2床被褥出来，将床让给苏沐雪，自己主动去睡榻。3更时分，院子里突然嘈杂起来。玄策进屋禀告说，府里闯进来许多高手，如今已经闯到2门了。来了多少人？我们的人和机关呢？怎么会让他们闯进来？来的人大概有50、60人，我们好多人被下了软金伞，这时根本出不了战。而且他们里面有人懂机关术，府里的机关被破解了。玄策也是眉头深锁，这次过来的人武功非常高强，他们剩下的人根本无法阻挡多久。王爷、王妃，一会儿我和其他人顶着，你们还是早点从密道撤走吧。玄策，你找玄武过来，让他将苏姑娘带走。要走一起走。阿锦，你别忘了，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大家闺秀。可今天来的都是高手，你虽然身手敏捷，可并不会武功，还是让玄武带你离开吧。谁说没有武功就不能参与战斗？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啊，对了，你们的防弹衣穿上了吗？没穿就快点穿上，一会儿刀剑不长眼。我早就穿上了。玄策高声回答，他对这件防弹衣喜爱得很，每天都穿在身上。轩辕锦本来没有穿，这时也赶紧换上。苏沐雪穿着穿着，想起在外面战斗的人还没有防弹衣，立马开口问玄策：外面能战斗又信得过的人还有多少人？身形如何？还有20人，是玄字辈的护卫，他们今日巡逻，还没来得及吃东西，所以没中软金伞。这些人都是信得过的，身形跟我差不多。听到自己只有这么多人，敌我悬殊太大，苏沐雪也顾不得暴不暴露的问题了，直接从空间置换20套高级防弹衣出来，又置换了软金伞的解药，将这些东西全部拿给玄策，让他去分配。沐雪，一会儿你跟在我身后，千万不要走散。轩辕锦提着剑交代苏沐雪：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比如说，我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多的防弹衣？我知道这是你的秘密，你不告诉我，自有你的理由，我不会多问。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要让第2个人知道，明白吗？轩辕锦一脸真诚地望着他嘱咐。苏沐雪点了点头。我知道，怀璧其罪嘛。轩辕锦笑了，真是个聪明姑娘。两人一人持剑，一人拿枪，气势汹汹地往外奔去。这时的敌人已经从2门外攻到院子，玄策正带着仅有的20人跟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玄策，你们退后一些。苏沐雪大喝道，手握双枪不停地朝着敌人扫射。这些人没有铠甲护身，被他像打算盘珠子似的，一下一个，没多会儿就死了10几个。你们10几个人给我缠住前面这些人，其他的全给我上，杀掉这王妃。领头的黑衣人见他手上武器厉害异常，连忙改变策略，招呼大部分手下先去解决他。黑衣人立马照办，只留下一些人负责与玄策他们缠斗。大部分人凌空飞起，像离弦的箭一般直奔苏沐雪而来。阿奇，你站开一些，别挡着我发挥。他拿起冲锋枪，对着飞来的黑衣人哒哒哒一顿扫射。俗话说，功夫再高也怕菜刀，何况还是冲锋枪呢？
这些黑衣人快要扑到他面前，根本来不及闪躲，就被他给摁成了马蜂窝。领头的黑衣人见跟他才几个照面下来，自己带的60来个人就折损大半，心中骇然不已，不敢再恋战的他选择撤退。苏沐雪看清他的想法，咧嘴邪气一笑：“哼，既然都来了，那就都留下。”玄策等人回过神来，连忙拦住去路，不让他们逃跑。苏沐雪端着冲锋枪，消散队形，一顿扫射，直到不留一个活口。一场危机就这么轻易的解除了。事后，玄策用崇拜的眼神望着他：“王妃，你真是太英姿飒爽了。”谢谢夸奖。王妃，你这玄策，去查一下这些东西都是谁派来的。是，属下这就去。主子有吩咐，玄策只能停止问话，老老实实的去做事。沐雪，这事一时半会儿估计查不出来，站在这儿太累，我们先回屋里等消息吧。也行。二人转身回了新房，过了1个时辰左右，玄策才过来禀报：“主子，这些人非常狡猾，从外表看起来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人。属下仔细查看了好久，这才从他们最不起眼的隐秘部位查到线索，又在那个领头的人身上找到唯一的一块镇字令牌，这才确定是镇国公派来的人。”镇国公？怎么会是他？镇国公是谁？这镇国公姓魏，叫魏云川，是三皇子的人。只是无论是他，或者是他的主子，都与我素来井水不犯河水。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派人来这里刺杀你我。主子，我看三皇子胆子还没有大到敢来刺杀你，这里面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这镇国公有可能明面上是三皇子的人，私底下说不定是谁的人呢。你说的不无可能。哼，管他是谁的人，反正那个魏云川今天惹到我了，我不会让他好过。玄策，你让人把尸体放好，我明天去找人要账。玄策不懂他怎么要账，不过还是听话的去安排，毕竟王妃这么讲，肯定有他的道理。沐雪，你想怎么做？阿锦，你有镇国公宅子里面的建造图吗？没有，不过我小时候跟镇国公的大公子关系很好，他还在的时候，我经常去那里玩，所以对里面的布局还算熟悉。需要画出来给你吗？轩辕锦曾经跟魏子墨是好友，后面魏子墨去世，为免睹物思人，他就没有再去过魏府了。不过里面的布局他还是记得很清楚的。见苏沐雪点头让他画，轩辕锦二话不说，默默画起来。凭着精湛的画艺和脑海里的记忆，轩辕锦很快将镇国公府的图纸画了出来，还在每个地方贴心的做了标记。苏沐雪拿过图纸看了看，将书房还有库房的方位记在脑海，看了看现在是4更天，也就是大概凌晨2点多3点这样，这个时间段正适合干见不了光的大事。阿锦，我要一个轻功最好的人跟我去一趟镇国公府。我跟你去。王妃，我也去。你们俩轻功如何？王妃，你就放心吧，整个王府除了王爷之外，就属我的轻功最好。你要带人出去，没有比我俩更合适的了。就是因为他的武功和轻功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才能贴身保护主子。那行吧，你们赶快把夜行衣换上，咱们去干一票大的。2个男人赶紧回屋把夜行衣穿上，刚走出门口，苏沐雪也换好出来了。你走前面带路，我来带王妃。轩辕锦命令玄策带道，3人趁着夜色往镇国公府疾驰而去。苏沐雪还是第一次体验这种不借用任何工具就能飞起来的感觉，不得不说真的很爽。他双手抱住轩辕锦，以免自己掉下去，在他耳边轻轻地问：阿锦，你可以教我轻功吗？你什么时候想学？多真。害怕女子又讲话影响他飞行，轩辕锦运功加快了飞行的速度，嘴里对苏沐雪说：先别说话，不然风吹起树叶飞沙，容易飘进嘴巴里。哦。没过一会儿，男人停了下来，苏沐雪转头，一堵高高的金色围墙映入眼帘。王爷，王妃，我们已经到镇国公府的后院墙边了，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么高的围墙，你们能上得去吗？没有问题。这4、5米的高度对别人来讲可能很难，但对于他们来说再容易不过了。见他俩这么有信心，苏沐雪就不打算拿出攀岩的家伙事儿了。你们一个人在外面接应，另一个人跟我进去。王爷，我跟王妃进去，
你在外面接应吧。在外面接应是最安全的，理应让主子来。轩辕锦想也不想就拒绝。不行，我对里面比较熟悉，我跟王妃进去，你留在外面接应。可是，没有可是，这是命令。是，主子。放心吧，有我在，你主子不会有事的。那属下就在这里等着你们，有什么事记得放信号。知道了，你也小心。苏沐雪刚刚讲完，轩辕锦就揽着他的腰飞上墙头，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落到地面，躲过巡逻的侍卫。沐雪，我们现在先去哪里？先去找库房，一会儿再去书房。苏沐雪话音刚落，轩辕锦就带着他左躲右闪，没多一会儿就来到库房门口。男人出手如电的用石子将守卫打晕，然后拖到隐蔽处，准备过来帮忙开锁。结果看到女人已经打开了门，并且站在里面朝他挥手。轩辕锦心想，开锁技巧这么好，看来这家伙是个惯犯呢。进到镇国公的库房，苏沐雪才知道什么叫做豪。苏红的那些银子和镇国公府这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中的那个一毛啊！阿锦，你去门口守着。那你注意安全，挑到合意的东西，我们就马上离开。轩辕锦一直知道他是个财迷，还以为这次来就是想挑一两件宝贝惩罚镇国公。毕竟他一个人就2只手，想拿也拿不了多少。心里还想着，要不一会儿他也帮他拿2件吧。结果没想到，等他进去拿的时候，里面已经空空的，连根针都不剩了。这是怎么回事？轩辕锦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千万两银子的东西啊，就这么突然间消失了，想想就诡异的很。现在先办正事要紧，等回去了有空我再跟你解释。轩辕锦点点头，心绪已经平静下来，打定主意，就算眼前的姑娘不是人，他也会不离不弃，并且决定了以后苏沐雪有事帮忙，他都要亲力亲为，绝不能让第2个人发现他的秘密。出了库房，苏沐雪又将打开的锁插了回去。轩辕锦快速把守卫搬过来，让他们倚在柱子上，摆成睡觉的样子。搞定之后，2人直奔镇国公的书房过去。书房里，苏沐雪以前看古装电视，上面演的达官贵人很多都喜欢把重要东西放在书房暗格或者密室里，而且还在苏红那儿得到过验证，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找找。没想到竟真的给他发现了一间密室，里面藏有许多镇国公的账本账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镇国公这些年私自开采铁矿、银矿、收受贿赂等证据，还有一些他跟山匪勾结来往密谋的书信。若是将这些东西随便一件呈到皇上面前，都够镇国公掉脑袋了。最后还找到了皇上下令指使镇国公干的阴私勾当，高兴地将所有册子和书信都收入囊中，2人这才偷偷离开镇国公。2人前脚刚刚离开，镇国公后脚就回到书房。细心的他顿时发现桌上的东西有被动过的痕迹，立马朝外面大喊：快来人，抓贼啊！别让他跑了！整个镇国公府顿时如菜市场一般热闹起来，侍卫们倾巢出动，缉拿盗贼。快走！已经到了院墙边的轩辕锦把住苏沐雪飞出院外，刚刚落地，一排排箭雨就从头顶飞过，若是再慢一步，他俩今天铁定变成刺猬。主子，你们没事吧？没事，我们快走。轩辕锦说完，抱着苏沐雪飞驰而去。玄策紧随其后，同时还不忘回头看看有没有追兵。幸好他们轻功比较好，加上轩辕锦熟悉地形又跑得及时，等镇国公府的人追出来时，他们早就跑得没影了。玄策，你让人把府里所有的门神都撕了，还有把王府所有有关佛教的东西都收起来，叮嘱府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佩戴开过光的东西，违者一律赶出王府。玄策一头的问号，主子这是抽的什么风啊？轩辕锦不理会下属的疑惑，见他发愣，不由得沉声追问：听明白了没有？主子不高兴，做下属的当然不敢多讲，只能照做。朝空中做了个手势，立马有暗卫跳出来，后吩咐：哎，头，听到王爷的话了吗？属下听见了。赶紧去照做吧。是。暗卫飞快地转身离去。阿锦，你为什么要让人去撕门神，还要撤去佛教有关的东西？苏沐雪离他们只有几步远，刚才轩辕锦吩咐玄策的话，他听的是一清二楚，心里有些疑惑。
他的不解看在轩辕锦眼里就成了想隐藏身份的表现，心里怜惜不已。这傻姑娘以为自己还没猜出他的身份呢吧？既然他不愿意讲，那他就装着不知道吧。不想拆穿苏沐雪的他微笑着找了个理由。这不还有几个月要过岁首了吗？让他们早点清理旧岁留下的东西，迎接新岁。原来是这样啊！苏沐雪信以为真，毕竟这古代行动力比较低下，王府人多势杂，早早准备也是正常。只有玄策脸上一言难尽，这才到孟秋啊，离过岁还早着呢。再说了，准备过岁物品这些东西向来有福伯安排，什么时候要主子操过心？三人穿过回廊回到屋子，天色已经渐渐发白，朝臣们都陆陆续续去上朝了。苏沐雪顾不得休息，交代玄策将所有黑衣人的尸体都装上车，他要去赚钱。王妃，这些死人怎么赚钱啊？难道像卖猪肉一样？可是谁会买啊？他们可比猪肉值钱多了。你别担心，我说有人买，那就是有人买。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就按照王妃说的去做，不得有误。轩辕锦立马站队苏沐雪，姑娘见他这么上道，当即对他做出一个赞许的表情。男人得到夸奖，常年冰封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微笑来，看得玄策直摇头啊！他怎么不知道主子这么恋爱脑？玄策，一会儿天亮你就让人去将镇国公府收到指使，派人刺杀王爷的事大肆宣扬，说得越惨烈越好，务必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有人害他们东离国的保护神。交代完玄策，又对轩辕锦讲：阿锦，我今天再给你画一个病人妆，等下朝之前你跟我进宫，到时你使劲装病装柔弱，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完美。轩辕锦刚想伸手去摸脸，被他连忙拦住。啊，才刚刚上完妆未干，不要放花了。化完妆又换成成婚时的打扮，一番折腾之后，已经快接近午时了。二人这才赶紧套着马车往皇宫赶。一路上，道路两边挤满了百姓。原来他们听说镇国公在锦王新婚之夜派人刺杀他跟王妃的消息，特地前来求证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他们透过未拉上的马车帘子，看到原本气宇轩昂的战神为了保护他们被敌国下毒病入膏肓的样子，心里顿时难过不已。战王这些年为了东离国，为了百姓，真的是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呀。又看到锦王爷马车后面一车的尸体，百姓们更是一阵阵的心惊。哎呀，这么多的刺客，镇国公这真是要杀了锦王爷呀！何止啊！我看他是想灭了整个锦王府才是。这魏云川好歹毒的心啊，竟然这么对待咱们的战神！百姓们对镇国公的行为愤怒到了极点。这该死的魏云川霸占着镇国将军的位置，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搞起自己人倒是第一名啊，真是太可恶了。不知道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嗓子：魏云川竟然如此对待我们的战神，真是对不起他镇国公的官职。对，姓魏的就不配当镇国公，竟然刺杀我们东离国的脊梁，都不知道是不是敌国给了他什么好处，所以通敌求荣了。此话一出，大家犹如醍醐灌顶，七嘴八舌地分析起这事儿的可能性来。探讨了几个巧合之后，众人心里只有一个真相，那就是镇国公魏云川真的通敌了。大家义愤填膺的要上达圣厅，让圣上杀了叛徒，为锦王爷讨回公道。这就是你让玄策去大肆散播魏云川刺杀我们的目的。对，不过我原本是想让百姓们怀疑镇国公是受到皇帝指使来杀你的，没想到竟然被误解成镇国公通敌了。没有把皇帝拿下水，他心里还是有些遗憾。其实这样更好，受帝王之命跟通敌比起来，后者的罪更重。魏云川这次恐怕是想翻身都不能了。他对这个皇兄很是了解，是个虚伪万分的人，明明心狠手辣，却又装得豁达开明。这也是当初他为什么不干脆杀了自己，反而下慢性寒毒推到敌国身上的原因。轩辕龙不想让天下人觉得他是个心胸狭窄、容不下功臣的帝王。金銮殿上，轩辕龙听到宫门外有几千学子和百姓为轩辕锦请命，要求杀了镇国公，顿时气得脸都绿了。这是怎么回事？启禀陛下，这些人说镇国公通敌，说他派人刺杀锦王是受了敌国的指使，
目的就是为了折损我东离国的脊梁。轩辕锦死。这皇帝他没事吧？这个不知。陛下，冤枉啊！这么多年来，臣对陛下、对朝廷那是忠心耿耿啊，从来没有通过敌，更没有派人刺杀过锦王啊。这些人说的都是无稽之谈，请陛下明鉴呐。轩辕龙当然知道郑国公没有胆子通敌，这次之所以刺杀轩辕锦，也是自己吩咐的。郑国公的为人，朕当然清楚，也不相信你会背叛东离国。我看一定是那些刁民受了别人的挑唆，胡乱攀咬的。来人，给我将这些人全部拉下去砍了！陛下，不可呀！哦，南爱卿倒是说说，有何不可？陛下，这次请愿的人数众多，而且里面不乏许多优秀学子，若是连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直接这么杀了他们，只怕是难以堵住悠悠众口啊！还请陛下三思啊！还请陛下三思啊！其他跟南宰相一派的官员立马也跟着附和。陛下，南宰相说的有理，俗语讲无风不起浪，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可千万不能寒了天下学子的心啊！不如宣锦王觐见，等搞清楚情况再杀也不迟啊！轩辕龙被逼得没办法，暗中望了一眼郑国公，两人眼中飘过一丝别人看不懂的思绪。轩辕龙这才让人去请轩辕锦进宫。不用费事去宣旨，我们已经来了。参见陛下。轩辕龙见到二人脸色一僵，眼中钉没死，他心中非常的不高兴。后又见轩辕锦面色青中带白，透着一股死气，一副随时要挂掉的样子，心里才舒坦了一些。救皇帝，快平身。谢陛下。哎，叫什么陛下？叫皇兄亲切一些啊。对了，你昨日才新婚，今日是带着新王妃进宫敬礼的吗？皇兄，我与夫君今日过来，是为了向有些人讨一个公道的。哦，什么公道啊？向谁讨公道？当然是向郑国公讨公道了。我想问问他，景王府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在我和夫君的新婚之夜派人来刺杀我俩？锦王妃，不要以为你是王妃就可以血口喷人，我可从来没有派人刺杀过锦王与你，你这样污蔑于我，是何居心？是不是污蔑？看看证据不就知道了吗？苏沐雪说完，拍了拍手掌。等候在外面的侍卫立刻抬着一具具死去的黑衣人，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摆到金銮殿中。郑国公，你可认识他吗？不认识。锦王妃，你这是何意啊？该不会是从哪儿拉过来一堆尸体，就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来吧？不愧是郑国公，这嘴真是比死鸭子都硬呢。不过有句话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我感觉很适合你。陛下，我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就是郑国公的人。轩辕龙虽然很想包庇魏云川，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能明目张胆，只得装出公事公办的样子。锦王妃，你要如何证明啊？回禀陛下，这些人的腋下都有一个川字图形，而且其中一个黑衣人身上还有一块刻着朕字的令牌，这桩桩件件都指出，昨夜刺杀我和夫君的，正是郑国公魏云川。就凭这两件事儿，锦王妃就断定是我派出去杀你们的人，这未免也太武断了些吧？郑国公说的对，锦王妃，这朝堂是男人的朝堂，你一个妇道人家，不好好的在家里绣花做女工，学人家搞什么推理啊？
单凭一点没有依据的猜想，就在这信口雌黄，胡乱猜疑朝廷命官。哼，还真是不知死活呀！陛下，像这种不守妇德的女子，就应该杀了以儆效尤，要不然全天下的女子都学她，岂不是乱了纲常？见有人竟敢当着自己的面要皇上杀苏沐雪，轩辕锦眼色一冷，正想发作，苏沐雪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示意他不要插手。轩辕锦这时想起他临行前叮嘱自己要装病装柔弱的话，于是闭上嘴巴继续装。哼，瞧不起女人，还想杀了我？那看看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我是朝廷命官，你岂敢这？我字还没出口，苏沐雪就利落地掏出手枪抵住他的脑袋，砰的一声爆了他的头。杀你就杀你了，难道还要挑时辰吗？这一枪来得太突然，众位大臣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安静如鸡地望着死去的同僚，不敢相信苏沐雪竟然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对朝廷命官说杀就杀。还有谁要站出来指责我的？其他人神色各异，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毕竟这锦王妃就是个疯子，是滚刀肉，谁惹她谁没命。朝臣们指望不上，轩辕龙只得自己硬着头皮上。锦王妃，你竟然无故枪杀朝臣，真是太放肆了！皇上，你是眼睛瞎了还是耳朵聋了？没听到是他先要我死的吗？说我自卫也算是在放肆，那你就当我是放肆了吧。轩辕龙迫于苏沐雪手上这支枪的威压，确实不敢杀他，只得把目光转向虚弱的轩辕锦，声音里带着威胁。九皇帝，锦王妃如此藐视王法，该当何罪？回陛下，臣认为沐雪无罪，有罪的反而是张大人。论身份，沐雪乃是本王的王妃，是轩辕家的人；论地位，沐雪是天家的人，而张大人不过是个执事。就算沐雪真性情了些，也还轮不到他来说教。张大人此番行为，往小了说是目无尊卑，往大了说是不把轩辕家放在眼里，形同谋反。陛下想想，若是当时沐雪不惩治他，以后人人都效仿张大人，那咱们轩辕家的天威何在？所以臣认为沐雪杀了他，不仅无罪，反而有功，陛下应当奖赏才是。轩辕锦的一番歪理邪说，成功把轩辕龙气笑了。陛下，杀藐视皇威之人这份奖赏我迟点再拿，现在先算算郑国公刺杀我们景王府的账吧。郑国公不是说了吗？单凭那些刺青和一块令牌，根本就不能证明是他干的吗？你还想怎么算？轩辕龙咬着后槽牙问。有了皇帝撑腰，又仗着苏沐雪拿不出确切证据，证明是他派人刺杀，郑国公神情镇定起来。去把郑国公的侍卫抓过来。玄策办事很快，直接就去金銮殿外等着郑国公的随从抓了过来。还没等苏沐雪开口，他三下五除二将二人衣服扒开，露出他俩腋下的川字图形，让朝臣们看清楚，又搜出二人身上镇字腰牌，交到苏沐雪的手中。印记、腰牌，不能说像，简直一模一样。还有谁觉得我是冤枉了他魏云川吗？众人顿时一片哗然，看向魏云川的眼神都变了。竟然真的是郑国公派人去刺杀锦王，难道他真的通敌了？武将们望着郑国公的眼里更是充满了愤怒和鄙夷。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的保家卫国，这人竟然在后方捅刀子，真是该死啊！那个弟妹啊，这事确实是郑国公一时糊涂了，不过念在他是初犯，这些年又为了东离国出生入死过，而且你跟九皇帝不仅杀了他的人，也没出什么事啊。不如就惩罚郑国公半年俸禄，另外赔偿你们1万两银子。意下如何呀？哼，既然如此，那不如陛下也允许我带60个高手过来皇宫闯一闯，到时候请你也念在我是初犯，我赔你1万银子，然后你也罚我家王爷半年俸禄，这事就算过去了，可以吗？
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大变，尤其是轩辕龙，脸上阴沉的像是要挤出水来。放肆！带人闯皇宫，等同谋反。晋王妃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整个晋王府考虑考虑吧。请注意你的言辞。哼，怎么，我只是说一说，你们就这么破防了？那陛下你怎么好意思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让王爷算了呢？真是活久见了，都是这么大的人了，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都不懂吗？再说了，现在外面都在传镇国公刺杀我家王爷是受人指使，那他到底是受谁的指使呢？受敌国的指使，还是三皇子的指使，亦或是皇上你的指使呢？他这话成功让轩辕龙、三皇子还有镇国公都脸色一变。三皇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赶紧撇清关系，生怕晚些这刺杀的事儿就安在他的头上了。九皇婶，不是我，小侄素来仰慕皇叔还来不及，是绝对不会指使人刺杀他的，还请皇婶不要相信外面的传言。轩辕玉竹真是被吓到了，他母亲是宫女出身，并不得圣宠，到现在还只是个小小的才人，而自己平日又被太子打压到毫无存在感，好不容易趁着太子被罚才有机会冒个头，结果这该死的魏云川竟然去刺杀自己想拉拢都来不及的九皇叔，真是要被这蠢货害死了。可大家都知道镇国公是你的人，你说不是你指使，何人会信？皇婶别误会，我与魏云川并不是很熟，所以不存在他是我的人这一说法。皇婶若是不相信，您跟皇叔大可以去查，看他背后的人到底是谁。轩辕玉竹也不是傻子，魏云川要刺杀轩辕锦，却连半点消息都没有跟他透露过。要说背后没人，他死都不会相信。陛下，这件事情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你说这魏云川到底是通敌，还是受朝中某人指使呢？若是受自己人指使让我查出来，那就休怪我手里的枪不认人，哪怕是天王老子，我都能把他的头当瓢开了。轩辕龙望着他冰冷的眼神，心里不知怎的有种直觉，苏沐雪应该是发现是他在背后指使的了。怎么办？这打又打不过，骂又骂不赢。轩辕龙觉得他应该是史上最憋屈的皇帝了。轩辕龙思绪翻滚，不知该如何抉择好。这时景福宫有太监跑来禀报，说太后晕倒了。什么？母后晕倒了？听说母亲晕倒了，轩辕龙顾不得再想其他，飞快地从龙椅上起身，连交代都没交代一声，就朝后宫方向奔去。其实他心里在想，母后晕的可真是时候。轩辕锦从小在后宫长大，如今嫡母病了，自然是要去瞧一瞧的。为了维持轩辕锦重病的人设，夫妻二人面露急色，步子却慢悠悠地朝后宫走去。进到屋里，苏沐雪看到一个年约50几岁的妇人半躺在床上，她保养得宜的脸上看起来只有40岁的样子，年纪并没有让她变丑，反而因为阅历的关系，沉淀出这个年纪该有的睿智。锦儿来了。儿臣儿媳拜见母后。好孩子，不必多礼，快快请起。李培，快给王爷王妃搬椅子过来。老太监连忙让工人搬了2把椅子过来，一把放在太后床边，方便他们叙旧，另一把放得远一些，是给苏沐雪的。听闻母后身体不适，可好了些？难为我儿身子不好，还如此惦念母后。不用担心，就是些小毛病，只是李培有些太过关心哀家，有些大惊小怪罢了。确实怪老奴没有沉住气，不过当时也是紧张太后的身体，老奴这才一时失了分寸，扰了皇上与锦王，老奴该死。李公公言重了，你伺候太后尽心尽力，我与锦王感激都来不及，又如何会怪罪于你呢？轩辕龙对李培这个陪着母后腥风血雨走过来的老人还是挺尊敬的，毕竟当初他能登上帝位，这人也是出了不少的力。皇上折煞老奴了，能伺候太后是奴才天大的福分。这次因为心急扰了皇上与朝臣们上朝，不被怪罪已是恩德，可当不得感激二字。好了，事情已过，就不要再提了。孩子，
听说你叫苏沐雪？回太后，正是。是个标致的孩子，锦儿有福了。谢太后夸奖。昨日你们成婚，哀家没赶得及过去祝福，刚好今日你们进宫，就把这礼给补上吧。说完，叫掌事宫女开了库房，拿出许多宝贝赏赐给苏沐雪。多谢太后。苏沐雪望着面前一堆金银玉器和古董，没想到进宫一趟还有额外收入，道谢的声音里多了几分的真诚。你这孩子很合哀家的眼缘，以后可要常来宫里陪陪我这老婆子。姜太后满脸慈祥地说道。可不知为什么，苏沐雪总觉得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假，就像是戴了一层面具一般。心里虽然奇怪，但面上不显，装着一派娇憨，说着场面话。只要您老人家不嫌弃儿媳愚钝，就算天天进宫来陪太后，儿媳也是愿意的。到时候呀，您可不能嫌儿媳烦呢。你这张小嘴儿啊，可真像抹了蜜一般甜。天天就不用了，免得锦儿埋怨我这老婆子扰了她与你的恩爱。你若有空的时候多来转转，哀家就心满意足了。太后。好了好了，知道你脸皮薄，哀家不闹你了。姜太后收住笑，转头问儿子：你救皇帝成亲，你这个当哥的可有什么表示没啊？这个救皇帝跟弟妹成婚比较急，朕还没有来得及补上。先前来不及，现在总来得及吧？赶紧补上，不然锦儿他们两口子虽然不讲，我可不依。是朕疏忽了，这就让人去准备。轩辕龙吩咐江德海：你让人去将那雕刻有百子千孙的紫檀屏风，还有福寿双耳碧玉瓶，搬去晋王府给他们做贺礼。另外，再拿金银各1000两，玉饰若干一并送过去吧。多谢皇兄，不过金银各1000听起来不吉利，要不就各给1万吧，凑个十全十美。还有其他的礼品单数也不好，要不就都凑成双吧，毕竟好事成双嘛。皇兄，您觉得怎么样？苏沐雪笑眯眯地望着母子两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苏沐雪，对不起皇兄，是弟媳考虑不周，只想着我与夫君新婚，你送单数礼不吉利的事了，忘了考虑皇兄你的感受，真是对不起。皇兄莫怪，沐雪只是心思比较敏感，因为臣弟身子骨的原因，送丹心我会随时离他而去，所以才在成亲这件事情上什么都想配成双，还说这样才能长长久久，不至于形单影只。是臣弟拖累了他，皇兄若是要怪，就怪我吧，毕竟他也是为了我好。夫君你别这么说，是为妻不懂事，让皇兄为难了。皇兄要怪就怪我吧，别为难我夫君。轩辕龙恨得牙痒痒呀，这俩莫不是戏子投生的吧？他有说什么吗？他俩至于这样子相互领责，搞得别人还以为他多抠似的。他算是看明白了，今日这礼送了，还不能落下个好，又不能不送，心里这个憋屈呀。救皇帝和弟妹不必如此，是朕考虑不周了。现在就让江德海按照弟妹说的去办。谢皇兄。坑人目的达成的两夫妇立刻声音洪亮的道谢。哎呦，看到你们兄友弟恭，我就放心了。沉默了一会儿，太后像突然想起什么，突然脸色一变，声音里透着气愤说道：锦儿，刚刚听你皇兄说起那镇国公与敌国勾结，去锦王府刺杀你们一事，哀家听完心里真是气得不行啊！这魏云川真是好大的狗胆，连我们轩辕家的人都敢刺杀，真是灭他9族都不为过。苏沐雪跟轩辕锦暗中对视一眼，心道铺垫了这么多，正题终于来了。不过他俩并没有插话，而是静静等着太后的下文。不过这个镇国公世代忠良，有错的也只是这魏云川一人，念在他祖上的功德，不如判他个流放，就祸不及家人吧。这样也显得我们轩辕家仁义，也当是为哀家和锦儿你积福了。
你们看如何？太后，我知道你老人家宅心仁厚，可是其他都依德，只有孟云川流放这事不妥。毕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若是其他官员见与敌国合谋，刺杀我朝王爷，都只判个人流放，还家人无恙。这样子下去，若大家以后谁看我们轩辕家不顺眼，都去找敌国合谋搞刺杀，那我们轩辕家以后还能坐得稳这东离国的江山吗？姜太后跟轩辕龙闻言脸色一变，他们只想着把刺杀这件事推到敌国头上去，暂时判魏云川流放，等以后有机会了再将他放回来。没想到后续这么多。现在仔细想想，虽然他们都知道魏云川没有通敌，可别人不知道啊。若是其他官员见他被轻判，也起了通敌的心思，那东离国危矣。母后，皇兄，今日有人将这东西用飞剑射到了景王府，里面有关于魏云川私下里开采铁矿的事，臣弟不敢擅自做主，所以来皇宫的时候一并给带来了。什么？魏云川竟敢私自开采铁矿？去查查名册上这些人，看看事情是不是真的。查到了马上回朕。一道人影飘下来，捡起地上册子，立马飞身不见。因为查清楚需要时间，加上后宫不能干政，在这议事总归不好。几人告别太后，出了景福宫去上书房。唉，这事儿真是越来越复杂了。太后别太担心了，您看陛下不是听了您的意见，与景王相谈甚欢了吗？希望他是真听懂了我的话。为了苏沐雪手里那武器，哪怕是装，也必须要装着跟轩辕锦冰释前嫌才行。他的儿子他清楚，为人不太聪明，又心胸狭窄，还喜欢一意孤行。若不是他只有这一个孩子，当初也不会选择他当皇帝。相比起他，轩辕锦倒是个不错的人才，可惜呀，不是自己亲生的。太后，这景王妃手里的武器真有那么厉害吗？听皇儿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比那东西更厉害的武器。既是如此，那景王妃恐怕不会轻易透露来源之处了。所以我才叮嘱皇上，让他尽量跟轩辕锦和苏沐雪握手言和。若是能用亲情打动他们，心甘情愿交出来是最好不过的了。姜太后眯了眯眼，她一手养大轩辕锦，对他的性格了如指掌。这人能力很强，表面虽然冷漠，但却很重情义。只要一日不知道他母亲的事，看在自己的养育之恩上，轩辕锦就不会造反。若是景王妃装傻充愣，不想交出来呢？若是不交，那自然只有其他法子了。不过毕竟我是看着那孩子长大的，还是能用亲情感化就用亲情感化吧。老奴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与哀家相处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哀家的脾性吗？有什么法子就直说吧。既然如此，那太后您不如让皇上找个借口把景王的寒毒解了，这样一来，他势必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地跟随皇上的。不可，此计风险太大。那轩辕锦能力出众，年岁又轻，若是寒毒解了，难免会威胁到我儿的皇位。像他这样的人，还是病着才让人更放心一些。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改天跟皇儿说说，让他把解药的一部分拿给轩辕锦，先吊着他的命，让他不至于那么早死。等苏沐雪手中武器来源到手了，再死不迟。姜太后说完，想到苏沐雪曾经是轩辕锦书的未婚妻，遗憾地叹了口气。唉，也是太子不争气呀。若不是他目光短浅，非要与苏沐雪退婚，如今这些武器早就到咱们手里了，哪还用得着如此费心思筹谋呢？这话李培不敢接，只能默然地陪着笑。景福宫里的算计，上书房这边的人并不知道。此时轩辕锦虚弱地坐在凳子上，苏沐雪坐在一边担忧地看着他，时不时在他脸上摸一摸，生怕他身体哪里不适。其实是怕他脱妆，看看哪有晕妆，就在宽大的衣摆下赶紧用手给他抹一抹定妆。好在轩辕龙此时无心搭理他们，
他沉浸在镇国公私采铁矿的事情里，越想越心惊。阿锦，你对皇上跟太后的态度有什么看法吗？我感觉太后应该给陛下支了招，所以她今日的态度改变了许多，而且在知道我的寒毒未解之后，更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接下来她应该会想法与我示好，目的嘛，当然就是你手里的枪支来源了。他们想要我的手枪，那就给他们好了。不可，若是将手枪的来源给了皇上，他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你我。阿锦不用担心，这手枪他就算是买了，也绝对用不成。至于为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你只要知道，我现在卖给他，只是想坑一笔银子而已。而且我现在有了升级版的枪，手枪这玩意儿正好淘汰下来坑皇上，我既能从中大赚一笔，还有其他的好处。到时候来个一箭双雕。你心中有成算就好。你说的升级版，就是昨天晚上你用的那个机关枪，对不对？对，就是它。若是有了这个，那手枪的威力确实不值一提了。只是那个手枪，不知暮雪你想坑皇上多少钱一支呢？阿锦，你给我说说这里兵器的价格吧。暮雪，你有所不知，在东离国，一把普通的刀剑都要几两银子才能够买得到，更好一些的10-20两。若是精品兵器，100两上千两都是常事。像青龙高月刀、飞天鸳鸯剑这种精品中的精品更是无价，多少英雄豪杰捧着大把大把银子都买不到。不过你这枪威力虽大，但是有个弊端，就是没有子弹，等于废铁一堆。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哪怕是10000两黄金都照样能卖得出去。我知道了，那就把枪定为200两，子弹一发5两银子吧。会不会太低了？万一亏本如何是好？放心吧，我可不做亏本生意的。一支枪也就5-6千的虚拟币，换算成银子也就3-4两，卖200两他都要含泪血赚196两。到时候轩辕龙买的肯定不会是一支，买的多他就挣得多。还有子弹更不用讲，1块多虚拟币就能买1发。他到时候来个60来发起批，300两就得含泪赚290多两。这么一来，他的银库又得肥上一圈。苏慕雪喜滋滋的想，果然还是做军火生意最赚钱呀，尤其是白嫖，还能让人最后气得跺脚的更爽。到了书房，苏慕雪拿出卸妆水，让他把脸上的病妆卸了，又拿出从镇国公府拿过的银矿地图研究。他准备在镇国公被抄家之前去一趟，把里面的矿银先拿走。轩辕锦卸完妆，跟他一起看了地图。这座银矿离上京大概2-3日的路程，担心别人跟着苏慕雪会发现他的秘密，轩辕锦决定自己跟他走上一趟。为防这2日宫里召见，第2日他让玄策大张旗鼓地去把尹文浩叫来府里，还制造出他寒毒发作无法下床的假象，又安排了一个替身假扮自己，还把玄策留下来协助，这样即使宫里派人过来，也不至于乱了阵脚。一切准备就绪，2人带着暗卫在3更时分偷偷出了城，往银矿方向奔去。为了抢在朝廷前面得到这批银矿，一路上几人顾不得休息，日夜兼程，3天路程硬是让他们缩短到了2天。终于在第2天天快黑的时候赶到了银矿所在地。望着下面影影绰绰的人，轩辕锦轻声对苏慕雪说：慕雪，一会儿解决这里的人不能用你的手枪，不然容易给你带来麻烦。苏慕雪点点头表示赞同，毕竟整个东离国有手枪的只有他一人，只要留下半点蛛丝马迹，别人都会知道是他做的。站住！你们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找死？识相的赶紧滚！我是你祖宗！苏慕雪说完，猛地朝他们扔出手中迷魂伞。领头的银矿护卫身手敏捷，见他扬手飞快躲到一边，没有中招。其他人则没这么幸运，还来不及反应就倒了一大片。领头的人见状大喊：快屏住呼吸！喊完举刀就朝苏慕雪砍来。轩辕锦飞身上前，持剑挡住他的攻击，两人顿时缠斗起来。一经交手，轩辕锦就发现这个领头的护卫武功确实不错，他若不使全力，想在10招之内解决此人都有些难。虽然是敌众我寡的局面，但轩辕锦带来的人都是精英，加上苏慕雪这个助攻，一场激战很快就由银矿护卫全军覆没结束。
苏沐雪抓着最后一个人，问清银库所在位置，一个匕首将他送上西天。到了银库门口，轩辕锦支开玄一几人：“你们带着人去看看是不是还有漏网之鱼，若是有，格杀勿论。”反正这些人仗着镇国公的势力，平时没少胡作非为，他杀死也算是为民除害了。等玄一带人离开之后，轩辕锦这才护着苏沐雪进了库房，一箱箱的银块和提炼好的银子将库房堆得满满当当，看起来起码得有几百上千万两之多。哇，居然有这么多银子！阿锦，我们发财了！苏沐雪摸着白花花的银子，高兴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看他一脸满足的样子，轩辕锦忍不住笑了。我去外面守着，你把银子处理一下吧。阿锦，你等一下，我给你变个戏法。苏沐雪指着地上一箱银子喊：“收！”轩辕锦发现地上那箱银子突然凭空消失不见了。这是你的法术吗？满满一箱东西突然在自己面前消失，纵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惊骇不已。法术？阿锦，你该不会认为我是画本子里讲的什么妖精吧？轩辕锦没有吭声，竟是默认了他的话。说我真是妖精，阿锦，你会让人收了我吗？不会，我不管你是什么妖也好，精怪也罢，我只知道你是苏沐雪，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姑娘。轩辕锦回答的斩钉截铁，他的话让苏沐雪心里一怔，没想到他会在明知自己是妖的情况下，还这么坚定的维护自己，心里闪过一丝异样。所以上次你让玄策将府里的所有门神撕了，在皇宫的时候也总是带我走没有天门神的地方，这些都是因为我。对，所以沐雪，你不用害怕，哪怕你是妖，只要轩辕锦在世一天，都会一直保护你，不会让别人伤害你，哪怕是我自己也不可以。眼前的男人突然在他平静的心湖上撩拨出一圈圈的涟漪，这种奇怪的感觉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只得打着哈哈转移话题。那个，其实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妖怪，我之所以能够瞬移物品，只是因为我有这个宝贝而已。苏沐雪伸出手腕，指着手上的陨石镯子对男人解释道。轩辕锦盯着他手上乌黑古朴的镯子看了半晌，也没看出这东西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别看它外表普通，其实功能特别强大。这是一个带置换物品和储物的万能空间，我可以将任何看得到的物品储存进里面去，也可以从里面置换到任何想到的物品。而且它还有……苏沐雪将空间功能都跟他说了一遍，惊得轩辕锦睁大眼睛，半天都不眨一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沐雪，你是说这个镯子不仅可以储存东西，还可以从里面置换任何东西，而且可以种植物不说，里面的灵泉河水还可以治病解毒？是的。那这么说，你给我喝的那个解毒水就是灵泉河的水？是的，不止喝的，你泡的那个水也是灵泉河的水。还有，你的那个手枪和防弹衣，还有上次喝的啤酒，都是从空间置换过来的。轩辕锦继续追问，那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听过，更没有见过。若不是从空间里置换出来的，东离国根本就不会有。是的，不过我对空间还不是特别了解，到现在也就知道第一层可以换一些简易的武器和吃的喝的用的，第二层也才刚刚解锁了一点儿，只能置换到冲锋枪，其他的功能还要慢慢开发才行。苏沐雪现在正在努力地开发空间功能，不过到目前为止，哪怕他尽力置换物品，也只开发了2楼空间的一点点。这也是为什么听说轩辕龙想要武器，他立马就答应的原因之一。能用淘汰的武器挣钱升级空间，然后购买更高级的武器，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什么空间也太逆天了些，简直就是件人间至宝啊！沐雪，你可千万要保守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不然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恐怕都挡不住有些人的贪婪之心。苏沐雪见他说话的时候，脸上表情只有担忧，眼神也清正无比，没有半点因为镯子是至宝就想据为己有的心思。面对这么大的诱惑还能保持初心，这让苏沐雪对他印象更好了。有颜有钱有权还不贪心，生在这个以男子为尊的时代，还没有大男人主义的人真是不多见了。说开之后，
苏沐雪往空间收银子，也不再避着轩辕锦了。看着地面上的银子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消失不见，轩辕锦还是感觉好新奇。沐雪，这么多的银子，你那个空间够放吗？瞧了眼女子手上的镯子，他实在想不出这么小的东西里面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要不我试试能不能把你一起带进去看看。苏沐雪抓着男人的手想带他进空间，可惜试了好几次都不行。难道空间除了他就只能带没有生命的死物吗？不死心的他直接进空间问了008，得到的答案是他现在还没有带人进空间的权限，必须要2楼全部升级开放才能使用这个功能。我现在有的是钱，砸钱可不可以直接开放？不可以哦，主人，你必须要通过兑换才能升级的。就不能通融通融吗？不能。没辙的他想着进了空间，不如摘点果子出去给忙活一晚的大家尝尝。跑到果园，摘了一大兜的水晶原梨，用灵河水洗清，然后才抱着出了空间。刚一出来，轩辕锦就关心的上前打量他，问道：“你没事吧？”“没事，空间里面不会有危险的，只是我现在权限不够，还不能带你进去。”“我进不进空间都没关系，只要你没事就好。”“这是我在空间里摘的水晶原梨，我洗过了，你尝尝看，喜不喜欢吃？”“这是梨子？怎么跟我见过的梨子不一样？看起来晶莹剔透，很好吃的样子。”“这是改良版的，皮薄肉厚，汁水饱满，很好吃，很解渴的。”“皮薄肉厚，脆甜多汁，吃起来还没有什么果渣，比南蛮进贡给宫里的还好吃。”“再吃一个吧。”苏沐雪又递给他一个，剩下的都拿出去给暗卫们分了。他们将银库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完，确定没有遗漏之后，几人才趁着夜色往回赶。皇宫内，当影卫将查到的证据都交给轩辕龙时，他才知道魏云川竟然真的私下里采铁矿，并且偷偷卖给敌国。他气得差点晕过去，没想到他精心培养出的人竟然私下背叛自己，这简直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怒火中烧的他直接下令要将魏家满门抄斩。圣旨下来时，魏云川傻眼了。他原本以为顶多是被罚1年半载的俸禄而已，没想到等来的结果竟然是满门抄斩。“我要见圣上，我要见圣上，他不能这么对我！”“哼，硬山铁矿。”魏云川闻言身子一整个人瘫软下来，面目死灰，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魏家完了。你若认了通敌刺杀九王爷这事，圣上可为你保留一丝血脉，如若不然……我若认了，陛下真的会给我魏家留下一丝血脉吗？没过几日，镇国公与敌国合谋，在锦王爷新婚夜派人刺杀，连同当初锦王之所以中寒毒，也是镇国公与敌国合谋找人下的。如今情况核实，魏家即将被满门抄斩的消息传遍了京城。还有当今皇上为了锦王爷的身体，正在大力让御医研发寒毒解药，已经有了些许眉目的消息也一并传了出来。沐雪，你怎么看？皇帝老儿倒是聪明，竟然将给你下毒和刺杀的锅全甩到魏云川的头上。不过他这好不容易才给你下的寒毒，为什么又要提出来让人给你研制解药？还说已经有眉目，这是真的要给你解毒？为什么呢？因为明年开春，4国使臣要来朝觐见，他们这些人表面上对东离国俯首称臣，背地里狼子野心。如今魏云川被斩，我若是一直病着，京城就没人能镇得住他们了。这魏云川一直是皇上背地里扶持来保卫京城安危的重臣，若不是他私下里开采铁矿，一世居心不良，单凭刺杀一事，皇上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动他的。原来如此，这皇帝还真是狗，需要用到人家的时候就各种示好，不需要人家的时候就各种下毒，恨不得人家马上死。这种人真是欠收拾。像他这种小人给你的解药你可不能吃，谁知道他会不会在里面下另一种毒呢？聪明，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他给我的解药只能拖延毒发时间，并不会真的解除寒毒。等他的目的达到，那也就是我们的死期到了。
阿锦，到时你想如何做？我想利用四国来朝的机会，想办法去边关。只要到了那里，就算皇兄想杀我，也是有心无力。苏沐雪虽然觉得他这样退让的行为太过软弱，不过还是尊重他的想法。毕竟轩辕锦一直生活在这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迂腐年代，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想让他跟自己一样无所顾忌的看不惯就干，那真是有点难为他了。二人停下话题没多久，宫里就来人宣旨让他们进宫。传旨太监很会见风使舵，知道皇上又要开始重用锦王，为了卖轩辕锦个好，他向他悄悄透露，咱家听闻此次陛下宣王爷王妃进宫，是为了镇国公派人刺杀二位一事做补偿的。不过前2日陛下因为抄镇国公府的事大发雷霆，一会儿王爷您们进宫时可千万不要先提起这件事。谢公公提醒，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望公公收下。轩辕锦让玄策给了太监一锭银子，谢过他的好意，这才让人把他送出府去。皇帝老儿肯定是因为从镇国公府没有抄到之前的宝贝，这才心里不爽才发的火。镇国公府已经被暮雪搬得剩下一个空壳，如今因为刺杀一事，陛下还得要倒贴银子赔偿给锦王府，不发火才怪。阿锦，等赔偿银子到了，我再把前些日子得到的银子都拿出来，咱们一人一半分了吧。暮雪，这些银子都是你的，我不要。你若是还需要银子，我库房里的银子也任你拿走。这不行，这可是我们一起挣的，理应有你一半。你若不拿，我下次可不敢再让你一起去了。暮雪，你也看到我的情况，皇兄随时都有可能对锦王府发难，银子放在府里也不安全。不如这样吧，银子就放在你那收着，以后我若有需要再找你拿，这样行吗？这么信得过我，你就不怕我把银子拿着跑了吗？这天下若是连你都不能相信，我不知该相信谁了。阿锦，谢谢你的信任，我苏沐雪也一定会对得起你这份信任。2个孤独漂泊的灵魂，此刻终于找到了可以卸下防备、相互取暖的人。夫妻2人来到朝堂，朝着皇上拱了拱手，拜见皇上。免礼。为了不让2人在面前给自己添堵，轩辕龙快速说出找2人进宫的理由。九弟、九弟妹，朕已经查清楚镇国公勾结楚国，欲要杀你们一事的缘由。不过如今魏云川已经被判满门抄斩，无法向你们赔罪。朕决定就给你们1000两银子做补偿吧。陛下，这魏云川派了几10名高手来我王府刺杀，害我府人死伤无数，破坏的财物更是众多，更别说他害得我家王爷差点毒发身亡，不知道用了多少金贵药材，这才将他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这1000两银子怕是连赔偿府人都不够，更别说我们家王爷了，他的命难道才值1000两吗？锦王妃，你想要多少？俨然是气得连弟媳都不想喊了。苏沐雪才不在意他喊什么呢，听到这话连忙伸出2个指头。2000两。轩辕龙松了口气，还好没有狮子大开口，谁知他那口气还哽在喉咙没有彻底放下，就见苏沐雪摇了摇头。2万两。轩辕龙差点把龙椅的把手都捏碎了，苏沐雪还是摇头。你到底想要多少？200万两银子。苏沐雪此话一出，朝堂上一片抽泣声。200万两，这锦王妃可真是敢要啊！锦王妃，你不要太过分。为啥这能算作过分呢？我锦王府差点被满门杀死，我家王爷差点因为此事而毒发身亡，而且追究起这毒还是魏云川给下的。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家原本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王爷，因为这该死的毒，现在做不了半点事情，还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这镇王府不该赔偿他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人工损害赔偿费、营养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养家糊口费吗？还有杀那60个刺客的人工费和搬运费什么的，这桩件加起来，只要200万两的赔偿就已经是友情价了，更别说王府里其他因为刺杀受到了伤害的人需要的安置费用了。若不是镇王府现在已经被问斩，
我非得让他出千八百万两，赔个底朝天来不可。他这一通各种费用算下来，只把上朝的大臣们说的是一阵脑仁嗡嗡疼。他们怎么不知道独个人还会有这么多名目的费用？不过幸好被讹的人不是他们，不然他们可没那么多家底儿来赔。他们心照不宣地望了眼龙椅上被讹到脸都变成猪肝色的大冤种帝王。众大臣心里一致决定，回去就叮嘱家人，没事千万不要惹锦王妃。不，就算有事也憋着，最好见到他都绕开8丈远去，免得被讹到倾家荡产。苏慕雪，你放肆！这不是摆明在讹人吗？你休想拿到1两银子！你刚刚喊我什么？我叫你苏慕雪怎么了？难道还叫错了吗？轩辕锦书仗着自己是太子，以为苏慕雪不敢拿他怎样，开始大放厥词。在朝堂之上讹人，真是个无知的妇人！父王，像这种人就应该拉下去打他30大板，以儆效尤。轩辕锦书的话音才刚落，苏慕雪抬手就给了他几个大逼斗。哼，真是一段时间不打，你这皮就紧得很。你也真是的，打人干嘛要亲自用手，多疼呢！下次先提醒一下，为夫把鞋子脱给你打，这样不伤手。我是堂堂太子，你个悍妇怎么可以打我？你是太子不假，但我是你的皇婶，自古长幼有序，你目无尊长，出口就对长辈不敬，我教训你一个小辈，难道不应该吗？堂堂一国太子，除了对长辈不敬，还敢妄自替圣上做主，什么叫休想拿1两银子？怎么，难道你一个太子的权力比圣上还要大？还是你早就想登上那个王位好久了？苏慕雪巴巴一番话，说的轩辕锦书面色发白。他抬头望了眼龙椅上神色莫测的帝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喊：父皇明鉴啊，儿臣绝对没有此等心思，都是是皇婶胡言乱枝的。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起来滚到一边去！轩辕龙心里很不痛快的怒斥儿子，这蠢货是又菜又喜欢出风头，当初怎么就眼瞎选了他当太子呢？皇兄，既然太子说我讹人，这口气帝旗咽不下，不如咱们重新审理前镇国公行刺王府给我家王爷下毒的案子吧。刚好我也可以将这2年多来景王府为给王爷解毒花费多少银两的单据都整理出来，看看一共花了多少。帝旗也不多要，到时候算出来多少银子，你直接让户部从魏家超出的银子里划给我们就好了。弟媳说的是哪里话？朕相信你。镇国公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重新劳师动众也不好。不过这件也确实让锦王府的人受累了，200万两就200万两吧，明日朕就让人送去王府退朝。再不走，他怕看到苏慕雪那张得意的脸会失去理智要揍人的。一路上，江德海小心翼翼地跟在主子身后，连大气都不敢喘。他知道皇上是为了什么生气，除了被锦王妃气的，还有就是为了抄镇国公府的事情生气。说出来都没人会相信呢。当初抄镇国公家的时候，翻遍了整个王府，里面所有东西加起来还不到30万两。当时皇上因为此事发了好大的一通脾气。翌日200万两到手的他心里高兴，想到前些天承诺过南烟和顾罗，等镇国公府的事情了结了，请他们过府来吃好吃的。轩辕锦听说他要邀请朋友吃烤串，心里一动，问自己能不能也请几个朋友一起来。苏慕雪满口答应。元州啊，听说你要请我们吃什么烧烤啤酒，这是什么玩意儿？好吃吗？快端出来，让我们尝尝。这我可端不出来，一会儿你们得亲自动手烤。啊，还得我们自己动手？你确定这是请我们吃东西，不是请我们做苦力？再说了，火做出来，你们确定敢吃吗？陆承风哀嚎，让他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世子爷自己动手做吃的，就算他敢做，别人也不一定敢吃啊。谁要吃你做的？是个人弄来个人吃，所以你就算是烤成屎，那也得自己咽。不是，轩姐，我看你这根本不是诚心请吃东西，而是真心想让我们饿肚子吧？若果，你说是不是？没事儿，不就亲自动手做吃的吗？我还没有尝试过，现在啊有机会体验一下也挺好的。
况且我对自己的动手能力很有把握，相信不会做得太难吃。陆成风原本想拉着好友一起调侃轩辕锦，没想到这个队友压根就不站他，还故意气他。成风，你若是怕自己考不好饿肚子，要不就先回去。切，齐若谷，你小看谁呢？小爷我天资聪颖，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不就是个什么烤肉吗？能难得倒我？造房要从哪边走？远州，你来带路，看小爷今天给你们露一手。花园，花园，你确定？烤肉。齐陆二人异口同声，他们实在想象不出怎么样的肉要去花园里烤。一想到那些千娇百媚的花会沾上世俗的烟火气，两个世家子弟突然就不淡定。哎，远州啊，要不你还是先把那2盆碧玉牡丹和百雀朝凤送我，我包到马车上去吧。我只要那盆宏伟狮子球就行了。要么去花园烤肉，要么滚，你俩选一个吧。是，不给就不给吧，我们来都来了，哪里还有再赶客人回去的道理？说出去对你影响多不好啊。程峰说的对，我们可不能让你堂堂战王背上个小戏的名声。他如今对那个烧烤配啤酒好奇的很，没吃到是绝对不会离开的。三人一路斗嘴，一路往花园走。陆琪二人跟着走进花园，看到几个丫鬟打扮的女子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反而3个穿着华服的女子围在一个奇怪的灶台边，手里还拿着长长的签子上下翻动，嘴里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一股淡淡的白烟在他们翻动的签子上方缓缓飘动，随着烟雾飘散开来，还有阵阵香味儿，让他俩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两人认出站在中间那个正是好友那响彻京城的娘子苏沐雪，连忙收起刚才的不正经，对着他行礼喊道：嫂夫人好，嫂夫人好。沐雪，这个是晋国公世子陆成风，手拿折扇那个是安国公世子齐若谷。陆世子，齐世子好。这是我的娘子苏沐雪，她性子单纯，你们俩以后可要帮我多照应着，不准别人欺负她。陆成风、齐若谷白眼都要翻到天上了，单纯，别人会欺负他？两人有些实话，怎么好友口中的锦王妃和父亲说的那个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的不一样呢？难道不是同一人？沐雪，你刚刚跟他们说话都不紧张的吗？不过就是几个男人而已，有什么好紧张的？又不是什么3头6臂的怪物，怕他们做什么？唉，我好羡慕你的胆量。我从小就被家人教导，说男女7岁不同席，见了外男也不得抬头，更不得出声搭讪，不然就是有违女德，要被人非议，让家族蒙羞的。对，我有一个堂姐，就因为跟外男说了一句话，差点被家里人打死了。后来不知怎么的，传出说她不守妇道，到处勾搭男人，结果未婚夫就过来退了亲，最后被逼得跳了井。说起那个堂姐，顾罗就心里一阵难过。那么温柔的一个姑娘，就这样被流言逼到跳井而亡。这个时代对女子真是太苛刻了。唉，咱们女子的命啊，就像是浮萍一般，若是运气好，嫁到一个好夫君，还能相敬如宾的过一辈子；若是命不好，嫁到一个差男人，就只能悲戚的过完这一世了。嫣嫣、罗罗，其实咱们女子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些所谓的封建3从4德，不过是男人用来束缚女人的枷锁而已。我知道有个地方，那里的3从4德可不是你们这样的。啊？那是怎样的？那里的3从4德指的是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4德是打不得，说不得，骂不得，惹不得，还给男人立了规矩。为了增加效果，苏沐雪不仅将现代改编过的新3从4德讲了一遍，还把几条规矩也给他们讲了一遍。咱们虽然是女子，但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要记住一句话，叫我命由我不由天。选男人一定要自己看过满意才答应，就算一时看走眼也没有关系。男人好，便与他相守一世，白头到老；若是不好，那就直接换了他。娘家若是不收留自己也没有关系。世界那么大，离了他们，咱们女人照样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接着，苏沐雪给他俩讲述起现代女人如何经商，闯出一片天地的故事，又讲了夫妻关系应当讲究男女平等，一生一世一双人，若双方感情破裂，女人也可以大胆地提出离婚等等。
南烟跟顾罗听的是目瞪口呆，他们从小听的最多的就是女子在家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苏沐雪这番话简直让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哎，元正，嫂夫人这样讲，你难道不生气吗？为什么要生气啊？嫂夫人说那什么三从四德规矩，还有女子可以出去挣钱养家，还有什么男女平等，不准男人纳妾，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如若不从就要和离。这些话简直就是不把男人放在眼里，你能忍得下？沐雪说的没错呀，男人能给女人立规矩，要求三从四德，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反过来要求呢？男人能去外面挣钱，凭什么女人就只能依靠男人而活？至于感情，本来就应该双方平等。若是真心喜欢，眼里就该容不下一粒沙子。一生一世一双人，这本就是正理。若是他出言让我纳妾，我才要怀疑他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你真的能忍受他年老色衰、漆皮鹤发的那一天吗？不止陆承风心有疑问，就连齐若谷同样好奇的等好友回答。等他年老色衰的时候，我不也一样老了？那怎么能一样呢？男人就算到了80岁，只要有才有势，照样可以娶到年轻的黄花女子，何必要委屈自己对着一个垂垂老矣的妇人呢？有才有势确实可以得到年轻女人的身体，可那只能是交易，根本得不到相濡以沫的感情。相比起身体上的快感，我更喜欢与心爱之人一起慢慢老去，与他生同青，死同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另外一边，跟好友喝着奶茶，吃着烤串，愉快聊着天的苏沐雪此时还不知道，在他的影响下，往后的东离国京城里又多出几对夫妻恩爱的佳话来。沐雪，你弄的这个波波奶茶太好喝了，比那个啤酒还好喝。喜欢喝，一会儿再给你们打包一杯回去慢慢喝。只是这东西过夜容易吃坏了肚子，不然我就给你们每人多拿一点回去了。不过也没有关系，你们要是想喝就过来找我，到时候我多弄一些其他口味的出来，保管你们也喜欢。那感情好，以后我们可要经常来锦王府找你玩，到时候你可不许嫌我们烦哦。来吧来吧，天天来都没有问题。哎呀，天天就算了，你不嫌烦，就怕有人嫌我们烦呢。放心吧，阿锦为人很温和，不会嫌你们的。你说九王爷为人很温和，你确定吗？确定啊，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见过有比他脾气更好、更有风度的男人了。哪个姑娘要是嫁给他，那可就有福了。哎，沐雪，你不就是他的王妃吗？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姑娘？你难道不想追求一生一世一双人了吗？那个，其实我们只是因为不能说的秘密假成婚而已，并不是真夫妻。你们俩要记得给我们保密呀。哎，这是自然，我们一定会保守秘密的。不过，沐雪，你怎么就答应与他假成婚呢？这样多影响到你的声誉呀。是呀，沐雪，既然是假成婚，还是找个借口和离了吧。若是你担心没有地方住，我名下还有一套宅子，你可以搬去那儿住。沐雪，你还是听嫣嫣的吧。我虽然没有宅子，但是这些年也攒下了些提己，明日我就让人给你送过来。两个姑娘是真心问苏沐雪打算，让她心里一阵感动。谢谢你们，不过阿锦帮了我许多，所以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我暂时还不能走。等时机到了，自然会离开。他现在手里大把的银子，想买宅子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之所以还不离开，一来是为了帮轩辕锦的忙，二来嘛，他还有私心，需要观望一下才能做决定。三个姑娘自以为说的小声，可内容全部被另外一边的三个男人听去了。假成婚？皇上又用什么手段逼你了？让你不惜找个女人假成婚？陆二愣子，皇上又不是第一次逼他，你见过哪一次是需要假成婚来逼过的？对哟，依远州这又冷又硬还是白切黑的性子，若不是他自己愿意，谁能逼得了他呢？黑远州，快说说你们为什么要假成亲啊？在我这里没有假成婚，只有真夫妻。这顿烧烤一直吃到日落西山才宾主尽欢的收场。
彻底喜欢上啤酒的陆琪两人还不要脸的连吃带打包，一人拿了一件，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时间犹如白驹过隙，四国已经来信，敲定好来朝的日子定在来年的4月。皇帝为了让轩辕锦能够帮助维持京城的秩序，把一半的解药交给太医院院正，让他充当新研究出来的解药拿给轩辕锦，并叮嘱一定要亲眼看他服下。王爷，下官已经制作出压制你体内寒毒的药了，虽然还不能全解你身上的毒，但是能让你的身体比现在好上1半不止。您先服用着，后续我们会再慢慢研制，争取早日将您身上的另一半毒解了。谢谢郑太医，辛苦你了。见院正站在原地还不离开，还有何事？王爷，这个药要趁早吃才更有效果。轩辕锦闻言没有多说，快速把药往嘴里一放，连茶水都不用。只见喉结上下滚动，俨然已经把药吞了下去。等他走得不见人影，轩辕锦把藏在指缝的药丸拿出来，吩咐玄策：去把王妃请过来。没过多久，苏沐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阿锦，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其实也没什么大事，用不着这么着急跑过来。来，先喝点水吧。不喝了，有什么事你说吧。太医院那边把药拿来了，你看看有什么不妥的没有。苏沐雪接过药，从上面揪了一点碾开，仔细闻了闻。这药倒是寒毒的解药，不过里面加了千机子，只要你服用此药，即使解了寒毒，也会中另外一种。这种毒不会要你的命，但是会让你无法使用内力，一旦使用就会钻心的疼。阿锦，你这皇兄真是好歹毒的心思啊。沐雪，还得麻烦你把中了千机子该有的样子告诉我一声。这个没问题，等你出门的时候，我帮你按照中这种毒的样子画一个病容砖就行了。谢谢你，沐雪。我们之间说谢就太见外了些。沐雪说的对，我以后再也不说谢了。哇，阿锦，你笑起来真好看，以后别整天再板个脸了，要多这样笑才行。好，只要沐雪喜欢，我以后会经常笑，只对你一个人笑。轩辕锦充满磁性的声音低语道，深邃的目光带着烫人的气息落在姑娘脸上，让她不自觉地感到一阵脸红心跳。苏沐雪有些受不了他这样无意识的撩拨，心里直呼他们要死了要死了，这男人长了一双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眼呢。沐雪，你怎么了？脸为什么这么红？是生病了吗？我没事儿，是天气太热了。啊，原来是这样。可现在不是已经中秋了吗？怎么还会这么热？那个，可能是我刚刚穿的有点多，又一路跑过来，所以比较热。我现在回去换衣服了，阿锦再见。苏沐雪说完就朝自己的院子里跑。若是她此时回头就能看见身后的男人正朝她的背影露出一丝得逞的微笑。等女人离开，轩辕锦收起脸上的笑，瞧了瞧窗边的花盆，看来只要他在京城一天，皇兄对他的猜忌就不会少。没过几日，轩辕龙打着关心九皇帝的借口，邀请轩辕锦夫妇进宫。进宫前，苏沐雪按照中了千机子的症状，给轩辕锦调整了一下妆容。我只是觉得沐雪你这化妆技术真是太神奇了，若不是我早就知道是你画上去，恐怕都会以为自己真的中了千机子呢。那是当然了，不是跟你吹，我这技术可比所谓的易容术要便捷方便很多，而且相似度可以达到90%以上。两人说说整理好了，一起出了王府，坐上早就准备好的马车往宫里赶。太医院给的解药九皇帝吃了吗？感觉如何？可有什么不适啊？多谢陛下关心此药，臣弟已经好多了，并无不适。啊，那就好。咱们是兄弟，关心你是应该的，九皇帝不必见外。朕观九皇帝的脸色确实比以前好上很多呀，脸上也多了一些血色，如此甚好，甚好啊！你身体好起来，朕也就放心些了。苏沐雪在旁边听得心里暗自冷笑，狗皇帝可真够阴险的，明明暗地里给人家各种下毒，恨不得人家死，面上却非要装出一副好哥哥的样子，
真是够虚伪。不知道皇兄叫我们夫妻2人过来是有何事呢？哦，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看看你的身体如何了。对了，这4国来朝的日子快到了，朕听说月见、鹤羽、镜花、流萤几国来的皇子皇女们，那可都不是善茬啊。他们若是在东离国出了差池，只怕会引起2国交战哦。如今魏云川已斩首，你是咱们东离国的战王，到时候京城和外宾的安危，朕就交到你手上喽。你可一定要守卫好，不得半分差池啊！如若不然，休怪朕不念手足之情，唯你是问。苏沐雪听不下去了，陛下可真是打得好算盘呢，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来了。合着我家王爷生着病操持4国事务，还要保卫京城安危和外宾们的安全，劳心劳力不说，这做得好半分好处捞不到，做不好就要为他试问。这样的好差事，你还是交给别人去做吧。我家王爷不是冤大头，做不来这样的活计。哎，弟妹，旧皇帝同是皇家人，自然应当承担起保卫皇家的责任。做得好是他应做的本分，做得不好当然需要责罚，怎可因为一点小小的得失就推卸责任啊？你少给我搞什么道德绑架！告诉你，我不吃这套。阿锦是皇家的人没有错，但皇家人又不是都死绝了，只有他一个，凭什么要他一个病人来承担这些？苏沐雪，你放肆！竟敢诅咒皇家人，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轩辕锦见状，连忙上前想护住女人，被他一个眼神制止了。轩辕锦明白苏沐雪的意思，他顾及百姓，不想跟皇帝撕破脸。若是此时出面，就打破了这个平衡。要不要试试看？轩辕龙被气得差点吐血3声，但现在又确实不敢动苏沐雪，因为这个女人真的能让他试试就试试。不能奈何苏沐雪，轩辕龙只好把火气对准静立在一旁的男人。他这样你也不管一管？没法管。你是他的夫君，是他的天，怎么就没法管？因为当初成亲时，他不仅给我定了3从4德，还立了规矩。什么？给你定3从4德，还要立规矩？对，皇兄你想听吗？听，为什么不听？他倒要瞧瞧，看轩辕锦能不能说出一朵花来。既然皇兄想听，那我就先说3从4德吧。娘子说3从，是指对夫君要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4德嘛，是指夫君对娘子说不得，骂不得，打不得，惹不得。还给我定了6条规矩。第1条，老婆永远是对的。第2条，如果娘子错了，一定是夫君看错了。第3条，如果夫君没有看错，那一定是想法错了。第4条，如果夫君没有想错，只要娘子不认，那娘子就没错。第5条，如果娘子不认错，夫君还说娘子错，那就一定是夫君的错。第6条，如果娘子认错了，那就参考第1条。轩辕锦刚把话说完，就看到自己皇兄仿佛变成了一根木头，面色像蜀地有名的戏法变脸似的，先是震惊，接着不可思议，最后变成一言难尽。这样你也答应？像我这种身中剧毒，过了今天可能就没有明天的人，难得有个姑娘能看上我，已经很好了。我没得挑不是吗？再说了，沐雪提的这些要求，虽然在别人看来很过分，但是在我看来还好。毕竟娘子是娶来疼的，她开心，我也就开心了。所以，就算她胡来，你也不管？在我心里，我永远遵守规矩第1条。轩辕龙顿时气结，规矩第1条，他娘子永远是对的，所以这是不承认苏沐雪是胡来呗。你若不加管束，就不怕他这样下去会招来杀身之祸吗？我虽然顾全大局，但是沐雪是我的逆鳞，谁若是敢动他，我就算赔上整个锦王府，也要奉陪到底，尽管试试。兄弟2人目光里刀光剑影，互不相让地注视对方半天。
过了许久，轩辕龙这才率先移开目光，讪笑着打着哈哈。哎，皇兄只是开个玩笑，九皇帝怎么就当真了啊？轩辕龙当然不敢轻易的跟这个弟弟撕破脸。虽然这2年他接手了清霄军，可里面还有许多将士，他们心里只认轩辕锦这个战神。啊，刚刚是为兄想差了，九弟妹提醒的是啊。这样吧，只要九皇帝到时办好了这次4国来朝的事，朕就赐你们纹银1000两，黄金100两，如何呀？皇上，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这么劳心劳力的事情，只给1000两银子，100两黄金，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少得10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另加一个条件，不然这差事，皇上你还是交给别人吧，我家王爷干不了。王妃，你这简直就是趁火打劫！既然皇上不答应，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跟夫君就不打扰你去找其他人了，拜拜。苏沐雪见他不乐意，直接拉着轩辕锦就要走。轩辕龙看着半点不给他面子的2人，气得直冒青筋，面容扭曲。他若是能找到其他人处理此事，还用得着他夫妻俩受这个气吗？等等，就按你的意思来。1万两银子，1000两黄金，那就等于2万两白银呐。他的国库经得起几次这样办，更别说还是一个未知条件，真是亏大了。轩辕龙眼睛转了转，决定附加个条件，让轩辕锦先办事，至于给银子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说。首先讲好，我们要先拿到金银再做事。至于条件，我还没有想好，这个可以以后再说。你不要太过分了啊！市场哪有事情还没办就先收银子的道理啊？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我的宗旨就是先给钱后办事，你要同意就给钱，不给我们就走。不过先说好，只要我们出了这道门，你若再想要我家阿锦办这事儿，那也可以，但是得加钱。九皇帝，做事的是你，难道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了吗？做不了，我都听娘子的。哎呀，我们轩辕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怕娘子的货？你瞧瞧你现在，还有一点男子气概吗？清霄军的那些将士若是知道他们崇拜的战神其实就是个窝囊废，心里会作何感想？见平日冷冰冰的男人，此时却只顾着盯着娘子，眉目含情。轩辕龙气得差点没吐血。轩辕姐，你有没有听我在说话？他们又不是我的娘子，失不失望干我何事？我又不跟他们过一辈子。轩辕龙觉得他跟这2夫妻是8字犯冲，再讲下去只怕自己要先被气死了。望了眼半点不妥协的苏沐雪，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先给这些金银也可以，但是你得把卖手枪给你的人的信息给我。这是另外的信息，得加钱。你想加多少？1万两。5000两。15000两。你怎么还往上涨价的？再讲就2万两了。轩辕龙迫切想知道手枪的途径，只得妥协，朝江德海招招手，让他拿银票过来交给信王妃。哼，皇上大气。苏沐雪笑嘻嘻的接过来，认认真真数了数，25000两银票，1000两金票，一分不少。没想到他数完之后，又递给轩辕锦。阿锦，你看看这是不是真的？轩辕龙、江德海2人脸色都很不好看，堂堂一国之君呐，给出的银票会有假，真是太侮辱人了。看过了，确实是真的。那我就放心了。锦王妃，现在可以说了吧？当然可以。你听好了，卖手枪的人告诉我说，他们住在东海之东，是一个叫长留的门派，他们的掌门叫白子画，好像门派还不小，而且里面的人个个都身手不凡。哦，这东海之东怎么去？他们可留下什么路线图没有啊？这倒是没有，因为他是编的，怎么可能有地图？东海之东想来也不近，又没有路线图，你又是怎么跟他们联系并且交易的？你傻呀，
我跟他们交易又用不着去东海，要线路图干什么？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联络的呢？用纸条传递啊。传纸条？你没见过他们人吗？没有。既然没有见过他们，那你是怎么认识他们？又是如何让他相信你的？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刚好救了白子画的心上人花千骨姑娘，他们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所以给我留了2把手枪和联络的方式，说只要我把需要的东西亲手写在纸条上，和银子一起放到指定的地方，他们就会把东西送过来了。把你们联络那个地方告诉我。轩辕龙打算做2手准备，派人去东海之东找一找那个叫长留的门派，另外派人去那个地方留纸条看看。告诉你也没用，他们只让我亲自写的纸条。哎呀，你只要把地址告诉我就行了，有没有用你不需要管。轩辕龙听不进去，不管如何他都得试试，不能让这个女人牵着鼻子走。那行吧，信息费1000两。你掉进钱眼里了吗？刚刚才给了你15000两啊！刚刚那个是地址费，我已经告诉你了。现在这个当然是另外算了，这个只收1000两，已经是友情价了。给还是不给，你自己决定。我不强买强卖。苏沐雪做出一副公平买卖、讲究你情我愿的样子，末了还好心的提醒：不过我要提醒你，不是我写的纸条，他们很大概率不会收到。所以这个信息你要还是不要，一定要想清楚了，不要到时候怪我没提醒你。这个你不用管。蒋德海，给他银子。轩辕龙真是要被他气坏了，坑他一次又一次，偏偏他还不能拒绝，只要有一丝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江公公，我要银票哈。嘿嘿，又白捡到1000两，这趟进宫收获可真不错，希望皇上没事多喊他进几趟宫，这样他的荷包就更鼓了。拿到银票，他爽快地把地址给了轩辕龙。西山城隍庙，把纸条放在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上次他跟轩辕锦出门时经过，门前空地宽阔，适合交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轩辕龙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找了个借口打发他俩离开。等2人身影不见之后，他提笔写了一张求购手枪的纸条。蒋德海，让影衣带人打听东海之东怎么去，另外让人把那张纸条放到西山去。是。宫外，轩辕锦坐在马车上。沐雪，你刚刚的那番话都是骗皇上的吧？那当然了，我就是想坑他的银子，谁让他老是害你，总得拿回点利息不是吗？再说了，这皇帝老儿还想撇开我直接跟别人交易，怕是还打着过河拆桥的主意呢。真是长得丑还想得美，我不坑得他底儿掉，都算是我善良。你难道就不怕他找不到地方，回来发现被骗，到时候找你退银子算账吗？怕什么？反正地址我已经告诉他了，找不到那是他手下办事不力，与我无关。至于钱嘛，既然已经到我口袋，那自然就是我的，哪有再拿出来的道理？他若想算账，那就来呗，难道我还会怕他不成？你难道没有跟女子接过吻吗？啊？什么？我说你没有跟女孩子接过吻吗？没有，从来没有。啊？不是说你们男人14、15岁家里就会给安排通房丫鬟的吗？你身为王爷，难道会没人给你安排？我13岁就上了战场，一直到20岁都是在军营里度过的。刚开始做小兵，住的都是大通铺，做了将军之后，我又一门心思都扑在如何带兵打仗，减少士兵伤亡上，没有时间，也根本不去想这些事。后来中了寒毒回京，太后跟皇兄想往府里安插眼线，曾想给我安排通房和王妃，不过都被我拒绝了。一是我不想被人监视，二是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共度余生，不想像别的男人一样妻妾成群，过着只有欲没有爱的日子。你的意思是，你想一生一世一双人？当然，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才是我一直想要并且追求的伴侣形式。没想到我们的爱情观竟然这么相似，有没有兴趣跟我谈一段恋爱呀？啊？不愿意就算了，我其实也是开玩笑的，做朋友挺好的。我愿意。啊？
暮雪，我愿意跟你谈恋爱。轩辕锦定定地望着他，桃花眼里是无尽的深情。饶是脸皮厚如苏暮雪，也被看得面色发红，心中小鹿乱撞。为了不被比下去，他也不甘示弱地睁着漂亮的眼睛与他对视。马车里的温度随着他俩的对视渐渐升高，两人的脸也越贴越近，直至最后再无一丝缝隙。彼此错落的呼吸声缠绕在马车里，最后飘散在精美的雕饰中。皇宫，轩辕龙一连好几天让人往西山城隍庙的树洞里放纸条，可每一次纸条都是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根本没有人来取过的痕迹。陛下，恕奴才斗胆。你讲。奴才想，有没有可能是景王妃在说谎？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会去城隍庙拿纸条呢。那个女人狡猾无比啊，你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若景王妃真的在撒谎，那是不是意味着她手里的枪其实只是侥幸得来，实际上连她也找不到买手枪的人呢？也有可能是她不想交出手枪的来源。皇上圣明。江德还想了想，也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可现在都只是我们的猜测，根本就不能确定是不是景王妃在撒谎呀。想要知道她是不是撒谎很简单，只要我定出数量让她去购买，到时候再找个轻功高强的人偷偷跟在她身后，我就知道了吗？皇上英明。一连好几日过去，皇宫里没有派人来找茬。刚刚互相确定心意的苏暮雪跟轩辕锦乐得在王府里悠闲的谈谈情说说爱，日子过得很是惬意。这日轩辕锦出府，为了年后四国来朝之事做准备。苏暮雪闲着无聊，想到这些日子都没有仔细打理空间，趁着现在有空进去打理一番，顺便看看前些日子种的东西怎么样了。他交代兰儿守在外屋，闪身进了空间。嗨，小八，好几天不见，现在空间里有没有什么更新的玩意儿啊？主人你要吗？这些不是以前就有的吗？这次的土豆和稻子都是最新改良的品种，不仅吃起来口感更好，产量也更高。主人你可以种点来试试尝尝。在屏幕上挑挑拣拣，兑换了土豆还有各种蔬菜种子，跑出去种到外面的荒地上，又浇了点水，这才返回屋子，对着屏幕挑选一些日用品，就准备离开。主人，2楼现在有变化，您不去看看吗？什么变化？您上去看看就知道，说出来就不惊喜了。你确定是惊喜，不是惊吓？沿着楼梯上了楼，进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型武器库，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冲锋枪样品。除了这间屋子，其他区域灰茫茫的一片，属于未开放的，他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这跟上次也没什么区别呀。008难道是在骗我？苏暮雪手指抚摸着屋里的武器，自言自语的嘀咕，并没有注意到脚边突然的生物。我操，这是什么鬼？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竟然从那双蠢萌蠢萌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委屈。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来这里的？哼，我不是个东西。哎，我是个东西。不是东西。啊不，是东西。听到他开口说话，苏暮雪先是惊讶了一下，不过随即又释然开来。这里是空间，既然都逆天到能兑换现代武器了，那动物能说话也没什么好好奇的。但你搞清楚了没？你到底是个东西还是不是个东西呢？哼，臭主人，我不是个东西。哎不，哎呀，我是这里的空间器灵，是器灵。哎呦，小气灵，对不起啦，刚刚都是姐姐的错，你就原谅姐姐吧。改天姐姐带你出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吗？真的？你真的会带我去吃好吃的？好吧，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那我就勉强原谅主子好了。叫什么主子啊？乖，叫姐姐哈。哎，对了，小气灵，你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有名字，
姐姐，你帮我取一个吧。要不叫你小花吧？我是雄性。这样啊。作为一个取名废的苏沐雪挠了挠头，那叫你小白、小红、小黄、小绿。切，都不怎么样，重新想一个。都不喜欢呀。啊，气跟七比较相近，要不叫你小七吧？行，那就小七吧。小气灵立马拍板，生怕迟了会被取到奇奇怪怪的名字。姐姐，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吃东西呀？你能从这里出去吗？还是你想吃什么告诉我，姐姐再给你买回来。我能出去的，一会儿我变小一点，你就可以放在身上把我带出去了。你还能变小？那是不是也能变大呀？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变给姐姐看。苏沐雪眼前一亮，没想到新到手的气灵还有这个功能。姐姐，让我陪你一起出去吧。我可以带你出去，不过到了外面，你凡事都必须得听我指挥，不可擅自行动，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现行，做得到吗？可以的，我一定听姐姐的话。你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叫我撵狗，我绝不追击。行吧，那你变小一点，我现在带你出去。我变成姐姐的手环吧。小七说着，身形快速缩小，最后变成一条五彩的手环缠在女子手上。嘿，姐姐怎么样？若是不喜欢，小七再变成其他的。挺好看的，就这样吧。说完，带着小家伙闪出空间，回到自己的卧室。此时已是下午，肚子也有些饿了。小七，你喜欢吃糕点吗？糕点是什么？我没有吃过。他作为空间器灵，从来没有离开过梦幻空间的2楼，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糕点。很好吃的，我叫人端点过来给你尝尝。苏沐雪听说他没吃过，连忙叫兰儿去灶房端了几盘糕点过来。小七，想吃哪个自己拿。闻到香喷喷的美食，小七立马从苏沐雪的手腕上下来，变成平常大小，对着盘子闻了闻，用头指着其中一盘栗子酥。姐姐，我要吃这个。苏沐雪直接将整盘端给他。第一次吃点心，小七吃得津津有味。小七，你们气灵也是要吃东西的吗？我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不过相比不吃，我还是更喜欢吃，因为吃东西会让我心情愉快，还有一种满足感。沐雪，它是你的宠物吗？它叫小七，是我的空间气灵。像新得到玩具般的孩子，开心地向他分享自己的宠物各种功能，最后要征得他一句认同。怎么样，好看吗？还不错，实用就好。轩辕锦挑了挑眉，没想到这小家伙能变身，主要是会飞，倒是弥补了沐雪不会轻功的弱点。有他在小姑娘身边，他也能更放心一些。这么一想，再看小七时也不觉得那么丑了，觉得他虽然长得潦草，但看久了还挺萌的。小七，你会变身会飞，那会打架吗？你问我一个灵气会不会打架，这不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告诉你，小爷我不仅会打架，还很擅长呢。说完，他伸出2只小爪子在空气中示威似的划了，可爱的小模样看得苏沐雪又想伸手去撸他了。轩辕锦连忙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雪儿，尝尝这个菜，味道如何？面对心上人的好意，苏沐雪只好打消离桌的念头，专心吃起饭来，期间还不忘给男人回一筷子菜，礼尚往来。雪儿，皇后过2日要在御花园办赏花宴，陛下下旨，各大家臣的家眷都要参加，你想去吗？赏花宴一定要去吗？你若是不想去，那咱们便不去吧。其实御花园的花也就那样，也没什么好看的，况且那些深宅妇人整日屁事不做，凑在一起就嘴上功夫了得，实在是无趣。我们若是不去，那岂不是等于驳了皇上与皇后的面子？驳便驳了呗，到时候随便找个过得去的借口搪塞一下就好。还是去吧，我还没有见过赏花宴是什么样的，心里有点好奇呢。
薛元锦见他想去，也不再劝说。大不了到时候安排2个女侍卫护着他，加上有自己照看，横竖不让别人欺负他就是了。到了赏花宴这天，薛元锦带了2个身材苗条的侍女过来给苏沐雪。雪儿，这是青竹和墨花，2人从小在王府长大，你可以放心使唤。他俩有些功夫在身，你带着一起去宫里也好有个照应。行，那就带上他们吧。到宫里一切听王妃吩咐，他若是有半点差池，你们提头来见。是王爷，属下定会拼死保护王妃，不让她受半点伤害。行了，阿锦，让他们起来吧，我不会有事的。还不快谢过王妃？谢王妃。快起来吧，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对我下跪，你们以后有事站着说话就行，别动不动就下跪。老是被人家这样跪来跪去，他感觉自己都被跪老了。青竹墨画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不由得看了一眼轩辕锦。你们如今是王妃的人，凡事都要以王妃的意见为主，不用等我吩咐，明白了吗？2丫鬟点头应下，薛元锦这才松开眉头，温柔地对苏沐雪说：外面车已经备好了，我们走吧。你们几个狗奴才竟然敢拦我们，想找死吗？赶快给我让开！我家主子在休息，你们换个地方吧。苏沐雪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抬头看到好几个衣着华丽的姑娘站在亭子外面，正用愤怒鄙夷的眼神望着自己。兰儿、青竹、墨画，让他们进来吧。哪里来的土包子？不知道这是清华公主的地方吗？竟然敢将你的贱脚踏进来休息，还让下人将我们拦在外面，真当御花园是你们家的了？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晚一步，信不信公主砍了你的脑袋？苏沐雪原本占了别人的地方，还有些理亏，想说句不好意思就离开，没想到这丫鬟说话这么难听，顿时火气就上来了。你早上是吃屎了吗？嘴巴这么臭。你知道我是谁吗？哼，可真是好笑，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好意思来问我？怎么，我是你娘呀？不过，就你这没教养的样子，我要是你娘，早就把你打得回炉重造800回了。青竹墨画闻言扑哧一声笑了，悄悄问兰儿：王妃平时骂人都这么生猛的吗？放心吧，咱们主子从来不骂自己人，对待敌人嘛，这一点还是开胃小菜，不值一提。一会儿你们继续看就知道了。你找死！青衣丫鬟说不过苏沐雪，抬手就想打人，可惜连她衣角都没碰到。既然你的手不想要了，那我就成全你吧。说完咔咔几下就把青衣丫鬟的手指全部掰断了。这位姑娘好生没有道理，明明是你占了别人的地方不道歉，出言不逊还打人，着实是有些过分。苏沐雪听到她竟然睁着眼说瞎话，明摆着就是要拉偏架。你又是哪根葱啊？说什么过分？请问你是下水道吗？长得丑也就算了，竟然在这里装腔作势。请问你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这么能装？奉劝你，眼睛瞎耳朵聋就不要出来再丢人现眼，免得让人家笑话你。你什么你？长得难看也就算了，偏偏眼盲耳聋心还瞎。我要是你，早就惭愧到躲在闺房里不出门了。偏偏你这脸皮厚到子弹都穿不破的人，还好意思在外面招摇。小嘴巴巴一顿输出，对于得罪他的人，苏沐雪可从来不会嘴下留情。看着被气得快要晕倒的女子，他不屑地撇了撇嘴。哼，就这点战斗力也好意思跑过来挑衅我？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吗？跟着紫衣女子一起来的其他人见苏沐雪动手能力和动嘴能力都超强，都缩着脖子，识趣的闭上嘴，不敢招惹她。断了手的青衣丫鬟见表小姐陈青莲都不是眼前这个泼妇的对手，只能愤恨地握着断手叫嚣：你等着，清华公主是不会放过你的，到时候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丢出去喂狗。哼，清华公主放不放过我，不劳你操心。你只要知道我不会放过你就对了。说完，他上前一把抓住丫鬟暴揍，
然后抓着她的头往后一拧，咔嚓一声拧断了她的脖子。解决了青衣丫鬟，苏沐雪像扔什么破袋子一样将她尸体扔到一边。被这一幕吓得惊慌失措的几个女人捂着眼睛齐齐尖叫起来。一个身着红衣的姑娘正巧带人经过这儿，听到哭声很熟，就跑过来帮忙。青莲表姐，怎么了？明珠，他是杀人凶手，杀死了公主的婢女云儿，你快将他抓起来给云儿报仇啊！赵明珠这才抬头看向倒在一边的婢女，此时头歪在一边，明显已经没了气息。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在皇宫里杀人？哼，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放肆！她可是边关赵元帅家的嫡女赵明珠，你一个无名小卒，怎敢对她大呼小叫？怎么，有人给你撑腰，所以忘了刚刚跪趴在地上的事情了？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是不是？信不信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绿衣姑娘想到她的手段，顿时怂了。你这个女人竟然连赵元帅都不放在眼里，信不信我表妹杀了你？那就试试，看他能不能杀我。表姐别跟他废话，你先退到一边，看我怎么教训这个无知的女人。将陈青莲扶到一边，抽出身上的鞭子就要抽苏沐雪。陈青莲心中一喜，连忙退开，巴不得赵明珠将苏沐雪打死了。小姐小心！兰儿见状，担忧的大喊：主子小心！青竹和墨画见状，飞身扑过来要帮忙，却被赵明珠带来的手下阻挡了。哼，你这个恶妇，去死吧！赵明珠冷冷一笑，手上鞭子飞速朝苏沐雪头顶挥去。她本来就是武将之女，从小跟着父亲练武，功夫自然不在话下。这一鞭子用上了10成的力道，舞动的时候虎虎生风，若是打在苏沐雪身上，就算不死也得残。苏沐雪面色一冷，这女人跟自己无冤无仇，却出手就是杀招，想置她于死地，真是其心可诛。她利落的侧身避过攻击，微抬左手腕，一只藏在手上的小七像离弦的箭一般朝赵明珠飞去，一口咬上她的手腕。小七咬完人之后，就飞快地回到苏沐雪的腕上，速度快到让人根本就没看清。啊！赵明珠只觉得手腕一疼，手中鞭子就这么掉在地上，剧烈的疼痛让她顾不上其他，捂着受伤的手哀嚎不停。啊，好痛啊，好痛啊！真是个蠢材，脑子是个自用品，麻烦你不要把它当成装饰品行吗？别人说什么你都信。难道刚出生时你的脑子是跟脐带一块剪掉的？你爹娘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货，真是倒了8辈子。喜欢为别人出头是吧？喜欢打人是吧？怎么会甩几下鞭子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苏沐雪一边打一边骂，出手又不收实力。没多久，赵明珠这个千金就被打得面目全非，直翻白眼儿，有劲气没出气了。住手！不要再打了！救命！快点救人呐！陈青莲见赵明珠被打得口吐鲜血，连动都不能动了，吓得尖声大叫。可身边都是一些闺阁女子，平时只会琴棋书画的她们哪敢上前拉架呀？快去禀告皇后娘娘，就说明珠快要被打死了，让她快点过来。她心里害怕的不行，赵明珠是自己拉下水的，若是苏沐雪真把人打死了，到时候舅舅肯定会迁怒她。参见清华公主。我不是让云儿带你们先进亭子的吗？现在这是怎么一回事？回禀公主，臣女与众姐妹确实随着云儿来到了清波亭，可这个女人不懂规矩，擅自就进了亭子。云儿让她离开，她不仅不肯，竟还出手打了云儿不说，还扭断了她的脖子。就连臣女都受了她的言语侮辱，明珠本想为云儿讨回公道，也被她打得快死了。陈青莲边哭边说，一番话把责任全推到苏沐雪身上。来人，给我把这个女人抓起来，关进天牢。几个侍卫听令，立马持剑围了上来。苏沐雪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又来一个蠢材。公主，
你凭这几个人想要抓我，怕是有点少。要不你多喊几个人来，让我过过手瘾。哼，真是个不知死。后面的活的家伙几个字，轩辕浅浅刚想骂，结果看到苏沐雪脸后，突然面色一僵。九皇婶，是你呀！先前人多嘴杂，轩辕浅浅的注意力都在自己死去的丫鬟身上，加上苏沐雪又一直背对亭子门口，所以没注意到是谁。现在见到是他，轩辕浅浅吓得话都有些说不利索了。这个连他父王都怕的女人，自己哪儿惹得起呀？公主认识我？清华曾远远的见过九皇婶一面，故而识得您。公主，我杀了你的婢女，又打了元帅嫡女，如今还需要把我关进天牢吗？九皇婶说的哪里话？元儿这丫头向来猖狂不知理，浅浅早就有心教训她，只是念在她陪我许久的份上，这才一直没忍心下手。如今她冒犯到皇婶，丢了小命，也是她罪有应得。倒是麻烦皇婶替我清理了门户，侄女感激还来不及呢。至于赵明珠被打，那也是她咎由自取，毕竟元儿是我的婢女，就算为她出头，也该是由我这个主子来，哪里轮得到她这个外人越俎代庖？况且她只是个没有品级的官家女，竟敢出手殴打一品王妃，简直就是以下犯上，被打死也不冤。听到轩辕浅浅三言两语就将此事接过，陈青莲心里很不高兴，心里对他颇有微词。怎么，三番两次挑拨离间，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心里不爽呢？哼，苏姑娘想太多了，我并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苏姑娘，你是耳朵聋了吗？没听见清华公主喊我九皇婶？按理你应该喊我景王妃，而不是苏姑娘。陈青莲紧抿嘴唇，就是不愿喊锦王妃。在他的心里，锦王妃这个位置只有自己才配坐。你喜欢我家王爷？哼，就凭你也配？我为什么不配？论家世，我是国舅府的千金，皇后娘娘的侄女，身份比你这个落魄前丞相家的小姐高贵了不知多少倍。论才，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这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粗鲁女人，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要讲配不上她，也是你这样的配不上她才对。识相的就赶紧离开锦王府，别让你的坏名声影响了她，她值得更好的女人。陈青莲越说越激动，都忘了苏沐雪的凶残。那个更好的女人就是你，对吧？可惜呀，你再好，我家王爷也看不上，在他眼里，你连个屁都不是。而我再不好，可他就是喜欢，在他眼里，我就是他的掌中宝。你说气不气人呢？哼！说这话的时候，苏沐雪满脸都是气死你我不负责的表情，还嫌气得不够彻底，继续说道：唉，可惜呀，同人不同命。我只要勾勾手指，我家王爷就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到我手上，而有些人就算是想倒贴我家王爷，他可能还嫌弃是垃圾占地方呢。你别得意太早，锦王爷不过是被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暂时蒙蔽了双眼，总有一天他会发现我这个京城第一才女才是他的良配。等我与他成婚之后，你就是给我提鞋都不配。我看陈小姐你回去晚上把枕头垫高一些，或者以后改成白天睡觉，做下白日梦还比较容易实现一点。他的一番动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向来清高的陈青莲怎么能受得了来自情敌的侮辱？失去理智的他抬手就要朝苏沐雪脸上招呼。轩辕浅浅和其他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暗骂陈青莲这个蠢货，人家就是在故意激怒他，难道不明白吗？哼，好歹毒的第一才女，想必用这一招毁过不少女子的脸了吧？围观的人看到布满尖刺的指环，心里倒吸一口凉气。
要是被这东西划到脸上，整张脸都别想要了。有个女人看着那指环，突然惊呼出声：我想起来了，当初周侍郎家的周灵儿跟陈青莲争第一才女的名头，两人才名原本不分伯仲，只是有一天周灵儿突然间毁容了，然后第一才女就落到了陈青莲的头上，难不成就是他用这个戒指毁了周灵儿的脸？哎，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几个跟陈青莲不对付的闺秀，最后都被毁了容呢。经那两人这么一讲，有许多人也回想起以往不曾留意的细节，现在想来细思极恐，大家顿时看陈青莲的眼色都变了。原来你还造过这么多孽啊！苏沐雪听到陈青莲竟然做过这么多坏事，决定要对这个女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你这么喜欢毁别人的容，那我今天也让你尝尝毁容的滋味吧。说着就把指环对准陈青莲的脸要划下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皇后快步出来，焦急大喊：锦王妃，住手！姑姑，救我！看到救星，陈青莲欣喜大喊。苏沐雪只是抬眼看了一眼皇后，低头手都不带停的直接摁了下去。我的脸，我的脸！莲儿，你怎么样了？姑姑，我的脸好疼！莲儿别怕，姑姑这就让太医过来，一定会治好你的脸，你别担心。这个侄女是她哥哥的老来女，又跟女儿一般大，所以小时候经常接来宫里一起玩耍。皇后算是带着她长大的，所以两姑侄感情特别的深。如今见她伤得这么重，简直就像是挽了皇后的心一般。你们快去请太医过来，立刻，马上去！原本赵明珠被伤，就有人去请太医了，只是太医院离御花园比较远，一时还没赶过来而已。皇后的人刚走出去几步，就遇到匆匆赶来的太医。别废话了，赶紧过来给莲儿看看。太医赶紧过来，跪在地上，仔细检查起陈青莲的伤势。半晌，皇后焦急地问太医：莲儿她怎么样？回禀皇后娘娘，陈姑娘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右手臂断了，得用断续膏将养个1年半载才能恢复。至于这脸上的伤，脸上的伤怎么样？恕臣无能，陈姑娘脸上的伤口太深，就算治好了，也恐怕会留下疤痕的。姑姑，求你帮帮莲儿，我不要留疤，不要啊！莲儿乖，先好好养伤，姑姑一定会找到名医，帮你去除脸上的疤痕。皇后心疼的安慰。轩辕浅浅见太医还跪在原地，连忙叫他去给赵明珠治疗。皇后等陈青莲冷静下来，把她交给自己的嬷嬷之后，起身狠狠地教训起苏沐雪：锦王妃，莲儿和明珠只是个小姑娘，你怎么能如此狠毒地伤害她们？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俩只怕比我还大1岁吧，所以他们哪里小，是胸比较小吗？至于皇后你说的狠毒，你年纪大脑子糊涂了，我不怪你。不过你可以问问大家，他们可是有目共睹，是你口中的小姑娘们先动的手，我这个受害者只是出于防卫而已。如果自我防卫也叫狠毒的话，那我就狠毒了。锦王妃真是好一张利口啊！哼，多谢皇后夸奖，不过和你比起来可就差远了，还得要多向你学习才是。皇后被刺得心里一梗，意识到想跟苏沐雪斗嘴皮子，自己根本就斗不过她，干脆换了一副嘴脸，语气带着威胁道：九弟妹，明珠好歹是赵元帅的掌上明珠，赵元帅掌着10万兵马，你如今伤了他的女儿，难道就真的不怕死吗？告诉你，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是我知道谁敢来惹我，我一定能让他先死。皇后被他的眼神散发的杀气吓得喉咙一紧，
其他的话全部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这花我赏了，你们的行事风格我也见识过了，宴席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我怕自己恶心的吃不下去饭，先行一步了，告辞。苏沐雪说完就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开，真是半点面子都不给皇后留。哼，对了，记得转告赵元帅和陈国舅，他们若是觉得自己女儿随意打杀别人是应该的，想讨公道就来，我苏沐雪随时奉陪。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御花园，才走到门口就和赶来的轩辕锦碰了个正着。你怎么过来了？男人没有回答，反而关心地问，他们有没有为难你？你该不是听说这边的事情特意赶过来的吧？那赵忠的女儿向来是个不讲理的，还有那个陈国舅的老来女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们找你麻烦，你千万别客气，直接打回去就是，凡事由我担着。阿锦，你怎么就不认为是我在欺负他们呢？你不会，你的为人我知道，虽然不怕事，但却不是个主动惹事的人。这句话成功取悦了苏沐雪，她笑眯眯地对男人勾了勾手指，轩辕锦乖得像只大狗狗一样弯腰低头。苏沐雪仰头朝他的脸上送上一个响亮的香吻，轩辕锦突然眼光变得幽深，眼神在他娇嫩的红唇上扫来扫去，带着一丝侵略的味道。那个二锦，我先回去了，你吃好喝好啊，拜拜。等等，我也回去。苏沐雪回到房间，想到刚刚在马车里的一幕，就脸红心跳。也许是在马车里耗费了一些心神，他就这样捂着被子沉沉地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外面天色已经黑了，摸了摸有些饿的肚子，才想起今天只是早上吃了点饭。起床整理好衣服，准备去找兰儿备些饭菜填饱肚子。刚出门口就看到青竹和墨画站在他门口，像门神似的守卫着。看到他出来，二人立刻尊敬地打招呼：王妃您醒了。你俩怎么还没回去？回王妃，王爷让我们俩跟着您，以后我与青竹就是王妃的人了，一切听从您的调遣。行吧，你俩以后就跟着我。不过我不喜欢身边有太多人服侍，你们只要在我出去的时候跟着就好，其他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遵命。你俩武艺是不是很好？没有王爷还有玄头领的好，但是在玄字辈里也能排到前5。二人实话实说，语气中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他们可是前5里面唯一的2名女子。前5很棒哎！啊，要不我拜你俩为师吧？他虽然会现代各种格斗术之类，可那属于近身赤膊。在这个古代，大侠们都是飞来飞去，还可以用内力隔空打物，他不会武功很吃亏的。王妃你想学，我们就教，不过拜师就不用了。回王妃，青竹的剑法好，就让他教您剑法。属下轻功强些，以后就教您轻功吧。您意下如何？没问题。正说话间，兰儿端着吃的东西过来。小姐，你们在聊什么呀？我准备跟青竹和墨画学功夫，兰儿，你也来一起学吧。小姐，奴婢可不可以不学？奴婢只喜欢做绣活，不想习武。行吧，你不学就不学。既然想学刺绣，改日找个好绣娘过来，你好好跟着学。往后小姐我吃的穿的就全指望你了。谢谢小姐，奴婢一定好好学。往后您所有的绣活都交给奴婢来做就好。王妃您先用膳，我俩去准备给你练武的东西。行，你们快去吧。青墨二人动作很神速，第2天就把东西备好了。青竹给他准备的是一把木剑和剑谱，而墨画准备的是一本内力入门心法。苏沐雪跟着他俩上午学剑术，下午练轻功，晚上则练击打坐，偶尔还要抽些时间打理空间，日子过得很是充实，就连好几天没见轩辕锦的身影都没留意到。他不知道的朝堂上，
赵忠跟陈国舅因为不满苏沐雪伤了自家的女儿，两人合起伙来向皇帝施压，让他处罚锦王妃，给自己的女儿报仇。锦王妃将我女儿打成重伤的事儿，就这么算了吗？对，就算是小女他们不对在先，可锦王妃也不能下如此死手。不仅将明珠打成重伤，还将莲儿断手毁容，真是太歹毒了。你们的女儿被打伤被毁容，你俩就在这里哭天抢地的要讨公道。那我请问你们一下，那些曾被他们打伤打残打毁容的人又该如何讨回公道？轩辕锦的话掷地有声，望着二人的眼神带着质问的味道。赵忠跟陈国舅被他问的是哑口无言，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们要向我王妃讨回公道，可以，但是请赵元帅和陈国舅必须先把被你们女儿伤害过的那些女子公道还回来，再说我王妃这件事。你们敢吗？赵忠跟陈国舅二人眼神飘忽，不敢与轩辕锦对视。那不一样，怎能混为一谈？好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因为赵明珠跟陈青莲是你赵忠与陈国舅的女儿，因为被他们伤害的人家里官职没你俩大，所以他们就活该被伤害，对吧？如此说来，那我轩辕锦的王妃堂堂正一品，天家之人，教训他们两个目无尊卑又没有品级的女人，怎么就不可以了？还是说你们觉得我轩辕家的人还不如你们赵陈两家尊贵，应该任由你们想欺负就欺负，还不能有半点反抗？这话就差明着说他们两家要造反了。轩辕锦的话像刀子般架在赵忠跟陈国舅的头上，吓得他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头上冷汗涔涔的连连求饶。陛下恕罪，九王爷恕罪，我等并无此想啊。你们没有这么想，只是这么做的而已。陛下明鉴，我等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更没有这么做呀。二人望着坐在龙椅上神色未明的帝王，眼里闪过一丝惊慌。自古帝王最是多疑，若是皇上把轩辕锦的话听了进去，等待他们两家的只怕是灭顶之灾呀。那这事你们打算如何啊？回皇上，此事先前已经查明，是赵明珠与陈青莲言语挑衅在先，又动手想打我王妃在后。我王妃为了自保，这才出手伤了赵家和陈家女。如今赵元帅跟陈国舅在朝堂上倒打一耙，致使我王妃名誉扫地。臣认为他们两家应该亲自登门给我王妃道歉才是。九皇帝，你看如何？如此甚好，只是希望二位拿出诚意，不要让我们等太久。一定。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好了，那就先这样吧，退朝。退朝之后，轩辕锦径直离开，赵忠跟陈国舅走在后面，望着他的背影，眼里像要喷出火来。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要承诺亲自上门道歉呢？不道歉，难道任由他继续查下去吗？赵忠冷哼一声，他算是看出来了，轩辕锦对他那个泼妇娘子可是看重的很。自己若是敢不松口，轩辕锦就敢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他们这种高门大户，哪家没有点阴私？若是被他追查下去，只怕自己元帅之位都要被查掉。以后让你的小女儿离明珠远一点，让她不要再来元帅府了，否则亲戚都没得做。那姑娘一肚子坏水儿，自己女儿是个一根筋，根本就玩不过她，还是根本隔开的比较好。你外甥女儿还小不懂事，回去我与你姐姐定会管教她的。姐夫在这里跟你道歉，你就别生气了。回去跟我姐讲讲，就是再这么纵容青莲下去，只怕国舅府迟早有一天要因她而遭难呢。放心，
等回去我就跟夫人讲，让她好好管束青莲。未央宫这边，陈皇后想起苏沐雪将自己疼爱的侄女毁了容，心中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刚想叫自己的心腹带人去给苏沐雪一点颜色瞧瞧，只是还没有付之行动，就被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朕命令你不准再去找苏沐雪的麻烦。皇上，那苏沐雪心肠歹毒，毁了青莲的容颜，害她一辈子都将活得不人不鬼，生不如死，怎能如此轻易就算了？陈皇后不敢置信地抬高声音，心里万分的不服。那你又待如何？找人去刺杀他？你难道忘了当初魏云川派出那60高手都是什么下场？你若是想让陈家陪着你一起变成下一个镇国公府，那你就去吧，朕绝对不拦你。轩辕龙说完，看都不看皇后一眼，甩甩衣袖就走了。陈皇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呆愣了半晌，嘴里发出啊，疯狂挥手将桌上东西全数扫到地上，不过也没有再跟人说要去刺杀苏沐雪的事儿了。这一天，他正在跟直修的轩辕锦练功，就听管家福伯来报说赵元帅跟陈国舅带着各自的女儿上门来道歉。福伯，你确定他们是来道歉，不是来找茬的？回禀王妃，老奴确认过，他们确实是来道歉的。轩辕锦望着他沉思的样子笑了笑，有些意味不明地说他们来道歉，你只管说着就好了。苏沐雪看他似乎半点都不惊讶，显然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突然心领神会。阿锦，是你让他们来的？是。轩辕锦点了点头，接着将那天在朝堂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轻易登门了？他怎么就不信呢？那赵忠说等女儿伤好了上门，怎么听都像一句托词而已。伤好不好，什么时候好，还不是他一句话的意思。若是不想来道歉，就可以直接推脱伤没有好就行了。当然不会，不过总有办法让他们答应的。所以你前些日子很忙，就是在忙这些事情？这是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是为了明年开春后的4国来朝做准备。轩辕锦实话实说，并没有因此邀功来博取他的好感。苏沐雪听他百忙之中还会分出时间默默给自己做善后工作，心里感动不已。阿锦，谢谢你。沐雪，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是我的王妃，为你做什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不必言谢。轩辕锦桃花眼深深地望着女人，脸上表情再认真不过。苏沐雪望着他高大伟岸的身躯，心里充满了安全感。也许这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让他有这种感觉的人吧。阿锦，我们圆房吧。你说什么？我说我们圆房吧。沐雪，你是认真的吗？不愿意就算了，当我没说。话一出口，不准反悔。怎么，只许你不愿意，还不许我反悔了？你可不能冤枉我，谁说我不愿意？我只是太过惊喜，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而已。沐雪，你终于能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真是太高兴了。咱们现在就圆房吧。说着，一把抱起女人就往房里走。哎，你先放我下来，客厅还有人等着我们呢。那就让他们等着。院子里有人，放我下来，我自己走。她虽然脸皮厚，但毕竟2辈子都没有跟男人亲密过，脸皮还没厚到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抱去圆房还能面不改色的。她担心事后会有人笑死。放心吧，院子里面早就没人了。说完，不由分说地抱着她，坚定地往屋里走，心中打定主意，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他也得将这房给圆了。
暮雪，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不会后悔吗？我若是后悔，你会做什么？我会一直等，等到你愿意全身心的信我为止。真是个傻子。开始总是像是结结不心绵绵密，紧靠我和眼，眼后总有心事眼，心跳跳。宴客厅中，赵忠与陈国舅带着自己伤势未痊愈的女儿，忐忑不安地坐在厅中喝茶等待。一炷香过去，2炷香过去，王府的主子还没有露面的意思。哎呀，秦云呐，你说这锦王妃是什么意思呀？喝点茶，这可是极品毛尖，外面很难喝到的。人家都骑到头上来了，你还有闲心在这里喝茶？除了等，你还有其他路走吗？陈国舅想到这儿，是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女儿造成的，就恨不得上去再打她一顿。因为毁容戴了面纱的陈青莲看到父亲阴沉的眼神望向自己，身子不禁瑟缩了一下。自从毁容到现在，父亲眼见他没了利用价值，再不复往日的和颜悦色，这些时日从没给他过一个好脸色。见父亲的眼神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陈青莲心中松了口气，转了一下眼睛，看到半躺在一边没吭过声的表妹。明珠，你怎么样？伤好些了吗？我这几日一直想去看你的，只是我也受了伤，而且被爹罚跪祠堂，一直不能出来，这才没有去看你。你不会怪表姐吧？见妹妹没有回答自己，他以为她也跟自己一样是被逼过来跟苏慕雪道歉的。说来说去，都怪那个苏慕雪心肠狠毒，竟然将你伤成这个样，还要用强权逼我们来道歉，实在是太可恶了。真以为攀上了锦王爷就没人能收拾他了？不过就是一个以色待人的贱人罢了。若是让明义和明成哥知道他敢这么对你，爱昧心切的他们肯定会为你报仇的。2位表哥都是镇守边关的将军，是东离国的栋梁，就算他们把苏慕雪杀了，锦王爷也不敢得罪他们的。对了，你有没有写信告诉他们呢？明珠，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表姐？陈青莲，一直这么算计人，你难道不累吗？明珠，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算计人了？你承不承认都无所谓，但是我告诉你，以后你想再对付锦王妃，那是你的事情，不要扯上我和哥哥们，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赵明珠说完闭上眼，懒得再搭理这个虚伪的女人。陈青莲气得握紧手，没有用面纱遮住的半张脸扭曲到难看的不行，心里暗想，这个蠢货怎么突然间不听使唤了？难道是被苏慕雪那个女人打怕了？繁星院，等苏慕雪腰酸背痛的醒来，时间已经过去2个小时。瞪了眼因为吃饱喝足显得容光焕发的男人一眼，心里有一些愤愤不平。凭什么出力的是他，累的却是自己呀？雪儿醒了，想穿哪身衣裳，我来伺候你。苏慕雪掀开被子一角，看自己身上的睡衣穿戴整齐，身上也没有黏糊糊的感觉，想来是轩辕锦早就给他换洗过了。好吧，看他还体贴的份上，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你会穿吗？雪儿，你少瞧不起人。我虽然是王爷，可我从来都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玄策忙的时候，我的衣服都是自己打理的，以后你的也交给我来打理了。站在屋外的兰儿心想，王爷这是要抢我的活啊。帮苏慕雪穿好衣服，轩辕锦又自告奋勇地帮她梳头。好在苏慕雪不爱太复杂的盘发，梳起来倒也简单。没想到你的手还挺巧的嘛，帮女孩子梳过？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真的？苏慕雪斜眼看他，绝对是真的。那你怎么梳得这么好？前几次来你这边时，看到兰儿帮你梳头时，我记下了，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自为你梳。莫许你相信我，这真的是第一次。傻子，我逗你玩呢。走吧，也该出去会一会他们了。
晋王爷和王妃可真是恩爱呀，只怕都忘了这里还有客人在等吧。有人求着让你等了吗？等不了你可以直接滚回去。既然自己愿意等，还那么多废话做什么？你这个破父字还没说出来，就被苏沐雪啪啪几记耳光打成了猪头。还骂吗？晋王爷，你看王妃作为京中贵妇，怎能粗鲁的说动手就动手呢？沐雪，轩辕锦皱起眉，无奈的轻唤了一声。苏沐雪挑了挑眉，等他的下文。陈青莲以为自己的哭诉打动了男人，他要斥责苏沐雪泼妇行径，心中一喜，眉眼中似是含了春水一般，想要继续开口挑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想打人就用鞋底。你看他那皮糙肉厚的，把你手都打红了，现在是不是很难？陈青莲赵氏妇女和皮糙肉厚的陈国舅实话当场，这俩人是魔鬼吗？打了人还嫌人家皮糙肉厚，打得手疼。晋王爷，晋王妃，我们是专程过来道歉的。上次在御花园的事情，是小女明珠行事太过冲动，冒犯了王妃，请您看在她是初犯的份上，就原谅她这一回吧。对不起，景王妃，你上次骂得对，我确实是太蠢，才受了别人挑唆，冒犯了王妃您，希望您大人大量，原谅我这一次吧。赵忠等女儿道完歉，又叫人抬了好几个大箱子过来，里面是一排排的银锭子和珠宝玉器。晋王妃，这是1万两银子和一些玉器珠宝，是给您的补偿，请您收下吧。赵忠的诚意十足，赵明珠的道歉也很诚恳，苏沐雪也就大度的没有再为难他们父女俩，只让管家把东西抬到库房。轮到陈家妇女时，陈青莲僵着脸，有些不情愿地说了句对不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心甘情愿来道歉的。还有陈国舅只带了1000两银子过来，这摆明了父女俩都很敷衍，说是来道歉的，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陈国舅，你是在打发叫花子呢？哎呀，晋王妃有所不知啊，前些日子皇后娘娘说要给太后祈福，府里也为祈祷太后洪福齐天捐了些银子，如今实在是开支困难，有些周转不开，拿不出更多的银两了，还望晋王妃宽宏大量，体恤一二啊。既然如此，陈国舅你的银子我不要了，你的女儿也不用道歉了，你们回去吧。陈国舅以为苏沐雪这是怕了皇后跟太后，所以才不敢收银子，心里顿时喜滋滋的。我就知晋王妃是明事理的人，刚刚打我的事儿，我也就不计较了。说完又对轩辕锦说道：晋王爷，既然王妃已经不追究了，那我锦绣坊的几家铺子还有百味斋的事儿。陈国舅此言诧异，你铺子有什么事，就该去找管理这些事的人，本王管不着。陈国舅顿时傻眼了，那些管事的人都是受轩辕锦指使，他若是不下命令，那些人怎么可能轻易放行？不是，晋王爷，姐夫，你还是回去拿银子吧。不就是1万两银子吗？我给。错，是3万两，少1两都免谈。什么？3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你？坐地起价，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我就是抢了，你又能怎么样呢？今日要么给3万两银子，再把这个陈青莲逐出陈家，要么就离开，所有事情照旧，你选吧。苏沐雪，你凭什么逼着父亲赶我走？我可是皇后娘娘最宠爱的侄女，难道你就不怕她怪罪吗？哟，皇后娘娘，我好怕哟。嘴上说着害怕，面上却没有半点害怕的神情。说完理都不再理陈青莲，转头冷着脸望向陈国舅。给你半个时辰考虑，过期不候。陈国舅脸上呆滞了，一时间难以选择。
3万两银子他肉疼，还有女儿，毕竟自己亲生的又疼了这么多年，赶他出陈家就等于让他死，他又怎么能忍心呢？可是不照苏沐雪的意思来，支撑全府富贵荣华的铺子就全没了，到时候大家都得喝疯了。锦王妃，这3万两银子我出，只求别把小女赶出陈府，我把她送到庄子上去，这样可以吗？你问问你的女儿，她同意吗？爹，我死都不去庄子，我是国舅府的堂堂嫡女，是皇后的亲侄女，这女人凭什么把我赶出陈府？她还没有这个权利。爹，我们进宫去，我们找皇帝陛下和皇后姑姑，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女人。你给我闭嘴！陈国舅愤怒地斥责女儿，阻止她在胡言乱语。锦王妃，小女与赵明珠都得罪了你，可为什么你宁愿原谅差点打了你的明珠，却不愿意原谅小女，非要把她赶出陈家才甘心呢？想知道原因？陈国舅没说话，眼睛盯着他，等他的回答。一是赵元帅干脆，不像你，给点补偿婆婆妈妈，一点都不像个男人。那第2条呢？这第2条当然是，我不喜欢有女人惦记我的男人。我没有。你没有什么？你敢对天发誓，说你心里对我男人没有想法？苏沐雪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是还没对轩辕锦死心呢。我的男人不容别人觊觎，哪怕是想都不可以。在我眼里，就算想也是有罪。陈青莲被苏沐雪的气势吓得后退了一步，有一丝不可思议地望着他。世上怎么有把善妒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女人？难道就不怕犯了7出之条被锦王爷休弃吗？干得漂亮，雪儿，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以后再有女人敢消遣我，你就狠狠地收拾他们，不然光想到有丑女在脑子里意淫亵渎我，这心里就快恶心到吃不下去饭了。听得几个人闻言绝倒，眼珠子差点掉一地。这真是他们曾经威风凛凛的战王，这怕是被鬼上身了吧？半个时辰已经到了，我家王妃的条件你考虑好了吗？就不能再通融一下吗？我一定把她送得远远的，永远不会让她再回京城，这样可以吗？轩辕锦只是面无表情地吩咐管家送客。我答应。爹，别叫我爹，自己做下的孽自己还。从今后我再没有你这个女儿。陈国舅说完转过身，狠下心肠，不再看他一眼。他也没有办法，如今他为鱼肉，人为刀俎，为了国舅府的前程，他就算万般心痛，也不得不放弃女儿。过了几日，南烟过来找苏沐雪，从聊天中才知道，他之所以没去赏花宴，原来是去金陵外祖母家玩，前几天才回来。南烟听到宴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心中不由一阵后悔，直说如果有自己在，那些人认识他，就不敢那么狗眼看人低了。没关系，就算我一个人，也照样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哭爹喊娘的。知道你很厉害啦。哎，对了，顾罗那天也没去吗？没有见到他呢，应该也是没去吧。苏沐雪也不确定，毕竟御花园还蛮大的，他去的地方又是公主专用的清波亭，以顾罗的身份靠近不了也有可能。对啊，好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顾罗了。哎，沐雪，你有时间吗？不如我们今日就去看看他，我还给他带了东西呢，刚好一起拿过去。我没问题啊，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去看看他也好。几个人上了马车，往顾府的方向飞驰而去。顾府是御史中丞，住的地方比王爷府和宰相府距离城中心的位置稍远一点。两位姑娘，你们找哪位啊？我家小姐是顾姑娘的朋友，今日与朋友来找她玩，请问顾姑娘在吗？
哦，原来是大小姐的朋友呀！二位稍等，小的这就去进船。小厮不敢怠慢，连忙跑回屋去禀报主子。正在跟母亲市集的顾罗听说两个姑娘找自己，稍想一下就知道是南烟和苏沐雪来了，跟病床上的母亲打了一下招呼，就脚步快速朝大门口走去。沐雪、妍妍，你们怎么来了？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们玩，我和沐雪就过来瞧瞧啦，看看你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罗儿，看你面色有些不好，是哪里不舒服吗？咱们进去，边走边说。路上，顾罗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告诉好友了。苏沐雪和南烟这才知道，他没去赏花宴是因为顾母生病了，要为母亲市集的他根本走不开。说起母亲的病，顾罗的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呀，找大夫看了吗？大夫怎么讲？看了，大夫都查不出病因。如今母亲一日比一日瘦，大夫说再怎么下去就只能准备后事了。罗儿不用担心，我会一些医术，想去给顾伯母看一看，说不定能治呢。沐雪，你竟然会医术，以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我又不打算当大夫，所以并没有对外面讲过，你们当然不知道了。若不是不想好友难过，他今日根本就不会出手，不想引起麻烦，免得又要花费时间处理。想到这儿，他提醒两位好友，我会医术这件事情，你们俩要记得帮我保密啊。好，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顾罗知道好友会医术，心中涌起一线希望，连忙把他俩带到母亲住的院子。娘，这位是景王妃苏沐雪，这位是宰相千金南烟，他们都是女儿的好友。顾夫人听到女儿说眼前两位女子的尊贵身份，吓得连忙要起身跪拜。顾于氏参见锦。顾伯母，快躺着，不必多礼。谢锦王妃。顾夫人忐忑不安地重新躺回床上，对女儿说道：楠楠，你怎么把王妃跟南姑娘领到这晦暗处来了？快快带去你院子里吧，千万不可怠慢了他们。娘，景王妃会医术，是特意进来给您瞧病的。啊，让锦王妃费心了。不过我这病，许多大夫都说治不好，怕是让锦王妃白跑一趟了。看不看得好，也要我看了才知道。苏沐雪说着，坐到旁边的凳子上，仔细打量一下顾夫人的情况，又抓起她的手号了号脉，翻了一下她的眼皮，看了一下舌苔之后，问顾夫人：顾伯母，你这些时日是不是总觉得口渴、多尿、浑身乏力，还伴有身体瘙痒，眼睛看东西模糊？对，臣妾确实是有这些症状。锦王妃，你是如何知道的？自然是诊出来的。你除了这些症状，还伴有多食，身体却日渐消瘦的情况，对吧？对，我娘这段时间确实是吃的许多，但身子骨却越来越消瘦。沐雪，你知道我娘得的是什么病吗？你娘得的是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不过幸好患病的时间不长，一会儿我回府给你拿一些药，你按要求吃就可以控制了。锦王妃，你真的能治好我的病吗？说实话，根治不了，但是可以控制。只要你按我开的药吃，然后好好将养着，再活个几十年没有问题。感谢锦王妃，臣妇一定会按照您开的方子吃药。臣妇并不奢望能活个几十年，只要能再多活个10年8年，看到孩子们成家立业，我就心满意足了。顾夫人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只要让她多活几年，不管什么苦她都能吃。顾罗听到母亲有救，站在一边也喜极而泣，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母放心吧，只要你遵医嘱，绝对不会只活10年8年的。不过等你身体好一些了，记得还是要多运动，有空练一下五禽戏什么的，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这样病才能好得快。好，我一定遵照锦王妃讲的，从明天就练武琴戏。顾于是现在已经把苏沐雪当成救命稻草，对他说的话半点都不怀疑，恨不得马上就执行。倒不必如此着急，等吃几日药，身体好一些再练也不迟。你现在身体太差了，急着练反而不好，毕竟欲速则不达。沐雪放心，我以后会每天叮嘱我娘，等她身子好些了，再让她练武琴戏。你这孩子倒是开始管起你娘来了。哼，我就管，一定管到您长命百岁为止。他这话让顾夫人又忍不住流下泪来。楠楠，替娘去给锦王妃磕个头，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啊，伯母，你别这样，我跟罗儿是朋友，你是他母亲，给你治病是应当的，不必言谢。只要你们不把我会医术的事情讲出去就行。锦王妃放心，这件事儿会烂在我们肚子里，永远都不会说出去的。考虑到给顾母治病要紧，苏沐雪他们也没在这多待，回到王府，从空间换了治疗糖尿病的药，把瓶子换成了纸包，注明哪些药一日吃几次，吃多少之后，就让墨画送去顾府。闲着无事的他又进空间打理了一下种的农作物，然后开始练功。直到小七告诉他说轩辕锦下职回来了，他才出空间。阿锦，你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兰儿刚刚喊你什么？喊我什么？小姐啊，有什么不对吗？沐雪，我跟你是不是成亲了？成了呀，虽然是假成婚，不过确实是成了。没有假，一直都是真成亲，而且是已经上了玉蝶的那种。所以兰儿应该喊你王妃才对。上玉蝶？当初你不是说只是让我与你假成婚的吗？你什么时候去上的玉蝶？莫非你当时就对我图谋不轨了？那时候其实我就喜欢你了，刚好皇兄想给我指婚，所以我将计就计，让你入了我的局。对不起沐雪，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不过你相信我，除了骗你假成亲这事，其他我说的和做的全部都是真的，没有半句谎言。说完又怕他不相信，立马发誓道：若是你不相信我，我可以对天发誓，除了骗你成亲外，如果再有半句假话，好啦，我必在。这次的事情就算了，若是下次你再有事情瞒我，绝不原谅。沐雪，你放心，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轩辕锦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一次已经够了，他可不想再有下一次。想到差点惹毛了自家娘子，名分却还没争到，又凄凄爱爱的开口：雪儿，你能不能跟兰儿说一说，让她改改口，以后叫我姑爷啊？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跟他讲。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轩辕锦满意了。想到自己刚刚像个毛头小子似的丢人举动，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心中暗示自己在心爱女人面前丢人就丢人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9月底。皇宫里，轩辕龙派出去寻找长留门派的影卫回来了，说他们走遍了东海的海域，都无人知道东海之东是怎么去。坚守在城隍庙的人也回复说，放到树洞的纸条根本就没人来取。轩辕龙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知道是苏沐雪坑了自己。苏沐雪竟然敢骗朕，真是好得很呢！朕就以为朕不敢奈你何吗？江德海，叫禁卫军和羽林军还有申纪营3军一起给朕包了锦王府。我就不信他轩辕锦跟苏沐雪有3头6臂，能凭王府那点人和一把枪把我2万多人杀掉。陛下请息怒啊！怎么，连你也要忤逆朕吗？奴才不敢，奴才只是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想要跟皇上说一说。什么问题？
皇上，这离四国来朝的日子没有多久了，想必离得远的流萤国和镜花国，此时恐怕都已经要动身了。依奴才之见，就算要撕破脸，也要等四国离开之后再撕，最是稳妥。那你说该如何？难道朕就吃了这个哑巴亏不成？奴才有一计，皇上您看成不成？江德海走到主子身边，凑到他耳边嘀咕了一阵，才退开说道：皇上以为如何？行，就依你的法子来。说完走到桌案边，提笔写起圣旨来。没一会儿写好，盖上玉玺，收起圣旨递给江德海，让他去找人上晋王府传旨。穆雪，如今皇上这次下旨，肯定是派去东海的人已经回来了。他们没有找到线索，城隍庙那边也一直没有动静，这才逼不得已让你去联系卖枪的人。他这些日子为了应对皇上盛怒之下对穆雪不利，特意做了许多的防范，就连王府撤离的密道都让玄策布置好，看来现在是暂时派不上用场。皇帝老儿让我去联络卖枪人，其实是马不识我到底有没有在骗他。等我传消息时，他一定会派人来跟踪的。到时需要我把跟踪的人处理了吗？不需要，就是让他们跟踪才好。你又有什么新计划了？哼，他既然想跟踪，那就让他跟踪好了。到时候我会让他知道，我并没有骗他，而是长留门的人就是不想跟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做生意。你说什么？晋王妃写的纸条被一个会飞的怪物拿走了？是，那怪物不止拿走了纸条，发现我们在暗中观察后，还警告似的扇动翅膀，用罡风把我们全部人从树上扫了下来。影卫们交代完，轩辕龙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一个人在屋里转了几圈，嘴里喃喃自语：没想到苏沐雪竟然没撒谎，还真有这个长留门存在。江德海，你说这个什么长留门的门派，手里既有强大的武器，还能驯养这么厉害的怪物，以后会不会为祸天下，危及朝廷呢？这个，奴才不敢妄言。轩辕龙打定主意要多买手枪，宣了苏沐雪进宫商议。轩辕锦担心他一人进宫，出了事没人照应，也要跟着一起去。九皇帝，你是怕有人吃了你娘子吗？我倒不是怕有人敢吃我娘子，只是怕娘子像上几次那样揍人揍得太忘我，记不得回府用膳饿肚子。为了自己不被气死，他直接进入正题。晋王妃啊，你知道长留派的手枪卖多少钱一把吗？皇上，你是单买手枪呢，还是连子弹一块买？手枪？子弹？这是什么意思啊？皇上，你看，手枪它等于只是一个载体，要装这个子弹才能发挥它的威力，若不然就只是一个空壳子，除了可以当暗器砸人外，根本没有用。你的意思是，我买了这个手枪，还得买子弹才可以？当然，不过你别看它必须要装子弹才能用，但它可比军营里的所有的兵器都要好。它的第一个优点是可以远程射击，速度比箭还快，而且可以射出第一枪之后，都可以不用停顿就可以马上打出第二枪。不信你们瞧。这把枪只要有子弹，就可以重复使用无数次，直到报废为止。晋王妃啊，这个手枪多少银子一把？还有子弹怎么卖啊？长留派的人说，手枪200两银子一把，子弹5两一颗。皇上，你要买多少？你找他们买1万，不，买3万把手枪，再买60万颗子弹。苏沐雪心里默默地算着，一把手枪200两银子，10把2000两，3万把就是600万两，加上子弹300万两，一起900万两，专门手枪就挣588万两，加上子弹钱，这一单就得血赚800多万两。而且这么大的单子，空间升级肯定快。
一想到空间升级又有新武器出现，他的心里简直不要太爽啊！简王妃，简王妃！苏沐雪想得太入神，连轩辕龙喊了他2声都没听到，还是轩辕锦推了推他手臂提醒，这才反应过来。皇上，你喊我？轩辕龙大无语，他难道刚刚喊的是鬼吗？我就要这么多，你能买得到吗？没问题，小事一桩，你就算再翻1倍都能买得到。你怎么知道？当然是听长流派讲的呀，他们跟我说过，大批量交货半月就可以，到时候只需把银子放在皇城庙的空地上，他们收到后无误，1日就会把手枪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苏沐雪之所以把时间说成半个月，是因为这么多武器，若是时间说得太短，容易引起轩辕龙怀疑。若是他们收了银子，不信守承诺给手枪呢？那皇上你的意思是？这次要支付的银两这么多，所以我要一个承诺，若是长流派不准时交货，或者交过来的货有问题，简王妃你得全权负责。阿锦，我们走。哎，简王妃你先别走，听朕讲完呀。实在是这接近1000万两的银子有点多，你好歹总得给我一点承诺，好让我安心吧。你要找承诺，就去找长流派要去吧。我这忙前忙后，好心好意帮你买武器，一分好处没得到，结果你竟然还想坑我。皇上你的脸呢？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不干了，你自己去找长流派买吧。轩辕龙没有办法，好说歹说，最后承诺给他1万两银子，外加2把枪，200颗子弹，这才让他又重新答应下来。偷鸡不成反18米的轩辕龙望着2人远去的背影，牙齿是咬了又咬，最后只得无奈的叫江德海去备银子。今日来宫里赚发了的苏沐雪挽着轩辕锦的手臂，喜滋滋的往外走。路过花园，看到前方一大群太监宫女簇拥着一个雍容华贵的宫装美女朝这边走来。原本想停下瞧瞧美人，谁知那群人看到他俩就像见了鬼似的，呼啦一下跑得不见人影。你以前得罪过他？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看见你就跑？莫非他进宫之前暗恋过你，现在看到你怕失态，所以才跑开？有没有可能他是在怕你呢？不可能不可能，我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大美女，他怕我做什么？还记得你在赏花宴上做的事吗？所以他们真的是在怕我？当初你在宴席上杀宫女大赵明珠，又毁了陈青莲的脸不说，连半点面子都不给皇后，这件事都在后宫还有其他夫人和小姐们之间传开了。如今不管是后宫的妃嫔还是大臣的小姐夫人们，都恨不得离你远远的，巴不得永远都不要招惹上你。他们都说遇到你轻则被打残毁容，重则会丢命，所以刚刚萧贵妃见到你才会跑得那么快，远离你保命。你现在在整个京城都出名了，甚至有些人家为了吓唬自家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说出再调皮就让锦王妃来收拾你这话，听说效果还不是一般的好。轩辕锦像还是说的不够似的，笑着继续道：沐雪，京城的人还给你取了2个绰号，想听吗？什么绰号？都说来听听。一个是荆州女霸王。取绰号的人有眼光，霸王这个词用的不错，不过把女字儿给我去掉，再给我加个花，改成霸王花更加符合我的气质。霸王花，这个名字确实不错，跟你挺配的。还有一个呢？第2个你确定要听吗？听啊，为什么不听？说一半留一半是很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习惯不好，得改。快点说。东篱泼妇。这个名字是谁先传出来的？我已经查过了，是陈阁老家的人先传的，正准备去敲打一番，不准他们再乱叫。哼，敲打干嘛呀？不痛不痒的。要干咱们就去干一票大的。晚上我带你去见见世面，敢不敢跟我去？
当然敢。两夫妻回到王府，吃过饭就养精蓄锐，等到夜里丑时起身，穿上夜行装，带好装备，奔着陈阁老家去。现在的他已经学会了轻功，上墙都不需要轩辕锦抱了，直接飞上去。跃进陈家院子，进了陈府，按照老规矩，先去搬空陈家的库房，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轩辕锦原以为苏沐雪要就此回去，没想到他脚下转了一个弯，直奔人家卧房去，然后朝睡着的人撒了一把迷药，在轩辕锦目瞪口呆之下，拿出电动剃须刀，将陈家主子们不管男女老幼都给剃成了阴阳头。剃完头发之后，就连眉毛都没放过，全部剃光光。直到把所有人都剃完了，苏沐雪这才拍了拍手。打完收工。哼，你们敢给我取绰号，我就敢给你们剃眉发，看谁狠得过谁。轩辕锦看了一眼床上被他剃得怪里怪气的人，心中已经预见陈家人明天见到自己的模样，痛哭流涕，寻死觅活，估计差不多。不过也是陈家人活该，谁让他们谁也不编排，偏要编排他家这个小辣椒呢？对于这么勇的陈家人，轩辕锦只能在心里给他们默默点根蜡烛。从陈府回到家，轩辕锦亲自打了热水，让苏沐雪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等他起身，自己也干脆就着水洗了澡。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又捉弄了陈家人，苏沐雪心情特别好，拉着自家男人开启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人体探索之旅。直到天色泛起鱼肚白，二人这才相拥着沉沉睡去。这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想起昨天晚上荒唐事行到一半才发现没有蓝精灵，又因为太累没有吃事后药，苏沐雪立马拿出空间里换的紧急事后药，抠出一粒丢进嘴里，喝了一口白开水把药顺下去。转头就看到轩辕锦望着他手中药袋，心情还有些低落的坐在床沿边。阿锦，我知道你很想要孩子，可我现在……阿锦，我知道你很想要孩子，可我现在年纪还小，身体还没有长开，若过早生孩子容易造成难产，搞不好会一尸两命，所以还是等过2年，年龄大一点再生吧。沐雪，都听你的，那就过几年再生吧。轩辕锦听说会一尸两命，吓了一大跳，脸色都有些发白。虽然他很想要个属于他俩的孩子，可他更不想苏沐雪有事。反正知道苏沐雪不是不想给他生，轩辕锦也就放心了，过几年生就过几年生呗。书房里，陈阁老的大儿子陈胜和坐在下手的凳子上，一脸愁容地望着太师椅上的父亲说道：爹，咱家这是得罪什么人了？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这个人真是用心歹毒啊，往死里整我们陈家，把咱们的头都给剃成了这样。这要是传出去，外面会怎么讲我们陈家呀？对呀，爹，我们如今这副样子去上职，只怕会影响前程呢。陈家小儿子也是忧心满面，他在兵马师任副指挥，正在跟同僚竞争指挥一职，若是被对手见到自己这副样子，只怕得就题发挥了。毕竟东离国讲究以孝传世，圣人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回也，孝之始也。若被对家抓到这个把柄大做文章，那他的竞争资格可能就没了。这些日子你们就先告假在家蓄发。盛和，你派人去查，到底是谁这么针对我们陈家，再找人去大理寺报案，就说昨日陈家进了贼人，让他们找人过来调查，调查的事情让管家出面就好了。这些日子你们回去记得叮嘱各房的人，行事不要太过高调，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老爷，咱们家的库房被盗，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什么？陈阁老骇然起身，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在地，吓得众位小辈连忙上前去扶他宽慰。
我们陈家这到底是惹了谁呀？嘿呀！父亲，您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距离事情过去了7日，一直被愁云笼罩的陈家，倾尽人力物力，哪怕有大理寺一起联手，都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全体告假，闭门谢客，窝在府里等着头发眉毛长出来。继陈家之后，凡是讲过苏沐雪东篱泼妇的人，家里都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渐渐的，有聪明人悟出了其中关联，可又找不到证据证明是苏沐雪干的，只得管好自己的嘴，免得祸从口出。妍妍、罗儿，你们有没有兴趣做生意？做生意，我们能行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们有心想做，那就肯定能做成。我们当然想，做梦都想。上次吃烧烤的时候，苏沐雪讲的那些女子经商的故事，听得他俩是热血沸腾，也想像那些女人一样，做一个经济独立的人。沐雪，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不知道做什么好啊。你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什么？当然是胭脂水粉和美丽的衣裳啊。那就做胭脂水粉的生意吧。他倒是从空间里对出后世的各种大牌保养品和化妆品，效果保管吊打整个京城的胭脂水粉行业，而且是天下仅此一家，绝无仿品，不愁不挣钱。可是我们也没有货源来路，也不会制作胭脂水粉，这可怎么办？不需要你们制作，货源我来想办法，你俩只管盯着销售就可以了。两个姑娘听说他能找到货源，立马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刚好与皇上约定半个月时间已到。沐雪，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不用，我跟小七去就行，你在这里等我就好。他是去收钱，又不是去打架，人多了反而不好。那你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记得大喊出声，我立马就过去。知道了，那我先过去。苏沐雪说完，微抬手腕，小七就落在地面，幻化成7、8米高的形体，朝他喊着：“姐姐，快上来！”苏沐雪熟练地爬上他的背，坐稳之后，朝轩辕锦挥了挥手，一人一灵朝着下方飞去。守在城隍庙附近的影卫们看到前些日子见过的庞然大物又飞来了，虽然知道他不会伤害自己，可心里还是不由得害怕。小七都没搭理他们，只听从苏沐雪的吩咐，绕着银香转了一圈，然后朝远处飞走，消失不见。与他一起不见的还有地上的那一箱箱银子。好些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差点直接吓尿了。没想到那会飞的怪物除了气场强大，竟然还是一只吞金兽。这若是他想吞掉人，他们岂不是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这边苏沐雪收了银子，让小七飞回轩辕锦的身边。等小七停稳了，苏沐雪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小七瞬间又变回活人，还在他手腕上。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儿，已经拿到银子了，我们回去吧。刚进卧室，苏沐雪就迫不及待地进了空间，从刚收到的银子里拿出一小部分换成手枪和子弹。这次开放的有轻机枪、重机枪，还有轻型迫击炮、重型迫击炮。像手表一样的红外线感应探测仪，只要带上这个，就可以察觉出1到5公里外的敌军活动。有了它，轩辕龙就算买了手枪，也休想用来伤他分毫。苏沐雪在一堆探测仪里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高级别的探测仪，换了2块探测仪，花了1万多两银子。他打算自己一块，另一块给轩辕锦。毕竟他俩如今是夫妻，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他出事儿。出了空间，就看到轩辕锦静静地坐在屋子里，一如晚餐那样给他护航。阿锦，我有好东西给你。说完，在轩辕锦疑惑的眼神中，拿出探测仪送到他手上。这是什么？轩辕锦把探测仪拿在手中，好奇地把玩打量。这是一个长方的块状物，看起来非常的薄。这个叫红外线探测仪，
戴上之后，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探测到5公里范围，也就是你们讲的1800丈之内的敌人。苏沐雪边解释边给他戴上，然后伸手摁开探测仪上的功能键，告诉屏幕上他红点是敌军，绿色点则是友军，上面其他不同的线形表示山川、树木之类。他望着屏幕上的画面瞠目结舌，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有了这个功能，若他再上战场，以后在追踪敌人时，简直就要像苏沐雪讲的开挂一样，一追一个准儿。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沐雪，真的非常谢谢你。你是我相公，对你好是应该的，不用谢。沐雪，你怎么想着换这个探测仪的呢？这不是把手枪卖给了皇帝吗？为了防止他枪口倒转，我们总得做一些防备才行啊。刚好空间升级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里面找了一下，结果没想到还真被我找到了，所以就买了2块，你1块，我1块，这样以后就不怕皇上反水了。还是沐雪你想的周到。阿锦，这个探测仪是太阳能的，说是没电了，你在无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让它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然后按我刚刚教你的开机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轩辕锦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似的，把苏沐雪的话认认真真的听进心里。二人一直聊到兰儿带着下人端宵夜才停下。吃完宵夜，洗漱后安置不提。皇宫里，轩辕龙望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手枪和子弹，脸上笑容藏都藏不住。他疾步上前，从武器匣子里拿出一把手枪，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梦寐以求的武器，幻想着自己一统诸国，所有人都对他俯首称臣的样子，轩辕龙忍不住笑出声来。锦王府，苏沐雪原以为轩辕龙得到手枪会来找自己教他开枪的技术，还想着到时候再坑一笔学费的，没想到几日过去，宫里根本没有派人来请他，这倒是让苏沐雪惊奇不已。难道他们都无师自通了？不过既然轩辕龙没有让人来请，他也懒得往前凑，免得到时候叫不起价来。轩辕龙不找自己教学，他就把心思用在跟南烟顾罗合开的铺子上。如今铺子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要开始后续的准备工作了。首先就是招人，他写了一些条件和要求，让南烟2人按照写的去招人培训，自己则开始从空间换化妆品。因为这些东西包装都是现代的，不适合这个时代用，必须得重新换过包装才行。思考了一下，画出一些装护肤品还有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找到一个精通制陶的人，给他一个图纸和要求，问他能不能烧制。姑娘，这个小的能做，不过就是这个价格。只要你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出来，价格不是问题，而且后期量还不小。但是有一条，我画出来的东西只能我自己用，你不能再给其他任何人用，不然别怪我砸了你的招牌。制陶人立马答应下来，保证不会把他的作品给第2家。苏沐雪还是不放心的写了合同，若是制陶人违背，将要付给他天价的违约金。好了，万事俱备，只欠客户这个东风。希望咱们铺子里的化妆品和护肤品都能大卖吧。绝对会的，你看我的肌肤，自从用了你给的护肤套装，肤质细腻不说，还白了不止1星半点。如今我出门连妆都不需要化啦。妍妍说的对，我现在的肌肤也好了许多，连以前经常上火就会出现的粒子都没有了，连我娘都说我变美了许多呢。没关系，只要你们尽心工作，用完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们发。一切准备就绪，选了个最近的好日子，青岩阁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正式开张了。开张这日，店门口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也有一些女子怀着好奇的心思进了铺里观看。门口需要人迎宾，铺子里需要人手看着。南烟跟顾罗是第一次做生意，有些放不开手脚。苏沐雪就带着3个丫鬟一起在铺子里帮忙。轩辕锦因为是男子，不好去全是女客的铺子，不过他交代了好友，让他们必须叫上家里的姐姐妹妹们去捧场。这位姑娘，
我给您介绍一下本店的产品，这是我们的护肤品之一焕颜系列，它具有保湿锁水美的效果。姑娘，我看您的年纪大概和我差不多，皮肤光滑细腻，并不需要过多保养，只要适当的护肤就好。可以试试这款保湿型的护肤品，它清爽不油腻。苏沐雪把保湿型的护肤品功能说了个遍，又拿出试用装在陆小小的手上试了一回。这一套多少银子？我买了。姑娘真识货，这套护肤品本来是需要220两银子，看在您是我们第一个购买的客人份上，就说您200两银子吧。若是用得好，记得帮本店多多宣传啊。虽说价格不低，不过东西确实不错，值这个价。行，给我包起来吧。若真是好用，我一定会帮你宣传的。那就谢谢姑娘了。日后若还有需求，尽管再来，小店一定给您最好的。若真有效果，少不了再来光顾。说完，朝南烟点头示意一下，便迈着优雅的步子离开铺子。等他离开，南烟跟顾罗满脸崇拜地望着苏沐雪。哎呦，沐雪你好厉害呀！刚那一番介绍下来，连我们都情不自禁的想买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厉害呀？这没什么难的，只要熟悉产品功能，再用一点心思，很快就上手的。这才刚开始，你们要有信心。刚刚那个是晋国公府的嫡女陆小小，如果有了她的宣传，以后咱们的生意可不会差的。晋国公府，陆成风的妹妹。苏沐雪想起轩辕锦有个叫陆成风的好友，是晋国公府的世子，难道是他让自己妹妹过来的？南姑娘，这是你开的铺子啊？他心里满是疑问，南烟是堂堂宰相府的千金，怎么会抛头露面的出来开铺子呢？齐姑娘，欢迎光临，你想买点什么？你们这儿都有些什么啊？我们这里有护肤品、化妆品。南烟将早就背熟的产品类目一一报出，每报一种的时候，还不忘将产品拿出来给齐溪看，介绍它的功能。齐溪对护肤品和化妆品感兴趣，南烟根据她的皮肤提议用美白系列的产品。正在听南烟介绍的齐溪无意间转头，看到货架另一边的陈灵芝，立马笑着过来打招呼。灵芝姐，你也来啦？听你这口气，莫不是你也是被你家哥哥喊来的？周夫人好，欢迎您光临青岩阁。这铺子是你开的？对，我跟2个朋友合伙开了这个护肤品店，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捧场。这个好说，只要东西好，不止我们会再回来买，还会邀请更多朋友来的。那南烟先谢过2位了，还需要我俩帮您介绍一下其他的产品吗？你们这些产品瓶子看起来还挺精美的，是定做的吗？是的，这是我们合伙人苏沐雪亲自设计画图，然后让人烧制的。你是说这些瓶子都是景王妃设计画出来的？不止这个瓶子，还有瓶身上面的说明和我们铺子的装修都是沐雪想出来的。想必2位是都听过外面的传言吧？其实那只是外人对他不了解而已。南言说的对，只有相处久了的人才知道，沐雪她其实是个性格率真又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对朋友特别的好。2人在陈灵芝和齐溪面前将苏沐雪一顿夸，希望能改变外人对苏沐雪的印象，努力帮她挽救跌到谷底的名声。苏沐雪在休息区听到他俩的话，不由得微微一笑。其实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2位好友一心为他这份情，他领。也许是青岩阁产品新颖齐全，服务态度又好，自从开业之后生意就非常好。苏沐雪天天都会去店里指导他们如何销售，直到几人完全上手，才没再去管铺里的事。闲得无聊的他就跑到空间里种东西，练练功，打发时间。这天刚出空间，就听见说皇上下旨让他进宫一趟。苏沐雪有种直觉，一定是皇上让他进宫教枪法。刚巧轩辕锦不在府中，为了以防万一，他把防弹衣穿在身上，
又把红外线探测仪器也带上，全副武装，这才跟随传旨的人进了宫。进到养亲殿，果然如他所料，轩辕龙是让他教自己枪法的。苏沐雪秉着坑死人不偿命的信念，又从皇帝手上坑了5000两的学费才开工。他叫人在宫里空旷的地方立了个靶子，然后才开始教轩辕龙如何瞄准靶子扣动扳机射击。当然，对于这个以后定会成为对手的人，他教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只是让他知道了如何换弹夹、扣动扳机射击目标这些最基本的，其他的什么绝招他就懒得教了，让他自个儿去琢磨吧。锦王妃，你是不是没有用心的教啊？嗨，皇上话可不是这么讲的呀。我有没有用心的教，你难道没眼睛看吗？我射击的动作跟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话说的轩辕龙根本没法反驳，因为每个动作确实是一样，可他又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苏沐雪得理不饶人，你也无话可说了吧？所以阿史不出，不要怪茅坑，要怪只怪你太菜，明白了吗？苏沐雪毫不在意皇上黑到不能再黑的脸色，嘴里继续不留情地怼他。你看什么看呢？知道自己天赋不足就勤奋来补啊，这可比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多了。轩辕龙讲不过也骂不过，只得憋着气老老实实去继续练，一直到轩辕锦来皇宫找人才停下。望着二人相依远去的背影，轩辕龙眼中闪过一丝幽光。只要过了明年4国来朝的事，他绝不会再允许这两人在自己面前嚣张晃荡。他有没有为难你？放心吧，就算他想为难我，也没有那个实力。我没坑死他都已经算好的了。接下来的几日，苏沐雪借着教学的机会，逮着人就坑人，不管是吃的、用的、玩的，只要他看上的全都不放过，把轩辕龙坑的是两眼发绿，就连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都被他搜刮完了。轩辕龙也不知道他鼻子为什么那么灵啊，就连自己没有舍得让人拿出的贫婆果都被他翻找出来吃了个干净。为了不让他继续在宫里薅羊毛，第6日轩辕龙就赶紧叫他不要再来。苏沐雪很遗憾地对传旨太监说道：这么突然的吗？听说宫里还有几瓶贺年贡酒很珍贵，刚好我家王爷喜欢喝点小酒，要不再交一天，等我把那贺年贡酒拿回来先吧。传旨太监一听，跑得飞快。苏沐雪望着跑得恨不得多生出2条腿的太监，心道不就是几瓶酒吗？用得着跑得像是后面有鬼追一样吗？算了算了，大不了去空间里买几瓶给阿锦好了。不用再教轩辕龙射击的他，闲得实在无聊，就带着3个丫头去铺子里转转。没成想刚进铺子，就看到里面的货物货柜全都被砸烂了，场面一片狼藉。这是谁干的？是胭脂斋的人，因为我们的护肤品和化妆品深受客户喜欢，抢了他们的客源，所以胭脂斋的3少爷今日带人过来，找借口把我们铺子里的货全砸了。说起地上这些不能再用的货品，南烟和顾罗就想哭，值几万两银子的东西呀，就这么被生生砸毁了。还有那些正在挑选的客户，受此惊吓，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上门。那胭脂斋背后是什么来头？众人都知道，青岩阁身后有锦王府跟宰相府2大势力撑腰，按说不敢这样大胆来打砸才是。胭脂斋老板女儿是宫里今年得宠的影嫔，她家这些年占着这关系，没少打压同行。那前3少更是欺男霸女，坏事做绝，是京城一霸。只是因为她靠山强大，又有功夫在身，所以被欺负了的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南烟前几日钱家那个纨绔过来挑衅时，就让人打听过他家的背景。哼，看来这钱家是安逸生活的太久了，想换一种活法。不如我就成全他们吧。苏沐雪冷哼一声，看来他最近还是太低调，所以让那些不入流的牛鬼蛇神都感觉自己好欺负了。妍妍、罗儿，把店里的损失列一份单子出来，每个产品价格都要乘以3来报。好，我们这就去。南烟跟顾罗连忙应声去找纸笔。
等他俩列完单据，苏沐雪又吩咐自己的贴身丫鬟：“兰儿，你一会儿留在这里帮着收拾铺子。青竹、墨画，跟我去趟胭脂斋。”好的，王妃，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兰儿妹妹放心吧，如今王妃的功夫可不在我与青竹之下，而且有我俩在，没人能伤得了她的。南言两人列好单子，吹干墨迹递给苏沐雪。沐雪，给你，你万事小心。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有事的是钱家人才对。将纸条折好放进袖子，带着2名丫鬟直奔胭脂斋而去。胭脂斋跟青岩阁在同一条街上，相隔并不是太远，只要半炷香时间就到了。3位是什么人呐？识相的赶紧滚！胭脂斋可不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我姑奶奶是来讨债的人，你还不够资格跟我谈，让你们的当家人出来。哼，想见我家主子，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王妃，收拾这几个杂碎，我们俩来就行。行，交给你们了。苏沐雪退到一边，好让他俩尽情发挥。几个护卫以为2个小女娃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其中一个男人笑嘻嘻地对2人说道：“你们这些女人练个花拳绣腿，敢出来学人家打架？听本大爷的话，还是回家绣你们的花去吧。哼，那才是你们该做的事。”他这一番话引得众手下哈哈大笑。哪里来的贱人竟然如此猖狂，也不打听打听胭脂斋是什么地方，敢来这里捣乱，是嫌命太长了吧？什么地方？不就是仗着有个做皇帝老儿小妾的姐姐吗？哦，对了，要是算起来，你姐姐顶多就是个通房，连正经妾都够不上。他的这番话引得围观的人一阵哄笑。那些长期受钱家欺压的人，此时只觉得他说的痛快。钱齿昂在苏沐雪转头的那一刻，突然眼前一亮。她阅女无数，却还从未见过这么玉骨冰肌、美妙绝伦的女子，眼中闪过一丝邪淫之色，恨不得马上将眼前的人抢回去，做他的第8房小妾。精虫上脑的他只想将苏沐雪拐回家蹂躏，根本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在下钱之昂，是胭脂斋的东家。这位娘子，我们可能有误会。你我2人今日得见，实乃有缘。若能告知芳名，日后也好常念于心呐。大胆狂徒，竟敢对我家！青竹刚要上前呵斥，苏沐雪抬手阻止他往下讲，说出自己的名头，一会儿就不好玩了。哼，想知道我的名字，等打赢我了再说。既然如此，姑娘先请出招。苏沐雪也不客气，冷笑着双手抬起，使出这些日子轩辕锦教他的拳脚功夫，朝着猥琐男攻去。快叫人过来，给我杀了这个贱人！三少爷，我已经让人去找老爷，应该一会儿就该到了，你且忍耐一下。钱生昂此时好想骂掌柜这个傻，再忍耐一下，他就要被打死了。他转头对着苏沐雪语带威胁道：“贱人，你快放了我！若是等我爹过来，你就死定了！在我死之前，我会想要你死。”苏沐雪说完，摸出身上匕首，干脆利落地挑了他的手筋脚筋。啊！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杀了你！聒噪！然后左右开弓，直接将他打成猪头。住手！给我住手！钱大发带着一群护院赶了过来，快去给我杀了那个女人，把少爷救下来！护院们提着刀想跑进来救人，青竹和墨画提着剑将铺子门口护的是严严实实。护院们冲了几次都没能冲进屋来。爹，快点救我！钱大发倒是想带人快点进屋，只是清末2个丫鬟就像2尊门神，牢牢地立在门口。
他带来的人已经折损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人能冲进里面去。里面的人听着，谁能救下三少爷，我给银子1000两。屋里的伙计跟掌柜听到这么多银子，心中蠢蠢欲动，拿着棍子想从后面偷袭苏沐雪，只是还没摸到身后，就全被他手腕上的小七窜出来咬破喉咙，一命呜呼了。小七，干得漂亮！钱大发想让人收拾自己，苏沐雪就把气发到了钱尺昂身上。你平常不是很喜欢强抢美女吗？我今天就切了你的祸根，然后再把你卖去小官馆，让你也体验一把做女人的乐趣，怎么样？你敢？我可是宫里钱平的弟弟，你若敢伤我，我姐姐不会放过你的。钱平啊，我好怕啊！说完就干净利落地把钱渣渣的第3条腿给切了，在钱尺昂的惨叫声中，还不忘撩起他的衣角，擦干净匕首上的血。你姐姐若是想报仇，就尽管来，看看最后是她死还是我死。你简直就是魔鬼！钱尺昂痛苦的脸上青筋直冒，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知道我是魔鬼，那你还敢带人去砸我的铺子？你是景王妃？以前听这女人的凶名时，他还不以为意，以为只是别人传的谣言，没想到她竟然真的这么凶残。看来你听说过我的名头吗？既然如此，那你怎么还有胆子敢来我铺子捣乱的？今日我就来告诉你，做坏事的时候记得擦亮眼睛。毕竟我这样的人向来是有恩不一定会记得，但是有仇一定10倍100倍奉还的。你还想怎样？钱尺昂害怕到声音发抖，流血太多的他声音也变得有些虚弱起来。苏沐雪不想让他死得这么快，伸手点了他的几处穴道，暂时止住血。苏沐雪从怀中掏出南烟他们列的损失表，在钱尺昂面前晃了晃。这是你在我铺子里面砸损的东西价格表，21天做5，你们钱家得赔我50万。你们若是敢不给，我不介意直接送你上西天。给，这银子我爹一定给的，求景王妃你饶了我吧。钱尺昂泪流满面的哀求，也终于知道原来有些人真的惹不得，因为惹了会要命啊。青竹、墨画，把钱东家放进来。你到底是谁？究竟想干什么？爹，她是景王妃，你快救我！景王妃，我钱家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上门来伤犬子？无怨无仇？你儿子带人上门砸了我的铺子，毁了我的东西和生意，这不是仇，那什么才是仇？就算是毁了你的东西，不过是赔些银两而已，多少银子，我钱家补就是了，何故还要伤人，将我儿打成这样？你真当我们钱家是软柿子吗？哼，银子你钱家自然是要补，50万两1分不能少。至于打人嘛，想打就打了，哪来那么多为什么？至于你钱家是不是软柿子，捏一捏不就知道了。别以为你是锦王妃就可以为所欲为，信不信我这就去圣上面前告你无故殴打后妃家人，让圣上治你一个罔顾人命之罪。告我？行啊，那咱们就去皇上面前好好辩一辩，看看你钱家这些年到底罔顾了多少条人命，得吃多少官司。你到底想怎样？当然是想你赔银子，看着50万两1分都不准少，不然我不介意将你钱家所有产业砸得稀巴烂。你那个破店顶多值几万，凭什么要我赔这么多？你这跟抢有什么区别？没错，我就是抢，给你2条路，一是给银子，二是现在一起上金銮殿陈述钱家的罪状，钱老爷自己选吧。钱大发看他眼神笃定，好像上了金銮殿吃亏的一定是自己一般，心里有些害怕，不知道他究竟掌握了自家多少罪证。要是现在匆匆忙忙面了圣，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钱老爷再不早点下决定，你的宝贝儿子可撑不了多久了。钱大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儿子此时已经面如土色，气息微弱了，慌忙提高声音对外喊着：“快去找大夫，快！”慢着，先给银子，不然我不介意往他心脏捅一刀，让你儿子立马去见阎王。你……钱大发对上他冰冷的眼神，只得又对外面喊：“去取50万两银票过来！”银票到手，苏沐雪也不再阻止大夫给钱尺昂治伤。当大夫告诉钱大发说他儿子被人挑断了手脚筋，还被去世，以后是个废人时，气得钱大发朝着苏沐雪背影大喊：“晋王妃，我与你势不两立！”哼，钱垃圾，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姑奶奶我等着。苏沐雪走出门外，围观的人群中，许多受过钱家欺压的人立马跪下，感谢他替天行道。望着这些因为仇人被收拾激动到痛哭流涕的人，苏沐雪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无论在哪个时代，没权没势的人都活得太艰难了。哼，这钱家人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府里的银子既然不少。沐雪，你还打算去发财吗？废话，不去搬空他的库房，难道还让他留着到处打点脱罪啊？不过这次的银子我不打算自己留着，想把拿来的银子还给那些被钱家欺压过的无辜之人。这样，我让人去查一下钱家当初欺负过的那些人，若原就是黑心的人，被钱家欺负就当是他们的报应；若是善良的人，咱们就把银子还给他们，如何？还是阿锦你想的周到，就这么办。还有那些被钱世昂强抢了女儿的穷苦家人也一起查查吧，到时候也给他们一些补偿。两夫妻商量完之后，就开始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基于钱家太恶劣，苏沐雪并不打算只是搬银子，她还要让这些人无家可归。丑时是最适合干大事的时辰，两夫妻档趁着月黑风高，悄悄地朝钱府摸去。苏沐雪抬起手腕，打开红外线探测仪，看了一下钱府的护卫布置，虽然还算森严，但比起先前搬过的其他几家还是差远了。在屏幕上一番操作，找出钱家库房的方向，两人避开护卫摸了出去，放倒守卫，打开库房，里面金银珠宝不胜枚举。苏沐雪高兴得合不拢嘴，当即毫不客气地全部收入空间，然后拿出汽油洒在屋子周围，最后放了一把火。汽油助燃，晚上又有微风，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直到看着房子被熊熊燃烧起来，有人察觉大喊救火，二人这才扬长而去。钱大发从睡梦中被惊醒，起来看到整座房子都快被火势包围了，家丁们慌乱地拿着桶和水盆，不停地来回奔走打水救火。无奈火势太大，那点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完全灭不了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被烧毁。快，让人先去救库房！钱家管家立马组织人手，提着桶往库房跑。好不容易将库房门前的火扑灭，大门进去一看，里面竟然空空如也，连根头发丝儿都没剩下，感觉天都塌了，连滚带爬的跑出来对钱大发喊：“老爷，里边的东西全没有了！”全没有是什么意思？烧化了？不是的，老爷，是没了，里边的金银珠宝全部都不见了。什么？钱大发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人就直挺挺的往地上倒。老爷！过了好一阵子，钱大发才回过神来，想到今日跟苏沐雪的冲突，气得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是他，一定是锦王妃干的。翌日清晨，钱大发带着一大家子气势汹汹地来到锦王府，要找苏沐雪讨回公道。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就被福伯带着一众侍卫挡在王府门口。钱老爷真是好生无礼，你家的房子被烧，那定是因为你钱家平日作恶太多，就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
这才降下天火给你们的报应，与我们王妃有何相干呢？钱大发懒得跟他在这扯，大声嚷嚷着：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赶紧把你家王妃叫出来，今天她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哼，你喊我家王妃出来就要出来啊？你算老几呀？我家王妃日理万机，忙得很，可没空浪费在你这种无耻之徒身上。昨日你家王妃才打砸了我们胭脂斋，伤了我儿。昨晚上我们家就起火了，说不是他放的火，谁信呢？钱夫人这话说的，好像我家王妃多无礼似的。事实是，我家王妃之所以砸胭脂斋，不过是你们先砸了她的铺子。王妃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至于打伤你儿子，若是他不待人，砸清烟阁，吓到了客人，我家王妃不惜的搭理他一个烂人，好吗？还有，钱夫人后面那句话就更搞笑了，就因为我家王妃白日里去你家铺子里拿赔偿，你们就赖上我家王妃烧你屋子。那你现在一大群人来我这王府门口，我还说我们府里丢了1000万两银子呢，看来也是你们拿的，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呀？福伯中气十足，一顿输出，把钱夫人是气得够呛。你血口喷人！怎么，就允许你钱家无端的栽赃泼脏水，就不允许别人还给你们吗？我还是那句话，有证据你们就去报官，没证据就滚，不然别怪我锦王府的人不客气了。钱大发虽然心里知道是苏沐雪搞的鬼，可他也确实没有证据。见周围围观的人已经对他们指指点点，脸上都是鄙夷的神情，认为他们是在讹诈锦王府。挂不住脸的他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福伯，灰溜溜地带着家人离开了。等钱家人离开，福伯这才让围观的人群散开，带着侍卫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府禀报。福伯威武。是王妃教导的好。考虑到钱府吃了这么大亏，肯定不会就此罢休。苏沐雪觉得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与其让这几只蟑螂后面再出来恶心他，还不如直接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无路可走。说干就干，他立马拉着轩辕锦，打着进宫看望太后的借口去慈宁宫转了一圈。出来见天色已暗，两人就直奔颖妃住的宁香轩。这时的钱媚儿已经接到父亲的书信，知道苏沐雪弄残他的双生弟弟，还毁了钱家的消息。原本貌美如花的脸顿时被愤怒扭曲。想他钱媚儿虽然位分不高，但仗着钱家的财力笼络了御前的公公们，让他们在皇上面前给自己说点好话，所以一直还算是皇上的宠爱。1个月起码有5、6日是宿在他这儿的，皇上还亲口说过，等诞下皇子就升他妃位。这个苏沐雪竟然敢公然与他作对，动他的前程带子，真是活腻了。想到这儿，他美丽的眼睛闪了闪，在贴身丫鬟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就让他快去快回。半炷香的时间，丫鬟领着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里的人进来，然后自觉地走出房间，还不忘娴熟地关上房门。看来做这样的事情不是1日2日了。媚儿，段郎，两人相互抱紧身体，恨不得将彼此融进对方的身子。2个人4只手在对方身上饥渴地探索，迫不及待地给对方喂唾液。苏沐雪躲在房顶上看得叹为观止，悄悄地对一边的轩辕锦说道：我去，你哥这头顶上简直就是一片青青大草原呐！别看，辣眼睛。切，这才哪到哪儿啊？更激烈的我都看过。你还看过谁？他有我好看吗？开玩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人一向喜欢吹牛的。轩辕锦没有说话，只是用悠悠的眼神望着他，一副你看我信吗的表情。苏沐雪尬笑着转移话题：快看，他们好像要密谋了。
段郎，媚儿幸好有你在身边，不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怎么了，媚儿？这次又是哪个宫妃欺负你？告诉我，我帮你去摆平他。段义潇心疼地将心上人搂进怀里问道。他与钱媚儿原本就是情侣，后来心上人被逼进了宫，他舍不得这段感情，所以舍弃白鹤门少掌门的身份，也跟着进宫做了侍卫。这些年为了帮心上人顾宠，他没少处理那些敢挡媚儿路的女人。怎么，这次的宫妃势力很大吗？那你也别怕，我只要飞鸽传书回白鹤门，有父亲和白鹤门的人在，就算那人有朝廷高官做靠山也不怕。大不了让父亲联络其他的绿林好汉，灭了高官满门。这种事情以前又不是没做过。段郎，让你父亲帮忙，他会不会答应啊？放心吧，我爹只有我一个儿子，只要我提出来，他一定会答应的。段郎，你真好。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了吗？是景王妃苏沐雪。是他？段义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这些日子他也听说过许多苏沐雪的传闻，知道这是个不好惹的女人，况且他身后还有锦王府撑腰，对付她的风险有点高啊。哼，难道你们白鹤门也害怕她不成？当然不是，只是听说这个女人很难缠，又有一种不知名的武器在手，她的背后还有锦王府，对付起来有些麻烦而已。不过一个女人而已，外面的人把她说的也太厉害了些。至于那什么武器，到时候杀掉她夺过来不就好了？只要她一死，景王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死的病秧子，就算想报仇又能如何？媚儿，你说的对，到时候就让父亲匿名杀了景王妃夺过武器，就算景王想报仇也找不到人。正是如此。行，等回去我就飞个传书回白鹤门去。段义潇说完，眼神火热地望着风情万种的女人，眼中的欲望不言而喻。哎呀，真是个冤家。苏沐雪想下去收拾人，却被轩辕锦一把拦住。有的是人收拾他们，不必这么动手。轩辕锦伸了一下手指头，一个身着黑衣的暗卫。你去引几个妃子过来这里，务必要让他们发现屋里的事情。暗卫点点头，立马飞奔离开。这招借刀杀人高明，我喜欢。苏沐雪笑了，对男人做出一个赞的手势。轩辕锦得到他的夸赞，嘴角不自觉地微微扬起。过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宁香轩门外传来混乱的脚步声，接着钱媚儿的丫鬟略带紧张的声音响起：几位娘娘，我家娘娘已经休息了，请你们改日再来吧。你家娘娘哪日不是虚时8刻过了才上床啊？今日才虚时2刻，怎么可能睡这么早啊？莫非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没有这样的事，梅嫔娘娘不要血口喷人。有没有事？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一个身穿绿色宫服的妃子说着就往屋里闯，丫鬟连忙拦住不让她进，气得女人踹了她一脚。该死的死丫头，我们不过找你家娘娘聊聊天，你就在这推三阻四，莫不是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丫鬟被她踹到一边，捂着肚子半天起不来。宫装女子看都不看她一眼，直接推开门就往屋里闯，其他人也跟着一窝蜂的往里走。钱媚儿的丫鬟根本就拦不住，只能抬高声音给里面的人报信：各位娘娘，我家娘娘真的睡着了，你们有事明日再来说吧。屋内正在激战的两人听到有人来了，顿时吓得六神无主。钱媚儿吓得面无血色的抓着被子，身体抖得像筛糠。怎么办？若是被他们看见，我俩就死定了。媚儿别怕，我先上房梁躲一躲，你尽量保持镇定，将他们支走。好，记得一定要藏好点。若是苏沐雪二人不在这儿，他俩计策还真的会成功。
可惜这俩人运气不好，偏偏遇上。在段奕霄飞起的一刹那，轩辕锦捏起一块瓦砾，用了10成的功力对准他的脚踝就打了过去。提气刚想飞上房梁的段奕霄顿感脚踝剧痛，就这么猛地从半空中摔下来，啪的一声趴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几位宫妃进来就看到了这一幕，吓得尖叫出声。快来人呐！隐蔽屋里有刺客！娘娘，刺客在哪里？在屋里，你们快进来抓刺客呀！侍卫头领听到这话，连忙带人进屋，就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趴在地上，而影嫔拥着被子坐在床上，面无血色，仿佛已经被吓傻了一般。众侍卫哪里还不明白眼前出了什么事儿啊？谁也不敢再看钱妹儿，上前将段奕霄团团围住，然后差人去请皇上。我们先走吧，一会儿会有更多的人来了。苏沐雪虽然还想吃瓜，可她也知道此时不是吃瓜的时候，只好点点头，遗憾地离开。翌日，苏沐雪刚刚起床，就听说宫里的影嫔被刺3尺白绫，一个姓段的侍卫被五马分尸。接着没几日，一个叫白鹤门的门派被人一夜之间灭了门，而钱家随着钱妹儿的死亡，原先那些被钱家欺压过的人纷纷带着状子去了顺天府，告他们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强抢民女等罪状。因为证据确凿，钱家全家被判满门抄斩。随着监斩官一声令下，刽子手们的大刀利落地砍下钱家人的人头。有个小伙子激动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爹娘妹妹，你们看见了吗？仇人终于得到他们应有的下场了，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说完，朝着锦王府的方向磕了几个响头，嘴里高喊着：感谢亲王，亲王妃替爹行道，让钱贼伏法。他这一跪，许多人也跟着一起跪下，大喊感谢锦王。有人不解地问：不是皇上下令斩的钱家吗？你们怎么感谢起锦王他们来了？钱家之所以猖狂，就是皇上在背后撑着腰。若不是锦王妃不畏强权，斗倒了钱家，我们岂能大仇得报？就是，若不是皇上贪图钱家女的美色，钱家岂敢如此嚣张？还有，若不是锦王让我们放心大胆去顺天府告状，又哪能有钱家今日的下场？百姓们七嘴八舌，嘴里念的都是锦王府的好，对当今圣上却只有怨气。钱家的事情告一段落，轩辕锦已经让属下把被钱家人迫害过的人背景已经查清楚了。苏沐雪拿着从钱府搬回的钱财，趁着夜深人静，悄悄放到那些被迫害过的善良百姓家中。翌日，大家起床，发现桌上有包银子，一看数量正是钱家坑自己那些，顿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心里明白是谁送的，却又心知肚明的选择不吭声。不过从此以后，每户收到银子的人家，家里都供着2张长生牌，上面的名字赫然是轩辕锦和苏沐雪。百姓们每日虔诚的烧香，祝他俩长命百岁，岁岁无忧。不过百姓们这些自发行为，苏沐雪两夫妻并不知情，他们正在为过新年做准备。新年快到了，锦王府上下都在忙碌着迎新年，仆人们忙着打扫房屋，贴新春联，裱窗花，置办年货，挂喜庆的红灯笼。28这日，宫里举办宫宴，所有的皇亲和官员都要带着家眷参加。这次是皇上下令举办的宫宴，苏沐雪作为王妃，今日是要穿宫装入宫的。一早兰儿就给她戴上华贵的凤冠，再穿上绯红色的阔袖宫装，上面的牡丹花雍容华贵，花瓣栩栩如生，领口镶着一圈白色貂绒，更衬托她的肌肤胜雪，美得不可方物。轩辕锦见她穿着绯红，也找了一身同色系的穿上，腰间一条镶金白玉如意带，头顶一件白玉银冠，衬托她的风华绝代，俊美无双。
就连脸上画的中毒妆容都让她别有一番病态的美感。这次的宫宴设在林德殿，苏沐雪还是第一次来。她好奇地打量了一圈，只见殿内金碧辉煌，12根盘龙柱巍然耸立，上面镶嵌着夜明珠，屋顶挂着数百盏宫灯，灯火摇曳，将原本有些昏暗的林德殿照得亮如白昼。各位爱卿，旧岁已辞，新年已至。过去1年中，诸位与朕同心协力，保我东离国江山稳固，百姓安居乐业。今日新春宫宴，朕愿与尔等开怀畅饮，共度佳节。祈愿新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终于等到轩辕龙话音落下，众位朝臣复又起身，共同说了一句：愿我东离国新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苏沐雪撇了撇嘴，果然是领导都喜欢长篇大论。轩辕锦见他似是有些无聊，轻轻告诉他马上就好了。果然话音刚落，轩辕龙就挥手让众臣子坐下，朝贴身太监点头示意。开宴！妍妍，我看你脸色不好，是出什么事了吗？沐雪，你说你以前没有参加过宫宴，可能并不知道东离国的规定，那就是每年3品以上的官家女儿出席时都要表演才艺的。而我作为丞相家的嫡女，一会儿必须得在御前表演才艺才行。可是我刚刚听丫鬟讲，我带来的衣裳被人故意破坏了，这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衣裳代替，真是要急死人了。若是不表演会怎么样？若是不表演，恐有人会说南家藐视圣恩，不愿意为皇家献艺，引得圣上不悦，会带来许多麻烦。若是只怪罪他还无所谓，只怕是因为自己的粗心影响了爹爹和南家的前程。你表演的是什么？我表演的是霓裳舞，可是如今没有了衣裳，其他的项目又没有准备，也并不是特别出彩。哎呀，都不知道一会儿到底要如何收场。跟我走。去哪儿呀？去宫房。啊？别啊了，快跟我走吧。哎，沐雪，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我不能走，这样会影响到我爹与南家的前程的。南烟以为苏沐雪要拉着他逃走，极力想挣脱好友的手，回到殿中。不管如何，他都要跟爹娘一起面对。我来不及跟你解释，放心吧，误不了你的表演时间。苏沐雪并不放手，拉着好友边走边说，很快来到了宫房。在这里等着，不要让人进来打扰我，也千万不要走开。苏沐雪说完进了宫房。南烟虽然心里焦急，可面对好友严肃的叮嘱，又不好立马离开，只得心急如焚地站在门口等待。苏沐雪进了空间，问了008跳古典舞的服装在哪个界面，然后飞快地在指尖界面搜索起来。挑选了好多件，终于看上一款丝绸加薄纱质地的大摆长裙，虽然价格不菲，但她现在有的是银子，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把衣服兑换了。抱着衣服出了空间，朝着外面喊道：妍妍，快进来。沐雪，我……南烟推门进来，话都还没说完，就感觉手上多了一包东西。这是什么？你的衣服，快点换上。南烟展开衣服，眼睛都亮了，有些爱不释手地摸着说道：哇，这衣裳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衣裳。沐雪，你从哪里弄来的？哎呀，以后再跟你解释，现在先把衣服换上吧，不然迟了该赶不上表演了。苏沐雪催促着好友，想到这个时代的小姐们穿衣服都有丫鬟伺候，她又问南烟：对了，你会穿衣服吗？要不要我去找人帮你？啊，不用了，我会穿。怎么样，沐雪？南烟穿上之后，随意转动一下身体，顿时裙摆飞扬，美得像仙女下凡。你将会是今晚整个大殿中最亮的女。沐雪，谢谢你。我们是朋友嘛，不必言谢，快回去吧。哎，不，容我先把外裳穿上。
我要让害我的人气得吐血。当二人来到殿中的时候，现在表演的是太傅家的嫡女冷婉清。她身着紫色纱裙，转动的时候显得仙气飘飘，非常优美。南烟刚坐下，冷婉清已经完成最后一个转圈动作，停了下来。大殿里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冷太傅之女，真不愧是京城有名的才女。此一曲舞，恰似仙娥下凡，神韵天成，当赏之。蒋德海，替朕赏太傅之女冷婉清蜀锦1匹，如意瓷瓶1对。臣女谢陛下赏赐。得到奖赏的冷婉清刚准备下场，转身就看见南烟穿着一身平常的服饰回来，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得逞的笑。他转头对高阶上的帝后二人假装谦虚道：皇上，皇后娘娘，其实南宰相家的嫡女南烟舞姿更胜臣女，不如请她舞上一曲，祈愿咱们东离国新岁，国泰民安，不知如何？如此甚好，就依冷姑娘所言，南姑娘你就舞一曲吧。南烟也终于知道害自己的人原来是冷婉清，看来这女人担心他用其他的技艺过关，所以专程向皇上点名要他跳舞，真是居心不良。怎么？难道南姑娘不愿意献舞为东离祈愿吗？南烟，回皇上，皇后娘娘，臣女并非不愿意为东离祈愿，而是在想怎样才能用更好的舞姿为我东离国、为太后、为皇上、皇后娘娘祈愿。南姑娘真是有心了，我与皇上等着你的祈愿。若是跳得好，一会儿定会重重有赏。冷婉清脸上笑得有些幸灾乐祸，心里暗道：没了舞衣，就这身衣服，我看你如何跳。南烟像是没看见他眼中的恶意，直直地站在大殿中，笑着望着他说：冷姑娘还不下去吗？怎么，是想和我一起跳吗？妹妹跳的不如南姐姐好，就不在这里献丑了。冷姑娘这声姐姐可别乱喊啊，一来我比你还小半岁，可别把我叫老了；二来我家就我一个女儿，可不记得还有你这么个庶妹哦。你南烟，牙尖嘴利没有用，没了彩衣，我看你如何收场。哼，我如何收场不劳烦冷姑娘操心。既然知道自己技不如人，那就快快滚下去，别耽搁我为太后、皇上还有皇后娘娘祈愿。冷婉清说不过他，只得冷哼一声，朝自己的位置走去。南烟等他下了大殿，这才缓缓伸手，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脱去身上的外衣。当外裳被扔到一边，顿时露出他里面美轮美奂的舞衣和神仙玉骨的身姿，整个大殿当即发出惊叹的声音。哇，这件衣服好美啊！不对，你说错了，是人跟衣服都美。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还有这么漂亮的衣裳？一定是他偷的。冷姑娘这是在做什么？南姑娘不过是换了一件衣裳而已，你这么激动干啥？再说了，要南姑娘跳舞不是你建议的吗？现在你这么惊讶，莫非你刚刚的建议是口不对心，其实只是恶毒的想让南姑娘在众人面前出丑而已？此话一出，众人看向冷婉清的眼神都变了。不是，我没有，景王妃你不要冤枉我。哼，我冤枉你？你祖上是当厨子的吗？这么会甩锅？你刚刚是什么意思啊？在场的只要有眼睛，谁又会看不出来？怎么，以为破坏南姑娘的舞衣她就没法跳舞，然后整个主场就是你的是不是？可惜呀，人家南姑娘早有准备，多备了件比原先更好看的衣服。你这小人算盘这下落空了，傻眼了吧？你说你这人吧，长得没人家南姑娘好看，舞也跳得没人家好，和人家一比起来，简直就是一无所长的废物。啊，不，我说错了，
你还是有所长的，比如在给人添堵这方面，你已经做到了登峰造极。有些人呐，害人不成，没想到最后却成全了别人。我就想问你哈，对这个结果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冷婉清被他对得哑口无言。冷夫人见状，连忙起身维护女儿。晋王妃，我冷家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毁我女儿的名誉？我说冷婉清为什么这么不要脸？感情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哎呀，冷夫人，虽然这脑子跟肠子长得很像，但没有必要装一样的东西吧。说我毁你女儿的名誉，你家里没有铜镜，我想至少尿还是有的吧。你女儿算哪根葱？哪里值得我浪费时间去毁她名誉？今日在这店里的，谁不是从小在大宅子里面斗到大的？冷婉清头先在皇上和皇后面前那样推举南烟，后面又露出那种表情，说他心里没鬼都没人信。想起刚刚锦王妃说冷婉清剪坏了南烟武艺一事，看来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冷太傅，虽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德行还是需要修一修的。皇上的话让冷太傅与夫人脸色一白，这已经是把女儿定在德行有亏上了。臣惭愧。想到冷义康是本朝最年轻的太傅，也确实有点才能。轩辕龙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敲打了几句，便摆了摆手。行了，先去坐下吧。冷太傅谢恩退下，只是脊梁骨都弯了许多。见丈夫如此，冷夫人也有些后悔。这一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众人看才艺的心情，大家神情专注地望着殿中央那个仿若仙子般灵动的女子。她那优美的舞姿简直就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每一个旋转带着如梦似幻的韵味，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直到一曲终了，众人还没有从她舞姿中回过神来，直到过了几息时间，才有人反应过来，开口叫好。接着如雷般的掌声响起，久久不息，就连轩辕龙都半开玩笑道：好你个南廷玉啊，以前朕竟不知你养了这么个多才多艺的女儿啊，当真是瞒得好紧呐。皇上，皇后娘娘恕罪，非是臣隐瞒，而是小女顽虐，平常做什么都是浅尝辄止，这次之所以跳得出如此舞蹈，想来都是托了皇上与皇后娘娘的鸿福呢。回皇上，皇后娘娘，爹爹说得对，臣女平时比较散漫，这一次能为东离国太后与皇上皇后娘娘祈愿，是臣女莫大的荣幸，故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只有竭尽全力一舞。唯愿我东离国国运永昌，愿皇上圣体康泰，国祚绵延，万寿无疆，愿皇后娘娘凤体安康，福慧双修，与皇上琴瑟和鸣，共谱盛世华章。哈哈，朕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们妇女也太过当真了。南烟不仅才艺了得，礼数也如此周全，实在是难得呀。朕与皇后决定赏南烟锦属5匹，云锦5匹，另赏黄金100两，以示嘉奖。谢皇上，谢皇后娘娘。南家妇女叩首谢恩之后，这才擦了擦头上的汗，回到自己的位置。二人脸上并没有像其他得到赏赐的人一样露出欢喜的表情，反而心里有些诚惶诚恐。到最后也只有2、3个姑娘得到皇上的赏赐，不过没有一个人的赏赐能盖过南烟去。她是今晚最出彩的闺秀无疑，只怕今晚过后，京城的才女之名又要改了。为让大臣们尽情地参加这次宴会，9时左右，帝后就携手离开。暮雪，刚刚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是朋友，有人欺负你，我当然要帮忙了。说谢谢就见外了。南烟也知道，若是太客气，反而显得生分，不如不说。反正以后若是暮雪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也拼尽全力帮就是了。于是也没有再多说，
叹了口气，转而跟好友抱怨吐槽：哎呀，还是跟你们俩处着舒服。那些虚伪的贵女，谁得势就跟谁玩。往日里恨不得离我8丈远，如今看我在帝后面前得了脸，又跑过来虚情假意、阿谀奉承，真让人倒胃口。嗨，若是早知道你不喜跟他们相处，刚刚过来找暮雪时，我就去拉你出来一起了。就是嘛，你若早一点过来，我就可以早点摆脱他们的折磨了。你不想要的，却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呢。苏暮雪说着，朝冷婉清那边意有所指的看了一眼。南烟秒懂他的眼神，厌恶的扫了一眼冷婉清。哎，别说了，那个女人就是个神经病。我平常跟她也没有太多的交集，都不知道哪里惹到她了，非要在宫宴上这样害我。哼，这个冷婉清平时一副清高的样子，没想到私底下这么下作。哼，这种人就是假清高，实际俗不可耐。既然你与他平日里没有恩怨，那就可能是跟感情有关系吧。苏暮雪冷静分析，她坐在这儿一直有注意冷婉清的举动，没有疏忽那女人总是有意无意瞟向殿中某处的目光，心里顿时有了猜测。此话就更让人糊涂了，我这才都没有正式议亲，八字都还没有一撇，能跟他有什么感情冲突啊？你以前在宴会上表演的是何曲目？跳舞。虽然琴棋书画我都不太行，但只有跳舞是我最擅长的。那冷婉清是不是每次也表演舞蹈，而且技艺和你不相上下？确实是这样，不过往年我并不想在宫宴上太过出风头，只求无功无过便罢了，所以每次参加宴会时遇到表演才艺，还会故意差他那么一点点，从来没有抢过风头。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这样针对我。南烟其实并不愿意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他们这些大臣之女要是表现太过，引起上面人的注意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以前就出现过好几例，官家之女因为太过耀眼，被宫里选中封为郡主去和亲，或者笼络朝中大臣的事情。他这是把你当竞争对手，假想敌了。虽然你每次都输他一点点，但他怕你万一胜出会抢了他喜欢之人的注意，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毁掉你这个跟他不相上下的人更安全。南烟在大殿中扫了一圈，想看看那个让冷婉清发癫的男人是谁。就是那个。南烟顺着他的指点望去，不禁愣了一下。原来是他呀！你认识他？知道他这个人，但是跟他不熟。这人除了长得好看，还有什么来头？他是辅国公世子，叫上官云，是京城的4大才子之一。京中许多闺阁女子都爱慕他，不过倒是没有听说过他心仪谁。这冷婉清真是脑子有问题，才会把我跟他扯在一起，还为了他故意陷害我。南烟觉得这样如狄仙般的人就该远距离观赏就好，他可不敢想自己会与他有什么关联。只是他不知道有句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形容他跟冷婉清的。南烟回府，刚刚准备查叛徒，就听到沁儿回报说他的另外一个丫鬟莺歌不见了，翌日就传来他投井的消息。南烟心里明白，这莺歌就是那个被收买的人。新年都还没过完，辅国公府竟差媒人上南家提亲，说辅国公世子觉得南烟温婉贤淑，要想与他结秦晋之好。南烟听到这个消息，顿时都麻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觉得自己肯定是幻听了，不然那个名满京都的男子怎么会上门跟自己提亲呢？不过惊奇归惊奇，当南夫人询问他意见时，南烟一口回绝了。南夫人万万没料到女儿竟然会回绝这门顶好的婚事，她惊讶地问道：啊，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喜欢。南烟想到自己要是跟上官云扯上关系，只怕出门会遇到100种死法。他又没有苏暮雪那种上天入地的本事，提心吊胆的日子他可过不来。
还是老老实实找个低调一些的男子，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过完这辈子吧。可是上官云却不愿意这样放弃。想到那日官宴上那抹宛如仙子般的倩影，他心中就忍不住想要再次见到南烟。20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女子产生这种魂牵梦绕的情绪。听到媒人说南姑娘对自己无意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被拒绝之后的生气，反而带着一种欣赏，觉得南烟果然是个清新脱俗的好女子。在这种焦急的等待中，时间一晃就到了上元节。一会儿你俩去保护南姑娘和顾姑娘的安全。回身又叮嘱2位好友：燕燕、朵儿，你俩没有功夫在身，一会儿要抓紧我，千万不要走散了。又对不会武功的兰儿和南烟的丫鬟沁儿，还有顾罗的丫鬟秋桐说道：你们一会儿也要跟紧我们。他听说这古代人贩子特别多，那些人尤其喜欢制造混乱，抢年轻漂亮的姑娘，把她们卖去青楼或者卖去扬州做售马，能挣一笔不少的银子呢。哟，秦王爷，好巧。是挺巧的，上官世子。也不知是谁家的随从，从下午就一直蹲在自己府门口守人的。上官云像是没有发现轩辕锦的脸色一般，装作无意间转头，微微有些惊喜地对南烟说道：哎，原来南姑娘也在啊。苏沐雪一阵的无语呀。上官世子，相请不如偶遇，既然都是来逛花灯节，景王爷，不如我们一起做个伴如何？话说到这儿，人已经自来熟地站到他们的堆里了。众人再拒绝就显得有些小气，轩辕锦也只好点头应允。他没拒绝，3个姑娘也不好拒绝，只好一起逛。不过南烟因为拒绝过上官云的提亲，现在看到他还真是有些尴尬。苏沐雪打量着古代的夜市，还别说，这古代的上元节夜市虽不如现代那样灯火辉煌，但也别具一番风格。路过一家花灯店，木牌上写着猜灯谜、迎花灯。上官云感觉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当即停下脚步对几人说道：哎，这里有猜灯谜的，我们也进去凑凑热闹吧。轩辕锦见苏沐雪伸长脖子，好奇地盯着花灯铺子瞧，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于是点头答应。一行人走进铺子，轩辕锦就拉着苏沐雪去看花灯了。顾罗也在墨画的陪同下猜自己喜欢的灯谜。兰儿跟沁儿、秋桐在旁边兴致勃勃地看着花灯。南烟对里面一盏栩栩如生的玉兔花灯很感兴趣，只是上面灯谜比较难猜，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想出来。南姑娘喜欢这只花灯吗？啊，挺喜欢的，就是这谜底有点难，我猜不出来。啊，在下不才，就来试试吧。世子请。上官云仔细瞧了瞧上面的字。上不在上，下不在下，天没他大，人有他大。这幅谜底确实有些难，不过为了在姑娘面前博取好感，这个灯谜他非猜出来不可。哎，嘿，有了。说着，他拿起店家准备的笔，在纸条上飞速写下谜底，递给店家。哎呀，这个谜底从去年就一直没人猜出来过，公子真是好文采呀！掌柜的过奖，在下也只是侥幸而已。店家笑着把兔子宫灯摘下来，递到他的手里。啊，公子，这盏灯是您的了。哎，多谢掌柜的。上官云接过兔子灯，送到南烟面前。南姑娘，给我的？当然，这盏灯啊，是我专门为南姑娘赢的。这恐怕不好。不过一盏花灯而已，没什么不好的。况且我一个男子拿着这样一盏兔子灯，恐怕会遭人耻笑。还请南姑娘帮个忙，帮我拿着它吧。多谢世子。应该是在下多谢南姑娘帮忙解围才对。若不然呢，我拿着这盏灯出去，若是被好友看见，只怕会被嘲笑1年。
南烟想到他一个大男人提着一盏兔子灯的样子，确实有些好笑，忍不住微微扬了扬唇角。上官云看到他笑了，也忍不住愉快地扬起嘴角。两人这副样子落在与姐妹逛上元节的冷婉清眼中，就变成了郎情妾意的场景。贱人，先让你得意一会儿，过了今晚，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放完河灯，一行人开始往回走。这时骤然遇到许多人往这边拥来，嘴里大喊着前面走水了。慌乱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将街道淹没，一瞬间就把他们挤到里面，动弹不得，想施展武功都难。轩辕锦警惕地将苏沐雪紧紧搂在怀里，嘴里不停地嘱咐其他人注意安全。可当人群散开之后，还是出了问题，南烟不见了。这里怎么回事？天烟呢？对不起王妃，是奴婢疏忽了。奴婢原本是跟着南姑娘的，看到有人推她的时候，正想上去保护，可是被人用利器伤了手臂，一转眼就没见到人了。青竹面带惭愧道，众人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此时鲜血直流。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事，只有南姑娘不见了。我要是猜的没错，这应该是一场阴谋，一场针对南姑娘的阴谋。这些人制造混乱，伤了保护南姑娘的青竹姑娘，而我拉着南姑娘的手也被扎了穴。上官云说着伸出自己的手，众人一看，上面还留着一个针眼大小的孔，此时还隐隐有着血迹。上官公子分析的对，看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掳走南姑娘。阿锦，你快让人封锁各个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轩辕锦点点头，立刻吩咐暗卫去办。苏沐雪见青竹的手臂在滴血，开口吩咐他：青竹，你先回去治伤，顺便把顾姑娘主仆和兰儿、庆儿他们带回王府去，其他人跟我一起去找南烟。沐雪，我也一起去找烟烟。顾罗此时满眼通红，很担心好友出事。庆儿也不愿意回去，想要留下来找小姐。青竹更是因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南烟而自责，想要一起去寻找。青竹，你听我说，顾姑娘几人没有功夫在身，我们现在要找人顾及不到他们，到时候万一出什么差池更麻烦。你先带着人回王府等。说完又对南烟的丫鬟说：庆儿，你先跟着青竹回去，我一定会把你家小姐找回来的。景王妃，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家小姐，青儿求您了。放心吧，我会把人带回来的。你们快点回去，免得我要担心南烟，还要担心你们。顾罗等人知道自己留下也没什么用，反而会拖后腿，于是只能忍下心里的担忧，先坐上马车回王府。苏沐雪刚把眼光转向上官云，男人立马反对道：景王妃，是我没看住南姑娘，我也有责任去找她回来，你叫我回去我也不会走的。我没打算劝你走，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其他快速找人的渠道，毕竟只靠我们几个人能找的范围太小了。江春，你去找刘都尉，就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丢了，让他派人在京城仔细搜一搜，明白了吗？属下明白。江春清楚主子是不想让人知道南姑娘被掳影响名声，点点头，当即飞奔而去。苏沐雪、轩辕锦还有上官云和玄策四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兵分四路，一人找一个方向。临走前，轩辕锦把手中的发射信号剑给了苏沐雪。沐雪，你拿着，遇到什么事情立马发信号给我。知道了，你们也要小心。苏沐雪说完，把信号剑放入怀中，朝自己选的方向跑。到了无人之处，他把红外线探测仪调成追踪模式，一边跑一边观察探测仪上的动静。只是跑了好长一段时间，探测仪上始终没有目标出现。此时京城西边一座偏僻破旧的庙宇里，6、7个手持大刀一脸凶相的男人正坐在神像下面，眉头紧锁。大哥，如今城门已被封锁，无法出城，我们该怎么办？刀疤男还没回答，旁边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啐了一口，骂道：没想到这些人反应这么迅速，若不是我们跑得快，只怕此时已经在城门口变成瓮中鳖了。看来这姑娘的来头不小啊，稍不注意咱们的小命都要搭进去。
只要了那人3000两银子，实在是有些亏了。刀疤男听完几人的话，皱着眉头问先说话那个瘦子：老五，你先前不是去跟踪过那个人了，知道他们是哪家的人吗？是冷太傅家的人，不过出银子雇我们的人是冷太傅嫡女冷婉清。要说这娘们也真够狠的，竟然想出让我们把这个女人玷污，然后扒光身子挂到城墙上去，让万民瞻仰的法子来。哎呦，真是杀人诛心呐！老二，你给那冷婉清送封信，就说为了他这桩事搞得我们都无法出城，太危险了，就给他2个条件：一是想办法送我们出城；2是让他再给1万两银子，看他选哪条。如若不答应，我们要是被抓住，到时候可不一定能管住自己的嘴。好，我现在就写。太傅府冷婉清接到绑匪发来的信，气得摔坏了桌上放着的一套精美茶具。这些人真可恶，竟然敢出尔反尔，还让他做选择。自己一个内阁之中的闺阁女子，去哪儿找门路送他们出城？这条路肯定行不通，那就只有再给1万两银子。冷婉清把自己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摆在桌上数了数，离1万两还差2000两。于是让人传话，让绑匪给他点时间筹备银子，让他们先把南烟按他说的处理了。绑匪也不是傻子，担心事情做了，到时候冷婉清反悔不给银子，直接传话说先给银子后办事，不然他们就直接跟人质交易了。冷婉清心里恨得不行，又实在是没办法，只得乖乖的想法子凑银子。他是绝对不会给南烟和绑匪交易的机会，这次一定要让这女人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破庙里，被藏在神像后面乱草中的南烟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浑身被捆绑，嘴也被堵住，立马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儿。南烟心中焦急万分，奋力地挪动身子，奈何绳子绑得太紧，根本就动弹不了。他心里又怕又急，只能默默仰天流泪，希望有奇迹出现。正在伤心的时候，他敏感地听到旁边有稀稀碎碎的声音。万分害怕的他，担心被绑匪发现自己醒了，只能偷偷地转头，眼神惊惧望着声音方向。他发现一个身穿破烂衣服、头发脏兮兮的小乞丐朝这边悄悄地摸来。南烟连忙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希望他能把身上的绳索解开。小乞丐像是看懂了他的意图，凑到耳边悄悄说道：外边的人都是些穷凶极恶的江湖匪寇，武力高强，你一个弱女子逃不掉的。南烟又用眼神示意小乞丐帮他把嘴里东西拿下来。我帮你拿下来可以，但你不能喊，不然你我都得死。南烟点点头表示明白，其实不用小乞丐提醒，他也知道不能出声。小乞丐把南烟嘴中破布拿出来，劳烦你帮我去景王府报个信，告诉他我现在的位置，到时候我给你100两银子做报酬。可我只是个乞丐，若是没有信物，只怕连景王府的门都摸不到，更别说见到王妃了。你把我的耳饰取下一只带过去，他们看过就会相信的。拿到信物之后，小乞丐悄悄爬到旁边，开始熟练地扒茅草，弄出些许稀稀碎碎的声音。南烟吓得心跳如鼓，生怕外面的人发现动静走进来查看。还好外面的人正在商量事情，并没有发现屋里的异常。小乞丐拨弄了一会儿，墙上就露出一个狗洞来。他娴熟地穿过狗洞，又稍稍掩饰了一下洞口，看了一眼南烟，然后消失在屋里。小七，你飞得快，去这几个地方，我去这里。说完和小七分开，朝着最近的红点跑去。因为天黑又跑得太快，苏木雪没注意到路上还有行人，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一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伤到你哪里没有？把人扶起之后，苏木雪这才看清自己撞到的是个小孩子，只是这孩子瘦骨嶙峋，衣衫褴褛，脸上还黑漆漆的。
看起来若不是家庭条件不好，就是个小乞丐。也不知道刚才那么猛力一撞，这孩子有没有被撞出内伤来。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给他检查，他只好转过身子避开孩子，从空间拿出一杯灵泉河水递了过去。小朋友，姐姐现在有急事要处理，先给你喝点水吧。过后若是感觉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就来景王府找我。你是景王府的人？对，你知道景王府那就更好了。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记得一定要去景王府找我啊。那你认识苏沐雪吗？我就是。听说他是苏沐雪，小乞丐脸上一喜，拿出耳坠说道：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苏沐雪看了一眼碧玉耳坠，就知道是好友的，心中闪过狂喜。小朋友，这是谁给你的？他现在在哪里？是一个小姐姐给我的，她现在被人绑在破庙里，有7个坏人看着，不过人还没有事儿。小乞丐别看人小，说话倒还挺流利，几下就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小朋友，破庙在哪儿？你能带姐姐去吗？小乞丐感觉有些口渴，喝了苏沐雪给的水，揉了揉胸口，转身朝破庙跑。苏沐雪跟在后面，没多久就来到了破庙。小乞丐指了指里面，小声说道：那个姐姐就在神像后面。谢谢，你先躲起来，等姐姐一会儿收拾完坏人再来找你，好不好？那些人很多，你一个人去会有危险。我知道从哪里可以不惊动他们到神像后面的。没关系的，姐姐不怕。不过一会儿我跟他们打起来，你能帮忙把里面的那个小姐姐带走吗？可她被绑住，我解不开绳子。小乞丐犹豫着说了一下实情。苏沐雪从身上拿出一把小巧的匕首，对小乞丐柔声道：给你，用的时候小心一点，仔细别割到手了。听到他柔声的关怀，小乞丐不禁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自从流落在外成为乞丐之后，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听到别人这么关心他了。为了不让眼前的姐姐发现自己眼中的泪水，小乞丐垂着头，拿着匕首飞快走了。哟，嘿嘿，小美人儿，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呢。说完，回头对刀疤男说道：嘿嘿嘿，大哥，没想到这犄角旮旯的破庙竟还有自动送上门来的油物，咱们兄弟今日有福了。男人淫笑着走到苏沐雪面前，就要伸手去摸她的脸。电光火石之间，苏沐雪快速抓住他的手掌，一扭一撇，另一只手拿起匕首，利落地将男人扎了个透心凉。老九，这该死的臭女人，竟敢杀了老九！刀疤男怒气冲冲地对同伙说道：大家一起上，杀了这娘们儿，给老九报仇！对，杀了这个臭娘们儿，给老九报仇！几人愤怒地举起手中大刀，朝苏沐雪砍来。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弟子？你不配知道。说，是谁派你们抓我朋友的？是老太夫家的冷婉清，他要我们绑了里面的那个姑娘，衔接，然后再扒光衣服，挂到城楼上去示众。听到这个，冷婉清竟然想出这么恶毒的法子来对付好友，苏沐雪眼中闪过一丝冰冷，嘴角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这女人竟然想这样侮辱南烟，那她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苏沐雪没有杀绑匪老三，只是点了穴道，然后将他捆起来扔到隐蔽处，走出门，把轩辕景给的信号箭射向天空。跟小乞丐躲在暗处的南烟见他收拾完绑匪，连忙哭着跑出来，伸手一把抱住好友。妍妍，别怕，有我在，不会有人再敢伤害你了。沐雪，幸亏你来了，不然……想到若是没有好友自己的结果，南烟就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察觉到好友的害怕，苏沐雪连忙安慰：都过去了，绑你的人都被我杀的杀，抓的抓了，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
女侠姐姐，他们还有一个人，现在出去了，还没回来。小朋友，你知道那个人去哪里了吗？小乞丐想了一下先前听到的谈话，然后说道：好像是去找那个雇他们的人拿银子了。知道还有绑匪，苏沐雪决定在这守株待兔，让小乞丐跟南烟找个地方躲起来，又把刚刚杀掉的人全部拖到神像后面堆起来，再用茅草遮住，然后他静静地等着那个取银子的绑匪回来。只是绑匪还没到，轩辕锦几人倒是先到了。苏沐雪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上官云没想到因为自己喜欢南烟，竟然差点害他身败名裂，心里顿感内疚不已，对冷婉清这个恶毒女人更是厌恶到了极致。上官公子，为了南烟的名誉，这个冷婉清留不得。你若不想沾上这件事情，就先回去吧。但是请看在嫣嫣差点因你丧命的份上，把今天晚上见到的事情都忘记吧。景王妃放心，在下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况且这件事本就因我而起，留下来与你们共进退，本就是我的分内事。至于今晚发生的事，在下发誓，这辈子都会将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对第二个人提起。苏沐雪要的就是他的态度，见他如此上道，满意的点了点头，留下玄策、墨画还有上官云在这守着庙里的绑匪，顺便等着另一个上门。他带着轩辕锦直奔冷府而去。冷府的西厢房，冷婉清终于凑够了银子给绑匪。想到明日南烟就会被人光着身子挂在城楼上，他心里就忍不住一阵兴奋。他满心欢喜地坐到床上，刚准备休息，突然感觉脖子一疼，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冷婉清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又脏又破的屋子里，屋里还有2个男人正在宽衣解带，吓得他大声叫喊：你们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2个男人根本不理他，脱光衣裳就要扑过来。冷婉清吓得尖叫不已，嘴里还不忘发出威胁：你们不要过来，我可是冷太傅家的嫡女，若是让我爹知道了，你们休想活命。老三本就因为兄弟们命丧黄泉，自己也差点没命的事儿愤怒不已。臭娘们儿，要不是因为你，大哥他们也不会死。如今老子活不成了，能在死前上一上太傅家的千金大小姐，也算是老子的造化了。二哥，咱们一起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冷婉清从男人话里知道这是他花银子雇的那帮亡命之徒，心里顿时害怕不已。你们收了我的银子，竟然不讲信用，太卑鄙了！老三不耐烦的又甩了他2巴掌。给老子闭嘴！说完就朝着冷婉清压了上去。不一会儿，庙里就传来女人凄厉的尖叫声和男人的调笑声。此时庙宇外面只有轩辕锦、苏沐雪还有他腕上的小妻。接下来打算怎么做？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自己体会一把吧。苏沐雪把绑匪身上13000两银票全部收入囊中，又逼着他俩把晕死过去的冷婉清挂到城楼上。做好这一切之后，他利落的一刀接过了2人，这才匆匆赶回王府。等回到府里，已经4更天了。翌日，南烟跟苏沐雪来到一间客房，找到昨晚临时住在这的小乞丐。见他还是一身乞丐的打扮，缩成一团躲在屋角，警惕地看着门口。苏沐雪看了一眼桌上一动未动的衣服和早已冷掉的洗澡水。小朋友怎么不洗澡啊？是给你准备的衣服不喜欢吗？你们是不是要把我洗干净然后卖掉？小恩公，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激你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卖你呢？小朋友，你别害怕，我是景王妃，有我在这里，没人敢卖你的。你看，你穿的这一身衣服也很难受的，对不对？不如这样，我让丫鬟们重新帮你打水，你好好洗个澡，换身新衣服，一会儿我们再说话，行吗？见小孩眼睛望着他，并不说话，苏沐雪想了想，说道：若是你害怕陌生人，要不
我让人打了水之后，你自己洗澡，我跟南姐姐就在外面等你，这样可以吗？小乞丐见他说的诚恳，又想起他昨天晚上收拾坏人的本事，还有他对自己温柔说话时的样子，心中防备渐渐放下，点点头表示可以。苏沐雪连忙让人重新换了热水过来，小乞丐这才安安心心的开始洗澡。哇，小朋友，你长得好帅啊！没想到小恩公梳洗之后竟是如此俊朗如皓月。小乞丐这些年来听到最多的就是辱骂和驱赶，还是头一回听到有人真心夸他，顿时有些脸红起来，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在他尴尬的时候，突然一阵咕噜噜的声音传入三人的耳中。哎呀，这早上起床都还没有吃早饭，我肚子都饿了，不如咱们边吃边聊吧。说完就叫丫鬟去端饭菜过来。桌子上，小乞丐望着满桌的菜，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唇角。苏沐雪见状，先给他舀了一碗清淡的粥。你长期饮食不规律，先吃一点清淡的，等肠胃适应了再吃重油的，不然容易拉肚子。小乞丐眼下眼中失望，乖乖地端起粥喝了起来。桌上，苏沐雪跟南烟打听他的年龄、姓名和家庭状况。一餐饭下来，小乞丐对他俩彻底放下心防，如实说出他姓魏，叫魏灵，今年9岁了。家在很远的北方，家人全被亲信谋害，家财也被夺了。他的中仆护着他一路逃到京城，可仆人最终因为救他而亡。身无分文的他，加上人小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只能沦为乞丐，一直住在昨天南烟遇险的那个破庙里。饭后，南烟遵守承诺，拿出100两银子给魏灵。小家伙没接，而是定定地望着苏沐雪。王妃娘娘，我不想要银子了，我想让你教我功夫，可以吗？为什么想跟我学功夫？因为我想学会功夫，为我家人报仇。没问题，我可以教你，不过习武会吃很多苦头，你受得住吗？师傅在上，请收徒儿一拜。往后无论上刀山还是下火海，徒儿都谨遵师傅教诲。行了，既然你都是我徒弟了，以后就住在王府吧，每日过来跟我一起练功，不能有半分懈怠，知道吗？是，师傅。小玲，你不必这样拘束，人前你喊我师傅，人后你就喊我沐雪姐姐就好了。嗯，好。锦王府这边一派和谐，城门口那儿却炸开了锅。其中有人仔细一看，发现那人竟是太傅家的千金冷婉清。于是城中各种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冷婉清不知羞耻，私下与别人夫君苟且，被正妻发现后为了报复，所以把他挂在城楼上示众。有人说他同时跟几个男人好，结果其中有人因爱生恨，所以把他挂在城楼报复。总之大家众说纷纭，只是没有一条是好的。冷太傅与夫人接到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让下人赶着马车往城门口跑。当看清楚城楼上确实是自己女儿时，两人顿感一阵天旋地转，人就这么活活气晕了过去。吓得下人们连忙掐住二人的人中，拼命呼喊。好不容易醒来的冷太傅铁青着脸喊人去把女儿放下来，抱上马车，然后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回到冷府。觉得有人陷害女儿的太傅卯足劲儿地查了1个月，最后还是没有查出半点眉目。外面的冷言冷语和同僚们异样的目光，让他觉得每日出门都如坐针毡。况且出了这样的事之后，他也无脸再继续担任太傅之职，只好辞官，带着一家老小灰溜溜地离开京城，从此不知去向。自从上元节之后，上官云就对南烟展开各种追求，3番5次往丞相府跑，给南烟送各种小玩意，赶都赶不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南烟终于有了一点松动。不过他故意把苏沐雪的那一套新3从4德和几条规定都跟上官云说了一遍，想着把他吓跑，结果男人听完哈哈一笑。哈哈，这有何难？锦王爷他堂堂一个王爷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一个小小的世子
难道会做不到吗？南烟，我答应你，此生定以你为重，永不纳妾。上官云爽快的答应，倒是让南烟愣了愣，没想到这人竟然眉头都不眨一下就答应了。见他能如此郑重的许下承诺，南烟说不感动是假的，终于放下心防，决定与他处处看。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来到四国来朝的日子。轩辕锦为了迎接各国使臣，还有维持京城的治安，确保使臣在东离国的安全，每天忙到飞起。他很忙碌，苏沐雪也不见得清闲，除了每日练功和教魏灵武功，就是去巡视铺子。如今开了连锁店，南烟跟顾罗都有些忙不过来，所以他也要抽空帮忙。这日他巡视完铺子，刚准备回府，突然发现一人骑着骏马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肆无忌惮地飞奔，把百姓们吓得惊慌失措，如没头的苍蝇一样乱窜。有个几岁的孩子被吓得站在路中间，手无足措地哭泣，眼看就要命丧马蹄之下。苏沐雪心里一紧，立即飞奔上前将孩子抱开，这才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孩子母亲哭喊着过来，抱着儿子直发抖，嘴里不停地向苏沐雪道谢。而那个坐在马上身着奇装异服的男人不仅不道歉，还挥着马鞭嚣张地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贱民，竟然敢阻本皇子的路，信不信我打死你们！苏沐雪是最见不得这种仗势欺人的东西，顿时脸色一冷，直接飞身上马，一把抓住男人的头发，把他拉下马来，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只脚踩住他的脸，语气冰冷道：道歉。本皇子是镜花国的三皇子尹真天流，你这个臭娘们儿，竟然敢打本皇子！我一定要告诉东离国的皇帝，让他砍了你的脑袋！尹真天流以为说出这种话，苏沐雪就不敢动他了，谁知道他听完之后，反而不止踩脸，更是直接挥起一拳，一顿胖揍。边揍似乎还感觉不解恨，干脆揍一拳，骂一句：你个无耻的大垃圾！什么尹真天流，我看是真下流还差不多。不过一个弹丸之地出来的井底之蛙，竟然也敢来我泱泱大国耀武扬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底气？横行霸道是吧？欺我百姓是吧？不道歉是吧？姑奶奶今天就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说完噼里啪啦一顿老拳，直往男人身上最疼的地方捶，揍得尹真天流是哇哇大叫，张着嘴大声喊救命，但就是倔强的不道歉。苏沐雪也不惯着他，挥起拳头继续揍。我让你在街上跑马，我让你在嚣张跋扈。这一下尹真天流被揍的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了。尹真垃圾，给你两个选择，一是乖乖给这位小朋友道歉，二是让我打死你，你选一个吧。我是尊贵的使臣，是皇子，你不敢打死我。尊贵的使臣啊，行，那我成全你，就让你变成真正的死臣好了。哼。苏沐雪说完，邪气一笑，从身上拿出匕首，朝着尹真天流的身上就要扎。眼看刀子真的要扎到自己身上了，尹真天流不敢再嘴硬，吓得连忙大声高喊：饶命啊！饶命！我道歉！我道歉！哼，没种的东西，我还以为有多硬气呢，没想到竟是个软脚虾而已。屁本事没有，还敢这般嚣张！赶紧给我跪下道歉，不然我现在就扎死你！尹真天流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可他已经被打怕了，不敢再跟眼前女人对着干，只得爬起来，在苏沐雪的指示下，跪着给孩子和他母亲屈辱的道了歉。刚刚道完歉，后面又有几匹马飞奔过来，看见男子浑身是伤，跪坐在地上，连忙跳下马来，跑到他身边。对不起，三皇子，手下救驾来迟了。见到救兵来了，尹真天流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指着苏沐雪对领头的人喊：徐教授，是这个女人，就是她打的本皇子，还让本皇子为一个贱民下跪，你快给我杀了她！无知妇人，
竟敢如此折辱我镜花国尊贵的皇子，今天定要让你人头落地，方能解今日之耻。说着，挥舞刀朝苏沐雪砍来。想要让我人头落地，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苏沐雪冷笑一声，拔出随身携带的软剑迎了上去。两人刀剑一碰，顿时打得难舍难分。几个回合下来，苏沐雪感觉此人武功确实非同寻常，每一招都刚猛有力，带着雷霆万钧、大开大合之势。幸好他的武功是轩辕锦教的，而且这些日子他练功从未懈怠，这才能和他打成平手，不至于落下风。面对三人的卑鄙无耻，苏沐雪冷冷一笑，望着他们的眼睛，像是在看死人。砰砰砰三声枪响，菊秀树三人中弹倒地吐血，低头不敢置信地望着自己鲜血狂飙的胸口，又抬眼看了一下苏沐雪手中正在冒着白烟的武器，喃喃地问道：那是什么武器？这个问题你们下地狱去问阎王吧。菊秀树两眼一翻，带着遗憾倒地，就这么死不瞑目的饮恨西北。这位女侠，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在闹市骑马了，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这时维持京城治安的巡防营过来了，领头的人是轩辕锦的手下，看到苏沐雪要杀使臣，连忙上前劝说他大局为重。想到如今京城的治安归轩辕锦管，杀了随从还好，若是杀了别国皇子，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苏沐雪决定暂时放过饮鸩天流，警告他若是再死性不改，那他定会取了他的狗命。翌日日上三竿，被轩辕锦烙了大半晚上煎饼的苏沐雪才刚起床，就听到宫里传出话来，让他进宫一趟。陛下，就是这个女人打的我，还杀了我的随从，她这简直就是在破坏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请你下旨杀了她。看来昨天给你的那一顿揍还是太轻了，才让你这个真下流有力气在这里颠倒黑白。饮鸩天流被他吓得两股一紧，撤开几步跑到安全距离，这才朝着轩辕龙继续说道：陛下，你看他当着您的面还敢威胁我，快点治他的罪吧。苏沐雪两眼一眯，又想上拳头揍人。一个身着武将朝服的中年男子连忙站出来阻止：景王妃，三皇子怎么说也是镜花国的使臣，是东离国的客人，你这样动不动就揍人，实在有失我东离国的气度啊！还是快些向三皇子道歉吧。你又是哪位？我乃骠骑将军王一莽。我看你应该叫王莽夫才对，还骠骑将军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侮辱了将军这个名头。你这官不当也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去吧。你王一莽因为是四国来朝之事才调回京里的，所以并不知道苏沐雪的厉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牙尖嘴利的妇人。要我说，你比妇人还不如，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就一味让自己国家的人给别人道歉，亏你还是武将，脑子不好使，骨头还这么软。你的骠骑将军难道是靠拍马拍上去的吗？你这妇人说话实在是太放肆了，看我不教训教训你！王一莽被气得面如赤色，抬手就想打苏沐雪。眼前这个妇人竟然敢质疑他的能力，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轩辕锦的王妃，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骠骑将军来教训。对不起王爷，是我鲁莽了。对于这个曾经征战沙场的战王，王一莽还是很敬佩的。你应该道歉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王妃。可是景王妃她……王妃说的没有错，你的脑子确实不好使，事情都没有弄清楚就开始指责自己人，哪里有半点当将军的样子。轩辕锦面容冷峻，眼神如刀锋一般锐利地望着王一莽，惹得他不敢再说一句话。轩辕锦不再理会他，转头看向苏沐雪，语气温和道：沐雪，我相信你不会胡乱动手打人，既然动手了，那想必就是这个镜花国人做错了。男人当着众朝臣的面毫不犹豫的袒护和信任，让苏沐雪心中一暖，
也没有再奏饮真天流，开始诉说起昨日在街上的一幕。南宰相双手拿着玉圭出列，对着轩辕龙说道：皇上，臣以为景王妃做得对。镜花国的三皇子在我东离国的国土上纵马行凶，若不是有景王妃相助，我东离国的无辜稚童就要惨死在他的马蹄之下。三皇子此等恶行，臣以为必须严惩。臣附议。景王妃，刚刚的事情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你做得对，这个饮真天流就是该好好教训，让他知道我东离国人不是好惹的。这个王一莽倒是个能知错就改的人。苏沐雪点点头，接受他的道歉。王将军快人快语，让人钦佩。不过行军打仗之人，最忌讳听风就是雨。作为将军，手里握着将士们的生命，应该要多听多思而后行才是，不然很容易陷入奸人的陷阱，给自己和手下将士带来困境和不必要的损失。多谢景王妃教诲，王某定当铭记在心。这事儿确实是镜花国的人理亏，没有达到目的的使臣之一景九，心中虽然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只得亲自出面替自家三皇子做收尾工作。陛下，三皇子他年纪尚小，又自小深受先皇与皇上的宠爱，故而为人率真，行事鲁莽了些，但他本性纯良，并不会故意做出伤害贵国百姓的事情来，还请陛下原谅。本性纯良，这话只有傻子才会信吧。至于年纪尚小，我发现怎么个个都喜欢用年纪尚小来说事。怎么，年纪小杀人就不犯法了吗？再说了，我看他长得人高马大的，看起来没有30也有25了吧，这也算年纪小。怎么，你们镜花国是海底的龙族出身吗？1000年才算1岁。若是这样子算的话，那这个真隐下流还是一个刚刚受奸的坏蛋，确实蛮小的。王妃，得饶人处且饶人。那我若是不饶呢？这位使臣大人，你待要如何？他的毫不示弱，让场面一时之间紧张起来。景王妃啊，既然三皇子并没有伤到百姓，而且你也已经教训过他，如今镜花国的使臣也已经道歉，依朕看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他们远道而来，来者是客，不要伤了和气嘛。那他打我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吗？若是你觉得能打得过他，那三皇子请自便，朕绝不阻拦。轩辕龙生气的摆明态度，他两边都不帮了。尹真天流想到昨日菊秀树三人的惨状，顿时吓得脸色一白，不过还想死鸭子嘴硬说点什么。跟他一起来的景九知道轩辕龙其实还是在偏帮他们这边的，连忙出声阻止道：三皇子不得再多加妄言。在景九锐利的眼神示意下，没有达到目的的尹真天流也只好阴沉着脸跟随在他身边离开。春野樱，昨日景王妃用来杀害菊秀树他们的武器，你可有研究出来？回国师大人，下官已经把嵌在他们身上的暗器取出来了，不过并未弄清这是什么暗器啊。三皇子，你昨日在现场可有看清楚，当时景王妃手里拿的是什么样的武器？我当时看的不是很清楚，只知道那东西非常的小巧，大概就是一只手掌的大小吧。使用的时候声音很小，但是速度非常快。杀菊秀树三人的时候只用了短短的一息。那武器真的只是一息就杀了菊秀树他们3个？这个速度不得不让景九他们惊讶。要知道菊秀树他们几人的功夫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也不是一般的侍卫，能在一息之间同时杀死他们3人，就算武林中武功最高的高手都办不到。锦王妃一个女子，单凭手中那个武器就做到了。若是这武器能落到他们手中，
一支武器起码顶100人的小队。这一刻，景九和他的人眼中都闪过一丝炙热的光芒。你们去把景王妃有杀伤性武器的事情告诉其他3国的人。国师，你是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景九点了点头，让他派人仔细盯着，只要3国的人与景王妃争夺武器，两败俱伤的时候，立马就上手抢。是。春野樱立刻回答，然后出去找人办事。过不了多久，就要与其他3国一起拜见东离国的皇帝，你们一定要准备好，不能把好处都让其他3国得了。苏沐雪这几日出门，总会感觉到身边有几拨人跟踪自己。当再次被跟踪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拿出探测仪扫描了一下，好家伙，足足有4拨人，加起来得有几十个。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到机会的原因，这些人全部都只是跟踪，并没有动手。为了安全起见，他这些日子带着青竹墨画出门时，都会穿上全副武装的防弹衣。轩辕锦还是不放心，又找了几个暗卫保护他。这天他被跟踪的有些烦了，带着2个侍女故意走到一个偏僻处，扬起声音说道：既然大家都跟踪我这么些天了，那不如出来见一见吧。见行踪暴露，跟踪的人也不再躲藏，6、7个身着黑色衣服戴着面具的人从树上飞下来，站到他面前。其他人就不打算出来见一见吗？他这么一喊，余下2拨人也藏不住了，只好都站了出来。还有几只阴沟里的老鼠躲在后面，难道是想坐收渔翁之利？他这么一说，在场的3拨人突然脸色一变，显然没料到后面竟然还有人想坐享其成。镜花国的隐者们这下藏不住了，只得从暗处走出来，心中暗暗吃惊。他们的龟息树连其他3国高手都没发现，这个女人是怎么发现的？说吧，你们跟踪姑奶奶这么多天，究竟是想干嘛？最先出来的那拨人，其中一个像是领头的说道：听说景王妃手里有件宝贝武器，我等想瞧一瞧，若是你能主动交出来，我们保证不会伤害你的。哼，就凭你们还敢肖想姑奶奶的东西，我看还是回去把枕头垫高，做梦比较容易实现一点，还想伤我，你们还不够资格。看来景王妃是想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男人拔出长剑，眼神冰冷地说道。苏沐雪让青竹墨画跟自己背靠背，快速形成一个防御3角，然后给他俩一人一支冲锋枪，自己也端着一支，朝着男人不耐烦地说道：不要逼逼赖赖，有本事干就完了，一个大老爷们这么嘴碎，真是让人讨厌。你们一起上吧，免得我一个个的收拾麻烦。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客气了，纷纷拿起武器朝主仆3人砍来。才这么点人，我都没打过瘾呢。确定没有活口之后，他对着空气喊：玄石武，你出来查查，看看这些都是什么人。好的，墨画姐。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应声从暗处出来，朝着苏沐雪行了个礼，这才蹲下身检查死去的黑衣人。没过多久，他走到3人身边说道：回禀王妃，这些人分别是鹤羽、镜花、月剑还有刘盈的。你们把这些人脑袋割下来，直接扔到各国驿站去，躯干没用就拿化石水化了吧。苏沐雪说完，把冲锋枪收回空间，直奔驿站。他今天干了活，得去帮空4国准备献给轩辕龙的宝贝当赔偿才行。翌日，各国使臣起床，刚打开门，就看到一排血淋淋的人头正睁大眼睛，死不瞑目地盯着屋里。大清早的看见这场景，开门的人大声尖叫，差点当场吓尿了。胆小的已经被吓得晕死过去，胆大的也感觉自己3魂7魄，正在天上游荡。镜花国这边，饶是见过许多大场面的景九也被吓了一大跳，过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定睛一看，
这些人竟然是自己派去跟踪三国和锦王妃的10名高手。田村他们的龟息术和引术都是镜花国出了名的，就算打不过，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呀。到底是什么人能把他们全杀了？景九心中犹如惊涛骇浪一般，野国有这样的高手存在，对镜花国来讲可不是一件好事。会不会是锦王妃干的？尹真天流很怀疑是苏沐雪，毕竟他那武器可是在一夕之间就杀了自己3大随从。春野樱，派人去看一下其他3国现在怎么样。没多久，春野樱派出的人行色匆匆地赶回来。回禀国师，其他3国派出去的人也跟我们一样，全部被割了首级扔到驿站门口。齐王妃手里的武器竟然这么厉害，能同时把咱们4国都杀了。景九眼中炙热更加强烈，他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得到这件宝贝。沉思了一会儿，他快步走进屋，提笔写了一封信递给手下，并交代道：尽快想办法把此信带回镜花国，一定要交给国君。不只是他，其他3国使臣反应过来时也做了同样的决定。信刚送出去没多久，众人这才发现带过来的礼品竟然全都不见了。想着离觐见东离国皇帝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没了礼品，他们要如何去拜见皇帝？4国使臣觉得这事肯定是锦王府干的，可他们又没有证据。思来想去，几国人纷纷跑去县衙报案，并给大理寺施压，说既然这东西是在东离国丢的，他们就有义务尽快帮忙找回来，不然就要告到东离国的皇帝面前。大理寺寺卿魏无羡急得抓耳挠腮，这些日子吃住都在办公的地方，可事情还是一筹莫展。丢失的礼品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他，只好去找负责京城治安的轩辕锦帮忙。一见到轩辕锦，魏无羡就开始卖惨，说完之后哀求道：哎呦，王爷呀，您这次可得帮帮下官，不然下官就不知道该如何交差，我这乌纱帽也保不住了。他们说带礼物就带了吗？有谁看见了？既然没有人看见，有没有可能他们本身就没有带礼物，又想要面子，所以才倒打一耙呢？魏无羡突然灵光一闪，拍了拍急得都快头秃的脑袋。对呀，他们这些蛮人可真狡猾，明明小气没诚意，不想带礼物，还故意倒打一耙，栽赃我们东离国，真是用心险恶。魏无羡得到启发，乐颠颠的跑了。这边魏无羡回到大理寺，立马就将4国的人痛骂了一通，说他们带了这么多侍卫来东离，把整个驿站围的是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进不去，贼人怎么可能进去偷东西？又说礼品不是1两银子，怎么可能一夕之间就全不见了？做完这些还不够，他还让人到处传扬，说4国国君小气，不想给东离国送礼，又想要面子，所以就不要脸的故意栽赃，硬说带的礼品在东离国丢了。大家都在骂4国的人不要脸，当婊子还得立牌坊，这可真是把景九和另外几国人气坏了，可又确实拿不出证据，最后只能吃了哑巴亏，写信回国，让各自朝廷安排人重新送一批礼品过来。这么一拖，等礼品到达东离国的时候，又是2个月过去了。为了夜长梦多，这次礼品一到，4国立马带着进宫觐见轩辕龙了。这次4国护送礼品过来的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镜花国来的是他们的摄政王东方玉，此人年近不惑，在镜花国是属于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月见国来的是2皇子艾利都，一身红衣的他气场十足。流萤国来的是大公主莫里斯，极具异域风情的脸蛋，如蓝宝石般的眼睛，配上微微上挑的眉毛，显得跋扈张扬又极具魅惑。鹤羽国来的是太子魏义臣，一身白衣，手持折扇的他，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仔细一看，他的笑意从不大眼底。4人带着各自使臣进殿之后，身后的仆从们将一箱箱奇珍异宝放到金銮殿的大殿之上。
最先开口的是流萤国的大公主莫里斯，她向轩辕龙行了一礼，开口道：尊敬的东离国陛下，听说有人造谣说我流萤小气，不愿意给您献礼，此话绝对为谣传。我流萤上下对东离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今日为表诚意，莫里斯特带来了东海夜明珠一对，红珊瑚一座，还请陛下笑纳。莫里斯林林总总列了一大串的礼物单，无一不在说明他的国家多么大方，对东离国多么重视。他退下之后，月见国的艾丽都立马接上，将自己带来的拜见礼一一摆了出来，东西不比流萤国的少。再接下来就是贺宇的魏一晨，他带来的除了金银珠宝，还有贺宇国特有的各种水果。最后是镜花国的东方玉，他不卑不亢地走上前，对轩辕龙行礼：陛下，镜花国四面临海，不如其他3国富有，但我们敬重你的心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今特为陛下奉上海货若干，这些都是我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深渊般的海底打捞上来的，然后再经过精心炮制上交给朝廷。我们君主感念与陛下的友谊，特拿来给陛下尝尝。莫里斯看了几眼东方玉说的海货，满脸讥讽道：世人都道镜花国穷，没想到竟然穷成这样，这堆臭鱼烂虾也好意思拿出来贡献给东离陛下。依我看，先前的谣言恐怕说的就是你们镜花国，结果连累了我们3国的吧。其他2国人虽然没有搭腔，可满脸都是玩味的表情。东方玉并未生气，而是淡淡地望着莫里斯。流萤的公主眼光狭窄并不奇怪，毕竟你们那个小岛能看到多大的天呢？听见东方玉暗刺自己见识少，莫里斯气得俏脸通红，就要发作。你！东方玉这时直接转过身不搭理他，朝着轩辕龙继续说道：陛下，这个叫海狼旗，是海里最凶猛的一种鱼类。渔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捕捉到海狼之后，会将它身上最具精华的鳍给割下来，然后经过复杂的工序处理，做成海狼鳍。别看它不起眼，可是10头海狼都难制出1斤的海狼鳍呢，所以它极其珍贵，1000两银子买1株，10000两黄金也就买得到1两而已。众人看了一眼箱子里的海狼鳍，少说也有几斤，看来要不少的银子。莫里斯听他这么一讲，脸色顿时有些挂不住，撇了撇嘴说道：你这是什么海狼鳍？看着就没什么好吃的，谁知道值不值那个价儿？陛下，皇后娘娘，这海狼鳍之所以如此珍贵，不仅因为其美味珍馐，更是因为它还具有美容养颜，让人青春永驻的功效。敢问摄政王，这海狼鳍该如何食用呢？回皇后娘娘，每日只需抓这么一点点泡开，让伙房的人洗干净后，无论是炖或是煮粥都可以。只要坚持吃，皮肤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的。东方玉的这番话让皇后喜笑颜开。作为后宫之主，这海狼旗大部分都会落在他的手里，其他嫔妃能得到一些边角料都算他开恩了。东方玉说完海狼旗，又开始介绍起其他的海产品。这次莫里斯不敢再乱插嘴了，当心被打脸。介绍完海产品，东方玉又对轩辕龙说道：陛下，我国的女子特别仰慕贵国的风土人情，想要在这里生活，为了达成他们的意愿，本王这次来时特意挑选了10名温柔贤淑、能歌善舞的女子，希望陛下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愿，让他们能够在这片心仪的土地上生活。说完拍了拍手，殿外立刻走进来10个身材妖娆、国色天香的女子，她们统一穿着透明的薄纱，将好的身材包裹住，
脸上戴着同款面纱，把精致的脸蛋衬得是若隐若现。进殿的时候眼波流转，瞬间就勾去不少大臣的魂。轩辕龙高兴地挑选了2名最漂亮的，其他8人打算赏赐给其他有功之臣。看了眼从女人上殿就一直眼观鼻鼻观心的轩辕锦，他顿时眸光一闪，说道：九皇帝啊，所有的臣子里面就你只有锦王妃一人，后宅未免太冷清了一些，不如你挑选2个美人回去做侍妾吧。多谢皇兄，不过不必了，臣弟惧内。此话一出，满朝文武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能把惧内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恐怕也只有锦王爷一人了。2、3年不见，曾经征战沙场的战王竟变得如此胆小如鼠，连个女人都怕了。我看你倒是想惧内，但是没机会吧？你以为个个都像你这样没出息？曾经战无不胜的战场英雄，如今变成连女人都怕的狗熊，哼，真是让人贻笑大方啊！夫妻间的情趣，你这个单身狗永远都不会懂。轩辕姐，你别仗着武功高就乱骂人，你骂谁是狗啊？你才是狗，你全家都是狗。其他人不懂，但南宰相因为女儿跟苏沐雪混得熟，所以听他说过单身狗的意思。二皇子息怒，景王爷并没有骂人的意思，他是说你没有王妃，所以是单身狗，并不是骂你的意思。艾丽都有些气结，他在战场上打不过这个男人就算了，没想到连感情上也落后一步，搞得现在还要被他嘲笑是单身狗，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有什么了不起？等回国我就娶个王妃去。轩辕锦眼睛上下扫了他2眼，又刺了他一句：哼，估计够呛。你轩辕姐，你什么意思？又想打架了是吧？艾丽都气得摩拳擦掌，想上前跟轩辕锦干仗。手下败将。以前我确实是打不过你，但现在你变成了一个病秧子了，我还能打不过你？艾丽都被气着了，举起拳头就要上去。那就试试，只是不要像以前一样被打败了哭鼻子就行。我说多少次了，本皇子不是被打哭的。被死对头当众说出自己的糗事，艾丽都脸都气绿了。那时他才12岁，第一次上战场。当时他正在跟轩辕锦交手，就看到自己最好的下属就这么惨死在旁边，所以心态没绷住，哭了。轩辕锦倒是挺仁义的，与他协商先休战，等处理好情绪迟些再战。当时他心里还挺感激的，结果就被这个魔鬼般的轩辕锦每见他一次都要拿这件事说一次，真是要气死了。艾丽都冲上去想跟轩辕锦干仗，只是现在地点不对，大殿上的人怎么可能让他俩这么打起来？于是拉的拉，劝的劝，这才终于让他俩分开。只是经过2人这么一通的胡扯闹腾，倒是成功的把轩辕龙想往锦王府塞美人的心思打消了。他担心自己要是继续给轩辕锦赐女人，一会儿不一定还得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呢。于是剩下的8个美人最终被转送给了太子、森皇子，还有另外4个大臣。新得到2个美人，又收到许多珍贵礼品的轩辕龙，今日很是高兴，专门为4国使臣举办了很隆重的接风宴。作为皇室成员之一，苏沐雪这个王妃当然也要出席的。西奥多，听说那锦王妃要求一夫一妻，你说我要是把对面的男人弄过来做筹码，让锦王妃用手枪交换夫君怎么样？公主不可，那轩辕锦可是有名的战王，连你皇兄都不是他的对手。西奥多立马劝住自家主子，战王如今虽然看起来身子不太好，但雄狮毕竟是雄狮，岂是自家公主这3脚猫的功夫能对付的？放心吧，西奥多，征服一个男人并不一定要武力，只要有美貌就够了。你看我与锦王妃2人谁更美？他如天空般湛蓝的眼睛魅惑地望着西奥多，
让男人情不自禁地陷入他的眼神中。当然是公主你最美。莫里斯得意地笑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逃出过自己的手掌心。相信只要他发挥魅力，这个所谓的战王定然也逃不开他的16群。接风宴过后，几国交流切磋的友谊赛可又开始了。虽说是友谊赛，可还是需要彩头的。东离国陛下，既然我们远来是客，这友谊赛的项目和规定是不是也应该由我们来定啊？轩辕龙以为他们既然都来东离国朝拜了，那肯定是怀着交好的心态来的，而且说好是友谊赛，想必也不会出什么太刁钻的规定。于是大大方方的点头答应。陛下，我们一致决定，所有的赛事都要3局2胜。东离国作为东道主，要是输了，就必须要割让出5座城池，同时还要答应我们一个要求。这让原本只是想娱乐一下的轩辕龙脸色一变，终于看出来这才是几国的真正目的。先前的送礼和示好都是为了麻痹他，谋求更多的利益罢了。莫里斯见轩辕龙脸色不好，担心他不答应，嗤笑一声，开始使用激将法。怎么，东离国的陛下这是害怕输，所以不敢应战吗？难道说你们东离国自称大国风范，实际举国上下却是个应战本事都没有的怂包吗？他这话说的东离国众位臣子一阵愤怒，恨不得马上应战。你们想怎么比试？很简单，我们4国各出3道项目，你们东离国若是能赢了2局就算胜，否则便是输了，必须割让5座城池给我们。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了！南廷玉首先站出来指责。怎么，你们东离国不是号称国力最强，还想让我们4国俯首称臣吗？若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如何让我们信服啊？对，若是东离国能赢了我们，那我们自然俯首称臣。若是不应战也可以，只要陛下立马割让出5座城池，并答应我们一个条件，以后向我们俯首称臣就行了。几国这话立刻引起东离国众位臣子的愤怒。陛下，应战吧！臣等宁愿站着生，不愿跪着死。事关国之尊严，原本没打算冒头的轩辕锦也愤怒地捏紧了拳头，打算请求皇上出战。苏沐雪见状，一把拉住他的手。轩辕锦以为苏沐雪要阻止他，转头跟他认真解释道：对不起，沐雪，这次我不能听你的。我是一名将士，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我必须出面捍卫东离国的尊严。阿锦，我没有阻止你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别被他们用道德绑架绕进去了。凭什么我们作为东道主，就所有条件都得由他们开？合着咱们赢了没好处，输了丢城还要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用付出，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那你的意思是？既然是比赛呢，那当然各方都要给一些彩头才好玩。若是有人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比赛还有什么意义？4国的人看东离国还没有人站出来，当即得意的继续开口逼轩辕龙。陛下，看来贵国的人都准备不战而降了呢。战，自然是要战的，不过不能因为我们是东道主，就一味的吃亏。苏沐雪扫了一圈几人突然变色的脸，笑着说道：赛，我们东离国肯定是要比的，只不过这比赛的彩头要怎么给，可不能只由你们4国说了算。景王妃说的对，我们是东道主没错，可为什么就非得一定要吃亏啊？对，这比赛的彩头必须要改。 4国的人没想到有人会突然横插一杠，看东离国大臣们的样子，若是不答应改，这比赛可能就成不了了。锦王妃，你想怎么改？很简单呀，你们每国出3道题，3局2胜，说我东离国输了，自会按照约定给你们做城池，外加一个条件。反之，你们哪个国家若是输了，就必须得给我东离国5座城池，外加一个条件才行。
不行，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不接受。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毕竟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要是怂了，害怕我们会赢，那现在就带上你们的人和东西滚吧，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苏沐雪又将刚刚四国逼人的话还回去给他们。东离国的陛下，刚刚我们已经说好，这比赛的项目规则都得由我们4国来定，你也答应了的。现在锦王妃这是在强词夺理，她是在破坏规则，藐视陛下你的决定。东方玉还试图用先前挖的坑来堵轩辕龙，顺便坑一把苏沐雪。摄政王可不要因为年纪大老糊涂就开始胡言乱语，我们陛下何时答应过项目和规则由你们来定了？东方玉差点气死，他才刚不惑之年，哪里就老了？不过这不是重点。锦王妃，你们有谁亲耳听到陛下答应他们这事儿了？朝臣们异口同声说不曾，声音洪亮无比。莫里斯高声辩驳：你们陛下虽然没有亲口说，但是他当时点头了。对，你们的陛下点头了。哼，点头就是答应吗？那是我们陛下刚好想打喷嚏而已，毕竟有几个臭虫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散发臭言臭语，陛下被熏得鼻子难受，想打喷嚏也很自然，不是吗？我说你们这些人果然是从小地方出来的，见识浅薄不说，还挺会孔雀开屏，自作多情的。苏沐雪的这番话连讽带骂，将4国连国带人都给嘲讽了一遍，把他们气得鼻子都歪了。你们几个有没有一点种？到底答不答应？不答应就赶紧滚回你们的井底去，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对，不答应就赶紧滚回去，不要在我们的土地上撒野。你们东离国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吗？惠太子错了，我们东离国对待友人从来都是朋友来了有好酒，但是对待居心不良的人，那就是豺狼来了，迎接他们的是猎枪。他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望着4人眼神里充满杀气，仿佛是正在临阵沙场的女将军。锦王妃，这是想与我们4国为敌吗？做朋友还是做敌人，这是你们该考虑的问题。不过我告诉你，我东离国的男儿甚至女人都没有一个是孬种，不信你们试试看。说完又很拽地加了一句，其实做敌人也不错，毕竟我还想去试试马踏别人京都时的感觉，一定会很爽吧。东方玉与其他3国听到这话，顿时脸色一变，看来想吞并别国的不止他们，东离国也是这么想的。如今事情没按他们想的发展，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肯定不可能。几人立马暗中用眼神交流一下，决定就按苏沐雪说的来。东方玉率先出声，就依锦王妃说的来。我们也赞同。听到他率先表态，其他3国也纷纷点头答应。锦王妃，你可有把握能赢得了他们呢？皇上，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了。没把握。啊？那你还答应他们给5座城池？那陛下你能让4国偃旗息鼓，不再拿城池说事吗？轩辕龙他当然不能，这些人既然有备而来，又怎可能轻易放弃？罢了，她一个女子能为东离国争取到一丝机会已经很难得了。流萤国的大公主莫里斯率先站出来，那就由我流萤国先来出题吧。她拍了拍手，一个身着轻纱长须的老人就走了出来。老头手里拿着一个双色梯状物品走到殿中，神情自信道：只要你们东离国能将老朽手中的黑白2梯一分为2，就算是赢了。不过你们注意啊，解开的时候不能够破坏这个黑白2梯，必须要确保它的完好无损才算赢。男宰相上前接过一看，
此物件内侧布满了许多长短不一的凹槽，若是不破坏，根本就拿不出来。他拿在手中解了半天，最终只能皱着眉头递给下一个臣子。经过了好几人的手，最终还是没能解开。都说东离国人才济济，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就是，还是快点认输进行下一局吧，不要再浪费时辰了。轩辕锦这时走过去，把双色梯拿过来，皱着眉头试了好几遍，还是不得其法。苏沐雪瞧了一眼他手里的东西，这跟他在现代玩过的鲁班锁之一金银梯结构很相似。望了一眼朝堂上的人，好像大家对这东西都不熟悉，看来鲁班锁在这儿还是个新鲜物，所以没人识得。阿锦，给我玩玩。锦王妃，现在不是玩的时候啊。毕竟都解不出来，那我玩玩有何不可？苏沐雪说完，不再搭理那个大臣，从轩辕锦手中拿过双色梯，双手熟练地摆动起来。没用多长时间，众人都解不开的东西，在他手里几息就给解出来了。解开了！锦王妃竟然真的解开了！皇上，这一局我们赢了！哈哈哈！对，这局我们赢了。锦王妃首当其冲，重重有赏。这不可能！流萤国的青山老者也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幕，这可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双色梯呀，从来没有出过鲁家，连他作为鲁家人都用了好长时间才解开。那你检查检查，这个双色梯可有损坏？鲁大钱，你可观察仔细了。老者将双色梯拿过来，仔仔细细观察一番。苏沐雪毫不怀疑，若是此时有放大镜，这老头恨不得用放大镜检查。并无一丝损毁。这怎么可能？莫里斯从他手中抓过2块梯子，亲自看了一遍，这才死心。双色梯果然一点事情都没有。大公主，这一局我们赢了。赢一局算什么？后面还有2局，别得意得太早了。莫里斯走到青山老者旁边，沉声命令他：鲁大钱，本公主命令你拿出最难的来对付他，这一局一定要赢，不然等回去我就让父王砍了你儿子的头，明白了吗？老朽明白，定当竭尽全力，不让锦王妃赢下一局，还望大公主放过犬子吧。鲁大钱把路兜子递到了莫里斯面前。大公主，这是我们鲁家传下来最难的鲁班锁，叫路兜子，至今还未有人解开过，相信锦王妃她一定解不了。这路兜子光看起来就复杂不已，而且每一根都严丝合缝，完全找不到从哪儿下手拆，不由得满意的点点头，朝着苏沐雪说道：锦王妃，先前让你侥幸赢了一局，这一局我不再手下留情了。哼，说的好像你刚才手下留情了一样，少说屁话，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姑奶奶我都接着。你去给这些人亮一亮相。鲁大钱带着路兜子给殿中人看了一下，众人看完都倒吸一口凉气。先前那个双色梯已经够难了，但比起这个来，却显得是小巫见大巫。这个东西除了砸坏根本就无解，你们拿一个无解的东西让我们拆，简直就是耍赖皮。你们解不开，那只能说你们东离国的人蠢，并不能说明这个路兜子它不能解。既然大公主这么说，看来你是个有本事的，那要不然你来解给大家看一看。现在是我出题考你们，你们东离国不会解就认输割让城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你给我吧，我能解。锦王妃，这可不是刚刚的双色梯，你确定你会解吗？不要等会儿解不开，那可真是丢了城池又丢人呐。我丢不丢人不关你的事，你只需要记得把5座城池准备好就行。毕竟3局2胜，我这局要是赢了，你可就输了。那就等你赢再说。
苏沐雪也懒得再搭理他，把拿过的路兜子放在手里把玩了一下，发现这路兜子整体样子跟他玩过的木菠萝很相似，于是断定这上面有一根木条，一定是钥匙。他把路兜子拿在手中不停地转动，上下左右寻找着钥匙。其他人眼睛紧紧盯着他的手，看着他用手指不停地在每一根木头上推拉压弹。莫里斯见时辰已经过去半炷香，而苏沐雪还没有找到解法，心中已经笃定他解不开了。亲王妃，不要再逞能了，就算你摸索到明日，照样解不开，还是快放弃吧，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苏沐雪手里不停，嘴上却不留情。你这女子上辈子是属麻雀的吗？叽叽喳喳这么吵。我看你能嘴硬到几时？莫里斯作为公主并不太会骂人，只得气愤地甩了甩手，退到一边。苏沐雪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块稍微有点松动的木条，嘴角不禁微微勾起，就是它了。她用手尝试着把木条往后转了转，竟然很轻松就转动了，然后又把后面2根木条往右边滑动，与先前的钥匙并排在一起。这一操作让路兜子整体松动。没过多久，原本严丝合缝的路兜子被他取得4分5裂。莫里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解得开呀？我们陆家祖辈传下来的路兜子从来没有人解开过，景王妃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怎么才用1个时辰就解开了？大公主，你们输了，5座城池归东离国了。至于条件嘛，还没想好，到时候再找你们拿好了。莫里斯还没有说话，回过神来的东离国朝臣们立刻欢呼起来。秦王妃太厉害了，真的为我们东离国赢回了5座城池啊！大家这时都用崇拜的眼神望着他，喊锦王妃威武。轩辕锦望着眼前仿佛会发光的女子，心里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不顾眼前有人，走上前去紧紧地抱住她。暮雪，谢谢你，是你救了东离国和武城的百姓们。虽然莫里斯此时心中恨不得苏沐雪立马就死，可他心里也明白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将这女人如何，只能先暂时蛰伏下来，以后再做打算。至于5座城池，他是绝对不会给的，只要回了流营，就算耍赖，东离国也不能奈他何。大公主承让了。莫里斯气得脸色又是一变，轩辕龙却不再看他，而是问起其他人来。你们其他3国是什么项目啊？谁想要先来啊？魏一晨犹豫了一下，站出来说道：我贺宇国先来。不知贺宇国想比什么？魏一晨没有说话，只是招了招手，让人抬着一个古怪的东西进到大殿。等仆人把东西放下，他走过去打开盖子，对轩辕龙说道：陛下，此乃我贺宇国独有的黑白琴，用它弹奏出来的音乐比世上任何琴弹出来的都要好听。这东西真有那么神奇吗？哼，是不是真的好听，让我们乐师一试便知。说完，对自己身边一个瘦高男人点点头，那人立马坐到钢琴前，2只手在琴键上来回移动，一首欢快的曲子就响了起来。大家嘴里发出惊叹声，有个看起来颇有文采的大臣甚至赞叹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啊，真是仙乐啊！苏沐雪听得下巴差点掉下来，我操，什么时候2只老虎也变得这么高大上了？他都能称为仙乐之首，那自己会的月光曲、莫扎特这些岂不是天籁中的天籁？不过这贺宇国怎么会有钢琴？莫非他们那儿也有穿越者？那为什么穿越者没有来呢？暮雪，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我知道，但是我们先不表现出来，看看这贺宇国要搞什么鬼。见他这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轩辕锦心里有底了，于是也不再说话，静静地等魏一晨的下文。
一曲终了，魏一晨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缓缓开口：陛下，只要你们东离国的人能用此琴弹奏出2首比我国乐师更好的曲子，就算你们赢。众位爱卿，你们有谁敢上去弹奏一曲？大家此刻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心，没有一个人接枪，气得轩辕龙猛地拍了一下龙椅，大骂：哼，都是一群废物，平日里说的那是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顶事儿？朕养你们这些人有何用？不如都拖出去砍了。皇上息怒啊，并非我等不愿意为君分忧，实在是没见过这样的琴啊。陛下，既然东离国无人敢上前弹奏此琴，那看来这次是我鹤羽国胜了，还请陛下兑现承诺的5座城池和一个条件的彩头吧。说完，开始挑选起自己早就瞄准好的地方。陛下，这5座城池我们就要峡口、飞云、涿平、浮云、太昌这5座城池就好了，毕竟他们离鹤羽国近，方便管理。这5座城池都是东离国的防御要塞边城，若是硬了，那就好比把自己所有软肋交给了鹤羽国。陛下，此事绝不能硬。怎么，东离国这是想言而无信吗？要知道人无信则不立，难道你们想出尔反尔，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如此一来，你们东离国以后将如何以德服天下？魏一晨见轩辕龙铁青着脸不说话，知道他这是不想给城池，又怕天下人耻笑，不禁开始用言语威胁起来。若是东离国想反悔，不将城池交出来，那我鹤羽的几10万大军也不是吃素的，倒是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拿回属于我们的城池。皇上，5座城池不能给，鹤羽国要打就打，臣赵云兰愿意出战，哪怕马革裹尸也无悔。臣等也愿意出战。我镜花国60万大军，我流萤国70万大军，我月见国50万大军，愿意为鹤羽国主持公道。4国几百万兵力逼着轩辕龙做出选择。魏一晨见东离国的君臣们被自己这一边逼迫的鸦雀无声，嘴角不禁得意扬起。还有那个要求，本太子已经想好，就用景王妃手里的。贵太子恐怕高兴得太早了。景王妃，你什么意思？莫非你还会弹奏黑白琴不成？我会不会？大家听听不就知道了。苏沐雪语气慵懒地说着，人却已经走到黑白琴旁边。他故意伸出手指在琴键上胡乱按了几下，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让大殿中的人都忍不住捂住耳朵，生怕被荼毒聋了。哈哈，这也叫会弹，简直贻笑大方。秦王妃，你这不是乐曲，你这是噪音。就是，锦王妃，你还是不要逞强了。这鹤羽国的琴不是谁都能弹的。高位上的轩辕龙原本还把希望寄托在苏沐雪身上，期待他能像战胜刘盈一样战胜鹤羽国。一听这刺耳的声音，顿时脸都绿了。庆王妃啊，并不是能把黑白琴拨出声音就是赢了，你还是……只是他话还没说完，苏沐雪突然双手抬起，纤纤玉指飞快在黑白键上穿梭，一阵阵气势磅礴的声音从他指尖宣泄而出。这可比刚刚鹤羽国乐师弹奏的好听不知多少倍呀，完全就是碾压的姿态。这曲子节奏明快，竟然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战后的重生。大殿中鸦雀无声，无人不为他弹奏出的乐曲而倾倒，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生怕惊扰这天籁之音。随着他的手指越弹越快，曲目也逐渐攀上高潮，最后随着手指重重落下，声音戛然而止。众人还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当中，久久无法回过神。直到啪啪的巴掌声响起，大家这才回过神，纷纷伸出手鼓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天籁之音啊！对对对，
这才是真的。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刚刚贺雨国的那曲子和这一比，简直就是一坨屎啊！就是，多亏了有锦王妃，才让这美妙的琴音为我们洗耳朵。可不是嘛！刚刚魏太子还说什么黑白琴是他们特有的，我看这钱落在他们贺雨国，简直就是一种浪费。你怎么会弹黑白琴？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还用得着学吗？不是看一眼就会，伸手就会弹的吗？有什么难的？这不是真的。黑白琴那么难学，锦王妃你怎么可能一听就会的？不要岔开话题，你信不信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应该谈一谈这局我赢了的事情吗？对，这次是锦王妃赢了，贺雨国的5座城池现在归我们东篱了。急什么？3局2胜，锦王妃这不是才赢了1局吗？还有2局，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可能因为前面输了1局的原因，乐师再次演奏时心中难免有些紧张，坐在琴凳上深呼吸了好几回，这才稳定心神开始演奏起来。苏沐雪从他的琴声中听出这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只是这曲子原本优美的旋律并没有给乐师弹奏出来，看来这个穿越者的琴艺也不怎么样，所以教出的徒弟也不咋地。而且他听贺雨国弹奏的基本都是儿歌类，想来这个穿越者怕不是个幼师吧。琴师一曲终了，这才心怀忐忑地起身站到一边，把位置让给苏沐雪。锦王妃弹奏的最好，这一局又是她赢了。对呀，同样的曲子，那个乐师弹奏的半点感情都没有，锦王妃弹的却是充满了爱。对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对啊，我虽然不懂音乐，但是我也喜欢锦王妃弹奏的曲子。轩辕龙也非常高兴，苏沐雪为东离国一连赢了2国，没有逼迫，他感觉自己通身都舒畅了，高兴地赏了许多金银珠宝给苏沐雪，又开始安排宴席，既是庆功又是招待4国。宴席一直持续到亥时1刻才散。道别群臣之后，苏沐雪和轩辕锦这才坐上了回府的马车。走到半路，突然马车颠簸一下。王爷王妃小心，有刺客。紧接着外面就传来刀剑相交的声音，还有剑士在马车上发出铮铮的声音。苏沐雪立马坐直身体，快速打开手上探测仪，发现偷袭人数还不少，若是用武功打起来太费时费力，直接从空间里拿出2支冲锋枪，一支丢给轩辕锦。你去解决左边的，我去解决右边的。2人说着飞出马车，朝着目标就是一顿哒哒的扫射。远些的刺客们见前面同伙已经没了，连忙慌乱地朝马车里的人射击，想将他们乱箭射死。只是这些人好像刀枪不入似的，箭射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丝毫作用。难道这景王府的人全都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不成？刺客们惊骇不已，抖着声音说，只是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就已经被冲锋枪打成了筛子。苏沐雪又用探测仪扫描了一遍，确定没有漏网之鱼，这才让侍卫们打扫战场。最后清点了一下，28名刺客一个都没少。锦王府受伤0，侍卫们个个喜笑颜开，这可是多亏了王爷王妃给的防弹衣呀。收拾完刺客，重新坐回马车，苏沐雪问自家男人：阿锦，你觉得这会是谁派来的刺客？不是刘盈，就是贺雨国。他们2国因为今日之事，一定是恨毒了你，所以才在出宫的路上埋伏。
想杀了你出气。哼，这些小垃圾真是又菜又爱玩，还他妈的玩不起。若不是还要留着他们，好让你脱身去边关，我定要将他们全部留在驿站做肥料不可。若是你想杀了他们，那便杀吧。去边关的事情，咱们再另想办法也可以。哼，算了，暂时让他们先猖狂一会儿，留着还有用。你想做什么？他们四国不是很齐心吗？不知道在利益面前，他们还会不会这么齐心呢？你想让他们起内讧？对，到时候我们这样做。苏沐雪凑到男人耳边嘀咕了一阵，轩辕锦不由得露出一个微笑来。这计谋不错，沐雪，你这脑袋瓜子怎么就这么好使呢？没办法，天生的呗。经过此战，后面一路上倒是挺顺利的。两夫妻回到府里梳洗之后歇下不提。过了几日，轮到镜花国与月剑国比赛时，苏沐雪没有再出头，东离国如预料之中一般的输了。既然你们两国赢了，我们东离国也不是不信守承诺的人，现在就将前几日赢了刘盈的5座城池和一个要求给镜花国，鹤羽的城池就给月剑国吧。至于你们想什么时候去收，那就你们四国自己协商吧。他的这番举动直接让四国傻眼了，搞了半天合着东离国什么都不用付出，还一石二鸟的轻松瓦解了他们四国联盟。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从东离国自己挑选城池，而不是你们随意的给我们5座城池。这个要求我们不答应。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吗？还要由你自己挑？你们只有2个选择，要么自己去刘营拿着5座城池滚，要么什么都不要，直接给我离开东离国，否则就是死。晋王妃，成王败寇，你们输了，这城池自然由我们赢的来挑，你没有反对的资格。哼，你们若是不按我们的要求来，我定会叫我的父皇举兵进攻东离国。尹真天流话还没讲完，就被苏沐雪一枪崩穿了脑袋，然后死不瞑目地倒在四国人面前。大殿中的人全部被吓得鸦雀无声。忘了告诉你们，我苏沐雪此生最讨厌别人威胁，有人敢踩这底线，我就情不自禁想杀人。三皇子！东方玉反应过来，立马带着镜花国的人奔过去，想要扶起尹真天流。徒劳的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发现早就已经断了气。晋王妃，你竟然敢杀了我们的人，难道就不怕我们镜花国的几10万大军吗？哼，想来只管来，我若眨一下眼，就不是苏沐雪。你简直欺人太甚，杀了我们的三皇子，我不会就这么罢休的。晋王妃，够了！轩辕龙见苏沐雪还想杀东方玉，连忙出声阻止。苏沐雪只是轻微抬头看了他一眼，轩辕龙顿时脸色一僵，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若是苏沐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给他面子，他这帝王的尊严可就保不住了。好在苏沐雪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还是收起了枪，这让轩辕龙心里不由得松了口气，向苏沐雪投去感激的一瞥。苏沐雪又神情平静地望向月剑国的艾丽都，让你们接鹤羽国的5座城池，还有意见吗？景王妃安排的合情合理，本皇子半点异议都没有。艾丽都说完，还看了轩辕锦一眼，眼神里很是复杂，既有幸灾乐祸，又有几分同情。难怪轩辕锦惧内，他要是摊上这么一个凶残的王妃，他也惧呀。轩辕锦察觉到他古怪的视线，不由得疑惑地挑了挑眉，这个艾丽都什么表情？为什么这么看着他？想到苏沐雪手里那强大的武器，只想早点回国报告国君的几人根本没有心思再在东离待下去，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匆匆离开了。他们离开的那天，苏沐雪就知道自己跟轩辕锦离开京城去边关的日子不远了。果然，四国回去没有多久，镜花国就以苏沐雪枪杀他们三皇子为由，集结了几10万军压境，要求东离国的人交出苏沐雪这个凶手。
为了增加威慑力，他们还派人去刘营国游说。两国号称80万大军齐齐在东离国国境集结，场面恢宏浩大，战争一触即发。消息800里加急传回朝中。晋王，你怎么看？回皇上，臣主战。陈阁老沉着脸，怒气冲冲道：晋王，你不能因为晋王妃一人就这样置百姓和边关的将士生命于不顾啊！你这样和杀人有何区别？那我王妃难道不是人吗？你主张将她交给镜花国，那不也是杀人？那怎能一样？俗语讲，生命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之说，牺牲晋王妃一人，便可以保全东离国将士和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这是为了大局呀。况且这事儿本就是晋王妃自己惹出来的祸，若不是她性子冲动杀了镜花国的3皇子，又哪里会有如今大军逼近的祸事发生啊？我等要求将他送出去，平息镜花国皇帝的怒火，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好一个为了大局，好一个天经地义，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也摆脱不了你陈阁老和主和派是龌龊小人的事实。我王妃她以一己之力，殚精竭力保下东离国5城，不落入敌国之手。这才刚刚过去几日，你们就要卸磨杀驴，想让他去送死。这等小人做派，与畜生有何异？亏你们还自诩什么清贵名臣，还真是不怕天下人耻笑啊！轩辕锦一番话说的主和派面色铁青，却哑口无言。轩辕锦对完主和派就不再搭理他们，转向面对轩辕龙，语气坚决道：皇上，臣愿意带兵前往边关，誓死抵御镜花和刘英大军。皇上，臣也愿意前往边关，协助战王共同抵御镜花、刘盈2国。赵云兰也站出来大声说道。轩辕龙闻言坐在龙椅上不吭声，谁也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既然如此，朕准了。但是晋王啊，如今是边关不宁，为了东离国着想，朕只能抽出5万兵马给你。若是打输了，就军阀处置。5万呐，敌军80万，这根本就是想要锦王爷有去无回。轩辕龙当然也知道自己做的这事儿过分，但苏沐雪毁了他联合诸国讨伐长留派的计划，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要给他一个惩罚才是。九皇帝啊，不是为兄不想给你更多的兵力，只是咱们本来兵力有限，又是多事之秋啊。若是拨太多给你，那其他的关口该由何人来守啊？又有谁来保卫百姓的安宁呢？况且此事也确实是锦王妃引起的，若是因他而赔上众多无辜将士的鲜血，这对他们来讲也不公平啊。届时朕该如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呀？如何向天下人交代呀？九皇帝啊，你一向明事理，应该会理解为兄的，是吧？轩辕锦看了眼道貌岸然的无耻帝王，心中暗暗冷笑，面上却一脸的平静。臣弟自然是体谅皇兄，5万军就5万军吧。不过我曾经带领的秦霄军要算在这里面。朝中上下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轩辕锦，都觉得他为一个女人简直是疯了，竟然敢妄想带着5万人马去和80万敌军相斗。虽然秦霄军是很厉害，但自从轩辕锦中毒卸下军权之后，秦霄军就慢慢沉寂下去，如今也不知还有多少人。而且这次敌我双方兵力悬殊这么大，就算他们有3头6臂，也根本斗不过那么多人。赵将军，我此去危险重重，可以说是九死无生。
你若是不想去，现在可以退出。赵云兰顿了一下，咬了咬牙。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说了要与王爷同去边关，就绝不会食言。多谢赵将军。见轩辕锦这个眼中钉竟然真的答应只带5万兵去迎敌，轩辕龙心中一阵高兴。虽然不能马上攻打长留派，但是能借镜花国之手，除了这个内患也是不错的。当然，若是他们能打个2败俱伤更好。当苏沐雪听说轩辕龙竟然只给5万兵，却还要求轩辕锦打胜仗，不然就军阀处置的消息，简直要气笑了。这个皇帝老儿还真是猪八戒娶媳妇儿，整天净想美事呢。既然他不仁，那就不要怪自己不义。看来是时候去把寄存在他那儿的东西拿回来了。苏沐雪进入空间，询问008有没有那种残次品的手枪。主人，刚好有一批淘汰下来的残次品，没有转头不说，还时常会炸膛伤到自己人，根本不能用，所以准备要销毁。小八不用销毁，这批货我要3万只。好的，主人，我现在就去进。没一会儿，界面上就出现了残次品手枪的兑换件，随着手枪出现，还有残次品子弹的兑换件，上面标注这些子弹时常哑火卡壳。很好，正是他要的。苏沐雪毫不犹豫地点击兑换。这些残次品根本就不值钱，这么多东西下来还不到50两银子，简直就是白菜价。苏沐雪当即按当初给轩辕龙订货的数量，把子弹和手枪都兑换了。出了空间，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小七，你能感应到轩辕龙有没有使用手枪？那能不能感应到他把手枪放在哪里了？当然能啊，姐姐，我可是器灵，是由空间里的武器灵力化身而来，所以与他们之间会有感应的。哼，那可真是太好了，都不用我再浪费时间去找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去皇帝的武器库玩一玩吧。听到他俩去干大事，轩辕锦肯定是要跟随的。临去边关的头一夜，两人一灵就直奔皇宫而去。来到戒备森严的武器库，苏沐雪撒了一把迷药，将守卫迷晕，进到武器库里面，将好的枪支弹药全部换成了残次品，还不解气，又跑去内务府，把所有国库的值钱东西都给搬空之后，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走到半路，看见陈阁老的宅子，想起今日就是这老头极力主张送自己去死，苏沐雪脚下一顿，干脆拐了个弯，直往陈府奔去。将陈阁老家除了搬不走的4面墙之外，其他能拿走的全部收入囊中搬走，最后还给老头扎了一针，让他此生再也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只能躺在床上等死。苏沐雪他们离开京城的当天，内务府就发现被盗了。轩辕龙听说宫中进贼，顿时勃然大怒，不过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武器库，连忙亲自去查看。进来之后看到所有东西都在，这才松了口气，命令整个皇宫禁言，然后让大理寺仔细查询是何人如此大胆。可几日过去，大理寺却连半点都查不出是何人所为。听到有人说阁老府也被盗了，于是派人去询问什么情况。去阁老府的人回来传话，说陈家怀疑这事是锦王妃做的，而且陈阁老还得了伪证，说不出话，也动不了身，也怀疑是锦王妃搞的鬼。轩辕龙将信将疑，准备派人去锦王府查问，结果没想到王府的管家也去报了案，说不知道谁竟趁他家主子去边关抵御敌人时，把王府搬空了。那个叫福伯的小老头坐在大街上，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嘴里还不停地絮絮叨叨的，把围观的人看得心里尽是心酸又是气愤，纷纷大骂到底是谁要这么对锦王府，这么对他们的英雄。人家去前线英勇杀敌，这些人竟然在后面把他们家的钱财全搬空了，这不是逼着人家上上下下一府人饿死吗？大家想到这次锦王去往边关，皇上才给5万兵力这事儿，都在心中暗暗猜测，这件事肯定就是圣上干的，目的就是想置锦王爷和他家人于死地。一时之间谣言四起，都在说轩辕龙这个皇帝卸磨杀驴，不仁不义。
不止只给5万兵马给锦王夫妇，让他们去送死，还指使人偷了锦王府的钱财，想饿死府里的人。轩辕锦率领秦霄军奉旨前来增援阳城关，见到是自己人，哨兵这才松了口气，连忙吩咐人打开城门，把他迎进去。随着吱呀一声响起，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阳城关临时守备刘季率将士们参见锦王爷。大家不必如此多礼。锦王爷，您与将士们日夜兼程都疲倦了，还是先去随下官歇息吧。也好。刘季让人领着将士们去兵营，自己亲自把轩辕锦和苏沐雪领去守备府。苏沐雪打量一下城内，可能是因为打仗的关系，一路上行人稀少，百姓们衣着破旧，神情麻木，像一具具会移动的尸体。他们住的房子也是破破烂烂，比起苏沐雪原身当初在丞相府住的地方还要差。苏沐雪一路走一路看，没多久就看到了所谓的守备府。抬头扫了一眼，这里其实也就比普通百姓的宅子更大一点而已，看起来同样是破破烂烂的，有些地方甚至都已经开始塌了。走进守备府，一个身着朴素的妇人带着几个孩子早已站在门口迎接。看到他们过来，妇人连忙带着孩子迎了上来。刘季连忙介绍：锦娘，这是从京里来的锦王爷锦王妃，快行礼，不得怠慢。王氏拜见锦王爷锦王妃。这是下官的发妻王氏金娘，她也跟着下官生活在边关10几载了，没见过什么世面，若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两位见谅。刘大人客气，是我与卓京打扰了你们才对，以后我们是要同舟共济的人，就不必这么拘谨。轩辕锦虚扶了一把，苏沐雪也扶起王氏，对他露出一个善意的微笑。刘季夫妇见他俩虽然地位高，却没什么架子，心里这才松了口气，脸上的笑也真诚了几分。3个孩子站在一边，好奇地打量着轩辕锦和苏沐雪这2个从京中来的贵人。你们3个小崽子，还不快给王爷王妃行礼！2个男孩听到父亲的话，立马跪下磕头。最小的姑娘也跟着有样学样，学得哥哥们跪下问好。都别跪了，快起来吧。苏沐雪连忙伸出手将孩子们拉起来问：刘大人，这3个都是你的孩子呀，长得真可爱。是的，王妃。刘季指着3个孩子中高的那个开始介绍：这个是下官的长子刘子义，今年9岁，这是次子刘子涵，今年7岁，这是下官长女刘雅贤，今年5岁了。不错，现在可有在习什么书？苏沐雪为了化解一家人的拘束，开始拉家常。说起这事儿，刘季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原先子义子涵跟着一个落地秀才识得一些字，只是如今边关战事一起，许多有点财力的人都走了，如今留下来的人都是些穷苦百姓，读书一事自然也就落下了。王金娘见轩辕夫妇面色有些沉重，生怕相公说话得罪贵人，连忙提醒道：相公，王爷王妃他们应该都累了，还是先回屋歇息吧。看我光顾着说话了，王爷王妃里面请。刘家夫妇把2人安排在一处宅院。苏沐雪进了屋子，发现屋子虽然破旧，但打扫得很干净。想来他们刚刚进城的时候，刘守备就已经让人回守备府报信收拾院子了吧。这边苦寒，宅子简陋，还请锦王妃不要嫌弃。刘夫人客气，此处宅子已经极好，怎会嫌弃？这段时间赶路确实辛苦，苏沐雪说了会儿话就感觉很累，干脆上床休息。起来时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兰儿见主子醒了，连忙打来洗脸水让他洗漱。苏沐雪一边洗漱一边问：王爷呢？王爷上午就出门了，不过他说留守备宴客，会回来和你一起去。苏沐雪闻言没再多说，洗完脸之后又开始梳理起睡得有些凌乱的头发。刚刚收拾好，就听见薛元锦问守在门外的墨画：王妃醒了吗？阿锦，还习惯吗？还行。你没休息去哪里了？
你不是说要找宅子吗？我看了几处，感觉有一处还可以，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不用，你若觉得好，就直接定下来吧。那行吧，我明日就下定，等整理一下就可以入住了。两人说了一会儿话，这时王氏已经过来请了，两夫妻这才并肩出门去赴宴。苏沐雪到了才知道，所谓的宴席其实连家常菜都不如，一盆不知道加了一些什么菜干的肉，一碟花生米，还有2碟苏沐雪没有见过的青菜和一坛子烧刀子酒。几个将领模样的人坐在桌前等待，看到他俩过来，众人连忙站起身迎接。刘家夫妇发现苏沐雪的眼睛扫了一下桌上的菜，顿时有些不好意思，生怕他俩吃不惯。家里只有这些东西，王爷王妃你们不要嫌弃。刘大人说的哪里话，我也是在边关待过的人，能有这些已经很丰盛了。苏沐雪也点头表示认同。他知道在这炮火连天的边关，物品紧缺，物价飞涨，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守备府能拿出这样的饭菜招待他们，估计已经绞尽脑汁，又怎么可能会生气呢？席间，刘季开始为轩辕锦介绍今天来赴宴的边关将士。除了刘季这个临时守备外，其中有一个是校尉薛宇，一个是都尉孙大头，还有2个，一个是参将侯建军，一个是百夫长周开瑜。这几个人见到轩辕锦这个曾经的战神，心里是既兴奋又紧张。景王爷，您能够来增援真是太好了，咱们阳城关终于有救了。对了，不知您这次带了多少人马过来？5万。5万？景王爷，您这5万是打头军吧？朝廷有说什么时候再增派人手过来吗？其他4人也立马用充满希望的眼光望着轩辕锦，希望刘季猜测的是真的。只有我这5万军马，朝廷不会再派人来了。朝廷才给5万兵马，咱们面对的可是80万大军呐！景王爷，他们这不是明摆着让您过来送死吗？轩辕锦沉默了一会儿，淡淡的说道：如今你们已经知晓，朝廷是不会再派人过来的。想用这么少的兵力对付80万敌军，过程中会有多艰辛，你们是知道的。我给你们3天时间考虑，谁若是想要离开，我轩辕锦绝不阻拦。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3天之后若是谁再想离开，那就别怪我用军法处置了。苏沐雪在旁边静静地看着，都以为他们会选择离开时，谁知刘季这时却抬头，眼神坚毅地望着轩辕锦。景王爷，您作为尊贵的王爷，明知是死都义无反顾地过来，我刘季也不是怂蛋，此生誓与阳城关共存亡。只是希望王爷能给我2日时间，让我把孩子和夫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相公，让孩子们离开就好。我虽是妇道人家，但也不愿意苟且偷生，誓死于阳城关共存亡。他娘的，老子一人吃饱，全家人都不饿。俺也不走了，到时候多杀几个净化国的鼠辈，杀1个够本，杀2个有赚。对，我们也不走。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早与晚罢了。与其当个逃兵窝窝囊囊的死，不如在战场上轰轰烈烈的拼一场。对，就跟他们净化国和流英国的杂碎们拼了，让他们知道我东离国的军人可不是孬种。5位都是我东离国的好男儿，这碗酒我敬你们。以后咱们齐心协力，共同对抗强敌，护我大好山河。6只酒碗重重地碰在一起，碗中的酒随着重力荡在彼此的碗中，就像从此刻一起，大家紧密连在一起的命运。干了酒，刘季面色通红，对轩辕锦说道：王爷，如今您来了，以后做阳城关的主事就由你来。我这临时的守备责任已了，也该回去做我的中郎将了。这守备的位置还是由你来做，往后如何让阳城关复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刘季有心在推辞，毕竟他当初接下阳城关守备一职是被逼无奈，如今锦王来了，肯定得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任，或者锦王亲自胜任也好。
刘大人，你能在危难之中把一盘散沙的阳城关凝聚起来，支撑到现在，说明你是有这个管理能力的。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抵御敌国，保护阳城关，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管理。若是交给其他不懂管理的人，只怕又会弄得乱七八糟，让我分心。为了大家以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事还得要你来才行。轩辕锦话也说到这个份上，刘季也不能再推辞了。下官定会好好管理，不会辜负王爷所嘱。说完刘季的事情，轩辕锦又跟几人讨论了一下如何布置防守的问题。男人们的酒局一般没那么容易散。苏沐雪和王氏吃完饭各自回房休息，直到子时4刻，轩辕锦才回屋。这时的苏沐雪还没睡，看到他回来，脸上有些醉意，就起身倒了杯水递到他手里。谢谢娘子。要帮你弄一点咸酒汤吗？不用，我没醉，你先去休息吧。苏沐雪撇嘴暗暗吐槽，一般醉了的人都会说自己没醉，不过看他也确实没有醉得很厉害，只是有点微醺，也就没再管他，径直上床盖上被子睡觉。轩辕锦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洗漱一番上床，搂着香喷喷的娘子。你过去一点，别搂那么近。你还没睡着呢。白日睡太多了，现在有一些睡不着。你跟这几人接触了这么长时间，是在考察他们吗？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那你考察的怎么样？觉得这几人如何？感觉还行。刘季这个人性格沉稳，做事有条理，而且性格正直，适合做管理。还有那个薛宇。轩辕锦将几人性格、应该做什么职位都跟苏沐雪说了一遍。你的意思是想把这几个人提拔起来，让他们都官升一级？你是想把这带来的5万军中那些有2线的将领换掉，对吧？是的，毕竟我们只有这几万兵力，若是还把那些人留在军中，以后难免会拖后腿，不如趁早把他们清除出去，以绝后患。那你想找什么理由把他们撤掉？说是没有名目就撤人，只怕会引起士兵们动乱。放心吧，我早已有计划，就等合适的机会和接替人了。苏沐雪见他有自己的打算，也就没再多说，转而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两夫妇闲聊大概1个时辰，相拥睡去。翌日一大早，轩辕锦就出门忙事情去了。苏沐雪起床梳洗完，吃过早餐，就跟着王氏出门去逛街。苏沐雪一路走来，看到的百姓大部分都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感觉走路都没什么力气一样。金娘姐，这些百姓怎么都这么瘦？苏沐雪向新交的朋友王氏打听，王金娘叹了口气说道：唉，沐雪呀，你才从京城过来，不知道这儿的情况。这些年边关本来就多旱，种下的粮食收成不好，如今又因为镜花国跟刘营大军压境，商家和商贩们都跑了，这些百姓没了做工的地方，只靠自己家那点粮食根本就填不饱肚子，如何能不瘦呢？王氏看着这些可怜的百姓，心里也并不好受，可他也没办法，毕竟朝廷许久没有发军饷了，守备府在他们接手的时候早就被搬空，没有余粮和银子，他们家也是勒紧裤腰带在过日子，实在是没有能力再帮别人。金娘姐，这里有多少百姓？以前日子好些的时候，多的时候能达到1万来人，现在嘛，应该不超过1000人了。沐雪，你问这个做什么？苏沐雪没有回答他，而是让他领着自己去周围种庄稼的地里转转。王金娘虽然不知道苏沐雪要做什么，但是对这个王妃提出的要求也没有拒绝，当即带着她去地里转了一圈。到了田里，苏沐雪先是看了看土地，又蹲下来仔细观察一下土壤的情况，又问过王金娘，知道这里的百姓种的大部分是小麦和稻米，心中顿时有了主意。金娘姐，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地方的气候太干旱，不太适合水稻和小麦的生长，若是改种红薯和土豆还有高粱一类的植物，收成会好上许多。没想到沐雪你作为王妃竟然还懂这些农务的。
我这个人平时无事，喜欢看杂书，所以对这些东西略有了解。暮雪，你也太厉害了。不过你说的红薯和高粱我倒是有听说过，但这个土豆却不曾听过。土豆是一种植物，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做菜吃，而且土豆的产量很高，咱们百姓若是现在种它，年底就能收获，明年这个时候应该就能实现大家都不饿肚子的计划了。暮雪，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这土豆若是种好了，240步田也能收个2000斤左右，产量可能比红薯还要高。他这其实还是保守说法，若是更好的田，产量会更高。但是苏暮雪不想一下子把数量说得太高，毕竟时代不一样，免得期望太高，到时候达不到失望就大了。暮雪啊，这个土豆种子去哪里能买得到啊？你明日把百姓们集中询问一下意见，若是他们愿意，我来想办法提供种子。不过先说好，他们在收土豆的时候要按产量给我30%。金娘姐，你看这样可行？倒不是苏暮雪不愿意给大家免费种，而是升米恩，斗米仇。他要是白给，怕到时候反而引起别人的贪念就不好了。哎呦，这何止行啊，简直太行了！我明日就去办。王金娘听得连连点头，按产量的30%，可比以前那些大官们只按步收取好太多了。王金娘向来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这天大的好事，她恨不得立马告诉相公。好不容易熬到回家，看到刘季，就立马将今天苏暮雪说的事情告诉了他。你说的可是真的？晋王妃真能找来改变百姓饿肚子的食物种子？要是有了这种食物，那这阳城关不只是百姓，就连军营的将士们也不用再受那些贪官控制。像如今这般在战场上拼死对敌，下了战场却连肚子都填不饱。相公，那我明日一早就去组织留下的百姓们。必须去，我与你一起去。可是你明日不是要把孩子们送走吗？要不然你去送孩子，这事我来就行了。闭上眼睛装着睡觉的刘子义年纪比较大，知道爹娘想把他们3兄妹送到后方的城镇去，当即睁开眼睛祈求：爹爹娘亲，别把我们送走，我们就留在这儿不走。义儿，如今边关情况严峻，你带着弟弟妹妹先去栖霞镇住一段时日，等着这里稳定下来，爹爹立马就去接你们回来。不，爹爹，儿子学过一句话，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若是这阳城关破了，栖霞镇又如何能安全？到时到处都是难民，没有了年和娘的庇护，儿子跟弟弟妹妹们又如何能生存？还不如咱们一家无论生死都在一处来得好。王金娘一想到孩子们没有大人庇护，任人宰割的场景，顿时心如刀割。孩子他爹呀，义儿说的对，不如就别把他们送走了，咱们一家人活在一处，死也死在一处吧。罢了，那就都留下吧。母子2人听到他的回答，含着眼泪笑开了。刘季收起眼中泪水，催促妻子：快点睡觉吧，明日还有事情要做。苏暮雪这边，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轩辕锦讲了，听到他能帮助边关百姓自给自足，轩辕锦心里是无比的高兴。暮雪，你这个什么土豆真的能填饱肚子吗？当然，我已经让兰儿煮了一些，你也尝尝看。苏暮雪从桌上的土豆盆里拿出一个，撸了皮递给男人。轩辕锦伸手接过，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咬了一口，顿感软糯香甜，跟米饭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才吃完一个，饱腹感就上来了，若是吃上2、3个，那完全就能顶饱啊。暮雪，这个土豆种能多买就多买，以后我打算让军营的士兵们在无战事时也开荒种些土豆充饥。军营的士兵不是有朝廷发的军饷吗？我今日去了趟军营，了解到军饷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了，士兵们每天饿着肚子守边关，饿得连唯一几匹战马都上来充饥了。这也是为何镜花国跟刘营才发动几场小规模战争，阳城关却损失上万人的原因。
苏沐雪原本还以为只有百姓穷，没想到连军队都穷成这样，心中直冒火。这轩辕龙真是个昏君，整日在京城里歌舞升平，酒池肉林，却不舍得给官兵的将士吃饱饭，这样让他们哪里有力气抵御敌人？他还没有昏到那个程度，不至于不发军饷，应该是被人贪没了。这些贪官为了自己私欲，竟然不顾国家安危，真是该杀。总有一天会找他们清算的，只是如今不是追究这些人的时候，现在首要的难关是如何解决这几万人的温饱问题。轩辕锦也痛恨贪官，可他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那就是该如何养活这几万兵的问题。他们这次带来的粮草顶多能撑半个月，若是这次抵抗住了镜花和流萤国的进攻，以皇兄对他的忌惮，绝对不会再给他们提供任何粮草。沐雪，若是我猜的没错，等朝廷看到咱们真的击退镜花和流萤后，就绝对不会再给阳城关发军饷，而是要我们自生自灭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以皇帝老儿那阴险的德行，还真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不过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只要有我在，这些根本都不是事儿。他搬空了国库，还有好几家大官的库房，空间里现在有的是金银珠宝，想买多少粮食就买多少粮食，而且空间里面也有田地，随时可以种东西。加上他现在要教边关百姓种地，自给自足，皇帝老儿那些粮草算个屁呀，他真是半点都不稀罕。不过眼前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轩辕锦是不是确定不回京城了。阿锦，你确定不回去了吗？不回了，皇兄一直忌惮我，怕我抢他的皇位，与其回去被他防来防去，还不如在边关来的自在。以后我打算就在这阳城关立足，保卫我东里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那他若是用12道金牌逼迫你回去呢？苏沐雪想起历史上的岳飞，不就是被朝廷用12道金牌逼到不得不班师回朝吗？他要弄清楚，在这种关头，轩辕锦是不是也是这么愚忠的人。若真的是，说实话，他会很失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你就不怕别人说你造反？别人如何说，那就让他说好了，我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从打算来边关，他就决定了，只要皇兄不过分，不来招惹自己在乎的人，他可以此生镇守在边关，永不回京城。若是他再苦苦相逼，非要置自己和沐雪于死地，那就算反了又如何？乡亲们，这位就是从京里赶来保护我们边关子民的锦王妃，她要给我们提供一种叫土豆的新食物种子。王妃说，种这种土豆，只要咱们人勤劳，240步的土地大概就可以收获1-2千斤左右的土豆呢。他这话一落，周围一片死寂。百姓听到这儿，心里讽刺地想，果然又是让他们花钱买种子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一道有气无力的声音响起：请饶过我们吧，我们没银子买种子了。此话一出，其他人也跟着附和：官家娘子，你们行行好啊，就饶过我们吧，我们真没银子买这个什么豆的种子了。是啊。苏沐雪一头雾水，望着王金娘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唉，说来说去，都是以前那些京里来的监官们造的孽呀。他们王氏把那些贪官们来边关巧立收费名目的事儿一一说给苏沐雪听。沐雪呀，百姓们都是被贪官们坑怕了，并不是针对你的，希望你别放在心上。金娘姐，你多虑了，我就算是要生气，也是生那些贪官的气，这些百姓都是无辜的，我生他们的气干什么？说完转头望着眼神里还带着乞求的百姓们说道：乡亲们放心，我这种子不收你们银子，只要谁愿意种都可以来我这里领种子，我还会教你们怎么种这个土豆。一个百姓听完他的话，有些不敢相信，迟疑地问：你真的不收银子？不收。那你图什么呀？百姓眼里警惕并未散去，他们才不相信
天下哪有帮了人不求回报的官？苏沐雪知道，要是他说什么都不图，这些人肯定不会相信，于是把昨天跟王金娘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我只要你们在收土豆的时候，把总产量的30%给我就行。真的只是总产量的30%，而不是种了地，不管收成好不好，都按赏来给30%？大家放心，我只按总产量来收30%，而且不会再有其他费用。他的话音刚落，百姓们顿时激动起来，一扫先前的颓废，开始七嘴八舌。看来这次来的是好官啊，咱们不用怕饿死了。对呀，官家娘子说240步就能收获1两千斤土豆，我的乖乖，只要节约些，这可是够咱们一家4口吃上大半年的口粮了。可不是嘛，若是种上个几百亩的地，那咱们1年不就有吃不完的食物了？这个土豆是什么食物啊？怎么能有这么高产？这个土豆真的能吃吗？有人高兴过后，又开始担忧起来。当然能吃了，景王和景王妃这次过来边关，就让人带了土豆做大军的口粮，近日还特别从将士们口中省出一些，做熟了带过来让大家尝尝呢。百姓们听到景王跟景王妃竟然从将士口中省出粮食给自己吃，顿时感动到跪地拜谢。谢谢秦王，谢谢秦王妃，你们都是好人呐！苏沐雪连忙抬手让大家起来，让人把煮熟的土豆抬出来分给百姓们。原本他还以为会有人借机闹事哄抢，特意找了几个侍卫过来维持秩序，没想到这些百姓竟然都很自觉地排队，来到他们面前，拿到一个土豆道完谢就自觉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多抢多占的。这不由让苏沐雪对他们更高看一眼，觉得自己做出帮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苏沐雪拿出来的土豆都是经过改良的，个儿大皮薄，一个吃下去，百姓们都感觉肚子没那么空了，眼里顿时浮现出惊喜的光芒。王妃，我愿意种土豆。愿意种的人尽快去那边登记要种多少地，明日来守备府领种子。现在刚好可以再种一批秋土豆，等11月、12月的时候就可以收了。听到现在就可以种，大家踊跃地跑过去登记。玄儿忙活了1个时辰，才把所有人需求登记完。苏沐雪让人把没有发完的熟土豆全都发给百姓，这才跟王金娘一起回了家。回到院子，轩辕锦已经到家换完衣服，看到女人进门，体贴地倒了一杯水给她。怎么样，很累吧？有兰儿还有金娘姐和玄儿他们帮忙，我倒是没什么累的，就是听金娘姐说那狗监军欺负百姓的事情，真是气死我了。若是他在我面前，我非一枪崩了他不可。放心，会有机会收拾那狗监军的。只要他们把这2个敌国拖住，朝廷肯定要派监军过来的，不过留不留就是他说了算了。接下来的日子，两夫妻一人忙着行军布阵，修补防御城墙，防着镜花国和流萤国的突然进攻；一个人忙着教百姓种土豆，好早日实现自给自足。这样的日子原本以为还能过一段时间，没想到战争还是来了。镜花国和流萤的将领带着20万的兵马伫立在阳城关城墙外，叫嚣着不投降就要踏平阳城关。景王爷，我知道你很厉害，可你们区5万兵马怎能抵挡我这20万大军？不如你们归降镜花国，我回去禀报君主，让他封你做个铁帽子王，如何？废话太多。说完，双手利落搭箭，凌厉的长剑带着骇人的气势朝川丽宇直射而去。攻城！等候发令的士兵如同潮水一般朝城门口涌来。剑！轩辕锦一声令下，率先拉弓射死了跑在最前面的士兵，其他人也不甘落后的射起箭来。顿时城墙上像下箭雨一般，数不尽的长箭把想要攻城的敌人射成了刺。苏沐雪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城墙。
看了一眼地上被射得像刺猬一样的敌人尸体和一批批间隔挺开、手持盾牌和长矛的敌军正朝这边冲过来，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意图。看来对方将领这是想打消耗战，他们料定城里将士不多，箭雨自然也不会很多，所以派敢死队前来消耗城里士兵的箭，到时候他们后面的人攻城就容易多了。阿锦，一会儿你……轩辕锦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注意安全。苏沐雪比了个 OK 的手势，然后对玄策喊：“你跟我走。”玄策看了一眼自家主子，轩辕锦朝他点点头：“保护好王妃。”遵命。苏沐雪带着玄策来到城门后边，拿出一挺机关枪给他：“一会儿我说打你就打，明白了吗？”“明白了，王妃。”玄策利落地接过机关枪，这个他学过，所以也不手生，照着苏沐雪的样子架在城门前几日前新挖的枪孔外，然后静静地趴在地上等待敌人靠近。城墙上的轩辕锦听到下面苏沐雪吹出的哨子，立马叫人暂停射箭。敌人果然上当，川离羽脸上浮现出大喜的表情。他们手里没箭了，攻城！喊声震天，众将士们在城墙上望着像蝗虫一样袭来的敌人，心中万分焦急，不明白将军为什么突然喊停。孙大头性子比较急，直接开口问：“将军，为什么不射箭呢？一会儿城门会被攻破的。”“放心，他们攻不了的。你们盯着城墙，不要让敌人从城墙上摸上来便是。”众人无可奈何，只得听令，放下心中焦急，专心对付起要用云梯攻城的敌人。城门的人见这边竟然没有防守，心中顿时大喜，看来今日头功他们抢定了。领头的攻城队长指挥手下：“快点攻破城门，今晚我们要做第一个攻进阳城关的人。”说完一马当先往前冲。城内望着蜂拥而来的敌人，苏沐雪眼里闪过一丝看见猎物时的兴奋，翘起嘴角念念有词：“来得好，再近一点，就是这样。3、2、1，打！”朝旁边的玄策喊了一声，然后翻子机枪声响了起来，完全盖过门外敌人的呼喊声。机枪的枪口像条火蛇，不停地吐着子弹，带着呼啸声划破空气，朝着横冲直撞的敌人射去。想抢头功的镜花国士兵冲到城门口，连反应都没有就被干掉了，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东西打死的，因为冲来的人太多，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本能的继续往前冲，这让苏沐雪跟玄策杀了个痛快。两人高度配合，一人子弹快打完中就全力扫射掩护，两挺机枪相互配合，完全没有停歇的时候。强大的火力让镜花国士兵们根本没有靠近城门的机会。远处指挥的川离羽看不到城门边的情况，只是皱着眉头问：“城门那边的人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久都还没攻破？”传令官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只好小跑着找人一级一级地问。城墙上，孙大头等人站在高处，刚好可以看到城门口的景象。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靠近城门的敌人，像中邪一般纷纷倒在城门口。没多会儿，城门边就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孙大头合起快要掉下的下巴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城里什么时候买了炮竹了？”“哎呀，我说大头，你是不是傻呀？你什么时候见过炮竹能一下炸死这么多人呢？”“既然不是炮竹，那会是什么东西啊？”“管它是什么东西呢，反正能杀敌人的就是好东西。”城下指挥攻城的川离羽见城门久久攻破不了，城墙又上不去，心中不由开始焦急起来，朝着传令官问：“前面还没有消息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据前方的人回话说，阳城关里有一种像炮竹一般的武器，很是厉害，只要炮竹声一响，咱们的士兵就会死一大片。前面指挥的人说，如今我们的人已经折损上万，却连敌国城门口3米位置都见不了。故向将军请示，是战还是退？”“什么？”川离羽听到传令官的话，惊出一身冷汗。他原本以为阳城关只有区区5万兵马，
自己带领的20万要踏平这儿，简直就是易如反掌。没曾想如今连别人一兵一卒都没伤到，自己反而已经折损了上万人，这如何能不让他心惊啊？他听着刺耳的哒哒声，心中惊慌不已，看了眼城墙上自己这边刚爬上云梯就被砍落的将士们，才这么一会儿，不知又死了多少人。想起来在摄政王面前，他豪言壮语地说一定会拿下阳城关，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脸。在没有想到对策之前，他们不能再继续了。川离宇果断地举起令旗，鸣金收兵。前面本就在苦苦支撑的金花国士兵听到鼓声，脸上闪现出劫后余生的光芒，转身就开始往回跑，生怕慢一步就会变成未知名武器手下的亡魂。撤到安全处，川离于清点剩余人数时，这才发现出战竟然就折损了18400人，心中简直是惊涛骇浪。要是刚刚他鸣金收兵再迟一点，只怕人数还得往上翻。回头望了一眼城墙上欢呼胜利的阳城关将士，川离于心里真是又惊又疑。这轩辕锦手里到底是什么武器，怎会如此厉害？将军，那阳城关的武器如此厉害，我们还要继续攻城吗？自然是要攻的，但是要换策略才行。川离于眼中闪过一丝阴冷。他们刚刚攻城之所以失败，是吃了轻敌的亏。原以为20万对5万，自己会赢得毫无压力，谁知对手竟然有那种强大的秘密武器。略微想了想，川离于对手下说道：平谷，你把刚刚在前面攻城的将士喊过来，我要问问他们可有看出那武器的缺点。平谷一郎出去没多久，就领着几个百夫长过来，这些人都是离城门最近的，若不是川离于鸣金收兵的快，他们也早就成了枪下之魂。川离于让他们坐下，然后仔细询问当时的情况。几人将当时对战情况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川离于听完让他们出去，自己坐在帐中不停地思索对策。麻衣良辰，你挑选10名引数最好的人，明日混在登城的队伍中，务必登上阳城关的城墙，然后设法打开城门，放大军进城。是，将军。纯平桑，你明日带人攻城，掩护麻衣他们上城墙。好的，将军。孙锦平，你带人架起投石机，趁麻衣他们攻城的机会，你到时候就用投石机砸毁他们另一边城墙，到时候我再带领大军冲进去。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杀了轩辕锦，拿下阳城关。阳城关这边，城里的百姓们知道打了胜仗，也高兴地奔走相告，纷纷赞扬锦王和锦王妃是他们边关的福星。自他们来了以后，这仗打赢了，粮食也种下了，他们的生活就要好起来了。薛羽几人来到刘季家中聚会，花生米就着烧刀子，6人吃得心里美滋滋的。哎呀，俺今日算是彻彻底底的服了锦王了，原本还以为是殊死一搏，没成想到头来咱们没亡1人，倒杀了晋花国差不多2万人呐！痛快！是的，幸好当初锦王让咱们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离开，不然去哪里找这么有本事的将领啊？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当兵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锦王这样用兵如神的将军，难怪他会被叫做战王，真是当之无愧呀。他们心里决定，以后无论怎样都以轩辕锦马首是瞻。其实这就是苏沐雪想要的结果。他故意不让轩辕锦说出自己是不想暴露自己身怀武器的事，就让军营的人以为今天的圣战是轩辕锦策划的好了，这样可以快速让轩辕锦得到边关将士们的拥护，好为以后的铁桶边关打下基础。只要这些将士都认可并拥护轩辕锦，到时候不管是朝廷还是别国，都休想来他们这儿捣乱。川鲤鱼再次发起大规模冲锋，苏沐雪听说敌军这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下也顾不得其他，跟着轩辕锦来到了城墙。望着敌军后面那2架高高的木架子，看起来好像他在影视中看过的古代的投石机。
你们说的杀伤性武器就是那个？穆雪，我带着将士们在这顶着，你快回城里去组织百姓，带着他们尽快转移吧。秦王妃，我的妻儿就交给你了，麻烦你帮我看好他们，大恩留记，来生再报。其他将士虽然没说话，但脸上此刻也是沉重的表情。苏沐雪又看了一眼那简陋的投石机，面露疑惑地问：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这投石机是一种攻强利器，破坏力极大。咱们这城墙可以抵挡千军万马，却顶不住它几下子。等墙一破，外面那10几万的人马就足以把我们这几万人踩成碎泥。他娘的，这镜花和刘隐国都是岛国，怎么会有投石机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将军，据属下所知，投石机向来只有贺宇国的匠人才会制作。看来此次进攻我们东黎，4国只怕都有参与其中啊。主子，若真是如此，那张老将军驻守的嘉谷关，只怕到时候也免不了一场大战啊。他这话让众位将领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你让人赶紧给外祖父那边带信，让他们千万注意贺宇国的动向。玄策立马转身让人去办。苏沐雪看了轩辕锦一眼，原来你外祖父也是镇守边关的将军啊。他们在一起几个月了，他还以为轩辕锦除了皇家那堆不靠谱的亲人，就再没其他亲人了呢。我因为是当今太后养大的，小时候他非常不喜欢我接近外祖父一家，若是我见了他们，回宫后太后总会不高兴。而外祖父一家也知我独自在宫中日子不好过，害怕接近我会引起太后的疑心，导致我小命不保，故而也会故意疏远，好让京中的人放心。所以这些年来，在外人看来，我与外祖一家关系淡漠，简直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听男人讲完，苏沐雪这才知道他从没提起其他亲人的原因，不由得有些心酸。很难想象他小小年纪是怎么在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里生存下来的。幸好现在来了边关，以后就天高任鸟飞，不用再像京中那般过得谨小慎微了。等打退了镜花和刘盈2国的人，我们一起去看外祖父吧。好，若是这场战争过后我能够活下来，就带你去看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放心吧，有我在这里，阎王爷他不敢收你的。轩辕锦闻言笑了，以为苏沐雪只是安慰自己而已，毕竟他那机关枪再好，可也射不到投石机那么远的地方。倒是城墙一破，敌方这么多兵马，就算他们的武器再逆天，也难以回天了。不过他不想扫了苏沐雪的兴，学着戏文里的词，配合地说笑了一句。那小生就多谢苏女侠保护了。苏沐雪哈哈一笑，拍着他的肩膀。好说好说。两人说笑了一会儿，轩辕锦看了一眼敌人正在往这边移动的队形，又一次提出让苏沐雪带着城中百姓离开。苏沐雪直接拒绝，拿出2把冲锋枪放到男人跟玄策的手里。镜花国里有引术高手，多用探测仪防备他们偷袭，你们只要守好城墙，其他的交给我来。说完转身跑下城墙。主子，王妃有什么法子可以阻挡投石机的吗？轩辕锦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望着女人娇小的身影喊：沐雪，一定要注意安全。苏沐雪伸起手，潇洒地挥了挥，表示自己知道，接着身影就消失在城墙的转角处。到了无人的地方，把小七放下来，对他说道：小七，变身，我带你去玩票大的。哎，姐姐，你想用手榴弹去炸投石机是吗？小七心里透着兴奋，作为器灵来说，战争使他兴奋。苏沐雪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聪明，一下就猜到了自己的想法，不过也没打算瞒着他，反而笑着说道：你猜对了，怕不怕受伤？切，姐姐，你又小看我了，我可是器灵，是所有兵器之灵，这世上还没有什么武器能伤到我的，何况这些落后的冷兵器。那可真是太好了，那咱们就出发吧。
一起把外面那10几万渣渣干掉去。好嘞，快上了！小七瞬间变身，趴下身子，让苏沐雪爬上自己的背，驮着他咻的一声飞出阳城关，朝着敌军飞去。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飞得这么快？城墙上的战士只觉得一团黑影从自己头上飞过，然后就看到一只从没见过的怪鸟朝着敌军快速飞去。轩辕锦望着小七朝那飞去的背影，知道苏沐雪跟他在一起，吓得心脏都差点停止，急得连忙大喊：你们回来！小七理都没理他，径直朝前面飞去。将士们反应过来，以为是敌人放的怪物，连忙想搭弓射箭，轩辕锦赶紧阻止：不准伤害他们！怎么回事？在军队里出了叛徒不成？话音刚落，回答他的又是几阵隆隆大响，烟雾中连带的还升起了半丈高的火光，军中传来惊呼和各种害怕到极致的呼救声。救命！快跑啊！这个将雷火了！上天在怪罪我们攻打东离国了！镇定，镇定！谁若是敢跑，军法处置！渣渣们，接受姑奶奶的清算吧。苏沐雪满意的看了一眼下面的动乱，又瞧了瞧骑在战马上正在阻止军队动乱的川离羽，嘴角扬起一抹邪笑。小七，先去那边炸了那个指挥官。好的，姐姐。小七挥动翅膀，飞快地来到川离羽头顶上。将军小心！远处的纯平丧看到小七的身影停在川离羽的上空，直觉不妙的他连忙大喊，可隔得太远，川离羽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苏沐雪从空间里拿出手榴弹，拉开引线，帅气地抡起胳膊往下一扔。小七见状，连忙灵活地躲开，免得被手榴弹炸开的浓烟波及到，熏到姐姐。地面上川离羽待过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大坑和他手上的断刀，而人已经被炸成碎片，找都找不到。爆炸圈之外的人看到这骇人场景，吓得尖声大喊：不好了，将军死了！没有了将军的指挥，士兵们就像无头苍蝇乱作一团。苏沐雪趁此机会不停地往下扔手榴弹，没多久10几万兵就给他炸死了一大半。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在帮我们？城墙上的众人望着敌军一片一片的倒下，一脸懵逼地问：将军，莫不是刚刚那个？今日战场上的事情，谁都不许透露半点风声，违令者斩。轩辕锦沉着声音，目光如炬地望着众位将领，警告：是将军，属下一定会约束好自己的人，绝不会透露出去半点儿。大家立马明白了，这是他们阳城关取胜的法宝，坚决不能让外人知晓。轩辕锦见大家都明白了，这才将目光转向战场。给我出城，杀！将士们手拿兵器，热血沸腾，几万军士的声音喊声震天。镜花国余下的士兵本就已经被爆炸吓破了胆，现在又见城里几万军士杀过来，形成前后攻击，吓得他们是丢盔弃甲，根本无心恋战，只想着逃跑。一边无心恋战，一边杀气腾腾，结果可想而知。接近20万的镜花国将士就这么全军覆没了。回过神来之后，他们兴奋地把轩辕锦这个将军抬起，高高的扔向天空，又稳稳地接住。在众人还沉浸在胜利的欢呼中，苏沐雪指挥小七偷偷地溜回城中，到无人之处才停下来。小七立马又变成手镯盘回他的手腕上，意犹未尽地说道：姐姐，这些人真不盯账，我都还没玩过瘾呢。放心吧，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次辛苦你了，晚上做好吃的犒劳你。姐姐，我要吃东坡肉、红烧鸡块。听说他要做菜，小七口水都要掉下来了，连忙报上自己想吃的菜名。对于大功臣的要求，苏沐雪是满口答应，二话不说回去准备了。等苏沐雪刚把饭菜端上桌，轩辕锦就回来了。看到他的那一瞬，男人眼含热泪，冲上前一把将他抱在怀里，语气哽咽地说道：
暮雪，幸好你没事。放心吧，我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更何况还有小七保护我，根本就不会有危险的。就算是这样，下次你有什么决定，一定要先给我讲，不然我会很担心的。知道了，以后我会提前告诉你的。轩辕锦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真诚的道谢。暮雪，谢谢你，是你救了阳城关的所有人。谢什么，小事一桩。再说了，这阳城关以后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这也等于在帮自己了，不是吗？轩辕锦的心被他这句我们的根据地抚平了，脸上重新挂起微笑。对，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以后我跟你一起守护它，保证谁也抢不走。快吃饭吧，我今天烧了好多菜。苏暮雪从男人怀里钻出来，拉着他走到桌边坐下。轩辕锦扫了一下桌上饭菜，确实很丰富，有东坡肉、红烧鸡块，总共7、8个菜，不由得笑了。哼，这么多菜，我俩可吃不完。没事儿，有小七在，不会有剩菜的。对，吃不完给我，我还吃得下。轩辕锦望了一眼他旁边都快堆成山的盘子打去。还吃？你也不怕吃得太胖，到时候飞不起来了？切，你是嫉妒我吃再多也不会胖的身材吗？没办法，天生的，你嫉妒也没用。他都不照镜子的吗？这份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小七听出他语气里的嫌弃，凶巴巴地回他：哼，丑八怪，要你管！我丑八怪？臭小七，信不信我让你姐姐把你扔出去？哼，姐姐才不会听你的呢，姐姐最喜欢我了。还有，我决定了，以后每晚都要跟姐姐睡，你休想再把我拎出去。轩辕锦听到这只小气灵要跟自己抢媳妇儿，立马不干了。切，我是姐姐最爱的小灵宠，她才不会听你的。你只是个小灵宠，而我是你姐姐最爱的相公，是她以后孩子的爹，她当然会听我的。孩子是什么？轩辕锦说了那么多，小七的注意力只在孩子2个字上。轩辕锦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就是我跟你姐姐的宝宝啊，等他出生了，你就可以升级当……对了，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可以自由变化，想变男的就是男的，想变女的就是女的。我觉得吧，你还是变成女的比较好。为什么呢？小七睁着一双蠢萌蠢萌的大眼睛问。男人开始一本正经地忽悠他。因为啊，如果你是男的，要是你姐姐生的是女儿，那你就不能跟她一起玩了，毕竟男女有别嘛，得避嫌。但如果你是姑娘，那不管你姐姐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你都可以跟她一起玩，而且啊，他们还会叫你小姨哦。那我要做小姨。小七立即定下自己以后的性别，他以后想带着姐姐的孩子们一起愉快地玩耍。苏暮雪拍了拍额头，但凡小七上过几天学堂，都不会被骗得这么惨。轩辕锦嘴角浮现出得逞的微笑，一本正经地继续忽悠。还有啊，为了你能早点当上小姨，以后可不能再说晚上要跟姐姐一起睡的话了，不然你这小姨就不定什么时候能当上了。为什么？因为你晚上老缠着你姐姐，会耽搁我们造小人呢。小七听完他这话，却立马信以为真。好，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抢姐姐屋子睡了，你俩可得努力点，早点让我当上小姨呀。苏暮雪无语地看了眼被成功忽悠瘸的小七，她还睁着蠢萌蠢萌的大眼睛望着轩辕锦，等待他的回答。没问题。成功解决一个跟自己抢媳妇儿的阻碍物，轩辕锦嘴角止不住的上扬，压都压不下去。苏暮雪没好气儿地瞥了一眼幼稚的男人，把菜推到他面前。赶紧吃饭。暮雪，你也吃。轩辕锦心情很好，笑眯眯地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饭后，小七真的没有像往常一样磨磨蹭蹭的不肯走，
每次需要轩辕锦动手拎出去，而是很自觉的自己出门。我走了，你俩快点造小人吧。说完这些，才心满意足的离开。都是你，在小七面前胡说八道什么啊？我不这么讲，他每天晚上都要缠着你。现在你看他多自觉啊。轩辕锦说完，摸了摸鼻子，讨好的笑着。哎呀，娘子，夜深了，我们快些洗漱安置吧。翌日，轩辕锦带领5万兵马，把敌人20万兵马全数绞杀殆尽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阳城关。以悬殊这么大的兵力对抗还能完胜，这简直就是奇迹。百姓们纷纷跑到城门口，要给他和将士们磕头，感谢他们保住了阳城关，保住了家园。看到将士们在打扫战场，百姓们也主动帮忙，并且在城外挖了万人坑，把10几万敌人尸体埋进去，避免腐烂引发瘟疫。军民一心，没用多少天就把20来万敌人尸体全部处理好了。轩辕锦又赶紧叫大家一起把城墙防御加固，以便迎接后面更多的敌人。毕竟镜花和刘盈可是号称80万大军，如今才消灭了20万，还有60万人正准备对他们的阳城关进行进攻呢。怕什么？咱们能灭他20万，就照样能灭他们60万。苏沐雪看到大家这么热情高涨，又想到敌人太多，而他们人手太少，如今能多一个就多一份力量，于是找到轩辕锦商量一下，干脆挑选了一些年轻女子，成立了一支女子军。而青竹墨画就是他的左右副将，平时负责训练这些女子的武艺。看到女兵们体能不好，按照青竹他们的法子来提升太慢，苏沐雪又花了几天时间，把现代化军事的方法改良成适合这儿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首先就是体能训练，练长跑，用于提升女兵的心肺功能和持续运动能力。先练5公里，等适应之后再练10公里。还有就是力量训练，什么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等等，用于增强女兵的上肢、腹部和下肢力量。很多人包括青竹墨画都不理解他这么训练有什么意义，可没过多久大家就感觉出来了。他的这种训练方法虽然累，可提升人的体力实在是太快了，比他们原先训练的方法提升了几倍都不止。女兵们信心大增，也没有人再叫一声苦，训练起来也是更加积极。等到女兵们体能上来，苏沐雪让他们继续跟着青竹墨画习武，而他则是教大家战争策略，培养女兵们的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这一条非常重要。若是他们没有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那就算个人练得再厉害，打起仗来也如一盘散沙，完全不顶用。除了战争策略，他还教大家军事技术，培养心理抗压能力和心理调试等等。苏沐雪想训练出一支响彻东离国的娘子军出来，让大家看看，女人也可以保卫家园，也可以撑起半边天。她们并不是只能依靠男人生活的花。为了便于打响名头，他还给自己的娘子军取了一个相当霸气的名字——霸王花。当轩辕锦看到苏沐雪的训练方式和成果之后，心里震惊之余，觉得她就是个天生的将才，竟然能将柔弱的女子训练成不输于男子的铿锵玫瑰。当即央着他给自己的兵也制定一系列的作战计划。苏沐雪也不吝啬，立即对他的部队提出改良方针，还让他根据士兵的所长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成立一支特种部队。这支部队就像一柄钢刀，在对敌的时候用来突击，给人造成最致命的伤害。镜花国这边，东方玉在大帐中与刘盈国的库兹克正商讨着战役。因为前去阳城关的人马全军覆没，导致现在军营士气大减。摄政王，当初你们的眼线不是说那轩辕锦到了阳城关的时候只带了5万兵马吗？可现在是怎么回事？区5万人怎么能灭我们两国20万人？莫不是你们的眼线背叛了，故意误导我们的吧？不可能，我们的细作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绝对不可能背叛镜花国的。而且细作亲耳听到东离国国君说，轩辕锦带领的只有几万兵马，这事绝不会有错。那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阳城关的5万兵马却能杀我们那么多人？对于这件事，库兹克10000个不相信。就算轩辕锦的兵再能打仗，那又如何？以20万对5万，就算一人一脚都能踩死阳城关那点人马，怎么反而被他们打得全军覆没了呢？这根本就不可能，要让他如何去相信？没有人知道当时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让20万人就这么凭空没了。不清楚情况的他再也不敢贸然出兵，只好驻军在这等待，然后修书去东离国的皇宫，询问宫里的细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没有摸清阳城关底细之前，他不能再让士兵去送死了。东离国皇宫，上次镜花国进献给轩辕龙的2个美人已经被封为纯嫔和丽嫔。他们收到东方玉传来的消息之后，差人把轩辕龙引来了寝宫。一番颠鸾倒凤之后，从他口中知道轩辕锦确实只带了5万人马去的阳城关。2人还从轩辕龙的语气中听出了他对轩辕锦的不满。2人将这些信息暗暗记下，一并告诉了东方玉。收到消息的东方玉当即让2人想法子在东离国皇帝面前上眼药，让他疑心轩辕锦有不臣之心，最好能让轩辕锦革职回朝。还说若是行不通，至少也让皇帝派人来阳城关与轩辕锦窝里斗，这样他们几国才能坐收渔翁之利。2个妃嫔收到命令，当即行动起来，给其他几个大臣家的同伙发出消息，让他们鼓动臣子们上奏弹劾轩辕锦。搞挑拨离间，什么计策都比不上美人计管用。刘爱卿，你可知道如今阳城的消息啊？回禀皇上，如今锦王正在与镜花和刘盈成焦灼状态，暂无消息传来。这都过去2个月，战争还呈焦灼状态，轩辕锦到底是怎么办事的？实在太令朕失望了。轩辕龙面色一沉，声音里全是对轩辕锦的不满。朝臣们心中暗暗吐槽，你当初只给人家5万兵马对抗敌军80万人，能打成焦灼都算人家锦王有本事，你还想怎样？难道还想上天不成？赵爱卿，锦王许是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没有精力打仗，不如就由你去阳城关接替他的位置吧。因为轩辕锦让人封死了阳城关打胜仗的消息，所以京中人都不知道。赵鹏听到皇上的话，连忙跪地告罪。皇上恕罪，小臣最近旧疾犯了，恐难当此任呐。开玩笑，他可没有锦王那么大的魄力，敢用5万兵马对抗80万。到时候打了败仗，不止自己要死，全家都要跟着遭殃。与其这样，不如告病。轩辕龙见他不愿去，只好又点了另外几名武将。赵鹏聪明，其他人也不傻呀。面对这个根本打不赢的战役，谁愿意去当这个炮灰？当即也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推脱了。轩辕龙差点把鼻子都气歪了，指着一冲朝臣大骂，可就是没人站出来应下这个差事。法不责众，他又不能将所有武将全杀了。最后没办法，只能传旨让阳城关的监军周不仁负责监督轩辕锦的一举一动。里面的人听着，快点打开城门，迎接周监军进城。若是迟了，小心吃军棍。阿锦，这个什么狗屁监军就是个鱼肉百姓的祸害，不能让他进城。放心吧，这个人是皇上的眼线，刚好我也不准备让他进城。说完走上城楼，以杀逃兵的名义让弓箭手直接放箭将人全部射死。可怜周不仁还坐着在边关吃香喝辣的美梦，就这么被射成了马蜂窝。将军！赵云兰大吃一惊，望着轩辕锦云淡风轻的脸，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了周监军，这不是等于与朝廷决裂吗？可是觉得我杀了监军，无法跟皇上交代。将军，你明知历来监军都是皇上的人，还这样大张旗鼓的杀了，难道不怕皇上怪罪吗？赵副将慎言，你看清楚了，我杀的可不是监军，而是逃兵。赵副将，我想你也很清楚，当初皇上只给我们5万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放弃我们了。既然如此，
这阳城关就不需要监军，凡事由我轩辕锦说了算。难道将军你想？我只是想为自己谋得一线生机而已。毕竟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赵云兰立刻懂了，轩辕锦并不想造反，但是因为皇上一味排挤，所以他这是准备将阳城关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据点。只要朝廷不过分，他就永远是这阳城关的将军，守护这方土地。反之，赵云兰不敢想了，他心中有些迷茫，不知道这次跟着来阳城关到底是对还是错。就算我现在放你离开，你回去朝廷也一样得不到重用。而且我敢肯定，因为你当初坚持要跟我来这里，上面那位甚至可能还会觉得你是我放回去的眼线，你相信吗？赵云兰沉默了，他入朝堂时日不短，当然清楚当今皇上心胸狭窄又性子多疑，若是自己此时回去，只怕真的如锦王所说，丢官事小，可能连一家子的命都保不住。罢了，事已至此，多想无用。只是我的家人都在京中，可如何是好？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安排好的。你只管买好宅子，过些日子等着接人就好。轩辕锦欣慰他能想通，毕竟赵云兰也是一个将才，边关如今能用的将士并不多，他实在不愿意放过。多谢将军。家人能来跟自己团聚，赵云兰对京中就没什么牵挂了，反正在哪生活都是生活，也许跟着能力出众的轩辕锦比跟着越来越嫉贤妒能的那位更好吧。轩辕锦让人打开城门，把周不仁等人的尸体全数拉去城外埋了。百姓们看到这个祸害死了，高兴的差点买炮竹庆祝，心里对轩辕锦夫妇是更拥护了，简直把他俩当作头顶上的青天对待，恨不得一天3炷香的上供。在往后的阳城关，百姓们可能不知道皇帝是谁，但他们一定知道轩辕锦和苏沐雪是谁，因为那是他们的守护神。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晚上，夫妻二人聊起周不仁的事情。苏沐雪侧卧在床上，一手托住脑袋，望着正在洗漱的男人说道：阿锦，你说今日这个狗监军跑都跑了，怎么突然又想着回来了呢？当然是有人给他下了旨啊。你说是皇帝下的旨？咱们杀敌国20万人的消息，你不是禁止外传吗？难道还是泄露出去了？这倒不是，听宫中的人传信来说，是朝中的几个大臣还有太子等说我要拥兵自重。皇上原本是想叫人过来接替我的，可如今朝廷里的人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怎会在明知是送死的情况下还来阳城关接手的？所以皇上实在没招了，就给周不仁下旨，想让他来阳城关用监军的身份制约我。说起这事，你知道说我拥兵自重的大臣有哪些吗？有哪些？苏沐雪半眯着眼睛问，先问好是谁，若是有机会回京，他一定要去这几个大臣家里逛一逛，拿点精神损失费。有礼部尚书、户部侍郎、兵部尚书、吏部郎中、太子和三皇子等人。他们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初四国来朝时建华国送来的武器。除了皇上后宫的2个，其他的都进了这几个人的门。所以这次他们一起弹劾你，其实就是建华国人在背后搞的鬼。差不了，我想他们是因为折损了20万人，又摸不清我们手里到底藏有什么秘密武器，所以才用挑拨离间的法子，想借皇上之手把我杀了。没有了我镇守这里，他们就可以领兵直接杀入京城，达到彻底占领东离国的目的。这建华国真是小人，明着打不过就想来阴的，敢在背地里这么算计我，真当姑奶奶好欺负吗？总有一天我非得去灭了他们的老巢不可。呵呵，想要灭建华国还是有点困难的，我们的造船技术并没有他们高，你若是想要灭他们，估计还需要些时日，等我们的造船术提高了才行啊。我若是想灭他们，不过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根本用不着造船。不过我现在不想灭他们，毕竟我可不想为皇帝老二白打工，到时平定了4海，反而让他有空来折腾我们就不好了。除非轩辕锦当皇帝，
不然他宁愿守着边关这1亩3分地儿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不过，虽然不去灭他们的国，但此次来的几10万人马，咱们还是得给他留下来，不然放任他们在眼皮子底下跳，会让我觉得浑身不舒坦。在东方玉还等着自己实施的挑拨计划成功，然后坐收渔翁之利的时候，根本没料到苏沐雪已经带着人摸到他们的驻地边，准备看准时机主动发起进攻了。苏沐雪从空间里对出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敌人军营的情况，然后转头递给轩辕锦：“阿锦，你来看看。”轩辕锦把望远镜放在眼前，心里吃了一惊，没想到这玩意儿瞧着不起眼，却能把几百米远的景物看得像跟眼前一样清楚。沐雪，这是何物？怎能把远处的事物看得如此清楚，就仿如眼前一般？这个呀，叫望远镜。你别看它小小的，但是作用可不小。有了它，打仗的时候就可以侦察敌情，定位目标了，还可以用它来观察敌人的部署、人员活动情况，这样就可以随时调整作战方案了。苏沐雪一边讲，一边教他如何调整望远镜的焦距。轩辕锦听得津津有味，越是了解，就越是对这个望远镜爱不释手。沐雪，这个望远镜可以给我吗？当然可以了，等下次去见你外祖父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带一个，这样他跟鹤羽国对战的时候，就可以观察敌人方位和布阵情况，率先抢得先机了。沐雪，谢谢你。又说傻话了，你我是夫妻，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谢什么？想了想，他又解释道：不过望远镜可以给，但是热武器之类的就不打算给人了，我不想这个世界因我而大乱。我明白的，这是我所担心的。幸好你考虑周全，每次打仗的时候，枪支弹药都是分发给玄策他们使用，战后又立马收回，这样就有效避免了有人拿走枪支，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轩辕锦说完，又想起当初他卖皇上那批手枪，不由得面露担忧道：可是当初你卖了几万支手枪和弹药给皇兄，以他的野心，绝对不会买着玩的，以后定会大规模的用在战场之上，这可怎么办？放心吧，那批手枪全都是残次品，连弹药都是，他就算想用也用不成的。要是轩辕龙想强行使用，那就等于伤敌300，自损却达1000，这么不划算的事儿，相信傻子都不会干。你这个坑人小能手，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手枪卖给皇兄，只是想坑他一把而已？阿锦，你可真聪明。确实，当初卖手枪给他时，一来我是想坑他一笔银子，二来是想借着这笔大买卖让空间升级，并不是诚心想卖给他，而是等到机会就把这批手枪搬回来。那你后面怎么又给了他一批残次品？那就要怪他喽，谁让他自己不做人，叫你来守边关却只给5万人，这不摆明了让你过来送死吗？既然他不仁，那我就不义。要是搬走他的手枪，只会让他气得吐血一阵子，但要是让他自以为有神兵利器在手，野心膨胀到极致的时候，结果却发现这东西不仅不能用，还会伤害自己人的时候，你说他会是一种怎么样的表情呢？这种让人从高处突然跌下来的感觉，比起搬空手枪的干净利落来，是不是要爽很多？你呀，可真是半点亏都吃不得。当然了，本姑娘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轩辕锦很喜欢她这副狡黠又不失可爱的模样，不由伸出手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两人聊了一会儿天，又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这边东方玉跟库兹克还在帐中边吃饭边商议，想着让自家朝廷补给粮草，等待东离国皇宫传来离间成功的消息。哎，都怪那个该死的轩辕锦，若不是有他挡道，咱们现在都已经一路打下去了，还可以边打仗边抢粮草，根本就用不着朝廷再补给。放心吧，这只是暂时的，等东离国的皇帝处理了轩辕锦，咱们就可以直接发兵。夜里丑时时分，东方玉的军营已经渐渐沉寂下来，
大部分人已经进入沉睡当中，只有巡逻的士兵还在尽职地执行自己的职务。苏沐雪指使小七从高空中飞过，躲开地面巡逻士兵的视线，直飞到营地中央，才往下降低身息。等到了合适的距离，苏沐雪快速从空间拿出手雷，精准地朝着一顶顶营帐上扔。镜花跟刘盈两国的驻地立马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顷刻之间地动山摇，许多人从梦中惊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归了西。快点去禀报元帅和将军，有人偷袭！东方玉早就已经被震耳欲聋的声音吵醒，士兵来禀报的时候，他刚好穿戴整齐，正准备出营帐查看情况。听到有人真的敢偷袭，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脱口而出：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竟敢来偷袭我们？说完后，语气中带着愤怒大吼：巡夜的人都在干什么？怎么有人来袭不事先预警？将军，敌军是从天上来的，地面巡逻的人根本就发现不了啊！哼，一派胡言，人怎么可能从天上来？一定是巡夜的人偷懒。等打完这场仗，看我怎么惩罚他们。东方玉气冲冲地拿出长枪出帐迎敌，心中根本不信有人会从天上下来这番说辞，只以为是巡夜之人为了推辞找的借口。刚走出营帐门口，他住的营帐就被炸成了一个大坑。这是什么东西？怎地如此厉害？刚刚他若是迟出一步，只怕此时就已经被炸成了肉泥。不过他毕竟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士，只呆愣了一会儿，就立马反应过来，声嘶力竭地朝士兵大喊：大家散开，不要围在一起！士兵们闻言连忙飞快地四散开来。看来这领头的人还是有一点脑子嘛，这么快就想到了对策。距离比较高，东方玉穿了铠甲又戴了头盔，苏沐雪没有认出来。他本来炸完营帐之后还想炸扎堆的士兵，没想到这些人突然间就散开了，再用手雷有点浪费，他只好遗憾地吩咐小七飞回去，落在轩辕锦身后无人之处。给我杀！霎时间杀声震天，机枪声响个不停。刘盈和镜花两国的士兵们好不容易才从苏沐雪的手雷下存活下来，惊魂未定，此时却已经变成轩辕锦等人的枪下之魂。热武器对上冷兵器，结果不用讲，那简直就是完全碾压。轩辕锦的机枪被所到之处，敌兵根本无一生还。面对如此强大的武器攻击，镜花和刘盈两国的士兵完全不敢恋战，个个哭爹喊娘的丢盔弃甲报复。轩辕锦带着机枪手们在前面开路，直往敌军营地深处推进。东方贤弟，不是说无人敢来攻打我们吗？这是怎么回事？不待东方玉回答，他又慌乱提出：这敌方的武器实在强大，我们恐怕顶不住了，还是赶紧快逃吧。东方玉看了一眼一片狼藉的营地，又看了看从四面八方围过的人，面沉如水，苦笑一声道：除了死战，我们逃不了的。他心中已经猜到这次来偷袭的人是谁了，真是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敢用几万人来偷袭他的60万人马。不得不说，这个东离国的战神确实有胆量，仗着手中强大的武器，简直是为所欲为。通知下去，让所有的将士都集结起来，想要活命的就跟着我一起去杀了轩辕锦。听到东方玉的指挥，士兵们好像找到主心骨，很快所有人聚集起来。只是60万大军，如今剩下不到8万，东方玉感觉心都在滴血。他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来没有一次损失像现在这么惨过。压下心中的痛意和愤怒，他快速调整剩下的队伍。如今的局面不适合骑兵战斗，他让步兵手持长枪和盾牌在前面开路，抵挡轩辕锦的武器进攻。弓箭手们就在后面用弓箭射杀，会引术的武士们则偷偷摸进敌人队伍里搞暗杀。只要端掉轩辕锦这支拥有逆天武器的队伍，其他的人就不堪一击了。虎兄还有什么安排吗？
若是没有，我们就杀出去，将轩辕锦杀掉，给将士们报仇。库兹克也是做将领的，知道这样的安排是最好不过，当即摇了摇头的，就依贤弟的打。然后转头高声对士兵们喊：流萤国的将士们，我们杀出去，杀了轩辕锦，给死去的将士们报仇。士兵们大声欢呼，胸中燃烧起愤怒的火焰。跳起士兵的士气之后，东方玉带人朝外面冲去，刚好与追来的轩辕锦等人对上，两军一碰面，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轩辕锦在哪儿？他堂堂战王，竟然搞背后偷袭的把戏，当真是不要脸！比起摄政王以夺其少，还在后面像长生夫人般挑拨离间的本事相比，本王还是差得太远了。你以为与留在东离国那10个镜花国美人内外勾结，使一使美人计，就可以蛊惑朝臣，污蔑本王谋反，成功让皇上杀了本王，或者卸下本王的兵权？这样你们就可以攻破阳城国，然后挥兵一路直下，再攻破京城，达到侵灭东离国的目的是吗？你简直就是胡言乱语！东方玉听完他的话，脸色一变，不明白为什么轩辕锦会知道他们的计划，不过脸上坚决不承认就是。是不是胡说八道，你自己清楚。老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我想摄政王你应该是听过。东方玉见他知道了，也没有辩驳，望着轩辕锦带着的10几个人，面露不屑地转移话题。轩辕锦，虽然你偷袭成功了，让我只剩不到10万的兵马，可就算如此，我的兵力还是比你多。现在我已有准备，你的偷袭已经起不了作用，就算你手里有强大的武器，那又怎么样？王就不信这么多将士会杀不了你这么几个人。弓箭手，准备好！东方玉大喝一声，所有弓箭手立马拉开弦，等待他的一声令下。轩辕锦也立刻指挥机枪手蹲下，降低目标，将手中机关枪对准东方玉的人。两方将领同时喊出声，空中顿时响起箭雨划过夜空发出的咻咻声和子弹出膛的哒哒声。一批批的镜花流萤士兵随着哒哒的机枪声惨叫着倒下，而铺天盖地的箭雨落在轩辕锦等人身上，就像没有带箭矢一般，纷纷地掉在地上。镜花国和流萤的士兵见自己射出的箭在对方身上根本不起作用，顿时有些慌乱起来。摄政王，将军，他们根本就不怕我们的箭呢。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身上穿的是什么铠甲？原本还挺有信心的东方玉也有些慌了神，望着轩辕锦与他的人那身形奇怪的打扮，心里顿时明白，他们能扛得住剑的攻击，肯定是身上那套怪的盔甲在作怪。然而回答他的只是哒哒的机枪声。眼见自己的士兵一批批的倒下，而对方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库兹克看见自己的兵越来越少，心中气到吐血，朝着轩辕锦大喊：战王，你们躲在盔甲后面，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脱掉盔甲，我们真刀真枪的上！我说你这人长得丑，还想着听没啊？我们自己有护身的铠甲，为什么要听你的脱掉，然后肉搏？就你那猪脑子，还想用激将法呢？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呸！库兹克被他骂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恨不得跑过去撕烂他的嘴，可人家不受激，他也无可奈何。一场拼杀下来，东方玉手中的兵又折损大半，眼看这样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他咬了咬牙，对轩辕锦道：锦王爷，咱们就此停手如何？阿锦，东方玉故意在吸引你的注意，给他的隐者们拖延时间。大家注意，快点往前方摆动机枪扫射！说完，率先举枪，朝着红点的方向开始扫射。轩辕锦等人反应迅速地举起枪，摆动身体扫射。
幸好苏沐雪预警的早，才将所有隐者全部歼灭在距离他们3、4步远的地方。锦王妃！东方玉眼睛赤红，面色狰狞地望着对面的苏沐雪，恨不得将坏他好事的女人碎尸万段。镜花国的摄政王这就生气了啦，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还要把你们通通都杀掉呢。哦，对了，不止你们这些人，还有你们的国家，2个整天想要抢夺别人东西的卑劣民族，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等哪天姑奶奶我心情好了，就去帮你们改朝换代一番吧，不要太感谢我哟。锦王妃，你敢不敢不用手上的武器，只用刀剑与我决一死战？东方玉，你敢不敢不用刀枪，站着让我射你几梭子？锦王妃，你当我是傻子吗？哼，不是你先把人当傻子的吗？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姑奶奶懒得跟你胡扯，今儿个要么投降，要么死，你们自己选一个吧。休想！就算是死，我镜花国的人也不会投降的。没什么好说的，一个字：打。战场上一时间，刀剑声、机枪声、喊杀声震耳欲聋，大家都杀红了眼，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杀。1个时辰过去，镜花和刘盈的人全部被斩杀殆尽，库兹克也被射成了蜂窝，倒在一边死不瞑目，只有东方玉还剩了一口气。若是这武器是我镜花国的，这一仗你们根本不会赢。可惜你们人品不行，不配拥有。锦王妃，你别得意，我们的国君迟早有一天会带着大军过来踏平东离国，为我们报仇的。哦，是吗？那你记得在天上催促他快些来，不然等到我过去灭他的时候，你的愿望就实现不了了。东方玉被他的话气得吐出一口鲜血，苏沐雪不耐烦地扣动扳机，直接把他送到西天。死就死呗，废话可真多。打了一夜的仗，苏沐雪回到家一动都不想动。兰儿心疼地帮他打来洗澡水，扶他进了澡桶，想让他清洗一番，去身上的疲劳。王妃今日您辛苦了，奴婢来帮您洗澡吧。兰儿，你先下去。可是王妃她今日打仗辛苦，奴婢看她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想伺候她洗澡。用不着你，本王会亲自帮他洗的。王爷您也累了，这活还是奴婢来吧。青竹在门外瞧见男主子脸上已经乌云堆积，生怕再这样下去，兰儿会被他丢出门外。兰儿，我有事找你帮忙。他连忙找借口进来，把兰儿扯了出去。青竹姐姐，等我伺候完王妃再给你帮忙不行吗？不行，10万火急的事，耽搁不得。我又一次争赢了的轩辕锦喜滋滋地除掉自己身上的脏衣裳，大长腿跨进浴桶里，笑着对苏沐雪说道：娘子，我们一起洗吧，我帮你捏肩。红颜醉，为谁辗转千年同心扉？梦一回，化作泪，孤单的凄美，雪纷飞，叹离别，风沙岁月不轮回。翌日日上三竿，苏沐雪还未起来，知道他昨日打仗辛苦，回来二人又胡闹了许久，所以轩辕锦离开的时候交代兰儿不准让人过来打扰他。苏沐雪就这么一直睡，过了52刻才起身，起来都已经过了吃午膳的时辰了。兰儿见主子醒来，连忙端了洗漱用具和水过来，贴心伺候着。王爷呢？
王爷去军营了，走的时候还交代我，不准让人来吵您，要您睡到自然醒。兰儿，今天你来帮我输一个仙女记吧。今日王爷不在，终于没人跟我抢了。王妃，您这头真好，乌黑亮丽，就如那缎子一般，难怪王爷每天都要抢着帮您梳头。兰儿爱不释手地梳着主子的一头秀发，动作熟练地将发丝分成一缕缕，然后开始造起形来。没多会儿，一个漂亮的仙女髻就在她手下成型，最后再找出步摇等装饰配上就可以了。饭后，苏沐雪出去转了转，全城百姓都在欢天喜地庆祝昨日的胜利。敌国军队被全军覆没，他们再也不用害怕被屠城了。而且前些日子种下的土豆，如今长势特别好，马上就可以丰收，他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当然，他们也永远记得，如今这好日子都是锦王爷和锦王妃给他们带来的。百姓们开始争先恐后的给自己亲人们带消息，告诉他们敌军已经被打败，如今的阳城关日子有多好，锦王与锦王妃多关心百姓等等，游说他们赶紧回来安家置业。许多曾经背井离乡的人听到这个消息，虽然将信将疑，但也陆陆续续的回来安家。当看到这儿的情景真如亲人所说一般，连忙又开始给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去信，邀请他们来阳城关定居。随着阳城关的名声越来越好，来定居的人也越来越多。刘季这个守备也忙得不可开交，天天规划整顿城市建设。苏沐雪把一些现代城市管理方法细细讲给他听，这让刘季受益匪浅，管理起阳城关来是越来越得心应手。随着人多起来，百姓开始安居乐业，曾经荒凉的阳城关也渐渐变得繁荣起来。随着百姓越来越多，苏沐雪除了让他们种植土豆和红薯，还根据靠海吃海的道理因地制宜，组织一部分百姓发展渔业，将捕到的海鱼销往内陆，又发展了纺织业等等，让百姓们生活越来越好。没到2年时间，阳城关的繁荣程度都可以与京城相比了。而远在京中的轩辕龙，自从知道轩辕锦带着区5万人竟然灭了镜花与刘盈的80万大军之后，他对这个九弟的忌惮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2年时间，他使用过无数种方法，想要将人召回京，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轩辕龙记起当初找长留派买的那些手枪，他本来想留着等到一统诸国的时候用，看来不用等到以后了，现在就拿出来对付这2夫妻吧。想到这儿，他当即吩咐江德海：你去把凤安将军喊来，就说朕有要事与他相商。江德海领命而去，不多时就带着一个年轻的将军进了养心殿。微臣赵平叩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好了好了，别说那些废话，你上前来，朕有要事要你办。赵平见轩辕龙神色严肃，连忙走到他跟前等候吩咐。皇上请讲。赵平，你是朕的心腹，有件事别人做朕不放心，必须要你来。承蒙皇上抬爱，微臣甘为皇上效犬马之劳，死而后已。好，不愧是朕看中的人。不知皇上有何事交代微臣？朕要你成立一支手枪精锐，枪法要比锦王妃还要好，能做到吗？皇上当真要让臣来训练手枪精锐？当然，君无戏言嘛。可是，皇上，我们没有手枪啊。轩辕龙没有接他的话，反而朝着大太监总管喊了一声：江德海。奴才这就去办。说完走出养心殿，没过一会儿再进来时，身边就多了几个抬着木箱的侍卫。皇上，东西已经拿来了。打开给赵将军瞧瞧吧。这
江德海打开其中一个箱子，对赵平说道：“赵将军，请看。”赵平走过去一瞧，箱子里面排列的整整齐齐，竟然全是手枪。竟然有这么多的手枪！赵平拿出其中一把，爱不释手地玩起来，看了好一会儿，才问道：“皇上，这个手枪怎么使用？臣不会呀。”拿着东西走，去御花园我教你，等你会了再教其他人。赵平，快搬动扳机，不用瞄那么久的。皇上，我试了，手枪没反应啊。赵平也急得不行，他连续按了好几下，除了咔咔声，根本没有东西飞出来呀。啊，这不可能，一定是你手法不对。薛元龙放下捂着耳朵的手，走到赵平身边，拿过他手上的枪，自己朝靶子射了起来。结果除了咔咔声，根本没有一颗子弹出膛。这是怎么回事？这下轮到他傻眼了。他将手中枪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他皱起眉头，自言自语：“真是怪了，我手里那把不是使用的好好的吗？怎么这把就不行呢？”江德海在旁边想了想，迟疑地说道：“皇上，会不会是时间久了，子弹受潮的关系啊？”“不可能，这些枪支我曾特意交代过御林军，让他们放在高处，谨防受潮，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江德海，你让人去把养心殿的其他手枪和子弹都搬过来。”江德海一路小跑着往养心殿去，半炷香的时间都不到，就让人把养心殿的子弹和枪支全搬来了。全部给朕试一遍，朕就不信打不出子弹来。为了减少时间，薛元龙喊了几个御林军过来帮着一起试。正在大家试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其中一个御林军手中的枪竟然炸膛了。受伤的御林军因为失血过多昏迷过去。这番场景吓得其他人将手中手枪一丢，不敢再碰一下，生怕下一个出事的是自己。薛元龙也吓得不轻，立马喊了御医过来给伤者诊治。“陛下，此人伤势过重，恐怕……这只是个偶然罢了，大家接着给我试。”他是皇宫中的主宰，下了命令，他们不敢不从，只得忍着害怕的心情，在心里默默祈祷自己不会是那个倒霉之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御林军开了个坏头，在后面的测试中，手枪接二连三的炸膛，受伤的人是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地上就横七竖八的躺满了被炸伤炸死的人。“皇上，饶命啊！”薛元龙面色惨白，不可置信地望着地上那一堆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无用废物。他的银子，他的千秋霸业呀，就这么破灭了。一下子接受不了的他，气得心口气血翻涌，不由得呕出一口老血，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往地上倒。“皇上！皇上！”幸好御医还没走，见皇上晕了，几个箭步冲过来，诊完脉发现是急火攻心。因为医治及时，薛元龙片刻功夫就醒了过来。“快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了，扔得越远越好！”江德海赶紧喊人过来，将东西全部拿出去扔了。“让他们扔的时候扔好一点，不要再祸害宫里的人。”“皇上，您可千万要保住龙体呀！”后宫里，纯嫔和丽嫔接到镜花国的来信，国君让他俩想办法把东离国弄得天下大乱，最好让他们自相残杀，让镜花国人有机会杀进京城，为死去的摄政王和将士们报仇。看来我们少不得要做一回祸国的妖姬了。若是能为摄政王报仇，做一回妖姬又何妨呢？京城里即将风起云涌，可杨承关对此一无所知。穆雪，听京里的人说，皇上前些日子派出大量影卫和士兵，说是要去找长留派的人呢。还找长留派干啥？
莫非这皇帝老儿贼心不死，还想买武器不成？应该不是。听说前些日子御花园里面发出了好多爆炸的声音，然后抬出了好多具御林军和太监的尸首。接着皇兄有好几日不上朝，然后就派出大量的人去东海找长留派了。我明白了，看来他是发现那批手枪不仅不能杀敌，还要伤自己人，所以这是恼羞成怒，想去找长留派算账了。可惜呀，只能白费功夫了，因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长留派的存在。那批手枪真的不能用吗？放心吧，本来手枪就是残次品，我给他的子弹也是残次品，根本就是一些没用的东西。轩辕楼若是一意孤行的想用，那伤的只会是他自己人。听到苏沐雪这么笃定，心中担忧彻底放下，又跟他说起京城发生的其他事来。若纯平、丽嫔真是镜花国做戏，那他们故意挑唆皇帝与轩辕锦书的关系，此举恐怕就是想让东离国乱起来，好让镜花国有机可乘。看来这镜花国想亡东离的心不死啊！照这么下去，京城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乱起来了。苏沐雪不仅有些担心起南英跟顾罗的安危来，她打算明日就给两人去封信，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来阳城关定居。翌日，他写了2封书信交给早就来阳城关的福伯，让他找可靠之人送去京城给2位好友。怎么样，福伯，在这里还习惯吗？当然习惯，这边的气候可比京城好多了，冬天一点都不冷。自从来到这里之后，连跟随我多年的老寒腿都没再犯了呢。平静的日子就这么一过就是大半年。这日，苏沐雪刚刚吃完午膳，就听见有人来报，说城外有人找他。你们怎么来得这么突然？他当初去信时，2人没有回信，他还以为2人不想过来呢，没想到他们竟然一声不吭的就过来了。哎呀，说来话长了，等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给你讲吧。好，那你们先跟我回去休息吧。其他人等3人叙完旧，这才上来打招呼。苏沐雪这才发现南宰相、顾征成还有上官云竟然也来了，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打完招呼，苏沐雪就连忙引着大家先去自己府中休息。才安顿好大家，轩辕锦就回来了。他带着南宰相、顾世成还有上官云进了书房。苏沐雪指使下人给3家人整理客房。上官云来的只是他一人和一个随从，比较好安排，前院的客房就可以安置。顾家来的是顾世成夫妻，还有顾罗跟他弟弟顾宇，每人也只带了1个下人，人口也简单。苏沐雪让他们住在西厢的3间屋子。南家的人比较多一些，除了南廷玉夫妻南烟之外，还有南家长子南逸轩、长媳苏氏，还有2个姨娘、庶女及丫鬟。苏沐雪就让福伯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一点的单独院子，这样可以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比较自在一些。南夫人对苏沐雪的安排很满意，特地向苏沐雪道谢了一番。想到众人赶路休息，苏沐雪跟他们聊了一会儿，让大家好好休息就离开了。孙姨娘站在一旁望着她的背影，笑着向南夫人打探道：姐姐，这锦王府邸怎么冷冷清清的？难道就只有王妃一个女主子吗？南夫人是何等聪明之人，顿时就明白了她的心思。收起你们的小心思，不然别怪我把你赶出南家去。乔姐姐这话说的，我不过是好奇问一问，能有什么心思呀？没有最好，记住了，有些人不是你们能消想的。南夫人敲打完，懒得再看这2个不省心的母女一眼，转身去了苏沐雪帮她准备的屋子。没用的蠢货，不知道帮着自家人就算了，还在这摆脸色给谁看呢？要是我女儿攀上锦王爷，到时候有你求我们的时候。好颖儿啊，这件事你可千万别听那个蠢货的。娘告诉你呀，像锦王这么丰神俊逸又能力卓绝的男人，只要你能攀上他，后半辈子保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比你那愚蠢的嫡姐不知道强上多少倍。孙姨娘心中暗笑南烟蠢，有苏沐雪这块搭上锦王的跳板都不用，非要去喜欢上官云。虽然上官云家世也不错，
可比起轩辕锦来，那可是差得远了，傻子都应该知道选谁。南影儿被他说得有些心动，想到刚刚那个充满贵气的英俊男子，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娇羞来。南夫人把孙姨娘的心思告诉了自己的夫君，南廷玉听完顿时脸色就变了。夫人，你让人看好他们两母女，若是他们执意要胡来，不用过问我，随你去处置。总之千万不能让他俩得罪了锦王妃。妾身明白，以后定会好好看着他们母女俩的。其实不用夫君说，他都会好好看着孙氏母女，绝不让这两个不省心的女人毁了他女儿的大好前程。只是我们如今住在这里，难免会有看顾不周的时候，若是被他们抓住机会惹怒了锦王妃就不好了。为了避免麻烦，以妾身之见，咱们还是早日找到府邸搬出去为好。夫人顾虑的是，这2日为夫便着人去寻房子，寻到就办。翌日，苏沐雪给3家人举办接风宴，南烟跟顾罗一早就过来找苏沐雪，听说他要举办宴席，都嚷着要吃烤串。自从苏沐雪来到边关之后，他俩已经好久没吃过了，着实想念的紧。苏沐雪笑着说，烤串晚上再安排，中午要请他们吃一顿以前没吃过的新菜式火锅。火锅是什么锅？是种很好吃的美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包你们吃了还想吃。沐雪，你这食材怎么一盘盘都是生的？难道要一一吃生食吗？放心吧，不会让你们俩吃生食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边关真的像京城人讲的那样是茹毛饮血的呢。什么茹毛饮血呀？你们少听那些没见识的人胡说八道，这里可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堪，反而有很多京城所没有的新奇，你们以后就知道了。好香啊，难道这就是火锅吗？是的，这个是火锅汤底，白色的是清汤锅，用的鸡鸭猪骨等熬制的高汤制成的锅底。不喜欢吃辣的人呢，一会儿就用清汤烫菜吃。红色的那个是麻辣火锅汤底，用的是牛油火锅底料加上高汤熬制的，吃起来麻麻辣辣特别爽。喜欢吃辣的人一会儿就用这个烫菜，然后蘸着桌上的料汁就可以吃了。等一切准备妥当，轩辕锦已经带着客人进了膳厅，所以男客就由轩辕锦去招呼，苏沐雪则把女客们带到另一桌坐下。看到来的女客只有顾夫人和南夫人和她的长媳苏氏，南家2个姨娘和庶女都没来，苏沐雪愣了一下。不过想到这古代妻妾等级森严，想来2个小妾跟庶女可能是没有资格跟正妻出席吧。既然如此，那等会儿让丫鬟端些锅子去院子，让他们自行食用，也算尽了地主之谊。大家可以亲自挑选自己喜欢的菜，像我这样放入锅中，然后烫一烫，再蘸一些你们面前的料汁吃就可以了。担心客人不知道分辨辣和不辣的汤底，苏沐雪又交代了一下，你们喜欢吃辣的就放到红汤里面烫，不喜欢吃辣的就放到清汤里面烫。还有你们面前的料汁儿，一碟是辣的，一碟是不辣的，蘸的时候要注意看。南夫人婆媳和顾夫人都是京中贵妇，还从来没见过这种自己动手烫菜的吃法，顿时觉得新奇，也伸出筷子学着苏沐雪的样子，夹起自己喜欢的菜放到锅里烫了烫，然后蘸上料汁尝了尝，顿时觉得唇齿留香。锦王妃可真是巧思之人，竟会想出这么新奇的吃法来。是啊，没想到这菜和肉放到锅里涮一涮，竟然会这么好吃，真是让人吃得欲罢不能啊。顾于是喜欢吃红汤，这种麻麻辣辣的味道让他感觉很上头，吃的是通体舒畅。苏氏是新媳妇儿，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听到婆母与顾夫人的赞叹，边吃边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沐雪，这火锅实在是太好吃了，以前在京城也没见你做过，是来到这边才发明的吗？其实一直都会做，只是那时候比较忙，没有时间画图纸让匠人做锅。
等到这边冬天无事的时候，我就让人把铜锅做出来了，这样天气冷的时候就可以吃火锅暖和暖和。这个火锅吃起来很过瘾，而且确实很暖和，我现在都感觉自己浑身都在冒汗了。女人这边如此，男人那边更甚。哎呀，老夫这几十年来也算是吃遍了天下美食，可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火锅，还有这个酒，入喉绵长，喝起来别有风味。今日托晋王与王妃的福，让老夫尝到了2种不同的美食，真是三生有幸啊。是啊，看来我们这次辞官来阳城关是来对了。若是在京城，哪里能吃到如此美味的锅子，还有这么够劲儿的美酒呀。一顿火锅足足吃了1个半时辰，这才宾主尽欢的散场。南廷玉带着微醺愉快地跟轩辕锦夫妻告了别，这才带着家人回院子。刚走进门，孙姨娘就上来哭诉委屈：老爷，这锦王妃真是太过分了，竟然让下人送了一堆生食过来，还让我们自己动手做来吃，简直就是不把咱们南家人放在眼里吗？哼，姨娘若是觉得我朋友招待不周，让你受了委屈，那你就去外面找间客栈住吧。大小姐，话可不是这么讲的。锦王妃她如此不把咱们南家放在眼里，不过就是仗着这府里只有她一个女主子而已。若是什么？孙姨娘以为她是听进自己的话了，立马拉过女儿，笑着继续讲：你们看颖儿长得虽然不是貌若天仙，但也算是清秀佳人。若是大小姐想办法能让她进这府里做王爷的平妻，有了王爷撑腰，看她锦王妃还敢不敢不将咱们放在眼里。二妹妹，你也是这么想的？我愿意与锦王妃共同服侍王爷。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个庶女而已，连给暮雪提鞋都不配，竟妄想跟她平起平坐，还想从她手里抢男人，这是不自量力还不知羞耻。我告诉你们，趁早死了这条心，不然别说暮雪饶不了你们，就是我也饶不了你。姐姐，老爷，大小姐这么说也太伤人了些，毕竟颖儿也是为了咱们家好啊，怎么就不知羞耻了呢？老爷您想，她若是嫁给了锦王，以后咱们与锦王府就是妥妥的姻亲关系，这不比朋友关系来得更牢靠吗？有了这层关系呀，咱们南家以后在这边关，岂不是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孙姨娘说完，瞟了一眼南烟，语气中带着讽刺道：哼，大小姐自己没本事，搭不上锦王爷，还要阻止自己的妹妹攀登青云路。老爷，你可要为颖儿做主啊！青云路，哼，我看是死路。不仅你俩作死，你还想带着南家人一起死。南烟说完，根本不想理会他俩，转头看向自己爹，生怕他与孙姨娘母女一样起了歪心思。父亲，你也知道暮雪的手段，想想当初那些京中大臣们得罪过他的下场吧。还有，不要忘记咱们来边关是为了投奔暮雪他们的，不是为了结仇。若是再任孙姨娘和二妹妹这么胡闹下去，得罪了暮雪，只怕咱们南家别说在这边关立足了，就算连性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到时候可别怪女儿没提醒过您。以后进了孙姨娘和南颖儿的族，不准他们踏出院子半步，等找到宅子立马搬走，然后给南颖儿赶紧找个婆家嫁出去。妾身知道了。钱嬷嬷吩咐人将孙姨娘和二小姐关在屋里，若是他们敢不听从，即刻打断腿。孙姨娘和南颖儿顿时傻眼了，没想到最后是这般下场。反应过来之后，孙姨娘就想哭着求南廷玉：既然孙姨娘不听主母的话，要继续胡闹，那就直接发卖吧。南颖儿就送去安堂，与青灯古佛常伴此生。颖儿再也不敢瞎想了，还望父亲开恩，
恕女儿这一回吧。老爷，奴妾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了，这就带着颖儿回屋禁足反省去，求您不要罚买了臣妾。南廷玉神色未动地拂袖而去。孙姨娘见男人如此绝情，只好转向求南夫人：夫人，求您看在奴妾也为南家生育过子嗣的份上，饶了奴妾这一回吧。往后妾定会按照夫人的意思行事，绝对不会再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了。南夫人当然知道自己夫君之所以说得这么坚决，其实只是想恐吓孙姨娘母女，让他俩不敢再起坏心思，并不是真的要把她发卖了。不过难得有机会惩治孙姨娘，她才不想这么轻易的放过。于是又敲打一番，等孙姨娘害怕到极致，才善心大发的饶过他们这一次，并警告若有下次再求情也没用。出了南颖儿这事儿，南廷玉害怕夜长梦多，没过几日就找到房子，赶紧搬了家。临走这时，苏沐雪拉着南烟的手，依依不舍。原本还想我们3人多秉烛夜谈一段时间的，没想到你竟搬得这么快。咱们隔得又不远，以后想聊有的是时日啊。还有，等安定下来以后，我们再一起商议商议，看怎么把青岩阁的铺子撑起来吧。他这话当即就得到苏沐雪跟顾罗的一致赞同。顾罗还笑着提出心中打算：依我看，咱们不只要把青岩阁重新开起来，到时候再开一间火锅铺子，让咱们的生意双管齐下，遍地开花。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看这事可行。沐雪做的火锅这么好吃，开了铺子生意一定会好。真没想到罗儿你的脑袋瓜子转得这么快，竟然想起开铺子来了。顾罗看南烟答应了，又把目光转向苏沐雪：当然可以了，毕竟谁会嫌银子多，是吧？那既然都同意开火锅铺，那不如我们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的划算一番，看这铺子该如何开吧。可以。苏沐雪跟顾罗立即同意，3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南烟才上了马车，跟家人一起离开。没过几日，顾家跟上官云也找到房子搬出去。府里突然间安静下来，苏沐雪还有些不习惯了。轩辕锦安慰她说，如今都在阳城关住着，想见随时都可以见。苏沐雪失落的心情这才好了起来。日子如流水般过去，南家父子与顾世成都被轩辕锦安排在了合适的岗位。南廷玉任户部郎中，掌管城中物资调配和资金管理等事宜。顾世成喜欢水利建设方面的事，自己申请要了都水监丞的职位，负责阳城关水利建设与监督。南逸轩去了工部，任营造司郎中。如今的阳城关有了这些有才之士的加入，发展趋势自然是越来越好。加上轩辕锦两夫妻实行的男女平等制，城中不管男人女人，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想，都可以参与经商、参军、上学，甚至女子还可以当官。时间一晃，又1年过去了。南烟跟上官云的亲事也定下来了，就在6月初8这日。沐雪，你来的可真早。不是我来的早，是你晚了。嘿嘿，没办法，我去了一趟铺子，然后再赶过来的。你也赶紧找个合意的人吧，你看如今我们3个就剩下你一个人担着了。哎呀，我这缘分不是还没到吗？等到了自然就会结的。你今天大喜的日子可别像我娘一样念得我头都大了。3人聊了一会儿，外面开始喊说新郎官过来迎亲了。苏沐雪赶紧把盖头给好友戴上，刚刚弄好，丫鬟和媒人就进屋来扶着新娘子出门。拜别父母的时候，南夫人忍着眼泪叮嘱女儿，嫁到夫家要孝顺公婆，和睦妯娌，体恤相公等等。女儿知道，父亲母亲保重，女儿走了。等在一旁的南逸轩忍着心中不舍，蹲下身对妹妹说道：妹妹，哥哥来背你。谢谢哥哥。南烟顺从地趴在哥哥背上，由他背着出门。刚出大门口，一身红衣的上官云早就骑着高头大马等在门口。见到大舅哥背着娘子出来，他脸上顿时浮现出喜悦的笑，
立刻跨身下马，快步走到南逸轩面前。谢谢大哥。上官云，我把嫣儿交给你了，从今后你要记得护她敬她，不准让她伤心。若是有一日你厌了她，记得不要伤害她，你来告诉我，我定会亲自去将她接回家。舅兄请放心，我上官云在此立誓，此生只倾慕南燕一人，敬她，爱她，护她，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如若违背誓约，必遭天谴之。关里的人听到新郎官发出这样的毒誓，心中都震惊不已。余生这么长，有谁能保证自己会从一而终，永远只喜欢一个女人？新郎官竟然发此毒誓，看来是真喜欢惨了新娘子啊！妹妹，上官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子，你以后记得要与他好好相处，琴瑟和鸣。大哥，妹妹知道了，以后定会与夫君相互扶持，白首偕老的。妹妹走了，爹和娘就劳你与嫂嫂照顾了。爹娘我们会照顾好的，放心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说完，忍着伤感，又对上官云说道：快点回去吧，别误了吉时。新房里红幔、红烛、红喜字布置得一片喜气洋洋。上官云揭完盖头，还没来得及跟娘子多说几句话，就被人拉出去应酬了。他只得拜托跟过来的苏沐雪还有顾罗两人，让他俩好好陪一陪南烟。两人摆摆手，让他放心出去，然后一起踏入婚房。哎呀，看来上官姐夫真是爱惨了咱们妍妍姐，都恨不得待在婚房不离开了。那可不，那眼睛都恨不得粘在妍妍身上了。南烟被他取笑的面色通红，可脸上幸福的笑容却怎么遮也遮不住。苏沐雪让南烟把下人全清空，然后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古怪的匣子，对南烟说道：给你看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苏沐雪看了看顾罗，你现在还用不上，要不先出去？我不要出去，既然是好朋友，有好东西当然要一起分享，怎么可以单落下我一个？你确定？一会儿吓得要跑，可不要怪我哟。切，什么场面我没见过，你们都不惧，我自然也不会惧。哎呀，郝沐雪，快拿出来吧，我都等不及了。好啦，我现在就开始放。苏沐雪开始鼓捣他拿出的匣子。沐雪，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呀，叫太阳能放映机，它利用太阳能充电，然后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片子。这可是我前些日子才淘回来的好东西呢，便宜你俩了。苏沐雪打开放映机，往里面放了一个圆片般的东西，关上盖子，按了一个三角形的按钮，接着放映机上立刻出现了画面，还有风景，还有人物。这个盒子这么小，怎么可以装这么多人和景啊？而且还有声音呢。顾罗和南烟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盯着屏幕连眼都不眨一下，满眼都是惊奇。没等他们惊奇完，接着匣子画面一转，切到屋子中，只见画面上的一对男女先是用眼神望着彼此，像是能拉出丝一般，然后竟然慢慢脱起了衣裳，紧接着赤身拥抱在一起，片刻之后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南烟跟顾罗先是被这种大胆画面惊到大张着嘴巴，半天都合不拢。反应过来之后，两人顿时羞得脸色通红，身子如坐针毡，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哎呀，沐雪，你快让他们离开！哎呀，这是别人演的，你们两个老古董，这有什么呀？人家敢演，我们就敢看呗。想当初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和室友们在寝室可没少观摩这种人体构造片，现在也算是重温了。这有什么难为情的？食色性也，人之常情。况且这样的片子我早就看过很多了。南烟见他半点羞涩都没有，看到有些动作之后还不忘评论一番。听到他这么讲，也鼓起勇气看向屏幕，
慢慢的也放开了，竟然开始跟苏慕雪讨论起来。啊，还可以这样啊！学到了，学到了。暮雪，真的可以这样吗？会不会很难受啊？应该不会，要不你先记起来，找你相公试试就知道了。南烟虽然红着脸，但还真像个好学的学生一样，将自己感兴趣的动作给默默记了下来。看苏慕雪一脸淡定看片的样子，南烟好奇地问：暮雪，你是跟锦王爷一起看的吗？当然不是，我在没认识他之前就看过了，认识他之后哪里还敢看呀？啊，对了，你俩可千万别说漏嘴啊！若是让他知道我在看这个，只怕我的腰受罪不说，还有这放映机都会保不住。别的男人是醋坛子，他家那个简直是醋缸子。两人正在前面讨论的火热朝天，顾罗听到好友没成亲之前也看过这个之后，终于不再害羞，鼓起勇气一起观看。渐渐的，3个女人竟然看得意犹未尽，一部放完又找一部看，为了不让别人听到，还特意把声音调小了。3颗脑袋紧紧凑在一起观摩人体构造，知道新房外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苏慕雪这才赶紧将放映机收了起来，趁人不备放进空间。3人刚坐直身子，就见上官云被贴身随从搀扶着回房了。妍妍，我们先走了。苏慕雪跟顾罗连忙起身离开，把婚房留给2个新人。南烟送走2位朋友，这才转身去帮忙搀扶上官云。娘子，你喝点茶解解酒吧。上官云看着眼前娇羞慌乱的女子，缓缓起身走到她面前。娘子，喝完这杯和喜酒，以后我俩就是真正的夫妻了。南烟红着脸接过，与他喝了交杯。刚刚放下酒杯，上官云一把抱起他，在女人的惊呼中微笑着说道：娘子，夜深了，我们安置吧。说完抱着女人往新床走去。南烟脑海中闪过放映机里的画面，心中半是期许半是害羞的任由男人将她放在婚床上。床幔随着新人的动作缓缓落下，摇曳的烛火不停左右摇摆，像极了床上不能自控的人儿。这新婚的夜呀，还长着呢。阿锦，刚好你这些日子称病在家闲着，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去看望外祖父他们吧。他俩这些年一直说去嘉谷关看亲人，可总因为这事儿那事儿一直抽不开时间，现在时机倒是刚刚好。也行，那我叫玄策去套马车。套什么马车啊？如今正在风口上，咱们要低调出行，等夜里坐着小七去就可以了。交代好事情，等到亥时1刻，外面已经黑到完全看不见了，二人这才坐上小七往嘉谷关赶。2人一灵，白日在客栈中休息，夜里赶路，终于在第3天某时1刻到达嘉谷关。为了不引起注意，2人还乔装打扮了一番，装成很平常的一对夫妇。若是不熟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俩就是阳城关的锦王与锦王妃。2位找谁啊？我找张德彪，张老将军。你是？英娘就是。小厮听英娘2字，脸色一变，说了句稍后，人就转身朝屋里跑去。没过多久，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发须洁白的老人家走在前面，后面跟着2个中年人，3个年轻人急匆匆地一起过来了。看到门口站着的2个年轻人，他们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不过并没有生气，而是客气地问：二位是谁呀？如何知道英娘的？元州拜见外祖父。你父亲，此处不宜讲话，咱们还是先进去吧。你大舅说的对，我们先进屋说话。你外祖母一会儿看到你，肯定很高兴啊。说完，率先走在前面，招呼夫妻2人往里走。走在后面的张家大儿子吩咐门房小厮：把门关上。慕雪，这是外祖父。外祖父，这是我娘子苏慕雪。
暮雪拜见外祖父。好好好，是个好孩子，元州有福气呀。谢外祖父夸奖。接着，轩辕锦又跟苏暮雪介绍了大舅舅张启谋和二舅舅张启霄，两人如今在军中的职位是副将，是张德彪的左右手。苏暮雪笑着也跟两个舅舅行了礼。哎呀，元州啊，你身体不好，怎么不等我们去看你，反而自己出这么远的门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如何是好啊？是啊，元州，你身上的毒还未解，出这么远的门，会不会有事啊？大舅舅也是满脸担忧。大夫怎么说？这毒真的不能解了吗？二舅也一脸心疼地看着这个外甥，他与妹妹年纪最相近，两兄妹打小就关系好，如今妹妹只留下这么一个骨血，却身中剧毒，命不久矣，实在是让人揪心不已。让外祖父、两位舅舅担心了，是远州的不是。不过请你们放心，远州的毒已经解了，如今身体并没有任何事情。听说这个寒毒和千机是天下奇毒，无人能解。元州，你又是如何了解的？这还是多亏了暮雪啊，若不是有他，恐怕前2年我就已经毒发身亡了。哦，外孙媳妇竟然还会医术。暮雪她不只会，而且医术还很好，就连尹文浩都要向他请教。你小子倒是个有福气的，竟然找到个这么有本事的娘子。可不是嘛，远州如今过得这样好，妹妹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说起早逝的张素梅，大家顿时陷入一阵沉默。良久之后，张德彪才转移话题。元州啊，你们这次过来，边关的事情没人盯着，可怎么办呢？回外祖父，边关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有可靠的人盯着，不碍事。况且我如今对外宣称卧病在床，出不了门，就算10来日不在，也不会有事的。轩辕锦说完，又把这2年边关的发展和太后最近传来密旨3番5次督促他们进京，甚至不惜用上孝道来道德绑架，想以此逼他就范的事，都详细的跟张德彪父子讲了。我与暮雪感觉这里面很可能有什么阴谋，所以称病拖着，不打算进京，想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哎，你们顾虑是对的，这京城回不得呀。外祖父，您不觉得外孙这样无视太后懿旨，有些太不孝了吗？哎，元州啊，你外祖父虽然是个粗人，但并不是个愚忠之人，明知进京有危险，还一味地劝你去送死啊。况且我查到了一些事情眉目，关于你母亲。他话还未说完，门外就传来一阵喧嚣，紧接着一道苍老的妇人声音响起：老头子，老头子，听说远州来了，是不是真的？张老夫人的到来让原本就有些犹豫的张德彪将口中话又吞了回去。轩辕锦见外祖父话讲到一半又咽了回去，以为他是不想给外祖母知道，毕竟母妃去世这么久，怕引得外祖母伤心，于是也没有继续追问，而是抬头望向门口。远州拜见外祖母。真的是我的乖孙儿远州啊！老夫人眼含热泪地望着眼前的年轻人。好孩子，一转眼你都长这么大了，若是你娘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不知道会有多高兴。瞧你这老婆子，外孙和外孙媳妇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不高高兴兴，反而还惹得大家哭一场，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啊！对对对，都怪我这老婆子年纪大了，累窝子钱。暮雪拜见外祖母。哎呦，真是个标致又懂礼貌的好姑娘，好孩子，老婆子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就这一对镯子，给你做见面礼吧。
雪儿可不要嫌弃呀。说着，从自己手腕上摘下一对祖母绿的镯子，伸手要戴到苏沐雪手腕上。苏沐雪看了一眼手腕上的镯子，是极品祖母绿，这东西可不便宜，而且看这个成色，应该是祖传之类。外祖母，这镯子一看就很贵重，外孙媳不敢收，您还是留着自己戴吧。长者赐，不敢辞。再说了，多贵重的东西也不过是个玩意儿，外祖母说给你就是你的，快快收下吧。老太太说完，不由分说地把镯子套上她的手腕。苏沐雪这下不好再拒绝，只好收下道谢。谢外祖母，这镯子雪儿很喜欢。喜欢就好。张老太太把镯子给了苏沐雪之后，又开始给她介绍起屋里的其他人来。雪儿，这是你大舅母李静雯，你若是缺少什么，只管找她拿就是了。大舅母好。哎呦，好孩子，刚刚过来的匆忙，没有准备什么好的见面礼。这只红宝石金凤钗你且收着，一会儿大舅母再给你找些好的玩意儿来。谢谢大舅母。苏沐雪一一接过道谢，然后也拿出带来的见面礼送给大家。送给张老将军的是一个望远镜和一套防弹衣。老将军对望远镜比较感兴趣，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观摩，半天也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外祖父，这个叫望远镜，您在对敌的时候，只要拿它放在眼前这么一看，远处的景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张德彪听他这么讲，好奇地把望远镜放到眼前一看，果然远处景物就像在眼前一样清晰。哎呀，谢谢你啊，外孙媳妇，这个望远镜可真是个宝贝啊！有了它，我们以后不用离敌军太近，都可以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啦。外祖父，这个望远镜还是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的。这个阿锦会，一会儿让他教您就行了。张德彪听到他这话，连忙拉着轩辕锦去调试他新得的宝贝。苏沐雪又拿出2套全防护的防弹衣，递给张启谋和张启霄。大舅舅，二舅舅，这个是全防护的防弹衣，它比你们现在穿的护甲要轻，但是防御效果却比护甲好。有了它，你们以后上阵杀敌的时候就可以减少受伤的几率。苏沐雪见他们心有疑惑，不由得笑着道：大舅舅，二舅舅，上面我有标注如何穿戴，你们不妨穿上，然后去试炼一番。行，谢谢外甥媳妇儿，那我们这就去试试看。男人离开之后，苏沐雪开始给女人们分发礼物。嘉谷关冬天天气寒冷，她给张老夫人送了长款的羽绒服，又送了许多的营养品。外祖母喜欢，改日我想法子再给您弄一件过来，到时候您可以轮流换着穿。我还见过那卖羽绒服的商人手里有一种叫保暖内衣的衣裳，平日可以穿在里层，暖和程度穿一件可以顶2-3件您身上穿的这种薄裳，而且一点也不影响穿在外面的衣服。到时候一起帮外祖母您带2套吧。不用再浪费那么多银子买什么保暖内衣，有这一件羽绒服就够了。没事儿的，外祖母，只要您老人家喜欢，穿在身上暖和就比什么都强。您的身体好，就算花多少银子都值得。雪儿，你这张小嘴儿啊，真真像抹了蜜一般的甜呐。哎呦，那外祖母您可得多夸夸我，那样我的嘴还能更甜呢。给张老夫人送完礼品，苏沐雪又给2个舅母各送了2套现代内衣。2个舅母拿着手上那少得可怜的布料，脸上全是问号。这是什么东西？要怎么穿呢？这个就是肚兜和熟裤，您们到时保证会让大舅母和二舅母的身材看起来更完美，迷得你们相公神魂颠倒。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敢说？2个舅母听的是面色通红，嘴里难为情的娇嗔，可眼睛望着手中那奇怪的肚兜和蟹裤时，眼神却亮得出奇。送完内衣裤，苏沐雪又按2人的年龄各送了他们2套保养品和1套化妆品，让2个舅母对她更是喜欢的不行。哎呀，
元州、暮雪呀，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望远镜和防弹衣只怕是整个东离国都找不到的绝世珍宝，两夫妻一送就是这么多，他俩哪里送的是东西呀？这是给他们张家保命啊！公公婆婆，远州跟暮雪远道而来，只怕都已经很累了，先让他们去梳洗休息会儿吧。瞧啊，这记性，光顾着高兴，都忘了这事儿了。静雯呐，你快把他们夫妻二人带去休息吧。儿媳遵命。李静雯朝着二老行了个礼，转身对轩辕锦两人说道：远州、暮雪，随我去院中吧。外祖父、外祖母、大舅、二舅、二舅母，那我们就先告退了。李静雯把他俩安排到了客院，又细心叮嘱一番，这才离开，让他们休息。丫鬟们打来洗漱用的水，两人打理一番，换好衣服，上床休息。虽然有小憩，但这2夜赶路还是挺累的，没一会儿他们就睡了，直到有人过来请他们吃饭才行。两人起身整理好，才跟着来人一起去了膳厅。苏暮雪他们到的时候，其他人全到齐了。外祖父，我们这次是以外孙与外孙媳妇的身份来的，这上座的位置就该是你与外祖母坐才对。两人说完，把张老将军与夫人扶到上位坐下。几番推让之后，老两口这才坐了下来。坐下之后，苏暮雪发现人群里多了5个年轻男子，想来就是轩辕锦的表兄弟。果然，等他俩落座，5人开始自我介绍起来。年纪比较长一些的，留着2撇胡须的是大舅张启谋的长子张凌霄，在军中任校尉一职。另一个看起来年纪约27、8岁，稍显单薄的是张领文，他是张启谋次子，在军中任文书一职。看起来跟张领文差不多大的是张喜娇的长子张灵武。还有2个看起来21、22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张启谋的小儿子张领月，一个是张启霄的二儿子张领瑞，2人都是百夫长。看来这家张家男人的军衔没有空降，都是靠自己一刀一枪拼上去的。一番介绍寒暄过后，张领月性格比较开朗，望着苏暮雪满脸开心的道：多谢表兄表嫂送的防弹衣，实在太实用了，有了它，以后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战场上多拼杀几个敌人了。虽然有了防弹衣，但是上了战场还是要时时保持一颗谨慎的心才行，不能只依靠外在的保护啊。你表哥说的对，三小子，你可不能站着有防弹衣就胡来。我知道了，以后一定会小心的。表哥，听说你曾以5万兵马歼灭了镜花国与流言国的80万大军啊，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那时之所以能够以那么大的悬殊兵力战胜2国，其实暮雪的功劳是最大的。若不是因为有他，我根本就赢不了那场战争。接着，轩辕锦就把苏暮雪如何用手雷炸了敌营，为他们扫清大半敌人等事真真假假的说了出来。当然，像冲锋枪还有小七会飞这些事儿，他选择了隐瞒。手榴弹、手雷，众人听完他的讲述，心里的震惊简直无以复加，都在猜测苏暮雪的手榴弹、手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杀伤力这么大，以一己之力就能灭掉敌人大半的兵力。张元双望着苏暮雪的目光满是崇拜的星星眼儿。哈，表嫂，你太厉害了，简直就是女中豪杰呀！你表嫂何止这点厉害，她还建立了一支叫霸王花的女子军。这打起仗来，这些女子半点都不输男儿们呢。众人望着苏暮雪的目光，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女子从军，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苏暮雪无奈地瞪了一眼炫妻狂魔轩辕锦，然后开始给张元双说起如何训练的女子军。他讲的时候，不止张元双听得津津有味，其他人包括张老将军也听得非常入迷。等他讲完之后，大家这才知道这不是轩辕锦在开玩笑，而是苏暮雪真有那个本事。他说的什么体能训练，什么技能训练，还有什么军事战略和心理素质等，都分得特别的细。元州、暮雪呀，明日随我去军营里逛一逛，顺便提点意见，如何呀？行啊，反正我们也无事，就去军营里玩一玩吧。哎，表哥表嫂，我明日也跟着你们一起去可以吗？
那你得问外祖父和舅舅他们，他们同意了，我当然没问题啊。哎呀，祖父、爹、二叔，我也想跟表嫂一起去，就让我去长长见识吧，行不行？行，就让元双丫头一起吧。不过有一条，去了军中没经过同意，不得到处乱走，知道吗？知道了，祖父，孙女绝对不会乱走的。那明日就让我来陪表哥表嫂他们在营里逛吧。四哥，你毛毛躁躁的，还是待一边去吧啊！我来陪表嫂他们就好。哎，胡说，我哪里毛毛躁躁的了？明天必须我来作陪，你做你的事情去。不要吵，明日到了军营，你们都陪着远州墓穴逛吧，还有凌霄、凌文、凌武也一起。谢谢祖父。是，祖父。五兄弟听到明日都能作陪，心中顿时高兴起来。好了好了，吃饭吧，饭菜都要凉了。哈哈哈，好，吃饭喝酒。阿锦，几点了？还早，继续睡吧。苏沐雪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自动往男人怀里钻了钻，找了个舒适的位置继续梦周公。翌日吃过早膳，苏沐雪换了一身男装，给轩辕锦和自己脸上改了个妆，这才出门准备去军营。来到大厅的时候，张家父子早已去军营，留下张领瑞他们等着。小伙子望着一高一矮两人进门，看起来怎么那么眼熟，可脸却是没见过的。想着家里应该不会有陌生人进来，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试探性的开口：表哥，表嫂。现在过去吗？还要等元双。咋了？不认识我们了？确实有点。你们咋变成这样了呀？我和你表哥这次不是悄悄出来的吗？当然得做一点伪装才是啊。还是你们思虑周全。这嘉谷关虽然是他们张家驻地，但军营里有好几方的势力在，若是知道表哥他们来了这儿，只怕还真的会惹来许多麻烦。元双表妹，就等你了。哎，沐雪表嫂，原来是你呀！听到熟悉的声音，张元双立马堆起笑脸跑了过来，亲切地挽着苏沐雪的手臂，望着她的脸打量，一脸惊奇道：哇，沐雪表嫂，原来你还会易容术啊！这个叫化妆术，你要是喜欢，改天我教你啊。苏沐雪挺喜欢这个表妹的性格，单纯又直爽，不像京中大部分贵女那样满身都是心眼子，所以也乐得与她交往。几人出了府，骑着马往军营去。刚进去就听见里面闹哄哄的，似是有人在争执。仔细一听，里面还夹杂有张领月的声音。这个该死的江令狐估计又在找四哥麻烦了。五哥，这个江令狐是谁？他为什么要找四哥麻烦？还不是因为升千夫长的事儿。这江令狐也想当千夫长，可他本身技不如人，又不努力，见四哥能力强，就觉得挡了他的路，所以天天来找茬。张领瑞说起江令冲就一脸的嫌弃，不过是仗着自己的爹是监军，背后有人撑腰，天天在军中作威作福的纨绔子弟。表哥表嫂，你们先进营帐找祖父，四哥性子直，我担心他吃亏，先过去看看。不用了，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还有，到军营就不要喊我们表哥表嫂了，喊我们苏大哥、苏二哥吧。好的，苏大哥、苏二哥。张礼月，我骂你又怎么样？我还打你呢，你能奈我何呀？此时张领月双手垂在身侧，紧紧握成拳，眼睛死死盯着不停挑衅的男人，一言不发。江令狐看他不敢还手，更是嚣张起来，嘴里大声侮辱道：张礼月，你连打架都不敢打，还好意思跟我抢千夫长的位置？要我说呀，还是赶紧回去你娘的怀里吃奶去吧。对呀，张老四，赶紧乖乖回家喝夫人的奶去吧。见狐朋狗友帮着自己，江令狐满脸得意洋洋，嘴里继续嚣张地侮辱张家人。要我说，这张家人都是没有本事的怂包。
不过也对，张德彪的将军之位也不过是当初卖女儿得来的，如今的张家女早死了，太上皇也早死了，你们的靠山早就没了，依我看这将军之位也该让贤了。轩辕锦听到江令狐说起母妃，浑身气息一沉，眼中闪过一丝冷意，看向那个多嘴男人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张令月听到江令狐侮辱自己家人和死去的姑姑，气到哆嗦，脸上青筋直冒，显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哟，怎么还生气了？那你打我呀！你打我呀！咋的？不敢呐？哎呀，也是，本少爷怎么就忘了你是个怂包，不敢打人的呀？啊！江令狐那嚣张跋扈的模样让人看着牙痒痒，张元双都被气得俏脸通红，恨不得上前打他一顿。张领月和张领瑞更是气到恨不得将江令狐打死。可一想到打了这厮，那个江监军又要给京中告状，到时候会给祖父和爹他们带来数不尽的麻烦，又只得将这口气硬吞了下去。又来了一个张家的小废物，怎么想打我呀？来呀，咱们比试比试，看看本少爷如何把你们这些废物打趴下。打就打，谁怕你？小废物终于硬起来了，那咱们就比试比试吧，定生死的那种，怎么样？你敢吗？定就定。领瑞，四哥，别劝了，我早就受够了这个纨绔子弟，哪怕这次会被爹打板子，我也要跟他干一场。我没想劝你，这事是我引起的，要打也是我跟他打。江令狐，你敢跟我打吗？你们两个大小废物，谁动手都一样，来吧。小七，你等会儿盯紧一点，要是那人敢使诈，你就出去废了他。这事儿交给我吧，姐姐。小七萌萌的声音传来，他跟小七说话时，张家两兄弟还在争着上场。四哥，这事儿是我答应的，必须我去啊！这事是我引起的，必须我去。我说你们两个胆小鼠辈，怕死就赶紧跪下给本少爷磕头认输，再钻一钻本少爷的裤裆，如此的话，本少爷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们不死。你急着找死，那我就不客气了。张令月面色铁青，用力推开堂弟的手，几步窜到江令狐面前。张领略伸手去拉人，却拉了个空，急着喊：哎呀，四哥！放心，有我们在，他不会有事的。苏二哥，我不是担心四哥打不过江令狐，而是怕他过后挨军棍呐。今天这事我们都可以给凌月作证，有我们在，你祖父不会打他的。对啊，我怎么忘了这茬？有人兜底，张领月立马不担忧了，朝着打累的张领月喊：四哥，不要手下留情，狠狠的揍死他丫的！想打死我？
你们还没那个能耐。我爹可是太后的侄子，你们若是敢动我一根指头，就等着全家掉脑袋吧。场地上两人几个回合斗下来，张岭月心有顾忌，打起来畏首畏尾，而江令狐心有倚仗，打起来招招下死手。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也根本打不过张岭月。望着对面稳扎稳打的对手，江令狐眼中闪过一丝阴毒，他今日一定要让张岭月死。又打了几个回合，江令狐还是连对手的边儿都没摸到，有些恼羞成怒的他使了一个虚招，窜到张岭月身后，趁人不备，江令狐举起左手，阴冷一笑：哼，张岭月，你去死吧！江令狐，你卑鄙！眼看剑就要射进张岭月的胸口，江令狐还来不及高兴，就看那剑竟然像中了邪一般，突然反弹回来，竟直直地插在了自己的胸口上。这怎么可能？江令狐的狐朋狗友看他死了，顿时吓得呆住，反应过来，指着张岭月喊：你竟敢杀了江少爷！你们眼睛是瞎了吗？没看到江令狐是自己杀了自己吗？就是明明就是江令狐自己射的暗箭杀了他自己，干嘛要怪到别人头上？旁边也有很多士兵看不下去了，出言指责道。几人担心引起众怒，不敢再多讲，只得连忙跑去报告江监军。这是怎么回事？张副将，这事不怪百夫长，是那江令狐先挑事的。他……你先别说话。张岭月，你来讲。面对父亲满脸的冷意，张岭月倔强地抿了抿嘴，将事情经过讲了出来。讲完，望着父亲，一脸无畏道：事情是我一人做的，要打要罚，我认。虽然是情有可原，但张岭月你不遵守军规，在军营里聚众闹事，当罚30军棍。慢着！接着走进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只见他满脸浮肿，眼袋奇大，眼底青黑，一看就是酒囊饭袋之徒。虎儿，你等着，我这就让杀你的仇人给你赔命。说完站起来，走到张岭月面前，用阴冷的眼神盯着他，不分青红皂白道：是你杀了我儿子？不是我杀的，你儿子是被他自己的安妻杀死的。还敢狡辩？我没有狡辩，江监军要是不信，可以问在场的人，大家都可以作证。对，我们都可以作证。江令狐原本想用袖箭偷袭张百夫长，谁知最后袖箭竟然射中了他自己。围观的士兵们，有的人跟张家关系好，都齐齐为张岭月作证。他们甚至觉得，也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江令狐的所作所为，所以才让他死在自己的偷袭之下，也算是恶有恶报了吧。就算是我儿是被自己的剑所杀，那又怎样？若不是你张岭月要与他决斗，那剑又怎伤得了他？这事可怪不得张百夫长身上，决斗的事情也是江令狐自己挑起的。他为了逼张百夫长与他决斗，不止辱骂张百夫长，辱骂张家人，甚至还定下了生死状。如今他死在自己的剑下，根本就怪不了别人。你们不想死就给我闭嘴！我说人是张岭月杀的，那就是他杀的。不管如何，他今天必须给我儿子偿命。张监军这话过了，事是江令狐挑起的，他的死也是因为自己心术不正，害人不成反害己，这事儿怪不得张岭月身上，更谈不上给江令狐偿命。怎么，张副将，你是想造反吗？末将不敢。苏沐雪见张大舅嘴太笨了，不知反击，气场都被那个江监军压着，不由出声帮忙反击。造反？造谁的反？真是奇怪，什么时候这轩辕家的江山变成姓江的了？你是谁？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知道啊，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监军吗？不过是臭泥鳅沾了点海水，还真拿自己当海鲜了。竟敢把自己当作皇帝，莫非你还想图谋这东篱的天下不成？哼，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我找不着死说不准，但是你死定了。黄口小儿竟敢如此嚣张，那我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张岭月。江雍完说完，拔出长剑朝苏沐雪刺去。张启谋心中焦急，刚想出声阻止，轩辕锦在一旁淡淡道：张副将，有些脓疮该解了，要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道理。张启谋听到外甥的话，想起这些年来张家人受着江雍完的窝囊气，还有他越来越过分的做派，想阻止的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苏沐雪的功夫是轩辕锦教的，岂是江雍完这种整日只知醉生梦死之人可比？几个回合下来，他就被苏沐雪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恼羞成怒的他对着将士喊：来人，给我杀了他！我今日在谋杀谋反的反贼，我看谁敢上前来当帮凶。你休要血口喷人，本监军一片忠心为皇上和太后，怎么可能谋反？你这卑鄙的小人，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一片忠心，这话你觉得别人会信吗？你刚刚说的那些话，相信大家有耳朵的都听到了。张副将不过没有顺从你江雍固就是谋反，这造反之心难道还不明了吗？明明都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了，你怎么还有脸说自己一片忠心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定要跟本监军过不去？有本事把你的名字说出来。我看你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你算老几，也配知道我是谁？怎么现在想知道我是谁，想过后报复我？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可是太后的亲侄子，你若是杀了我，你也不会好过。不只是你，就连张家人都要跟着我陪葬。你确定要连累这么多人吗？哼，是吗？那我就杀了你试试，看看大家要不要给你陪葬。张副将，你身为军中副将，竟然不阻止下属刺杀朝廷命官，信不信我写信回京参你们张家一本，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张启谋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吭声。远州说的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废话真多，想要往京中参别人，那也得你有命参再说。说完，手中剑更是凌厉无比地朝着江雍完刺去。好不容易躲过一击的江雍完却没那么好命，再躲过第二击，被苏沐雪一剑穿胸，顿时鲜血像水柱一样飙出，染红他胸前的衣襟。见江雍完已死，张启谋咬咬牙，当机立断，吩咐人去把江家爪牙全部控制起来，不让他们有机会往外传递消息。轩辕锦提醒大舅，让他去找二舅，一起趁此机会把甲骨关里所有别人的势力都拔除了，将整个甲骨关的控制权彻底掌控在张家手中。外祖父，甲骨关如今已经被张家握在手里，就别再让人有安插眼线进来的机会。朝廷的事就不必再管，以后只管守护好这边关就行。若是皇上或太子派人过来，你们应付不了的，就记得给我捎信，我有办法对付他们。我明白的。以后张家会诸事不离，只管守护好甲骨关，不让敌国有机可乘。苏沐雪想到张家如今跟朝廷决裂，今后的兵马粮草就得自己来解决，边关战士的吃住问题都是大问题。他向张老将军提议：外祖父，往后朝廷肯定不会再提供粮草给甲骨关了。我有些土豆种子，这东西好种，而且收成不错。你把土豆种发给全城的百姓，让他们大量种植，到时候让每家从总收成里拿出30%给你养军队，把百姓给的30%加上你们军队也自己开荒种一些，基本就能解决粮草问题了。沐雪呀，你这土豆当真能解决我们的粮草问题？当然，我们阳城关已经种2年多了，平常的田地240步基本能收2000斤左右，有百姓们施弄得好，甚至可以收3000斤。况且土豆可以1年种2季，这样下来完全可以解决你们的粮草问题。这个土豆的种子现在在哪里呀？我们可以看一看吗？我早就已经让人送过来了，
估计这2日就能送到。等到了，我做些给你们尝尝。苏沐雪空间里有的是土豆，但她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个秘密，所以故意拖延2天，免得引起张家人的怀疑。到第3日，苏沐雪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把土豆从空间里拿出来，花了10两银子请人运到将军府。沐雪丫头啊，这土豆真能像你说的收获那么多吗？张老夫人望着筐里一个个黄澄澄的大土豆，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长得像水果般的食物，也不知道这是长在地上还是结在树上的。回外祖母，当然能的，等加古关之后种过就知道了。哦哟，表嫂，这么大个要怎么吃？这个是改良版的土豆，个大皮薄，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做菜吃。当主食只要煮熟就行，做菜的花样就多了，煎、炒、炸、凉拌都行，而且做出来的味道各不相同，不过都很好吃就是了。表嫂，我们今日可以吃吗？你这丫头啊，最是嘴馋，这是拿来做种子的，怎么能吃了呢？没事，我拿过来的多。今晚就给你们做一桌土豆宴尝尝。表嫂，你做的肯定特别好吃。多谢表妹捧场，那一会儿你们就帮我打下手吧，今晚让你们吃一顿不一样的土豆宴。苏沐雪让下人把洗干净的土豆削皮，教他们切片或切丝儿、切块，有的直接放到锅里蒸。等准备工作做好，苏沐雪亲自下手，做了清炒土豆3丝、凉拌土豆丝儿、土豆鸡块、土豆烧排骨、土豆炖肉等，还做了油炸土豆片、火山土豆泥、炸薯条等等，总共10几道，全跟土豆有关。他做菜的时候，香味飘的整个厨房都是，勾得2个小姑娘在一边滋溜滋溜的吸口水，好香啊，实在是太香了。你们俩帮我尝尝咸蛋。这个我们在行。2个姑娘高兴地拿起筷子，迫不及待地尝鲜。咸淡适中，土豆软糯香甜，实在太好吃了。七妹说的对，没想到这个土豆这么好吃。表嫂，我还想吃一块。苏沐雪又给他们每人盛了一些，然后把菜装进盘子，又开始快速炒起另外一种。等菜做好全部端上桌时，男人也从军营回来了，闻到不同于往日的香气，大家都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今日做的是什么菜啊？怎么这么香？今日你表嫂做土豆宴，这香味儿啊，我都已经闻了1下午了，现在觉得饥肠辘辘的。你们呀，快点梳洗，早些用膳吧。土豆宴，就是表嫂说的那种土豆做出来的菜吗？就是，快些休息吧，准备开席了。等大家来到桌前，看见桌上摆满各种各样用土豆做的菜，香味一阵阵的扑鼻而来，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脑海里只有一个字：香。不错不错，比我们往日吃的素米还要好吃许多呀。一顿饭下来，桌上的菜全部被一扫而空，连汤汁都被抢了。最后大家意犹未尽地摸着滚圆的肚子，想到往后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土豆，心里忍不住欢喜起来。表嫂，这土豆现在能种吗？按你们这边的气温来说，春土豆种植的时间是开春的2、3月份为好，秋土豆的种植时间最好是在8月左右。现在的时间刚好适合种秋土豆，你们可以抓紧时间让人种植，大概100日就可以收获了。哎呀，那真是太好了！祖父，你明日就贴告示，让百姓们种土豆吧。咱们军营开荒种土豆的事，就由我来领头干。饭后，苏沐雪把该如何种植土豆的方法写在纸上，叫轩辕锦拿去给张老将军。远州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外祖父，这是沐雪写的土豆种植方法，你们只要按照上面的法子来种就行了。张老将军笑着接过单子瞧了瞧，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好，望着这个人中龙凤的外孙，语气真诚地说道：哎呀，这次加古关真是多亏了你和沐雪了，我代表郑家和加古关的百姓谢谢你们。我和沐雪既是东离国的人，
那这些事情自然都是我们该做的，外祖父不必如此客气。刚刚在外面听到的话，轩辕锦抿了抿唇，还是决定问出来。外祖父，我娘真的是太后害死的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只是听你们刚刚聊的话题中隐约提到母妃和太后，又联想起您说过京城进不得，从中推测得来的。说实话，听到这样的消息，轩辕锦心里很复杂。他虽然跟太后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厚，但好歹也是因为他有明面上的护着，才让他得以长大成人。如今听到他竟然是自己的杀母仇人，是害自己从小失去母亲疼爱的人，说实话，换成是谁，只怕心里都不会好受。外祖父，你们知道些什么，就告诉我吧。自从你母妃去世后，我们就一直不相信一向身体很好的她会生病离世，所以一直在暗中追查真相。可那时候我们张家人官小，在京中又没有什么根基，当然就查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原本还想通过你问一问宫里的情况，可那时你已经被江敏之带到慈宁宫抚养了，而且他还很排斥你跟我们接触。我与你舅舅们当时还以为他是害怕你跟我们接触多了产生感情，以后若是产生什么想法会对他儿子产生不利。于是为了你能在他的膝下平安长大，我就向当时的皇上申请来了加古官，这样也等于是在向江敏之投诚，告诉他我们张家没有二心，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善待你。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子过去了，可前些日子我们偶然间发现了你母妃宫中的一个宫女，她告诉我们说，当初害你母亲的人就是江敏之啊。那个宫女现在在哪里？我已经将她安排在了加古关一处安全之所，你若是想见，明日我就将人带过来。外祖父又是怎么发现她的？这事儿说来也巧，听那宫女说，当初你母妃宫中的人事后都被处理完了，而她则是使了银子才从宫中逃出来的。出宫以后害怕被灭口，就一路东躲西藏，到了边关定居，平时一帮人将其衣物为生。有一次你大舅舅外出时，刚巧救了因劳累过度晕倒的他，那宫女醒来知道救她的人正是你母妃哥哥，于是就把真相和盘托出了。不过当时江永完还在，为了避免宫女被江家发现，我让你舅舅给她找了处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当时我想着，若是你日子过得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若是江太后想对你不利，而你又顾及她的养育之恩不能反抗，到时就让这宫女告诉你真相，免得你白白去折在太后手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张老将军事事都在为这个女儿唯一的骨血做打算。作为当事人的轩辕锦心中说不感动是假的。外祖父，谢谢你。谢什么呀？当初我无能，没能把你的母亲留下，让她去了那吃人的宫中，导致最后英年早逝。如今你是她唯一的孩子，我当然要为你多做些打算了。皇上要选秀，各官家的妙龄女儿都必须要参加。
他当初没有能力留下女儿，如今只希望这个外孙日子能过得好，让女儿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轩辕锦沉默地回到屋里，静静地坐在床沿上。阿锦，出什么事了？母亲，我刚刚听外祖父说，他找到了母妃宫里的宫女，证明杀害我母妃的凶手是太后。苏沐雪一顿，想起当初初见姜太后的情景。虽然那姜太后努力想表现得和蔼可亲，好像多疼爱轩辕锦似的，可她当时就总觉得这老女人很假很虚伪，当时还以为自己多心了。我曾经是很感激她的，虽然她没有给我太多的母爱，但也是她让我一个失去母妃又没有靠山的年幼皇子，在冷酷的皇宫中活了下来。所以去了战场之后，我努力地向上爬，哪怕成了东离国的战王之后，也从没想过要去争那个位置。甚至在众皇子争抢皇位的时候，心甘情愿听从他的话，用手中的权力扶持皇兄登上皇位。曾经视为恩人的人，如今却变成了弑母仇人，这样的转变让他心里一下子有些接受不来。阿锦，不要难过，等问清那宫女缘由之后，你想要怎么做，那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不管你要如何决定，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沐雪，谢谢你，幸好有你在身边。夜深了，快去洗漱安置吧。翌日，张启谋就把那个宫女带来张府。一进门，他的眼光就放在轩辕锦身上，眼眶中含着喜悦欣慰的泪水。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小主子，因为男子眉宇间跟主子很像。奴婢听兰拜见九皇子。你是听兰姑姑？对，就是奴婢。没想到九皇子您还记得奴婢。本王记得，那时候你经常用柳条藤条编各种各样的动物和篮子逗本王看戏。轩辕锦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依旧有些印象，这女子好像就是母妃宫中二等宫女听兰。听兰姑姑，听说我母妃是被太后害死的，你能跟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吗？当然可以。奴婢记得当时您年纪虽然小，但是天资聪颖，学什么东西都快，而且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别的皇子学什么东西都需要好几遍才会，而您只需要一遍就会了，也因此深得皇上的喜爱，曾经不止一次夸您有天赋，甚至因为喜欢您，还想给梅嫔娘娘升妃位。皇后知道后，担心您风头太过，威胁到她的儿子，就唆使舒美人给您下毒。没想到皇上大怒，下令宫中彻查，将所有加害您的人，包括舒美人，全部都灭了九族。那一次死了好多人，可因为皇后不是直接参与，所以逃过了一劫。她惧怕皇上，所以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害您，但她也害怕主子升妃位会给您带来依仗。刚好那时候主子怀孕了，皇后就使计让她小产，又趁主子小产的时候做了手脚，让她一尸两命。当时的长氏姑姑月如发觉不对劲，立马就想控制动手脚的稳婆，却被皇后身边的大太监带人灭了口。奴婢当时看见李公公神色不对，就躲在了暗处，这才逃过一劫。奴婢当时害怕极了，慌忙找到宫中的小姐妹，在她那里躲了一晚。一日就听说芷兰宫所有的人都被处死了。奴婢害怕被灭口，就打扮成太监，又在好姐妹跟她的对食帮助下，贿赂当时的采买太监，偷偷逃出了宫。奴婢原本想来张家找人的，可后面看到张家的门口有人监视，就不敢轻举妄动，又担心留在京城被皇后的人发现，到时候自己被灭口不说，
还要连累宫中的小姐妹，所以只得咬牙逃出京中，一路来到了边关。轩辕锦没想到，因为自己的原因，竟然害得母妃和未出世的弟弟还是妹妹从此失去生命，心里顿时悲痛万分。可他又一事不明白，为什么姜太后害死母妃，最后却将自己留下了？当他问出来的时候，屋里的人也都沉默了，显然他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姜太后会这么做。我觉得姜太后之所以不杀阿锦的原因有几点。第一，是因为她当时最得皇上看重，最得宠的皇子若是死了，皇上肯定震怒，势必会下令彻查。可天下凡是做过的事情都会有痕迹，而皇上的隐卫们也不是吃素的，到时肯定会将宫里查个底朝天。杀阿锦的风险太大，姜太后不想冒这个险。第二点，姜太后不仅没杀他，还把他养到自己名下，并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想借此博个贤后的名声，让皇上对他这个大度的皇后更加看重。第三嘛，当然是这没有母妃的皇子在宫里掀不起什么风浪，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不仅可以就近监视，还可以拿他做法子，引得皇上多来他的宫中，让他的儿子跟着阿锦多在圣上面前露露脸，正好可以一举多得。轩辕锦想了想，好像还真是这种情况。那时父皇每次来宫中的时候，姜太后都会让皇兄跟他一起到父皇面前请安，而皇兄那时候也会对他特别的好，真像一个爱护弟弟的好哥哥。若是我猜的没错，当时的姜皇后只怕还曾让阿锦疏于学业，甚至让他在皇上面前不要表现得那么出色吧。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以前姜皇后老是在我面前诉苦，说皇兄如何不受父皇喜欢。姜皇后还让我多帮帮皇兄，让他在父皇面前得些宠些。所以后来父皇在问我学业的时候，我会故作回答不出来。我还记得那时候父皇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失望，但是渐渐的对皇兄倒是耐心了起来。还有我9岁时，身边有个小太监，总是用各种法子想让我去玩。可是我这个人天生喜静，并不搭理他。在努力了2个月之后，那人后来再也没有来找过我，然后他也不见了。那肯定是没有完成主子交代的任务，然后办事不力，被灭口了。毕竟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没完成主子交代的任务，奴才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张家父子都听得替轩辕锦捏了一把汗，那姜敏之想废远州之心真是恶毒。还好这孩子心智坚定，后面进军营也早，不然如今只怕还有命在，都已经变成一无是处的纨绔，哪里还会有如今这个战王存在。事情说完之后，张老将军叫下人将听兰带下去休息。屋里只有自己人时，张启霄满脸愤恨道：哼，这个姜老太婆曾经对远州做过那么多阴毒的事情，如今怎么还有脸道德绑架她？没想到外甥小小年纪在宫里吃了这么多的苦，他心疼不已。远州，幸好你们聪明，装病没有去京中。现在看来，那姜太后绝对是没安好心的。以后这京城咱不去了。我现在改主意了，京城是要去的。姜太后杀了我母妃，作为人子，这仇我不能不报。可是京城现在很乱，你若是去，只怕会麻烦不断呢。张老将军面露担忧，他的女儿已经折在宫里，他不想外孙再出事。外祖父放心，我是要去京城，但并不是现在。我要等到他们几方势力狗咬狗之后，再回去坐收渔翁之利，然后跟宫中的人好好算一算账。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坐上那个位置的轩辕锦，在听到母亲一尸两命后，这一刻心境完全发生了变化。远州啊，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外祖父、大舅舅、二舅舅，你们什么都不必做，只要好好守着这里，不让觊觎东离国的人有机会攻入就可以了，其他的交给我们来做。他如今虽然有心争那个位置，但他守护百姓的初心不变，不会因为自己的思念就置天下百姓于不顾。几人商量了一下午，
薛元锦找到听兰，问他愿不愿意去阳城关生活。听兰摇了摇头，说他已经习惯了这儿。张家父子也保证会安排好听兰往后的生活。薛元锦没有再多劝，而是给了听兰一些财物，希望她以后日子过得好一些。转眼过去了10来日，夫妻2人也要回到阳城关了。临走的时候，苏沐雪给张家留了一匣的手榴弹，让他们在敌军派大军来挑衅的时候，就往人堆里扔2颗，以此震一震敌军，让他们不敢轻易攻城。他之所以给了张家人一匣子手榴弹，那是因为如今嘉谷关是张家的，这就等于是轩辕锦的后盾，所以苏沐雪绝不让这里有任何损失。我们不在这些日子，军中的情况如何？军中一切都好，就是前2日太后那边又捎消息过来让您回京，随信来的还有1名御医，不过被我拖住没让他进府。主子，看来太后那边对你装病的事情起疑了，若是不让太医诊脉，恐怕不好交差啊。那就让他诊呗。对哦，我差点忘了王妃会医术这事。那明日我就让太医过来一趟。你现在去把人带过来吧。好的，王妃。灵和参见锦王妃，参见锦王爷。免礼。锦王妃，下官奉太后之命，特来为王爷整治身体，不知可否方便让下官把把脉呀？不是我看清灵御医，就连药王谷的人都束手无策，你又能如何？既然如此，那也不多一人看诊，不如就让下官瞧一瞧吧，免得太后她老人家担心呐。让太后费心了，那劳烦林御医你再瞧瞧吧。苏沐雪将轩辕锦的手腕拿了出来，林和连忙上前伸手诊脉，越诊他的眉头皱得越深。林御医，王爷的身体如何？你能治吗？下官学艺不精，请锦王妃恕罪呀。苏沐雪的脸色从忐忑到希望，然后到失望，最后变成绝望，表演的一气呵成，让谁看都是一个因夫生病而伤心无助的小女子。对不起，锦王妃。是我家王爷命该如此，不怪你。玄策，送林御医下去休息吧。是，王妃。林御医，请。林和不由得又叹了口气，这才随玄策离开。直到完全听不见脚步声了，苏沐雪立马坐起身，眼中哪还有半分伤心，快速伸手把轩辕锦身上银针取下，拍了拍男人。表演结束，可以收工了。没想到墨雪你骗起人来也是一套一套的，若不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只怕都以为自己要药石无医了。你也不错嘛，刚刚那副虚弱的样子，让谁看了都以为你病入膏肓了。连这方面都默契十足，看来我们果真是天生一对啊。轩辕锦笑着让人打来洗漱的水，用苏沐雪给的卸妆水把脸上的妆容卸掉。苏沐雪站在旁边看他卸妆，嘴里饶有兴趣道：这下太后就没法子让你回京了。那老太婆一边想利用阿锦的能力帮他们平息内乱，一边又想算计他的命，真是既要又要，想屁吃呢。对于这种人，他只想说一句：帮不了，帮不了一点儿啊。阿锦，这老太婆既然这么关心你的身体，要不要给她来点回礼？我让人给轩辕锦书传消息，说太后正在四处搬救兵，想要杀了他，以此让他们的争斗来得更激烈点儿，这算不算回礼？算，必须算。京中，景福宫。你说轩辕锦是真的病到起不了床，不是故意在装病不回京的？回禀太后，臣亲自把过脉，锦王妃确实病得很重，可能寿延不长了。那锦王妃是何种状态？姜太后还是有点不相信。可能因为整日照顾景王，有心中忧虑的关系，景王妃整个人看起来形销骨立，憔悴不已，
整个人都沉默了不少啊。来人，去请三皇子进宫一趟。太子府，当轩辕锦书收到确切的消息，知道太后竟然真的3番5次派人四处求救，还让人去了阳城关搬救兵，想让轩辕锦回京救出皇上时，心里大吃一惊，急匆匆过去找他最信赖的宠妃商议事情。太子殿下何事如此惊慌呀？轩辕锦书将太后四处搬救兵，还请轩辕锦回京救驾的事情都说与宠妃听。英妃听完娇俏一笑，太子殿下放心，世人皆传锦王爷已经病入膏肓，不要说回京就救驾了，就是连起床恐怕都难了。太后如何能把他搬得来呀？轩辕锦虽然起不了床，可他那个王妃不是个省油的灯，万一他真带兵来救父皇，这可如何是好？轩辕锦到现在都还记得苏慕雪那嚣张跋扈的样子，一想起他就感觉自己脸还在隐隐作痛。要不这样，我修书一封回镜花国找君上，求他带兵牵制阳城关，这样陛下就不必再担心景王妃带人回京坏你事儿啦。如此甚好。婴儿，你可当真是本太子的好侧妃啊！此事若成了，本太子重重有赏。太子殿下是我的夫君，帮你也是应该的。婴儿不求什么赏赐，只希望你在登上那95之尊的宝座时，不要忘了婴儿就好。本太子忘了谁，也不会忘了婴儿你这个军师啊。等我登上了那个位置，到时候定会封你做我的皇后，与你共享这东篱盛世。参见太子殿下。给本太子滚开！轩辕锦书一脚将他踹开，接着硬要往里闯。太子殿下，太后正在休息，您有什么事迟点再来吧。再敢阻止，信不信本太子杀了你？太子好大的威风，竟然到哀家宫中来撒野。孙儿不敢，孙儿只是听说皇祖母3番5次的密传懿旨，想叫九王叔回京救驾，所以想问问皇祖母，父皇身体不适，孙儿作为太子体恤父皇，不想让他日夜操劳累坏了身子骨，所以才让父皇在养心殿中修身养性。不知这救驾2字从何说起？姜太后没想到轩辕锦书竟然知道了自己的计划，心中有些惊疑，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太子这话是听何人说的？哀家只是许久未见锦王，心中甚是想念，想看看他如今过得好不好而已。何时说过让他回京救驾的话？太子可不要因为外人的挑拨离间，坏了我们的祖孙之情呢。是吗？听说皇祖母不只找了九王叔，还找了其他将军回京救父皇，难道也对他们很是想念，所以才想让他们进京叙旧？姜太后听完轩辕锦书的话，他什么时候找了其他的将军？这事情找的人越多，败露的越快，他又不是嫌命长了，怎么可能去找不可靠的人来做？之所以找轩辕锦，那是他知道这个人是重情之人，冲着自己养大他的这份恩情，只要一日不知没品的事，那自己开口让他救驾，他就一定会来。既然皇祖母年纪大了，还是在景福宫里安安分分的颐养天年为好。你想囚禁哀家？皇祖母说笑了，孙儿怎敢囚禁您呢？孙儿只是顾及到皇祖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才让您在这景福宫里好好的修身养性而已。你敢？来人，给我将景福宫围起来，里面的人若将走出来一步，格杀勿论。轩辕锦书，我是你的皇祖母，你这样大逆不道，就不怕天下人知道耻笑吗？你不说我不说，天下人如何知道的？说完又对着外面的禁卫军大声道：将这景福宫给我围好了，
连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出去。说是走出一个人，你们就提头来见吧。是，太子，我们一定会严守的。皇祖母，那孙儿就不打扰您修身养性了。父皇，交出玉玺，否则别怪儿臣不顾父子之情了。逆子，难道你想弑父不成？哼，儿臣的耐心是有限的。今日父皇若是再不交出玉玺，那儿臣就大逆不道一回，要做一做那弑父之人了。你敢？轩辕锦书冷冷一笑，直接将剑刺入他的身体做回答。交还是不交？杀了我，没有玉玺，你也无法登基。你若实在不愿意交出玉玺，被逼急了，我大不了到时候做一个假的先应付过去。反正只要杀了你，我这个太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不是吗？轩辕龙看了一眼太子认真的眼神，又瞧了瞧流血不止的伤口，知道今日若是不交，轩辕锦书真的会杀了他。我交。父皇若早这么识相，不就少受这份罪了吗？对于他的小人得志，轩辕龙没有搭理，而是转身朝龙床走去。轩辕龙走到龙床上摸索一阵，打开床上暗格，从里边拿出一只黑乎乎的东西，轻轻抚摸几下。这就是他当初找长流派买的手枪，其他的因为会伤人全部扔了，如今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支，而且子弹也全部用完。只有枪里这4颗，不过用来对付轩辕锦书是足够了。父皇，玉玺拿到了没有？快些交给儿臣吧。这就给你。轩辕龙脸上挂起一抹阴寒，抓起暗格中的手枪，转身朝身后不孝子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正在激动中的轩辕锦书一时不察，胸口上方被打了个正着。父皇，你怎么也有这个东西？不，这东西。轩辕龙没有回答他，看到刚刚那一枪没有正中胸口，举起手就要补第2枪。父皇，儿臣知错了，请你饶过儿臣这一回吧。儿臣保证以后会安分守己的。求你不要杀了我，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呀。晚了，你刚刚用剑刺杀朕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要饶过朕？怎么没有想过朕是你的父皇呢？儿臣救驾来迟，让父皇受惊了。啊，轩辕玉主，你想干什么？哎呀，父皇，您受伤了。啊，被轩辕锦书这个逆子刺了一剑。皇儿，你快点喊太医过来，给朕治伤。只是轩辕玉竹像是没有听到一般，反而微笑着一步步朝他走过来。察觉到不对劲儿的轩辕龙，刚刚才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啊，三皇儿，你想要干什么？哈哈，父皇，你现在一定很痛吧？这样，只要你把玉玺给我，我立马就帮你喊太医过来，如何？轩辕玉主，莫非你也想造反吗？哈哈哈哈！哎呀，父皇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明明是皇兄想造反，而我只是进宫救驾的，不是吗？轩辕龙望着眼前不同以往的三儿子，不由眯了眯眼睛。啊，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父皇，你在说什么？儿臣好像没听懂啊。呵呵，别装了，当初鼓动我杀朝臣的事，你也在背后出了不少力吧？这真是没看出来呀，原来身边竟然藏了这样一条毒蛇。装了这么多年的懦弱无能，
竟然都没有人发现，你的城府可真够深的呀！父皇说儿臣这些年装无能，这个我承认，毕竟您一直都不喜欢儿臣。我若是不装的懦弱无能一点，只怕下场会比九皇叔更惨吧。父皇，不管你交不交出玉玺，我都将是这东离国的下一任帝王。你若是交出来，我还可以让你死得更痛快些。轩辕玉竹边说边用手戳轩辕龙的伤口，原本就流血不止的伤口，这一下流得更厉害了。你这个逆子，真是歹毒至极啊！轩辕锦书这个蠢货逼宫的事，恐怕也是你在背后策划的吧？哎呀，父皇，这件事您还真误会了儿臣。逼宫的事情还真是轩辕锦书自己干的，儿臣呐，只是将计就计而已。对于三儿子的说辞，轩辕龙显然是不相信，只是他信不信，轩辕玉竹并不在乎。他如今只想拿到玉玺，然后成功坐上皇位。不过轩辕龙也不想束手就擒，悄悄将手伸进怀中，想掏出手枪，如法炮制杀掉轩辕玉竹。只是他的手刚刚伸进怀里，就被轩辕玉竹眼疾手快一剑刺穿，痛得轩辕龙大叫出声，手中的枪就这么掉在地上。父皇，你是想用杀轩辕锦书的手段来杀我吗？你想如何？轩辕玉竹把手枪慢慢琢磨了好久，然后把里边唯一一颗子弹浪费掉了。这下手枪彻底没用了。哈哈，父皇你是知道的，何必明知故问呢？你休想！既然如此，那父皇就别怪儿子心狠了。轩辕玉竹说完，捡起地上长剑，直接刺进父皇的胸口。原本就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轩辕龙，在这用力一刺之下，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命丧黄泉了。轩辕玉竹缓缓转身，把剑放到早已死去多时的轩辕锦书手上，然后走到轩辕龙身边跪下，抱起他的尸首，撕心裂肺地哭喊：父皇，你快醒醒！来人呐，快救太医呀！外面赶来的人听到他的哭喊声，都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啊？本皇子听到皇兄要对父皇不利的消息，就急急忙忙带人赶过来，想要救驾，没想到最后还是来迟了一步。轩辕玉竹断断续续的解释，说到后面已经悲痛欲绝到讲不出话来。看到太医院院正过来时，他就像看到救星一般，急切地喊道：郑太医，快过来给父皇看看！郑太医不敢怠慢，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跪在他身旁，抓起轩辕龙的手腕，急切地拔起脉来。须臾，他面色悲痛地松手。三皇子节哀，陛下宾天了。父皇，是儿臣不好，儿臣来晚了。三皇子节哀，这是轩辕锦书犯下的错，不关你的事，不必如此自责呀。是啊，三皇子，如今圣上已宾天，国不可一日无君，依老臣看，还是把太后找来商量一下继位，还有如何处理轩辕锦书的事情吧。李太傅言之有理，来人，去请太后，记得先不要跟他老人家讲皇上的事，我担心他会一下子受不了刺激出事。轩辕玉竹这番话让在场的人对他的好感又上升了几分。平常见着三皇子唯唯诺诺，半点没有主见的样子，没想到遇到事情的时候竟然这么冷静，又心思这么细腻周全，真是有做人君的潜质啊。轩辕玉竹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大家，低头的瞬间，嘴角轻轻扬起。信子大人，东离国的狗皇帝跟狗太子已经死了，那轩辕玉竹正忙着登基呢，您这边准备的如何了？放心吧，他当不了皇帝的。长心子说完拍了拍手，从屋里走出一个12、13岁的男孩，
见到两人，男孩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韩剑拜见新子大人，拜见绿枝姑姑。哼，怎么样，是不是很像啊？哪里是像，简直是一模一样。大人，你从哪里找的易容师？这易容术真是太绝了。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是宰辅大人推荐的。等杀了轩辕玉竹，让韩剑登基，这东离国天下就是我们的了。长心子得意一笑，他们这些年的辛苦谋划，如今终于有了成效。望着眼前毕恭毕敬的男孩，长心子嘱咐道：韩剑，从今以后你要记住，你的名字叫轩辕南萧，是东离国11皇子，记住了吗？多谢新子大人提醒，轩辕南萧知道了。好了，先下去吧。轩辕南萧躬身离开，长心子问：我们从镜花国带来的人都安排妥当了吗？除去一部分给轩辕玉竹用来迷惑他之外，其他的人都被安排在妥当之处，只等您的吩咐了。如此甚好。长心子满意的点点头，又吩咐道：都这么久了，他们的东离话学得如何了呀？回大人，只要不是太复杂的，一般对话完全没有问题。那就行，你让他们学习好东离国的风俗人情和打扮。等韩剑登基之后，一部分人留在宫中做侍卫，另外一部分人分散到各个军营中去，取代军中将领，为我军进攻东离国做准备。如今万事已经具备，大人您打算什么时候让那轩辕玉竹归西？这事儿已经交给瑞穗去办了，相信不日就会有结果的。真是太好了，等轩辕玉竹一死，韩剑登上皇位，再把姜太后和那些有影响力的妃嫔找机会弄死，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持着东离的江山了。等到换国成功，君上掌管了这边土地，到时候我们可就是立下大功之人，我们背后的家族也从此可以名声鹊起，变成贵族了。哼，看来这朝中的事已经告一段落了。轩辕南萧现在才有空闲过来招惹我们，说来也怪哈，轩辕锦书跟轩辕玉竹两个人当初斗生斗死，结果没想到竟然给轩辕南萧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皇子捡了个大便宜。哎，阿锦，你对这个轩辕南萧了不了解？这个轩辕南萧以前倒是见过几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性子比较沉闷，而且为人懦弱，没有什么主见。登基之后竟然变得如此残暴嗜杀，着实让人有些不能理解。因为轩辕南萧颁布祸害百姓民生的事，他已经准备要出手整治了，没想到自己还没出手，他竟然要把手伸到阳城关来了。他会不会跟轩辕玉竹一样是假装的呢？轩辕南萧没有那么深的城府，因为小时候发过一次高热，他的母妃因为地位低又不受宠，所以延缓了治疗，最后虽然好了，可思维却变得稍微有些迟钝。我想姜太后之所以选他当皇帝，肯定是有3方面的原因：一来是因为确实没得选了，二来是因为他的身后没有人撑腰，再有就是因为他的这份迟钝好控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到变了一个人，两人同时脸色一变，将这些日子京中内应捎来的信息细细梳理一遍，立刻就从中发现了端倪。这个轩辕南萧登基之后，就不停地斩杀朝中重臣，还不断地增加税赋，好像在拼命地让东离国陷入水深火热一般。而且他还暗中跟纯太嫔、厉太嫔走得很近。这么一梳理，两人心中有个答案隐隐呼之欲出。对视一眼，轩辕锦顿时脸色一沉，立马给京中的暗卫去信，让他们仔细调查这其中隐藏的猫腻，并速速汇报。若事情真如我们两个所想的那样，这个京城我们必须回去。只要不危害到东离国百姓，他可以容忍皇兄父子内斗，但是他不能容忍有人来窃取他们轩辕家的江山。苏慕雪也非常赞同，内斗归内斗，但是绝不容别的国家插手自己的地盘，誓死不当亡国奴。
原本两人还只是猜测，当站在城墙上看到朝廷派来的镇北军将军时，两人同时面色一沉。那个叫王长胜的将军虽然看起来长得跟东离国人很像，但是跟东方玉等打过交道的他们一眼就看出这个是镜花国的人。我们阳城关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这些人是从哪里进的京？除了阳城关，还有唐运守卫的雍城关，那里虽然不如阳城关方便，但是可以绕行进入京城。这个唐运想死吗？竟然放别国的细作进来！要是我猜的没错，当初京城里的动乱就是镜花国搞的鬼。他们利用内乱，让皇兄父子自相残杀，又让轩辕玉珠这个自以为聪明的蠢材引狼入室。等轩辕玉珠杀了皇兄跟轩辕锦书，然后他们再杀了轩辕玉珠，最后再推轩辕南萧这个他们的自己人上位。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大肆斩杀朝中大臣和军营将士了。一是怕暴露，二就是为了要安插他们的人。这镜花国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东离大半江山落入他们的手中，真是好歹毒的计谋啊！要说轩辕老儿父子俩也是够蠢的，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最后还把江山都拱手让人了。我想这里面少不了当初镜花国送来的那10个女细作的功劳。现在想来，这镜花国为了能拿到东离江山，真是煞费苦心呀，从那么早就开始在筹划了。立在城墙下的王长胜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被识破，他望着城墙上的男人，心中暗道：不是说锦王中毒连床都起不了了吗？怎么如今看起来好好的？难道传闻有误？看来得好好查上一查，然后将情况报给上头的人才行。锦王爷，圣上让你开城迎军都不敢，难道真想造反不成吗？既然你们都打着镇压叛逆之名过来，那我轩辕锦就算反了又如何？不要啰啰嗦嗦，要打便打。锦王，我承认你打仗很厉害，我王长胜不会傻到跟你打，我只需要把这小小的阳城关困上几个月，到时候没有粮草的你们还不是就会主动投降吗？王将军，你这镜花国人倒是把我们东离国语言学得很流利吗？学了多久啊？学了。锦王妃，你不要胡说八道，什么镜花国人，我是堂堂的东离人。心道这个锦王妃真是太狡猾了，差点被他牵着鼻子走，看来一会儿要小心应对才行。没有让他把身份自曝出来，苏沐雪眼中闪过一丝遗憾。那是我误会了，王将军说的也是，我们东离国的子民长得好，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哪像镜花国那帮狗杂碎，长得挺有创意，活得挺有勇气。丑不是他们的本意，完全是老天在发脾气。老天不止发脾气，还让镜花国人在人类进化的时候躲了起来，这才让他们长了一副类似人的样子，却没有人的心肝，所以都不能称之为人了。你说我说的对吧，王将军？苏沐雪小嘴巴巴，声音又大又响，直骂的王长胜握紧手中大刀，有种想砍死他的冲动。偏偏他还不怕死，天真的歪着脑袋追问：王将军，你怎么了？怎么一副吃了屎的表情？莫非你对我的话不认同？还是说你跟镜花国的人有渊源，见不得我这么骂他们？秦王妃，你不要岔开话题，现在在说你们阳城关的事儿。你们若是投降，回京或许还能谋求一线生机，若是拒不受降，那我就围了阳城关，让里面的人全都饿死。哦，那你围吧，最好围上个1年半载的，看我们会不会饿死。对了，要不要我们打个赌，看看到时是你先死，还是我们先饿死？无知妇人，狂妄至极！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无情了。来人，把阳城关给我围起来，蚊子都不准飞出去一只，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忍多久。各位将士们，你们是咱们东离国的男儿，长点心眼吧，看清楚你们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可千万不要让镜花国的狗杂碎指使你们将刀口对准自己人了。原本听着王长胜指令围城的将士们顿时不由得停下脚步，眼神迟疑地看向这个胜任不久的将军。面对众人猜忌的眼神，王长胜气到吐血。你们休要听那女人胡说，我就是东篱的人，她是为了不让我们围困阳城关，所以才想出这条毒计来挑拨离间的。是吗？那请问王将军，你是东篱哪里人呢？能麻烦你说一说你的家乡话吗？毕竟这20万大军里，说不定就有许多你的同乡呢。王长胜被他追问得额头冒汗，毕竟学一口流利的东篱官话就费了他好多时间，哪还有更多精力去学方言呢？本将军是京城人，当然只会京中官言。是吗？既然是京城人，那你从小在哪里长大？住的又是哪条街哪个胡同？门牌号又是多少？周围的邻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叫什么名字？麻烦王将军都一一道来吧。王长胜被他一连串的逼问，问到冷汗都出来了。晋王妃，我是代表圣上来讨伐你们的，没必要回答你这些问题。哼，是没有必要，还是回答不上来呢？王将军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所谓的王将军，你听着，本王妃不知道你在镜花国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告诉你，你们镜花国的君上杀我东篱国将士，还妄图掌控我东篱国的计划，本王妃已经知道，这事我不会这么算了。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带人去踏平你们的京都，让你们的国人也尝一尝真正亡国奴的滋味。本将军不知道晋王妃在胡言乱语什么，不过就算你再巧舌如簧，也改变不了本将军要围困阳城关的事实。说完赶紧转身，不再跟苏沐雪对话，免得多说多错。苏沐雪与轩辕锦站在城墙上，看他落荒而逃的身影笑了。今日虽然没有当场将王长胜揪出来，但经此一闹，他心中势必会乱，只要心乱就不愁不露出马脚。时间过得很快，转眼距离苏沐雪挑拨镇北军的事情就过去了1个月。事情也的确如苏沐雪料想一般，他先前那番话确实在镇北军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些原本就不满王承胜空降的将军更是暗中留意其他的行动来。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林毅的都尉，更是暗中仔细观察起王长胜的各种举动。林毅是前镇北军将军钱鹏手下的兵，对于这个老将军他一直很钦佩，钱老将军也很赏识他，原本还想等有机会升他做校尉的。只是还没等到那一天，这个王长胜就来了。自从他来到军营没多久，老将军就莫名其妙的暴毙，然后圣上竟然下旨让王长胜当了将军。对于这个空降来的人，当然会有很多人不服气，尤其是几个跟随老将军的副将，更是不听他的调遣。只是没过多久，那几个副将又莫名的消失了。林毅是个很机灵的人，察觉到不对的他立刻低调起来。虽然心知老将军死得蹊跷，可王长胜身后有圣上撑腰，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校尉，胳膊拧不过大腿。足足跟了1个月，这才截获到一封去往京城的信。林毅虽然看不懂信中内容，但总觉得里边有猫腻，于是在一个巡夜的夜里，找准机会往城墙上送了封密信，约轩辕锦在城外10里坡见面。参见景王，参见景王妃。你就是林毅？末将正是镇北军骑兵都尉林毅。说吧，叫我们出来有何事？回禀王爷，这是末将前些日子截获的信件，里面有关于您的事，还有一些末将不懂的什么计划，只是直觉感到有些不妥，所以特意约了王爷，想拿来给您过过目。林毅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将手中书信递到轩辕锦手上。轩辕锦接过一看，是王长胜写回京城的书信，上面大概内容是说他已查清轩辕锦中毒快要身亡的消息是假的，还说他们的计划已经被发现，要京中的人快些想对策。这应该就是林毅不懂的地方，
信上还有请示说，为了不让计划外露，王长胜想尽快灭掉阳城关，最快的方法就是屠城，所以他申请从京中调集火油过来，竟然想火烧阳城关，真是好歹毒的心。看来都不用京中再查，他们就已经能确定朝廷中那个皇上是个假的。王爷，末将这里还有一封信，王长胜昨夜往外放信鸽，被末将看到，偷偷截获下来了。轩辕锦接过信没看，接着问林毅从何时开始调查这个王长胜的。林毅回答，从钱老将军去世之后，心中便有怀疑，但无奈人微言轻，无法为他调查真相。那日听到锦王妃的话之后，他就心中开始怀疑起这个王长胜来，所以就开始调查。既然心有怀疑，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消息和信告诉你的上峰，反而冒着危险来找本王这个被朝廷认定的谋逆之人呢？钱老将军在世时曾说过，景王爷是整个东离国最不会谋反的人，所以末将相信钱老将军的眼光。林毅的话不由让轩辕锦想起那个须发皆白、声若洪钟、带着一身正气的钱老将军来。没想到老人家在战场上拼杀了一辈子，最后却以这样的方式死去，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就冲老将军这份信任，用不了多久，他定会用王长胜和轩辕南萧的人头拜见老将军，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况且如今的军营中稍微有点级别的人，许多都已经是王长胜的爪牙，末将若是把信交给他们，只怕连小命都没了。轩辕锦听完他的话之后点点头，对眼前这个机智有谋的年轻人很是欣赏，赞叹了他几句，这才开始看信上的内容。王长胜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花平仓的晋花国将领，信上让他暂时先按兵不动，说如今的阳城关已经被围困了1个月，等再过些日子，粮草完全断绝，城中将士再也无力反抗，两人在里应外合烧了阳城关。暮雪，看来这些日子咱们故意减少巡逻士兵的数量，这一步走对了，不然还真不知道原来这附近还藏了一支我们不知道的净化国兵呢。不过这支队伍到底是藏在哪里呢？阳城关附近他都有定时叫人巡逻的，按说一支队伍少也有几千人，怎么就连半点痕迹都没有呢？我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哪里？这个一会儿回去我再告诉你。林都尉恐怕是不能出来太久，还是先说他的事吧。薛元锦知道他只是不想当着林毅的面讲，于是也没有再追问，而是转头吩咐林毅：林都尉，这件事你做得很好，这2封信我先拿走，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过几日本王会让人写回信，你回去继续盯着王长胜和他的同伙吧。不过盯人的时候注意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另外，从现在起，在我没有告诉你危机解除之前，不管是朝廷或者军中的任何人问你任何事情，你都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更不能让他们发现任何端倪，否则谁都救不了你们，明白了吗？我若是猜的没错，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登陆，而是驻扎在海面上。暮雪，你是不是搞错了？那海上风吹浪打，船只飘摇不定，如何能驻扎？难道就不怕船翻人亡吗？是不是搞错？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说完，他唤出小七，拉着轩辕锦坐上他的背，两人一灵就这样朝着海边飞去。到了海边，周围一片漆黑，根本没有看到有人生活的痕迹。暮雪，这里根本就没有人生活的痕迹，看来这次你猜错了。是不是猜错？现在定论还为时尚早。小七，沿着这片海域慢慢的往海里搜寻。哦，好的，姐姐。小七听话的朝着大海中间的区域慢慢飞去。小七飞动的时候，苏沐雪也打开手上的探测仪开始进行搜索。过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探测仪上突然出现了许多红点，密密麻麻连成一片。苏沐雪勾唇一笑，原来是藏在这儿啊，难怪巡逻的士兵找不到。谁能想到这些老六竟然藏在离海岸边10公里远的海域中，这么远的距离，若是没有探测仪，用目测根本发现不了。要说这镜花国人也够狡猾的，若是没有苏沐雪的先进仪器，东离国还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
苏沐雪让小七飞低了一些，这才看到海面上的敌船竟然黑乎乎的一大片。看起来这些人起码得有10来万，没想到这镜花国地方不大，人口还不少，这才灭了他们几十万军几年呢，竟然又重新召集了这么多兵马过来，难道他们是全民结兵吗？阿锦，我们下去看看。可以。苏沐雪让小七悄悄靠近敌船，这才发现他们为了不让船只飘远，竟然用铁链牢牢将船固定在了一起。哼，真是天助我也。这场景让他想起《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来。既然发现了敌人，还有这么好的机会，那他就不心慈手软了。阿锦，我们今晚就来个升级版的火烧赤壁吧。说完，不等轩辕锦问赤壁是什么，立马从空间里兑换出汽油，叫男人和他一起把汽油一桶桶地洒在敌船上。奇怪的味道让船中之人都受不了了，纷纷捂着鼻子跑出船舱，左右寻找，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难闻。找来找去，除了甲板上一滩水迹和刺鼻的气味之外，并没有什么异常。难道是天上下的雨啊？怎么这么难闻啊？苏沐雪将所有船都淋上汽油之后，这才让小七擦着船身掠过，他跟轩辕锦则打燃手中的防风火机，抛到甲板上。小火苗遇到汽油，立马轰地燃烧起来，加上夜晚的海风一吹，没多一会儿就变成了熊熊大火。王爷，您是说您与王妃根据信上的线索去找，结果还真发现了镜花国偷藏在海域的10万人马，然后还灭了他们？对，你记得让人去把沙滩上的尸首清理一下，不然万一腐烂引起什么异症就不好了。王爷，您跟王妃2人是怎么灭了敌国10万人的？还记得前几年咱们第一次灭镜花和流萤国那20万人的场景吗？当然记得，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是不是一直以为炸死对方大半兵力的事情是我指挥的？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其实那件事情是王妃做的。啥？是王妃做的？对，你们还记得当时从城里飞出去的那个大鸟吗？当然记得，末将当时还想让人用箭射他，后来被王爷您阻止了。不过这与王妃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因为那只大鸟就是王妃的灵宠，是她带着王妃飞到敌营中去投掷手雷，炸死了大半的敌人，我们最后才能取得胜利。这么说，无论是当初那20万兵，还是后面直接出击灭了2国60万人，都是王妃跟她那会飞的灵宠先去用手雷开路的，对吧？正是如此。哇，王妃威武啊！王爷，可以让王妃把手雷给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吗？众将士当初虽然听到了巨大的轰轰声，但并没有见过手雷是什么样的，心里好奇的紧。并不是不给你们看，而是它实在太过危险了，稍不注意一颗就能炸灭一座营。目前为止还只有王妃会操控。想到手雷不能看，大家又想看看苏沐雪的灵宠。对于这个问题，轩辕锦二话不说就满足了他们。毕竟有些东西一而再再而三的藏着掖着，容易失去民心。轩辕锦去找苏沐雪，跟他讲了众将士想看小七的事。苏沐雪没有反对，毕竟他俩昨晚就已经商量好了，要让众人知道他有手雷和小七的事。如今他们决定打上京城去抓假轩辕南萧。当苏沐雪让小七变形，并坐着他飞上高空之时，将士们对他就狂烈的崇拜上了。天哪，王妃真的有一只了不得的座驾，竟能飞得那么高，何止高啊！你看她飞得多快，要是以这个速度飞到京城，只怕几日就可以了吧？好想有一只王妃这样的灵宠啊！你小子想屁吃嘞？王爷都没有，你还想有？做梦吧！在几人说说笑笑中，苏沐雪又坐着小七飞回来了。只见他刚走到地面，原本威风凛凛的小七突然之间就不见了踪影，就像他先前突然之间出现一样神奇。众将领心中惊叹不已，难道他们的王妃是天上的仙女下凡不成？仙子王妃，你的灵宠回天庭了吗？当然，仙子的座驾喝的是杨枝甘露，咱们这凡间可没这样的宝物，他当然就要返回天庭去吃才行呀。你们几个不准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不然天上怪罪下来，
咱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知道了吗？末将明白，今日的事情一定会烂在肚子里，绝不会透露半分的。镇北军中，王长胜站在营帐外，望着城墙上越来越少的士兵，心中一阵得意。将军，阳城关的人根本就不应仗，看来他们已经饿到没有力气应仗了。来人，既然他们不出来，那就给我上火油，烧了阳城关。顿时有10几个士兵提着火油桶，开始用力往城墙河上泼。林毅望着那一桶桶的火油，皱起了眉头。他明明已经告诉过景王爷，说出了王长胜的计划，可这火油怎么还是运过来了？等到所有的墙上都泼满了火油，他才命令士兵开始点火。只是当火把扔到城墙上时，火油泼过之处，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冒出熊熊大火。这是怎么回事？突然的变故让王长胜收起脸上的得意，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想要看看是什么情况。刚刚走出人群，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上射出一支利箭，犹如破竹般朝他飞了过来。不及反应的他大睁着眼，呆愣在原地，看着利箭正中他的胸口。将军，啊！他的副将们刚想上前搭救，只是还没动身，就被身后的人一刀割断了喉咙。你们竟敢杀自己人，真是该死！谁给你这个该死的镜花国狗贼是自己人？你冒充我们东离国人，还杀了钱老将军，我们要给老将军报仇。原本想上前擒拿林毅等人的将士听到他这话，顿时就停了下来。大家别听他的，他在胡说八道。他是不是胡说，王将军你最清楚不过了。轩辕锦，你使诈，真是卑鄙！对付你们这种卑鄙无耻的镜花国人，本王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你是不是好奇为什么火油不会燃吗？那当然是因为它是17啊，当然点不着了。是你搞的鬼？这怎么能叫搞鬼，顶多叫见招拆招而已。对了，你镜花国同伙就是那个姓花的将军，他带领的10万军前1个月已经被我消灭了。可惜啊，你想让他跟你合围阳城关的计划落空了。不可能，前几日我俩才通了信的。他此言一出，等于就承认了自己是镜花国人的事。镇北军顿时一片哗然，没想到眼前的将军竟然真的是敌国人。王长胜这才反应过来，对轩辕锦怒目而视。竟然我套话，卑鄙！那是你脑子不好使。再说了，要讲卑鄙，谁能比得过你们镜花国人？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灭了大万国，现在竟然又故技重施，用在我们东离的身上。